快叫夫君！叫不叫？叫不叫？叫不叫？不叫，不叫，就不叫，去死吧！逆徒！夫君，快饶了我吧！夫君大人，说想干什么？离渊，想去？哼，这还差不多，准了。雪梨渊咬唇闷哼，他银发散乱铺满玉枕，素来清冷的眸子此刻水雾氤氲，眼尾染着海棠般的艳色。季川咬住他耳垂低语：白天师尊用剑指着我喉咙，现在却连推开我的力气都没有。雪梨渊如梦初醒般挣扎起来：够了，本尊！啊！星陨擂台上空，流云静止，仿佛被下方肃杀的气氛凝固。数万凌霄宗弟子的目光如利剑般聚焦于场中那道略显单薄的青色身影。季川，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声音清冷，带着毫不掩饰的倨傲。萧雪一身白衣胜雪，手持3尺冰魄剑，剑尖斜指地面，寒气四溢。她容颜绝美，却是冰山一座，此刻更是覆满寒霜。3招，你若能在我的双天雪舞下撑过3招，这门婚事我可以不退，否则你我从此再无瓜葛。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冰锥，刺入在场每个人的耳中，更刺向季川的尊严。周围的弟子们爆发出阵阵哄笑与议论，鄙夷的视线毫不遮掩。一个灵犀境3重的废物也配得上萧雪师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下脸丢尽了。季川却仿若未闻，他甚至懒得抬眼去看那张冷傲的脸，他只是把玩着袖口的一枚玉佩，神情散漫，嘴角勾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这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彻底激怒了萧雪。找死！一声轻斥，冰魄剑嗡鸣出鞘。刹那间，擂台上寒气暴涨，无数冰晶雪花凭空凝聚，随着剑势化作一道凌厉无匹的龙卷，呼啸着席卷向季川。剑气未止，刺骨的寒意已让台下众人不自觉地裹紧了衣袍。双天雪舞，萧师姐动真格了。所有人都认定那个叫季川的废物会在这一剑下被撕成碎片。然而季川动了，没有灵力爆发的璀璨光华，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他只是在漫天风雪即将集体的一瞬，不紧不慢地伸出了2根手指，食指与中指白皙修长，在狂暴的剑气风雪中显得脆弱不堪。叮！一声轻微到几乎听不见的脆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滞，那道足以开碑裂石的剑气龙卷骤然消散，漫天飞舞的雪花瞬间静止。萧雪全力刺出的冰魄剑，那闪烁着幽蓝寒光的剑锋正被那2根看似脆弱的手指稳稳夹住，纹丝不动。全场死寂，所有人的表情都凝固在脸上，那些嘲讽与鄙夷变成了匪夷所思的惊骇。道理我都懂，可为什么是中指和无名指？反观此刻的萧雪，瞳孔更是缩成了针尖大小。他用尽全身力气想将剑抽回，可剑锋像是被一座无形的山岳镇压，动弹不得分毫。那股恐怖的压制力顺着剑身传导而来，让他握剑的虎口瞬间崩裂，鲜血淋漓。就这点本事也配在我面前叫嚣？季川终于抬眼，目光平淡，却又带着一丝戏谑的锋芒。他手腕轻轻一抖，咔嚓一声清脆的断裂声响彻整个星陨擂台。上品法器冰魄剑竟被他用双指硬生生折断，剑尖掉落在地，发出空洞的声响。季川松开手指，反手握住断剑的剑柄，随手一挥：还你一剑。没有剑招，没有灵诀，只是平平无奇的一挥。可这一挥之下，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一剑。一道无形的剑意横扫而出，虚空都为之扭曲，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万剑归虚，萧雪眼中的世界瞬间崩塌。他的一切防御，一切灵力护盾，在这道剑意面前都如同纸糊一般被摧枯拉朽的撕碎。萧雪整个人如遭雷击倒飞出去，借着手中的剑才勉强稳住身形，可随后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他满脸煞白，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与悔恨。我认输，师兄，求你。季川却连看都未再看他一眼，他从怀中摸出一纸泛黄的婚书，指尖燃起一簇淡金色的火焰，婚书在火焰中迅速化为灰烬，随风飘散。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从此恩断义绝，婚约作废。冰冷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说完，他转身走下擂台，留给全场一个孤高而决绝的背影。百里外的寒玉洞府内，一面水镜悬浮半空，清晰映出擂台场景。一个身着素裙的绝色女子慵懒地斜倚在冰玉榻上，她肤光胜雪，眉眼如画，气质清冷高贵，宛如9天之上的谪仙，不染一丝凡尘。正是凌霄宗最年轻的长老，季川名义上的师尊雪梨渊。当看到季川只用双指就夹住冰魄剑时，他端着玉盏的手微微一顿。当看到季川一剑击溃萧雪，
焚毁婚书时，他眸光深处掠过一丝无人察觉的寒意。咔，手中的青玉酒盏被他不动声色地捏成了齑粉，粉末从指缝间簌簌滑落。他在吃醋，不是为那纸婚书，而是因为季川在他以外的人面前展露了那份本该只属于他的锋芒。就在这时，一道带着轻佻笑意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师尊都看到了，可别生气，弟子今晚定当好好赔罪。是季川的传音，他竟早已察觉到了他的窥视。雪梨渊清冷的脸颊上飞快地闪过一抹微不可察的红晕，随即又被冰霜覆盖。他没有回应季川的调戏，纤纤玉手却下意识地轻轻抚过自己平坦的小腹，那个动作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眷恋与占有。哼！一声冷哼在空旷的洞府中回荡。谁稀罕？季川走在回府路上，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2个半月前无声崖上那一幕仍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每每想起，胸口便如被利刃剜过一般疼痛。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彼时他还是纵横魔道的煞星，地煞境巅峰的修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最终还是被所谓的正道栋梁围剿于无声崖。而率领那群正道修士的正是他最想不到的人——雪梨渊。他至今还记得，他站在崖边，白衣飘飘，面容圣洁，眼中却无半分怜悯，挥手下令的模样。万箭穿心，身受重创的他坠入了无尽的深渊。再次醒来，发现自己已是灵魂体状态。也就在那时，一个冰冷的机械音在他脑中响起：叮！检测到宿主苏醒，系统激活。一个机械般的声音突然在脑海中响起，吓得季川差点魂飞魄散。我靠，什么鬼？叮！本系统名为道友助我系统，你的身体已毁，现有2个选择：一，将宿主灵魂转移到同名同姓同时死的正道弟子季川身上；二，将他的身体化作养分，修复宿主原身，但修为功法以及一切社会关系都将继承他的。自己绝对的实力和尊严2选1，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绝对的实力，但我们的主角是何许人也？他会放任着自己操控别人的身体去糟蹋自己未来的老婆吗？显然不会。就在他坚定地喊出我选2的时候，一道金光从他的灵魂深处炸开，再次睁眼，已经回到了自己身体中，而他本该被悬崖峭壁撞稀碎的身体，此刻已经完好如初。叮！新手礼包已发放，请查收。他的眼前突然浮现一个半透明的光幕，上面排列着几样物品。明刀司命丹 X1， 作用：服下后12时辰内绝对锁血，免疫任何致命伤害，触发即保命。副神敕令9幽血气 X1， 作用：以精血召唤准地级魔物，绝对服从。玄霜9节莲 X1， 作用：冰灵根地煞巅峰服后必破天煞境，100%渡劫成功。道友助我点10000点。冰灵根与我无用啊！话没说完，叮！宿主已继承正道弟子季川的修为，检测到宿主修为已达灵犀境3重巅峰，可消耗500道友助我点突破至4重，是否突破？什么？才灵犀境？季川本以为那个正道弟子会是位高人，没想到是家里需要请高人。但是到如今已经无法回头了，他眼神无光。尼尔布拉几道突破，仿佛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请宿主大声喊出咒语，道友助我已完成突破。卧槽，这什么鬼设定？季川汗颜，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但为了早日重回巅峰，他忍了。道友助我，声音细如蚊啊。检测失败，请宿主用尽全力喊出咒语。妈的！季川终于恼羞成怒，豁出去了。道友助我，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惊起一群飞鸟。叮！突破成功。当前修为灵犀境4重，一股暖流瞬间涌遍全身，他能清晰地感觉到灵力在经脉中流动的速度加快了。虽然距离他原来的地煞境巅峰还差得远，但总算是个好的开始。叮！一大波记忆正在靠近，请宿主做好生不如死的准备。等会啊！就在眼前白光乍现的瞬间，大量陌生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他痛苦地抱住头，在地上翻滚。几分钟后，疼痛渐渐消退，喘着粗气坐起来，开始梳理这些记忆。凌霄宗，正道天赋出众，但修为低下，有点意思。季川表情突然凝固，因为在记忆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雪梨渊，那具尸体竟然是雪梨渊的徒弟。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哈！天助我也！系统的声音恰在此时再次响起。叮！触发任务，与师尊雪梨渊 XXOO， 任务奖励无相魔体。哼，正合我意。
他阴冷地笑着，一个邪恶的计划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型。雪梨渊是极为罕见的玄阴玉体，修炼速度惊人，正因如此，他才会成为凌霄宗最年轻一辈的长老。但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特性，一旦破体，便会与此人终身绑定。若长时间得不到此人的滋润，便会遭受万重噬体般的痛苦。雪梨渊，只见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你不是要除魔卫道吗？本座就让你尝尝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滋味。叮咚，宿主真是个书生，真是邪恶到了极点，简直是不当人啊！奖励道友助我点10000点，这都行。回山门的路上，季川抬头望向云雾缭绕的凌霄主峰，那里是雪梨渊的寒玉洞府。他以废柴弟子的身份蛰伏归来，不是为了苟延残喘，而是要将这虚伪的仙门圣地搅个天翻地覆。而这一切就从他那位好师尊开始。回到住处，他盘腿而坐，内视己身，丹田气海之中，一座横跨天际的七色彩虹桥熠熠生辉，桥上第4节的位置正闪烁着圆满的光泽。虹桥近4重，神魂深处，无数繁复玄奥的阵法符文如星辰般流转，构成了一片浩瀚的阵图宇宙。阵道宗师，看来要早日提升修为，才能发挥出最大实力。就在此时，他神色微动，抬眼望向宗门深处寒玉洞府的方向。季川的嘴角缓缓勾起一个算计的弧度，他那位高高在上的师尊该入局了。此时青鸾峰一座洞府中，雪梨渊正斜倚在金边莲花宝座的鎏金靠枕上，睡裙如流云般垂落，腰间一条银丝软纱随意系着，反倒勾勒出惊心动魄的腰臀曲线。只见他指尖捻起水晶盏里的樱桃，被齿咬破果肉的瞬间，嫣红之水染的唇色更艳，倒衬的铺在锁骨上的银色胸链都多了3分暖意。他漫不经心翻着书时，几缕银丝从鬓边滑落，恰巧垂在微起的唇畔。雪梨渊屈指将发丝掠向耳后，铺陈在宝座上的裙摆堆出层层涟漪，露出洁白玉似的脚踝。就在这时，忽地察觉到有人触动了禁制。师尊，灵儿有要事禀报。雪梨渊凤眸一眨，清冷动人的声音从洞内传出。这么晚了，何事慌慌张张？来人是雪梨渊的贴身侍女灵儿。南域传来消息，有人在极寒绝渊见过玄霜9节莲的踪迹。冰玉榻上，雪梨渊猛地睁开双眼，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本尊知道了，你且退下。门外女子微微拱手，只见她行至自己的住处时，躲在树后的老六季川随即将女子颈后的蝴蝶撤走。女子眼睛一眨，便恢复了神智。南域边境，云海翻腾，一道清冽的剑光如惊鸿般撕裂天际，径直向着极寒绝渊的方向射去。剑上立着一道绝美的身影，正是雪梨渊。她一袭流云宫裙，在罡风中纹丝不动，周身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领域，将一切风雪与尘埃隔绝在外。飞剑双天在他脚下发出低沉的剑鸣，速度再次暴涨，化作一道流光消失在云层深处。他清冷的凤眸中罕见地掠过一丝急切。极寒绝渊的罡风如无形的钢刀，刮得山壁都在哀鸣，每一缕空气吸入肺中都带着冰锥刺入的痛感。阿嚏！季川拢了拢单薄的青衫，狼狈地打了个喷嚏，鼻头冻得通红。他体内的护身灵力在这连天煞境修士都视为禁区的绝地，脆弱得像一层窗户纸。然而在他低垂的眼帘下却无半分寒意，只有一丝算计的冰冷。他以震道宗师的神魂，能清晰感知到这片天地间每一缕灵气的流动。就在刚刚，一股熟悉又强大的气息撕开了绝渊外围的屏障，正向此地靠近。来了！季川的嘴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他迅速在原地布下一个小型的隐匿阵法，身形与气息瞬间融入了周围的冰雪岩石，仿佛从未出现过。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他那位高高在上的师尊踏入他精心布置的舞台。片刻之后，一道绝美的银色身影出现在冰渊深处。雪梨渊，他竟是赤足行走于万载玄冰之上，每一步落下，足底便绽开一朵繁复而圣洁的霜花，转瞬即逝。银色长发如月华流瀑，发丝间凝结的细碎冰晶折射着地底幽蓝的寒光，为他绝美的容颜更添几分非人的神圣。这里是连空气都能冻结神魂的禁区，悬浮在半空的冰冷仿佛凝固了时间。他行走其间，神色淡漠依旧，那双俯瞰众生的凤眸深处却终究藏着一丝不易察的波澜。玄霜9节莲对他至关重要，就在此时异变陡生，整个深渊猛地一震，脚下的万载玄冰竟毫无征兆地裂开一道道猩红色的纹路。那纹路如同活物的血脉，疯狂蔓延，散发出令人心悸的邪恶气息。轰！冰层炸裂，一头3手6臂的庞然大物破冰而出，带起漫天冰屑。他的6只猩红血瞳死死锁定了冰面上的雪梨渊，充满了暴虐与贪婪。
准地级魔物。原来此方世界的境界由低到高分为凝气境、灵犀境、虹桥境、玄丹境、化灵境、真杀境、地煞境、天煞境、圣尊境、准地、道祖。准地级魔物的含金量足足有3-4层楼那么高。雪梨渊清冷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凝重，他没有丝毫犹豫，玉手一招，本命圣冰霜天瞬间出鞘，剑迎清月，漫天冰霜随之而动，化作一条栩栩如生的冰晶巨龙，咆哮着冲向魔物。然而那魔物只是狞笑一声，其中一只手臂随意一挥，砰！冰晶巨龙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巨力硬生生拍成了漫天齑粉。雪梨渊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缕嫣红的鲜血，强大的反震之力让他气血翻涌。他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玄冰万剑归宗，无数冰剑凭空凝聚，如暴雨般倾泻而下，每一柄都足以洞穿山岳。剑雨落在魔物身上，却只发出一连串金铁交鸣的脆响，连他的皮肤都未能刺破。魔物被彻底激怒，六臂齐张，一道蕴含着毁灭气息的黑色魔印在其掌心飞速成型。灭魂劫！雪梨渊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他银牙紧咬，正准备不惜代价燃烧本源，做最后一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青色的身影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身前。混沌开元阵，季川双手结印，一座古朴玄奥的阵图在他脚下展开，硬生生挡在了那道毁天灭地的魔印之前。轰隆！魔印与阵图碰撞，爆发出足以撕裂虚空的能量。季川的身体如遭重锤，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脸色瞬间惨白。季川，雪梨渊瞳孔巨缩，完全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会在这里。魔物一击被挡，彻底暴怒，放弃了术法，一只狰狞的利爪带着撕裂一切的气势，径直抓向阵法后方的季川。噗嗤，利爪毫无阻碍地穿透了季川的胸膛。砰！世界仿佛被调成了静音，只能听到鸣刀破碎的声音。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雪梨渊下意识地飞身上前，接住了如断线风筝般坠落的徒弟，入手处是滚烫而黏腻的鲜血。他看着季川胸前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看着他迅速涣散的瞳孔，往日里那冰封万里的清冷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他发抖，他不可置信，他前所未有的慌乱。是尊。季川的生命气息在飞速流逝，他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从怀中摸索着。他掏出了一株通体晶莹却被鲜血染红的9瓣莲花。玄霜9节连图，是来为师尊采药的。雪梨渊的身体猛地一颤，他看着那株自己梦寐以求的圣药，又看了看徒弟即将熄灭的眼神，一股无法言喻的剧痛将他的理智彻底撕碎。我不要！他嘶吼着，一把将那株足以让无数强者疯狂的圣药甩飞出去。他紧紧握住季川那只冰冷下去的手，贴在自己泪水决堤的脸上，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季川，你不能死，为师不准你死。他的形象在这一刻荡然无存。雪梨渊疯了般的掏出各种疗伤圣丹，看也不看，全部塞进自己口中，用灵力化开，然后俯下身，用自己的唇将药液渡入季川口中。一次又一次，药汁混着泪水流入季川口中，却没有任何反应。雪梨渊发疯般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口中满是血腥味也不停止。我不要什么9节连，我只要你醒过来。他将额头抵在季川染血的胸口，泣不成声。为师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川儿。深渊陷入死寂，唯有女子压抑的抽泣声在冰壁间回荡。雪梨渊视海中不由飘起和徒儿的一幕幕，他看见出狱时那个浑身是血的少年在问心街上爬出300丈血痕，却死死攥着他裙角说求仙尊收留的模样。想起他第一次成功引气入体时，明明冻得嘴唇发紫，却捧着那盏歪歪扭扭的冰雕莲花灯献宝似的递给他。师尊生辰快乐。记忆突然跳到去年玄冰洞闭关，少年用单薄身躯替他挡下那道暴走的寒水剑气。他抱着昏迷的徒弟冲出洞窟时，发现他后背结满冰碴的手还在无意识地护着怀里那宝贵花糕，那是他3日前随口提过的南街点心。最清晰的却是上个月他惩罚偷学禁术的季川在寒玉街跪满7日。那夜巡山归来，看见少年在漫天飞雪中仍挺直脊背，肩头积了厚厚一层雪。可当他走近时，却发现这孽徒竟用灵力在膝前融出方寸之地那里蜷着只瑟瑟发抖的兔妖。胡闹！当时他挥剑杀死那只妖，人妖殊途，你救他作甚？少年突然抬头，睫毛上的冰晶簌簌掉落。可他不是敌人啊！此刻记忆里的冰晶全都化成了泪。雪梨渊突然发现，原来自己早就把这个总惹祸的徒弟藏进了连寒玉弓都动不化的那处柔软里。忽然雪梨渊像是想起什么，猛地直起身。还有办法。他喃喃自语，面色凝重，
似乎做了一个十分艰难的决定。季川的意识在黑暗中逐渐模糊，他最后感知到的是师尊身上那异常滚烫的体温，还有滴落在自己脸颊上同样滚烫的泪水，以及耳边那一声声令人心碎的啜泣和让人听了不由脸红的呻吟。计划很成功。就在他即将彻底死去的瞬间，身后那头不可一世的六臂魔物身体突然僵住，随即从头到脚迅速石化，最后在一阵风中化作了漫天粉尘，仿佛他只是一个完成了使命的傀儡。只是此刻的雪梨渊已经完全沉浸在失去爱徒的悲痛之中，对此毫无察觉。也不知过了多久，季川冥冥之间闻到了一股香味，那是一种他从未接触过的香味，带着一缕寒潭静月的清冽，其中又裹挟着昆仑巅星落白雪的干净，不沾半点尘俗浊气，偏又透出千年玄冰将融未融时那一丝沁入神魂的凉意。他眼睛一紧，醒了过来，强撑着身体坐起，身上盖着的一袭薄纱随之滑落，那正是神秘香味的源头。脑中一阵刺痛袭来，他忍不住抬手扶额，一段破碎又炙热的记忆涌入脑海。他想起来了 Duan， 手背上传来一股温暖而柔软的触感，随着视线看去，一块无瑕的美玉正蜷缩在他身旁，洞口透进的微弱光线打在他光滑的脊背，敷上了一层蜜色瓷般的釉光。他腰窝里盛着未散尽的夜色，随平稳的呼吸微微起伏，宛如两滴被风揉皱的墨正要化开。散落在身旁的3000青丝是王维往川土里流出的松烟，此刻与他的曲线构成了运寿瓶，眉骨花卉的章法，活色生香全在那一片留白之处。季川的脸此时也不争气地爬上了一抹红晕，随着一声温热的呢喃，身旁的师尊似乎也醒了过来。两对眼神相聚的那一刻，双方又极有默契地移开视线。他们同时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事，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一抹飞霞，师徒之间顿时弥漫着些许尴尬与暧昧。再看，把你眼睛挖掉。不敢猜测对方此刻的心情，季川也只能老实地把身子背了过去。他的耳尖红得几乎要滴出血来，丝绸摩擦的窸窣声像一把无形的小钩子，不断撩拨着他紧绷的神经。昨夜那些破碎的画面不受控制地在脑海中闪回，师尊泛着潮红的脸颊，被汗水浸湿的鬓发，以及那一声声被死死压抑的喘息。转过来，雪梨渊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清冷，却比平时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季川深吸一口气，缓缓转身。晨光之中，师尊已经穿戴整齐，一袭白衣胜雪，仿佛昨夜那个在他怀中融化的人从未存在过。只有他颈侧那一抹刺目的红痕，无声地诉说着两人之间发生过的亲密。师尊，昨日之事，我只不过是为了救你。雪梨渊冷声打断他，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回宗后莫要再提。季川喉结滚动，那句现在我们是什么关系在舌尖转了几圈，终究还是咽了回去。他低头看着地上那方染血的纱巾，一抹嫣红让他想起了腊月寒冬，冰天雪地里盛开的一朵鲜红梅花。明白。雪梨渊转身走向洞口，脚步却出现了极其细微的踉跄。季川下意识伸手去扶，手掌却在触及他衣袖的瞬间被一道冰冷的灵力震开。不必。两人一前一后走出山洞，刺目的阳光让季川眯起了眼睛。远处群山如带，云雾缭绕间隐约可见玄天宗的金顶，这里本该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此刻却让他心头沉甸甸的。雪梨渊祭出飞剑，声音好似比剑锋还要冷上几分。上来。季川踏上飞剑，刻意与师尊保持着一段距离。剑身狭窄，他仍能闻到那股熟悉的冷香，只是其中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站稳了。飞剑陡然加速，强大的惯性让季川猝不及防，身体先是猛地向后仰去，又下意识地向前倾身，才稳住身形。胸膛结结实实地贴上了雪梨渊的后背。那一瞬间，他清晰地感受到师尊身体的僵硬，还有那骤然加快的心跳。抱歉。他慌忙向后退开，脚下一个不稳，差点从剑上栽下去。雪梨渊没有回头，只是耳尖不易察觉地泛起一抹薄红。谢谢。细若蚊那的话语从前方飘出，随即被呼啸的破风声稀释得不成样子。师尊说了什么吗？季川好像听到了师尊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听到。没什么。两人就这样沉默着穿过云海，谁都没有再提起那个混乱的夜晚。当季川回过神来，飞剑已经悬停在凌霄宗山脚下。你还要在本尊身旁待到什么时候？语气冷得像是万年玄冰。往日里那个清冷绝美的师尊仿佛又回来了。金銮峰后山的竹林中，季川在一块巨石上盘腿而坐，他的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方从洞府中带出的纱巾。阳光从摇曳的竹叶间漏下斑驳的光点，将纱巾上的暗纹照得忽明忽暗，宛如昨夜记忆的碎片。叮咚，与师尊神秘修炼任务完成，恭喜宿主获得特殊体质无相魔体，点击确认开始融合。
体质介绍：无相魔体乃上古禁忌之体，诞生于天道漏洞之中，不为法则所容。此体质无法像寻常修士一般吐纳灵气，循序渐进的修炼，而是以掠夺为道，吞噬他人之力，反哺己身。随着境界提升，无相魔体会逐步觉醒5大阶段机制，最终超脱天道束缚，自成一脉法则，甚至可篡改他人命格，化众生为奴仆。确认，顿时间天地异象丛生，前一秒还是烈日当空，下一秒便变得乌云密布，遮天蔽日。突然一声世纪惊雷响破云霄，那雷光如同金纹巨龙，用利爪撕裂了虚空，仿佛天地都要被这一击揉为一团。紧接而来的是一记声势浩大的惊天巨响，如神龙出世，似恶虎下山，天地震颤，鸟兽四散而逃，青鸾峰后山的竹海翻涌如浪。季川体内新得的无相魔体正在与经脉中的灵力激烈碰撞，每一次震荡都在他的皮肤表面激起细密的暗金纹路300里外。正在寒玉洞府中闭关的雪梨渊猛然睁开双眼，他暗头的镇魂灵无风自鸣，发出急促的哀音。他身形一闪，瞬移至云海之巅，只见极寒深渊的方向天穹开裂，流金般的暗芒如狰狞的血管在云层中疯狂蔓延，竟是传说中的天魔泣血异象，莫不是有惊天体质重现人间？3000里外，正在闭关的凌霄宗宗主持穆嫣然忽地睁开双眼，望向季川身处的方向。多少年了，我们宗又出了一个妖孽啊！而此刻季川的神海世界中，坚硬的岩层正以一种诡异的节奏脉动。每当他经脉中多出一缕混沌魔气，神海的地表就绽开一朵妖异的暗金色曼陀罗，岩层轰然塌陷，露出了深埋地心的混沌灵脉。季川猛然睁开双目，眼中放出诡异的光芒，他体内积蓄的紫黑色灵气如同一条孽龙出渊，直冲云霄。那浓郁的魔气弥漫在季川头顶，竟凝结为实质，现出一尊手持金刚杵的狰狞邪佛。光柱之中隐约有一个人形在缓缓悬空而坐。快看护山大阵！一名凌霄宗的巡夜弟子发出了惊恐的大喊。笼罩七风500年的周天星斗大阵突然开始逆转，本该银灰流转的阵纹中渗出了沥青般的黑色液体，72座阵眼同时响起了厉鬼哭嚎般的尖笑。季川突然昂首，发出一声长啸，声波瞬间震碎了百里云霭。他头顶的邪佛应声炸裂，无数碎片化作最精纯的灵力洪流，灌入他的天灵。一枚燃烧着暗金色火焰的字印深深烙印在他的额间。与此同时，天地间所有的异象都如潮水般退去，唯有他脚下那片由虚转实的混沌金莲仍在无声地侵蚀着此方天地竹林间的风停了。季川睁开眼，周遭的光线仿佛被他瞳孔深处的暗芒吞噬，变得暗淡。他抬起手，掌心一缕紫黑色的混沌魔气如活物般缠绕，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吞噬气息。定，无相魔体已初步融合，觉醒第1阶段能力，噬灵反哺。脑海中系统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能力特性：可强制吸收对手攻击中蕴含的灵力，并将其转化为自身储备。季川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这意味着只要战斗不息，他的灵力便永不枯竭。这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永动机。限制：此法无法通过常规吐纳修炼，修为提升仅能依靠战斗掠夺或吞噬天材地宝。若吸收的灵力强度远超宿主承受极限，亦有反噬之险。季川眼神微凝，无法修炼，只能掠夺。这条路从一开始就断绝了安稳，充满了血腥。他反而低笑出声，这正合他意。那便用资源堆砌修为。他想起了原主留下的那个储物戒，刚好可以借用一下。神念一动，一枚古朴的戒指符现在掌心，随着灵力探入，季川的呼吸微微一滞。戒指内的空间里码放着小山一般的上品神灵石，足有10万之数，在昏暗的空间里闪烁着诱人的光泽。系统全部转化。定，检测到10万上品神灵石，是否全部转化为修为？是。轰！刹时间数10万神灵石顷刻炼化，仿佛有一条灵气长河倒灌而入，海量的精纯能量冲刷着他的4肢百骸。季川闷哼一声，皮肤表面浮现出细密的暗金色纹路。神海世界中那片混沌灵脉贪婪地吞噬着这股庞大的能量。然而他的神海实在太过浩瀚，这足以让寻常修士从虹桥径直冲玄丹境的能量灌入其中，竟只让那混沌灵脉的色泽加深了微不足道的一丝。季川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感受着体内比之前浑厚了些许的灵力，眼中却没有多少喜色。这条通往巅峰的路比他想象中还要漫长。与此同时，寒玉洞府内，雪梨渊盘坐在冰玉榻上，正试图运转心法压制体内那股异样的躁动，可他失败了。一股源自玄阴玉体本源的至阴寒气如脱缰的野马在他经脉中疯狂肆虐，寒气所过之处
血液几乎都要凝固。可偏偏在极寒的深处，又有一股无法抑制的燥热与空虚感，从丹田气海升腾而起，炙烤着他的神魂。两种极致的痛苦交织，让他清冷的容颜上浮现出病态的潮红。清心诀早已失效，就连跳入千年寒潭，那足以冻结山川的潭水，也无法浇灭他体内的火焰分毫。古籍中记载的3日平和期根本不存在，他和季川的结合，竟让反噬提前并加剧了无数倍。尊严与本能在他的脑海中疯狂撕扯，去求那个逆徒。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被他掐灭。他雪梨渊，凌霄宗最年轻的长老，怎能低声下气地向自己的徒弟求欢？可身体的反应却越来越诚实，意识渐渐模糊，眼前甚至开始浮现出季川那张带着温柔的脸。不行，再这样下去，他会疯的。雪梨渊白玉般的唇上透着一抹粉色，此时正死死叼着他白嫩如玉的食指，额头一颗颗晶莹的汗珠中映着床前摇曳的烛火，背齿微微一用力，血腥味便在口中蔓延，却丝毫无法缓解体内翻江倒海般的煎熬。他原以为初次绑定后至少能维持几日安稳，没想到这传说中的体质比他想象的更加霸道。洞府内的温度骤降，空气中凝结出细小的冰晶，却又在接触到他肌肤的瞬间化为水珠。雪梨渊能感觉到自己体内那股至阴至寒的气息正在经脉中横冲直撞，如同千万只蚂蚁在啃食他的骨髓。更令他羞恼的是，丹田处的燥热竟形成一股热流。他艰难地掐了个清心诀，试图平复体内躁动，但玄阴玉体一旦破体，岂是寻常法术能够压制的？雪梨渊只觉那清心咒如同泥牛入海，转瞬便被体内汹涌的潮水吞噬殆尽，晶莹的汗珠沿着天鹅般的颈线滑落，在月光下串成转瞬即逝的珍珠链。常年修炼保持的完美身材，此刻却成了负担，每一处曲线都在疯狂叫嚣着。理智与本能在他脑海中激烈交战，一边是数百年修行铸就的骄傲与尊严，一边是玄阴玉体近乎毁灭性的需求。一次就好，他对自己说，声音细如蚊啊。当又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席卷全身时，雪梨渊终于崩溃了。他挣扎着从地上爬起，随手抓过一件黑色斗篷披在身上，将自己玲珑的身段与绝美的容颜尽数遮掩。他跌跌撞撞地冲出洞府，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无比狼狈。季川的洞府外寂静无声，雪梨渊扶着冰冷的石壁，每一步都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终于他还是支撑不住，身体一软向前倒去，砰！他的身体撞上了洞府的禁制，发出一声轻响，洞府的石门应声而开。季川站在门口，月光勾勒出他修长的身影，仿佛知道有人要来做客。他看着地上那团拳缩在斗篷里的身影，故作惊讶地挑了挑眉。斗篷的兜帽滑落，露出了雪梨渊那张烧得通红却依旧美得惊心动魄的脸。他的眼角挂着泪，清冷的凤眸此刻只剩下哀求与迷离。季川瞬间就明白了，他蹲下身，手指挑起他汗湿的下巴，看着自己这位高高在上的师尊，此刻如同一只无助的幼兽一般。雪梨渊张了张嘴，干涩的喉咙里只挤出2个字：求你。声音细若蚊呐，却如一道惊雷，彻底劈碎了他所有的骄傲。季川心中暗笑，面上却是一片震惊与担忧。他不再犹豫，伸手将他打横抱起，走入洞府。被抱起的那一刻，雪梨渊的身体猛地一僵，随即又无力地软化在他怀中。一滴滚烫的泪从他眼角滑落，隐没在鬓边的银发里。那泪水中有羞耻，有屈辱，却也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解脱。石门在他们身后缓缓关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烛火在石壁上投下2尾游鱼般的影，时而追逐，时而纠缠。季川的衣袖拂过暗机，惊起一片暖雾，那雾气变成了最好的纱帐。玉簪坠地的声响惊不醒案头沉睡的墨砚，却惹得窗外那株垂丝海棠突然抖落3两花瓣。雪梨渊的墨色斗篷早已如夜雾般萎顿于地，素白长袍半落，在烛光下蜿蜒出朦胧的轮廓。他指尖深陷季川衣襟，如同溺水者攥紧浮木，可身子却如藤蔓复壁，一寸寸缠上这株不该攀附的修竹。烛火忽地爆开灯花，惊得屏风上绣的寒梅都瑟缩了花瓣。师尊！季川喉结滚动，闭嘴！雪梨渊咬紧下唇，眼中水光潋滟，却仍强撑着最后一丝威严。这只是治疗。季川的手掌虚浮那抹轻影，如掬一捧僵化的春冰，却从指缝间烧出燎原的火。雪梨渊在他掌心轻颤，四风中悬铃，每一道纹路都烙着禁忌的颤音。窗外忽有夜莺惊飞，撞碎一帘月光。原来最烫的从来不是烛泪，是师徒名分下暗涌的容颜。季川心中暗笑，表面却做出惶恐模样。玄阴玉体的反噬比想象中更为猛烈。雪梨渊眸中双色尽退，化作一汪废泉，将素日端严的仪态寸寸煮透。
他栖身压来时，季川在晃动的烛影里看见，那总挽的一丝不苟的云鬓，此刻正垂落如瀑，发梢扫过他喉结时，带着淬毒的缠绵。床榻间玉枕移位，撞翻了案头镇纸，一卷未合拢的《清净经》哗啦展开，正露出妄念丛生4字。窗外忽有雪消凄鸣，惊得满室烛火气矮了3分。将交叠的身影投在冰心诀的碑榻上，拓文手心如玉4字，正被那晃动的暗影一点点蚕食殆尽。川儿，他轻唤着，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季川仰视着这位亲手将他逼下悬崖的仇人，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满足感。他温柔地伸手拂开雪梨渊额前紧贴的发丝，凑到那红得似能滴血的耳边轻声道：“遵命。”洞府外，夜风骤起，吹散了天边最后一抹浮云。当第一缕晨光透过窗棂洒入洞府时，季川被身前小猫的微颤唤醒。映入眼中的他在梦中轻轻蹙眉，睫毛如蝶一般颤了颤。记忆里那高高在上的师尊，此时正如一名小女子一样，轻轻攥着季川的衣角，洁白修长的手指在上面微微抽动，仿佛在捕捉某个遥远的梦境一般。他的呼吸如涟漪般起伏，枕边散落的发丝随着一次微不可察的翻身缓缓滑落。季川眼神含笑地望着眼前的美景，心想就让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倒也不错。随着一声轻声呢喃，他微微蹙眉，意识从混沌中缓缓浮起，身体像是被碾碎又重组过一般，每一寸肌肤都残留着陌生的触感。师尊醒了，低沉温润的声音从面前传来。雪梨渊缓缓睁眼，正好对上季川那满含温柔又贱兮兮的眸子。嘻嘻，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想到昨晚的画面，雪梨渊的脸颊瞬间烧了起来。他下意识地抓紧被褥，却发现自己的手竟还攥着季川的衣角。季川慢慢地掰开他的手指，动作轻柔的像在对待易碎的瓷器。师尊辛苦了。他嘴角噙着笑，眼神却深不见底。雪梨渊支起身子，素袍如残雪半覆，露出颈间点点飞痕，似朱砂溅落寒玉。他只接触到锁骨处未消的灼热，恍然惊觉这具修炼100年的冰肌玉骨竟被烙下了凡尘最缠绵的咒。他试图运转灵力，却发现经脉空空如也反噬，带走了他全部修为。现在的他与凡人无异。我的修为，他声音发颤，从未有过的脆弱在眼中一闪而过。季川适时递来一杯温茶，玄阴玉体彻底觉醒后会有3天的虚弱期，师尊不必忧心。他顿了顿，意有所指。不过在这期间，弟子会好好照顾您的。雪梨渊接过茶盏的手微微发抖。曾几何时，这个跪在他面前聆听教诲的少年，如今却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更令他心惊的是，昨夜那些破碎的记忆里，分明是他主昨夜之事。他抿了抿唇，强自维持着最后的威严，不过是权宜之计，你不必多想。季川忽然轻身向前，惊得雪梨渊向后一仰。他伸手拂去他唇角的水渍，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他的唇瓣。徒儿明白，他低笑，只是治疗而已。师尊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季川不由分说地将他按回榻上，手指在他腕间轻轻一按，寒气还未散尽，弟子去熬药。雪梨渊怔怔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忽然意识到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徒弟已经能如此自然地对他发号施令了。3日后，雪梨渊盘坐在寒玉床上调息，修为恢复了70%，但体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每当他运转周天，总能感受到一丝不属于他的灵气在经脉中流转。师尊，该喝药了。季川端着药碗走进来，雪梨渊不自觉地绷紧了身体。这3日来，他无微不至的照料让他既感激又窘迫。更令他不安的是，每当那双温热的手触碰他时，体内沉寂的玄阴之气就会隐隐躁动。放着吧，他冷淡道。季川却径直走到他面前，单膝跪地，将药碗递到他唇边，趁热喝效果才好。这个姿势让雪梨渊想起他刚入门时的恭敬模样，可此刻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得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他接过药碗一饮而尽，苦得皱起眉，一颗蜜饯忽然抵在唇边。雪梨渊下意识张口含住，舌尖不经意擦过季川的指尖，两人同时僵住。你……雪梨渊仓皇抬眸，却撞入季川幽深的眼中，那里面翻涌的情绪让他心惊，绝不是徒弟看师尊该有的眼神。季川忽然扣住他的后脑，唇便附了上来，带着药味的苦涩和蜜饯的甜腻，强势的不留余地。雪梨渊瞪大眼睛，双手抵在他胸前想要推开，却被紧紧地禁锢在怀中。纯阳之气通过相贴的唇瓣渡入体内，玄阴之气欢欣雀跃地迎上去，让他浑身发酥。季川，你放肆！雪梨渊扬手就要扇过去，却被轻易捉住手腕。师尊明明也很高兴。季川摩挲着他泛红的唇瓣，故意在他耳边一字一顿道：口嫌体正。听着季川渐渐的调侃，雪梨渊更是羞愤交加，灵力在掌心凝聚。本座是你师尊，那又如何？
季川忽然沉下声音，周身气势骤变，一股独属于天煞境的强烈威压瞬间弥漫开来，震得洞府内器物嗡嗡作响。雪梨渊瞳孔骤缩，天煞境你，弟子不才，上月刚刚突破。季川轻描淡写地说，手上却加重了力道，所以师尊最好认清现状，现在的您不是我的对手。雪梨渊如坠冰窟，他一直以为季川只是个天赋不错的弟子，没想到他竟隐藏了真实修为。更可怕的是，以天煞境的实力，他完全可以趁他。为什么？他声音发颤，为什么要隐瞒修为？难道昨日魔体现世引发的异象也是？季川松开他，退后一步，又恢复了那副恭敬模样。弟子只是觉得有些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他意味深长地补充，就像师尊与我之间的事一样。雪梨渊忽然明白了他的潜台词，他们现在是共犯。滚出去！他冷冷道。季川行礼退下，却在门口顿住。对了，明日宗门问道大比，我要代表青鸾峰出席。他回头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希望师尊已经准备好面对众人了。关门的声响在洞府内回荡，雪梨渊缓缓蜷缩起来，将脸埋入掌心。玄阴玉体的反噬，修为的丧失，徒弟的修为，一切都失控了。最可怕的是，当季川吻他时，他的心底竟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当关上门的那一刻，季川长长舒了口气。哪有什么天煞境，只不过是季川用秘术模拟出来的罢了。他清楚地知道，虽说雪梨渊的实力只恢复了一部分，但真要给师尊宝宝惹急了，也够季川喝一壶的了。翌日清晨，问道峰，云海翻腾，钟鸣悠远，整座山峰都仿佛从沉睡中苏醒。数以万计的凌霄宗弟子如归巢的鸟群，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峰顶的巨大白玉广场上，人声鼎沸，各色道袍交织成一片流动的彩云。季川副手立于青鸾峰的区域，在一众或激动或紧张的同门中显得格格不入。他换上了一袭玄色道服，领口与袖口用银线绣着暗纹，衬得他身形愈发挺拔，面容俊朗，自有一股沉静干练的气度。他这副模样很快变成了视线的焦点。快看，是青鸾峰的季川，听说以前可是大师兄呢。哎，只可惜长得倒是俊俏，只可惜是个灵犀境，也不知走了什么运，竟能上擂台。管他呢，人家长得帅就完了呗。女弟子们的窃窃私语像风中的蒲公英，悄然飘散。季川对周遭的议论充耳不闻，神色平静，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突然，他神色微动，一道熟悉的带着冰冷与复杂的目光从高处投来。他缓缓抬头，望向广场正上方的长老席，雪梨渊正端坐其中。他依旧是一袭素白宫裙，不施粉黛，却在众多华服长老的映衬下愈显超凡脱俗。那清冷的气质宛如一座亘古不化的冰山，偏偏那玲珑有致的身段又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弧度，美得让人不敢直视。他的肩上随意搭着一条纯白的雪貂皮，披肩那蓬松柔软的白毛，恰到好处地遮住了他修长白皙的景象，也遮住了旗下那些暧昧的点点红痕。也不知究竟是谁的杰作。当季川的目光望过来时，雪梨渊执着茶盏的手指机不可察地收紧了，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脸上强装的镇定几乎要被那道目光击碎，一丝微不可察的红晕爬上耳根。他会跟自己打招呼吗？还是会用眼神调戏？雪梨渊的心顿时乱成一团麻，却见季川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便收回了目光。那眼神平静无波，甚至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嫌弃，仿佛在看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他扭过头去了。雪梨渊脑中轰的一声，一片空白，一股莫名的慌乱与委屈如冰冷的潮水瞬间将他淹没。他为什么是这种反应？他非但没有一丝理会，那眼神是在嫌弃我吗？他贝齿轻咬下唇，心中翻江倒海。莫非是气自己昨天骂他骂得太重了？雪梨渊不由想起了那3天，他明明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虚弱的自己，为他熬药，为他护法，可自己修为一恢复便冷言冷语，甚至还对他动了杀心。一丝懊悔如藤蔓般缠绕上他的心脏，勒得他有些喘不过气。要不等大比结束了去跟他道个歉。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他自己掐灭了。他可是师尊，堂堂青鸾峰首座，怎么能向自己的徒弟低头认错？可一想到季川今后或许都会用这种冰冷嫌弃的眼神看自己，他就觉得心里某个地方空落落的，难受的紧。那是一种比玄阴玉体反噬还要磨人的感觉。雪梨渊心中矛盾拉扯，端着茶盏的手指尖捏得微微泛白。罢了，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若是这逆徒能在此次大比中取得不错的名次，自己就以师尊的名义赏他一盒南街的桂花糕。对，就当是赏赐了。雪梨渊为自己找到了完美的借口，心中的烦乱稍稍平复，
嘴角不自觉地带上了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弧度。就在此时，一道浑厚的声音响彻全场，压下了所有的嘈杂。肃静！执事长老立于高台中央，声如洪钟。宗门问道大比，第一关，问道梯。他伸手指向广场尽头，那里云雾翻涌，一座望不见顶的白玉石阶拔地而起，直入云霄。此梯共9999阶，每一阶高3丈，踏上一步便会引动一众心魔。道心不坚者，步履维艰；心智动摇者，将坠入云海幻境。若强行攀登，重则走火入魔，神魂俱灭。此关考验的便是尔等的道心与毅力。只是长老的声音落下，整个白玉广场的气氛瞬间被点燃。开始！一声令下，数千道身影如同离弦之箭，化作各色流光，争先恐后地冲向那座通天彻地的白玉石阶，灵力护照的光华此起彼伏，映照着一张张年轻而又坚毅的脸庞。整个广场唯有一处格格不入，只见季川依旧站在原地，纹丝未动。他甚至连眼睛都未曾睁开，双手负于身后，玄色的衣袂在无风的广场上轻轻翻飞。已经冲上10阶的弟子们在攀登的间隙，忍不住回头投来鄙夷的一瞥。他怕了，真是丢青鸾峰的脸，竟然连第一步都不敢踏出。广场上围观的弟子们议论纷纷，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每个角落。高台上的长老席，几位长老微微蹙眉，面露不悦。雪梨渊端着茶盏的手，指节因用力而泛白，一丝难以抑制的担忧浮现在他清冷的眸子里，却又被他迅速用寒霜掩盖。他究竟想干什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季川要放弃的瞬间，他睁开了双眼。那双眸子古井无波，深邃的仿佛能吞噬一切光线，没有灵力爆发，没有惊天气势，他只是不紧不慢的弯腿抬脚迈出了第一步，紧接着是第二步。就是这2步，他的身影骤然变得模糊，化作一道无法捕捉的黑色残影。他不是在攀登，他像是在一步跨越一个世界。当他的身影再次凝时，人已经稳稳地立于第93阶之上，双手依然负于身后，姿态闲庭信步，仿佛只是饭后散步。广场上的喧嚣戛然而止，数万道目光凝固，所有的嘲讽与鄙夷尽数化作了匪夷所思的惊骇。93阶，他怎么做到的？2步，我就看见他走了2步。全场死寂之后是山呼海啸般的哗然，季川的脚步没有停下，甚至还在加速。300阶，500阶，700阶，他如同一支漆黑的利剑，以一种碾压般的姿态轻松超越了那些早已气喘吁吁步履维艰的精英弟子。雪梨渊执盏的手猛地一颤，茶水溅出几滴，他却浑然不觉。他那双素来清冷的凤眸，此刻瞪得浑圆，里面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那抹几乎要溢出眼眶的骄傲，让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别样的光彩。这才是他的弟子。此刻，那些走在最前方的各峰首席弟子已然显露颓势，他们脸色煞白，浑身被汗水浸透，每踏出一步，身体都剧烈地颤抖着，仿佛在与无形的鬼神决力。不断有弟子眼神涣散，从石阶上滚落，坠入下方翻涌的云海幻境。反观季川，面色依旧平静如水，那足以让道心崩溃的心魔似乎对他毫无影响。妖孽，这才是真正的妖孽。难怪曾是青鸾峰首席大弟子，这份道心简直坚如磐石。众人的惊叹声中，雪梨渊的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骄傲。他甚至想站起来告诉所有人，看，那就是我青鸾峰的弟子。可他又无比好奇，究竟是怎样的过往才能铸就如此不动如山的道心。此时的季川耳边的一切喧嚣都已远去，而此时的思绪回到了8岁那年的那个雨夜。世界被倾盆的暴雨冲刷得一片模糊，冰冷的雨水狠狠砸在他的身上，让他瘦小的身体不住地发抖。他跟在母亲身后，在泥泞的山林里疯狂逃命。一支染血的羽箭深深地扎在母亲的后心，随着他的跑动而晃动。母亲脚下一滑，重重摔倒在泥水之中。他连忙停下，小手抓着母亲的衣袖，想把她拉起来。川儿，快跑，别回头！母亲的声音嘶哑而急切，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他狠狠推开。娘亲马上就来，好吗？他从泥地里爬起来，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他听话地转过身，头也不回地向前跑去。身后传来母亲撕心裂肺的惨叫，像一把钝刀，狠狠剐着他的心脏。他跑得更快了，压抑的哭声从喉咙里迸发出来，穿透了雨幕，带着一个孩子最深的绝望。那些追杀者的身影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身着白袍，袖口绣着金色的云纹，在那样的雨天里依旧纤尘不染。他们称母亲为妖女，他们称她为孽种。母亲的惨叫声最终与滚滚的雷鸣混在了一起，再也听不见。她的布衣早已湿透，冰冷地贴在单薄的身躯上。
山林在雨幕中扭曲，树木化作了张牙舞爪的怪物，脚下的藤蔓如同想要将他拖入深渊的绞索。3天2夜的逃亡耗尽了他最后一丝力气，他终于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他趴在冰冷的泥水里放声痛哭，无助地呼喊着那个再也不会回应他的称呼。娘亲！草丛里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低吼，一双双幽绿的眼睛在黑暗中亮起，一头狰狞的魔狼踱步而出，咸水顺着锋利的獠牙滴落。季川下意识地抓起身旁的一截树枝，颤抖着对准魔物，可他太害怕了，小小的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3头5头，狼群将他团团围住。季川绝望了，他眼中的恐惧渐渐褪去，化作一片死寂，手中的树枝无力地滑落。他放弃了抵抗，甚至连哭泣都停止了，仿佛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临死之前，他想起了母亲温柔的笑脸，想起了父亲那只总是轻轻放在他头顶的温暖宽厚的手掌，腥臭的热气已经喷在了他的脸上。他缓缓闭上了眼睛，他不甘心，他还没给爹娘报仇，他还不想死。只是下一秒，预想中的剧痛没有到来，反倒是狼群凄厉的惨叫划破了雨夜。季川猛地睁开眼，只见那些方才还凶神恶煞的魔狼，此刻正一头接一头地倒在地上，四肢抽搐，绿色的眼睛便迅速失去光彩。他们只是扑腾了几下，就彻底没了声息。季川正疑惑间，一道身影从林间的阴影中缓缓走了出来，只见那人身着一袭宽大的黑袍，将身形与面容都笼罩在黑暗里。季川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以为是那些追杀者去而复返。他小小的身体紧绷着，如同一只受惊的幼兽。小娃娃，这么晚了，在树林里做什么？一道温柔的声音响起，与这片杀戮的泥泞格格不入。只见那男人走出了阴影，月光恰好从云层的缝隙中洒下，照亮了他的脸。看清了，季川看见了一张极为俊朗而温柔的脸，可那张脸上却写满了与年龄不符的沧桑。他看起来不过30多岁，却已是满头白发，就连眉毛都失了颜色。季川能感觉到这个人身上没有杀意。你是谁？他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你为什么要救我？那男子显然是知道了季川身上发生的一切，他没有再多问，只是缓缓蹲下身与男孩平视。我叫迟木暖阳，要跟我走吗？男人温柔的笑容让季川如沐春风，心里不由得升起不少安全感。季川刚想说话，却发现喉咙干涩的发不出任何声音。他精疲力竭地向前栽去，却被一双有力的手臂接住。昏迷前，他死死攥住了男人的衣角，仿佛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当再次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身下是温暖干燥的被褥，而不是冰冷的泥水。这是一间简陋的茅草屋，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草药香味。醒了，季川转过头，看见了他的救命恩人迟木暖阳。只见他正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用石臼细细地研磨着草药，头都没抬。你已经睡了3天3夜了。迟木暖阳放下手中的活计，从旁边的小灶上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蛇肉白米粥。慢点儿，小心烫。季川捧过那只粗糙的陶碗，连碗边都是破的。呼噜噜，他喝了一小口，蛇肉的鲜甜中带着一丝微酸，一股暖流瞬间从胃里散开，蔓延至4肢百骸，驱散了身体里残留的寒意。他偷偷打量着这个救了自己性命的男人，他的眼角有几道细细的纹路，笑起来的时候眼神温柔的像一汪春水。我叫季川。他终于鼓起勇气开口，声音嘶哑的不像自己的。谢谢您。迟木暖阳笑了笑，伸出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头发，一脸宠溺的看着他。就当是自己家，别客气。季川像是想起了什么的，身体突然僵住，握着碗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粥碗差点打翻。母亲倒在血泊中的画面再次浮现，那些穿着白袍的修士，他们手中的见他想起了父亲那只总是轻轻放在他头顶的温暖宽厚的手掌。他死死咬着嘴唇，把涌到眼眶的泪水硬生生憋了回去，努力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迟木暖阳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温柔地把季川抱进怀里。哭吧，哭出来会好些。那具瘦小的身体在他怀中猛地一颤，紧接着压抑了许久的堤坝轰然决堤。季川的眼泪汹涌而出，他蜷缩成一团，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自己的5脏6腑都从胸腔里呕出来。他后来才知道，救命恩人叫迟木暖阳，是这药王谷的主人，一个毒枭。他还有一个女儿，名叫月九娘，比季川小2岁，生得粉雕玉琢。嘿嘿，爹爹又捡人回来了。一个小小的脑袋从门后探出来，乌溜溜的大眼睛里满是好奇。暖阳笑着朝他招手，将他拉进屋里。这是季川哥哥，以后就是你的玩伴了。就这样，季川在药王谷安顿了下来。暖阳待他如亲生儿子，
不仅教他读书写字，还传授他最基础的药理知识。九娘虽然起初虽说有些吃醋，觉得爹爹的爱被分走了一半，但很快就成了季川身后甩不掉的小尾巴。两人漫山遍野的疯跑，在溪水里捉鱼，在林间摘野果，季川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但每到深夜，噩梦总会如期而至。母亲倒在血泊中的画面，那些身着白袍的修士冰冷的眼神，一次又一次在梦中重演。季川常常尖叫着惊醒，浑身被冷汗浸透。这时暖阳总会披衣而来，用那双能炼制天下奇毒，也能抚平世间伤痛的手，温柔地拍着他的背。他会哼唱一首很古老的安魂曲，调子简单，却总能让季川狂跳的心慢慢平复下来。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过去。阿川，清脆的童声伴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铃铛响，由远及近。一个扎着双髻的小女孩像织花蝴蝶般蹦跳着跑来。看我给你编的花环。九娘踮起脚，将一个用野花编织的环有些笨拙地扣在了季川的头上，然后咯咯笑着跑开了。季川无奈地摇了摇头，却没有摘下那个歪歪扭扭的花环。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他甚至觉得就这样过一辈子也不错。石臼里翠绿的草药被一点点碾碎，枝叶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季川和师傅正在研磨一种名为断肠草的毒物。暖阳的眼神深邃，仿佛穿透了茅屋，望向了很远的地方。他突然开口，语气严肃的吓人：川儿，想报仇吗？季川研磨的动作猛地一顿，手中的石杵咣当一声砸在旧壁上，发出一声脆响。香！他几乎是立即喊出来的，眼中燃起的熊熊烈火仿佛要将他吞噬。我太想了，师傅，我做梦都想啊！他咬牙切齿，甚至面容都扭曲。我太想报仇了，我呀！看着眼前这个少年，模糊间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眼神中不由得流露出一丝悲悯，还有一丝同病相怜的痛楚。他从储物戒中拿出一个已经褪了色的香囊，香囊上绣着一株并蒂莲，针脚细腻，却沾染了早已干涸的暗色血迹。原来他的妻子九娘的娘亲也是死于那些伪君子手中。那时的他太弱了，只能眼睁睁看着挚爱之人香消玉殒。从今天起，我会教你真正的本领。暖阳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季川的心上。从那以后，暖阳教给他的不再只是普通的药理，还有淬毒的法门，炼制奇骨的秘术，甚至是闻所未闻的魔功。他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岁月如梭，转眼5年过去，季川已经从一个瘦弱的孩童长成了一位挺拔的少年。他的修为在迟暮暖阳收养的所有孩子之中堪称翘楚。暖阳看他的眼神越来越欣慰，却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阿川哥哥，14岁的九娘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此刻正气鼓鼓地拦在练功房的门口。说好了，今天陪我去后山采莲的。季川收起掌中翻腾的黑色魔气，笑着走过去，揉乱了他的头发。等我练完这炉药。啊，爹爹带你比带我还好。九娘不满地跺了跺脚，整天就教你这些危险的东西。他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每次季川练功受伤，都是他偷偷送来自己精心调制的伤药。平静的日子似乎会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直到那个血色的夜晚。17岁的季川被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猛然惊醒，他循着声音跌跌撞撞地来到药王谷的境地。还未靠近，一股浓重到几乎凝结成实质的血腥味便扑面而来。师傅，季川犹豫着推开了那扇终年紧闭的沉重石门，眼前的一幕让他如坠冰窟。石门之后不是丹房，而是一座血肉屠场，浓重到化不开的血腥味混杂着内脏的腥臭，疯狂钻入季川的鼻腔，让他几欲作呕。地上散落着几具残缺不全的尸体，肢体七零八落地散布各处，他甚至能认出那是平日里与他一同练功的师兄弟。而他的师傅，那个教他读书识字待他如亲子的迟暮暖阳，此刻正跪在尸骸之间。他双目猩红，正死死抓着一名弟子血肉模糊的胳膊，疯狂地啃食着。撕裂皮肉的声响在死寂的石室中格外清晰。最让他通体发寒的是，那些死去师兄弟裸露的胸口上都烙印着一个诡异的血色印记。噬心蛊，一种能让中蛊者丧失神智，沦为行尸走肉、供人驱使的歹毒邪术。石门开启的轻微动静惊动了里面的人。迟暮暖阳啃食的动作停了下来，他缓缓抬头，然后僵硬地转向门口的季川。那张曾经温柔的脸，此刻布满了干涸与新鲜的血污，粘稠的黑色血液正顺着他的嘴角滴滴答答地落下，面容扭曲而恐怖。砰！季川双腿一软，整个人瘫倒在地，大脑一片空白。只见他师傅的脸上竟露出一个神经质的诡异笑容，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吃了这个就能报仇了。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季川终于忍不住伏在地上剧烈地干呕起来。那些被他视作亲人的师兄弟，
那些与他朝夕相处的同伴，原来都只是师父圈养的药材。那他呢？他季川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位，只是尚未成熟？这个念头像最恶毒的诅咒，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他无法接受。季川连滚带爬地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冲出了这片人间地狱。他只当自己做了一场噩梦，他只当自己还没有醒来。3天后，迟木暖阳回到了药王谷，他浑身是伤，气息微弱，整个人却处在一种疯疯癫癫的亢奋状态。阿兰，我做到了，夫君为你报仇了。哈哈，他狂笑着，不理会任何人，将自己关进了那监禁的密室，宣称要闭关修炼。爹爹他到底怎么了？九娘红着一双眼睛，无助地抓着季川的衣袖。他为什么不肯见我，也不肯见你？季川面容憔悴，脸上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师父他只是太累了，需要休息。他安抚地拍了拍九娘的肩膀，而藏在袖中的那只手正死死攥着一柄冰冷的匕首。一个疯狂的决定在他心中悄然成型。当夜，血月悬空，季川如同鬼魅，悄无声息地潜入了那间密室。他看见迟木暖阳正将干枯的手掌按在另一名弟子的天灵盖上。那名弟子季川认识，是平日里最温柔，总会偷偷给他送桂花糕的师姐。此刻他眼中的神采正迅速流逝，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最终化作一具皮包骨的干尸。师父，季川的声音响起，冷静的可怕。迟木暖阳缓缓转身，眼中的黑气翻腾不休，已经彻底入魔。季川的目光却越过他，落在那柄熟悉的曾射穿无数仇敌心脏的弓上。其实那夜射中我娘亲后心的那一箭是你放的，对吧？迟木暖阳的身形猛地一僵。季川继续说着，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刀子。你救我，养我，教我，你对我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想把我练成你复仇的工具，对吗？咯。迟木暖阳喉咙里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他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季川。只有让你足够的恨，才能让我变得更强啊，川儿。战斗比想象中要短暂许多。入魔后的迟木暖阳力量暴涨，却早已丧失了所有的理智与招法。季川的身影在狭小的石室中辗转腾挪，避开一道道狂暴的魔气，冷静地寻找着破绽。他以巧破力，在迟木暖阳下一次扑来的瞬间，季川手中的匕首如毒蛇吐信，精准地刺入了他的心口。迟木暖阳没有躲，他甚至在匕首入体的那一刻停下了所有动作。他眼中的黑气迅速褪去，那双猩红的眸子竟在最后一刻恢复了清明。他看着眼前的少年，脸上露出一个解脱的，甚至称得上是温柔的微笑。他抬起那只沾满鲜血的手，轻轻抚上季川的脸颊。恨我吧。他的声音微弱，却清晰无比。九娘是无辜的，照顾好她。话音落下，他体内的灵力与魔气开始崩溃消散，化作漫天飞舞的金色与黑色光点，最终消弭于天地间。只剩下一具冰冷的尸体，脸上还带着那魔解脱的笑意。血月当空的那晚，季川在药王谷的禁地里亲手埋下了72张爆炎符。他抱着眼含泪光不断挣扎的月九娘站在远处的山崖上，静静地看向那片养育了他这么多年的山谷。轰隆，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中，整个山谷在烈焰与冲击波中轰然坍塌，化作一片火海。为什么爹爹对你那么好，你要这样？月九娘哭喊着挣脱了他的怀抱，用尽全身力气将头上的骨簪狠狠划过季川的脸颊。一道血痕瞬间浮现，季川没有躲，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他伸手抹去脸颊上的血迹，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近乎残忍的笑。九娘，你可知道这世间所有的悲剧都是源于当事人的能力不足？他的声音没有一丝温度。要怪就去怪你自己不够强吧，弱小到连自己最珍惜的人都保护不了。月九娘愣住了，随即她眼中的悲伤与不解被滔天的恨意所取代。她死死咬着牙，面容因极致的愤怒而扭曲，一字一顿地说道：杀了你，我迟早有一天要亲手杀了你。这正是季川想要的结果。有些真相太过残忍，与其让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个食人练功的疯子，不如让他怀着恨意好好的活下去。正如迟木暖阳所说，足够的恨才能驱使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变得更强。呼，季川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将纷乱的思绪从那片火海中拉回。眼前的白玉石阶依旧望不见尽头，耳边的喧嚣似乎也从未停歇。可于他而言，刚刚经历的那场心魔幻境远比这9999阶的考验要来的真实与痛苦。也正是那样的过往，才铸就了他如今坚不可摧的道心。与那样的地狱相比，这所谓的问心之路不过是孩童的玩闹。他面色平静，抬起脚
再次飞跃一步。转眼，季川已立于第9989阶。他脚下的白玉不再温润，而是透出一股刺骨的寒意。山巅的风吹得他玄色衣袍猎猎作响，却吹不散他周身的孤寂。最后10阶，每一步都重如山岳。当他踏上最后一阶白玉10阶时，天地间的喧嚣瞬间远去，眼前的云海骤然染上了血色，化作一片无边无际的火海。心魔再次降临。这一次，他19岁山林在脚下飞速倒退，肺叶仿佛被烧红的烙铁填满，每一次呼吸都带出大口腥甜的血沫。魔头，休走！身后的喊杀声如复古之躯，紧追不舍。数十道凌厉的剑光撕裂空气，带着正道凛然的杀意，从四面八方传射而来。噗，噗嗤，数柄长剑毫无阻碍地穿透了他的后心与胸膛，巨大的冲击力带着他向前踉跄几步。季川眼前一黑，脚下坚实的土地消失不见，整个人向着云雾缭绕的万丈悬崖直直坠落。风声在耳边凄厉的呼啸，失重感攫住了他身体的每一寸。他恍惚间看见了药王谷那场血色的雨夜，看见了月九娘那双盛满泪水与恨意的眼睛，看见了暖阳师傅最后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前的那个解脱微笑。一幕幕一桩桩如走马灯般在眼前闪过，他意识逐渐模糊。哎，累了。身体重重砸在什么东西上，树枝断裂的清脆声响接连不断，最后砰的一声闷响，他彻底陷入一片无边的黑暗。不知过了多久，喉咙里火烧般的灼痛将季川从昏沉中唤醒。他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简陋的木床上，胸口被粗糙的麻布紧紧缠绕，上面浸透了浓郁的药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劣质酒气与某种奇特草药混合的古怪味道。屋子的角落里堆满了蒙尘的空酒坛，墙上还挂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长剑。醒了，一道沙哑的声音从房间的阴影处传来。卧槽，这都能活，真他妈硬。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拎着一个破旧的酒壶，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他左眼上有一道从眉骨贯穿到嘴角的狰狞刀疤，右眼却亮得惊人，像一柄随时可能出鞘的利剑。破旧的衣袍下隐约能看见虬结精壮的肌肉，腰间悬着的几个酒壶早已破得不成样子。喂，什么？救我！季川每说一个字，喉咙都像被刀片刮过。老者仰头猛灌了一口酒，浑浊的酒液顺着他花白的胡须滴落。你小子砸断我那么多白眉，就这么死了，我找谁赔去？他伸出手指指了指窗外，那片白眉是我夫人种的。透过那扇破败的窗棂，季川看见荒凉的院中果然盛放着一片凄美的白眉，梅树林下隐约有一个小小的土包孤零零地立着。诡异的是，在那片梅树之下还坐着一个半透明的女子身影。似乎是察觉到了季川的目光，那女子竟缓缓起身，对着他的方向轻轻侧身弯腰。她纤细的手掌轻挥，正温柔地朝他微笑招手。那女子生得温婉俏丽，一头乌发间露出一对毛茸茸的虎耳，颈间的带子上系着一个极为小巧精致的玉铃铛，身后3条雪白的虎尾正在空气中轻轻摆动。妖魂！季川本能摸向腰间，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她是我夫人，想等我死了一块转生，就那么天天在那陪着我。说着，老者也温柔地朝着那边的妖魂微笑招着手。季川在老酒鬼的茅屋里躺了7天，胸口的伤财开始结痂。每天清晨，那个半透明的狐妖女子都会飘到窗前，将一束带着露水的白梅放在他枕边，梅花香气清冽，竟能暂时压制他体内残留的剑气腐蚀。7天就恢复了80%，不愧是魔修。季川身体一僵，手指下意识摸向腰间那里本该有他的匕首。别找了，在这儿呢。老酒鬼变戏法似的从袖中掏出季川的淬毒匕首，在指尖灵活地转了一圈。做工不错，就是毒药配比差了点。季川死死盯着老酒鬼，体内灵力开始运转。即使重伤未愈，他也有把握在3招内取这老家伙性命。别费劲了。老酒鬼突然收敛了嬉笑的表情，浑浊的右眼中闪过一丝锐利如剑的光芒。就你这点实力，都不够我下酒的。话音未落，老酒鬼身形一闪，已站在院中。他随手折下一段梅枝，对着季川勾了勾手指：“来，让老头子看看药王谷的余孽有几斤几两。”季川瞳孔骤缩，药王谷覆灭之事极为隐秘，这老酒鬼竟知道他的来历。他强忍胸口的疼痛，跃出房门，顺手抄起墙角的袖剑。剑一入手，季川就察觉不对，这剑轻得诡异，剑身上那些看似锈迹的斑纹，实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符文。小子，看剑！老酒鬼手中的梅枝轻飘飘一挥，季川却感到一股凌厉剑气扑面而来。他仓促举剑格挡，
当的一声脆响，袖剑剧烈震颤，震得他虎口发麻。太慢了！老酒鬼摇头，眉枝如灵蛇般刺向季川咽喉。季川咬牙侧身，手中袖剑划出一道诡异弧线，剑锋上突然腾起黑色魔焰。这是暖阳师傅教他的噬心剑诀，专攻对手心脉，有点意思。老酒鬼不避不闪，眉枝轻轻点在袖剑剑脊上，咔嚓一声，季川惊骇地发现自己的魔焰竟被那截普通眉枝击散。更可怕的是，眉枝上传来一股浩然剑气，如长江大河般冲入他体内，瞬间压制了所有魔气。你！季川踉跄后退，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老酒鬼随手扔掉眉枝，拍了拍手上的木屑。噬心剑诀本是上乘剑法，被你用得跟屠夫剁肉似的。他摇头叹气，迟暮暖阳那小子教徒弟的本事比他下毒差远了。季川脑中轰然作响，这老酒鬼不仅知道药王谷，还认识暖阳师傅。你到底是谁？季川握紧袖剑，全身绷紧如临大敌。老酒鬼没有立即回答，他走回屋内，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积满灰尘的木箱。箱盖掀开的瞬间，一道凛冽剑气冲天而起，惊得院中白眉纷纷坠落。箱中静静躺着一柄古朴长剑，剑鞘上刻着无极二字。30年前，修真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号称无极剑仙。老酒鬼轻抚剑鞘，眼中泛起追忆之色。他以为凭手中3尺清风就能荡平天下不平事，结果他苦笑一声，唉。季川倒吸一口凉气。无极剑仙白无涯那是正道传奇人物，据说曾一人一剑独占魔道3大宗门，最后神秘失踪，修真界都传言他已陨落，没想到竟隐居在这荒山野岭。前辈，季川一时不知该说什么。白无涯摆摆手，少来这套，我救你，一是你砸坏了我夫人的眉术，二是他直视季川的眼睛，我看得出你眼中的恨意，那种恨我太熟悉了。想变强吗？白无涯突然问道。不是那种靠吞噬他人得来的虚浮力量，而是真正能斩断命运的剑道。季川抬头对上白无涯锐利的目光，那一刻他仿佛看到一柄尘封多年的绝世宝剑正在缓缓出鞘。条件是什么？季川不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从一位剑仙口中。白无涯笑了，还算聪明。他指向院中梅树下那个半透明的狐妖身影，凑到他耳边神秘兮兮地说，我死后你带着我一缕神魂去为他复仇。然后他的声音突然柔和下来，把我和媚娘合葬在白梅树下。季川看向那个叫媚娘的狐妖，虽然他身为灵魂听不到谈话内容，但依旧冲着季川笑着，眼中含泪却带着温柔笑意。为什么选我？季川不解，以您的实力大可亲自，我发过誓不为媚娘复仇。白无涯打断他，他太温柔了，当年他临终前要我答应不追究那些害他之人，还说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老剑仙的声音哽咽了一下，这傻丫头。季川默然，他想起了九娘，想起了他眼中刻骨的恨意。某种程度上，他理解白无涯的矛盾，既想遵守对爱人的承诺，又无法真正放下仇恨。好，我答应你。季川听见自己说。白无涯深深看了他一眼，突然拔出那柄剑，剑光如水，映照出老人眼中的锋芒。从今天起，忘掉你从迟暮暖阳那里学的一切，剑道不是用来吞噬他人，而是斩断自身枷锁的。季川单膝跪地，双手接过长剑，剑身冰凉，却隐隐传来脉动，仿佛有生命一般。此剑名无妄，取无妄之灾之意。白无涯肃然道，持此剑者当明辨是非，斩尽世间不公。季川感到一股暖流从剑身传入体内，流遍四肢百骸。他惊讶地发现，体内残留的断魂散毒素正在被这股力量净化。别高兴太早。白无涯拿回长剑，随手一挥，剑锋上的锈迹竟纷纷脱落，露出如星柱般的锋利剑刃。明天开始，你会后悔今天的决定。季川不知道的是，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轨迹已悄然改变未来的无妄魔尊，在这一天种下了第一颗剑心的种子。血染长空，剑气纵横。白无涯立于尸山血海之上，手中无妄剑发出清月龙吟。他白衣胜雪，却已染满鲜血，有敌人的，也有自己的。这场正邪之战已持续3天3夜，魔修与妖族的联军节节败退，却仍负隅顽抗。无极剑仙，投降吧！你们正道已是强弩之末。一个浑身笼罩在黑雾中的魔修长老嘶声喊道。白无涯冷笑一声，剑锋一转，天地间骤然亮起一道刺目白光。无极剑诀第9式荡魔。剑光如银河倾泻，所过之处魔气溃散，数十名魔修瞬间化为齑粉。正道修士们发出欢呼，士气大振。白师兄威武！
师弟林清扬在远处高喊，眼中却闪过一丝阴翳。战后清点，正道大获全胜。白无涯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营地，却见掌门师尊与众长老已在帐中等候。无涯，此战你立下大功。掌门抚须微笑，但魔道狡猾，我们得到情报，他们正在黑风谷集结残部，你即刻带领精锐前往剿灭。白无涯单膝跪地，弟子遵命。林清扬上前一步，师尊，白师兄已连战3日，不如让弟子代劳。掌门摇头，此事非无涯不可。清扬，你另有任务。白无涯没有注意到林清扬眼中闪过的嫉恨，他简单包扎伤口，便率领20名精锐弟子出发。夜色如墨，唯有星光指引前路。师兄，前方就是黑风谷了。一名弟子低声道。白无涯抬手示意队伍停下，眉头紧锁。太安静了，连虫鸣鸟叫都没有，只有风吹过山谷的呜咽。不对劲，撤退。他猛然醒悟，但为时已晚。四周突然亮起无数火把，魔修与妖族从四面八方涌出。更令白无涯震惊的是，那些伏击者中竟混杂着正道修士，是林清扬的心腹。林清扬！白无涯怒吼，一剑斩落3名偷袭者的头颅。白师兄，别怪我。林清扬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你太耀眼了，有你在，我永远只是陪衬。剑矢如雨，白无涯挥剑格挡，但体内灵力已经枯竭。一支淬毒的剑穿透他的肩膀，剧痛瞬间蔓延全身。无望剑发出悲鸣，白无涯知道今日难逃一死。他咬破舌尖，强行催动最后灵力，施展尽数剑魂燃血。一起下地狱吧！他狂笑着，剑光如烈日爆发，方圆100丈内所有敌人瞬间灰飞烟灭。当最后一缕剑光消散，白无涯倒在血泊中，意识逐渐模糊。他隐约看见林清扬惊恐逃窜的背影，和远处一道白色的身影快速接近。苏媚娘小心翼翼地穿过战场，忽而警惕地竖起，月光洒在她纤细的身影上，勾勒出曼妙的曲线。她身着素白纱裙，腰间系着一条淡粉丝带，更显得腰肢不盈一握。作为一只没有族群的流浪狐妖，她本不该出现在这种危险的地方，但那股纯净的灵力波动吸引了她，有人还活着，而且是个正道修士。哎，还真是麻烦呢。她嘀咕着，声音如清泉叮咚，却还是向那个倒在血泊中的白衣剑客走去。白无涯模糊的视线中出现了一张精致如画的脸庞，尖尖的虎耳在月光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琥珀色的眼眸如同秋日暖阳，还有那担忧的神情。他俯身时，一缕银发垂落，散发着淡淡的梅花香。妖族，他本能的想举剑，却连手指都无法动弹。哎呀，别动，你伤得很重哦。苏媚娘轻声说，柔软的小手按住他流血的伤口，指尖传来温润的触感。我得带你离开这里，追兵很快就会来。白无涯想反抗，却无力挣扎。他感到自己被轻柔的抱起，少女的体温透过薄纱传来，带着令人安心的暖意。然后他的意识沉入黑暗。白无涯在黑暗中沉浮，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他记得最后施展禁术时经脉寸断的剧痛，记得林清扬狰狞的笑脸，却不知自己此刻身在何处。他试图睁眼，却连这点力气都没有。别动哦，伤口会裂开的。轻柔的女声传来，带着几分俏皮，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才包扎好的。微凉的指尖触碰他的额头，白无涯闻到淡淡的梅花香。他想质问对方身份，却再次陷入昏迷。当他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简陋却整洁的山洞里。阳光透过藤蔓编织的门帘洒进来，在石壁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篝火发出温暖的光，照亮了角落里摆放整齐的草药和器皿。肩膀和腹部的伤口已被仔细包扎，传来草药的清香。白无涯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经脉正在缓慢修复，一股温和的灵力在体内流转。你醒了。苏媚娘小心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药走来，琥珀色的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她今天换了一身淡绿色的衣裙，衬得肌肤如雪，腰间系带勾勒出纤细的腰线。走动时裙摆轻扬，露出纤细的脚踝。喝吧，能缓解疼痛哦。白无涯本能地摸向腰间，却不见无望剑。找这个。少女指了指墙角，那里挂着她的佩剑，凶巴巴的铁疙瘩，差点伤到我呢。她皱皱小巧的鼻子，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格外可爱。放心了，我要害你早动手了。白无涯警惕地盯着她。为什么救我？苏媚娘歪着头，虎耳轻轻抖动，在光下几乎透明。看到受伤的人救，需要理由吗？她扶她坐起，动作轻柔的像对待易碎的瓷器。靠近时，白无涯注意到她睫毛如蝶一般纤长，在脸颊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她身上有山间野花的清香，混合着草药的苦涩，莫名令人心安。3天前在战场捡到你的。苏媚娘俏皮的掩嘴偷笑，露出一对可爱的小虎牙。堂堂无极剑仙，
怎么被人打成破布娃娃似的？白无涯苦笑，突然察觉异常。我的伤，谁治的？这种程度的伤势绝非普通草药能治。苏媚娘眼神闪烁，耳尖微微泛红。我们狐族秘方了，快喝药。她将碗塞到他嘴边，动作有些慌乱。药汤入喉，白无涯品出一丝九转还魂丹的气息，但没等他追问，苏媚娘已经哼着小曲准备出门去了。纤细的背影在阳光下几乎透明，9条雪白的尾巴在身后轻轻摆动，宛如流动的月光。夜晚降临，山洞里只剩下篝火的噼啪声。苏媚娘坐在火边缝补衣物，火光为她精致的侧脸镀上一层金边。她低垂着眼帘，睫毛在脸上投下扇形的阴影，粉嫩的唇微微抿着，显得格外专注。白无涯靠在石壁上，静静观察这个救了他的狐妖。月光从洞口洒进来，落在他银白色的长发上，仿佛给他戴上了一顶星光编织的头纱。他的手指纤长灵巧，针线在他手中如同有了生命。我是正道，你是妖族，我们本应势不两立。白无涯冷冷道，声音却不如往日凌厉。苏媚娘笑了，眼睛弯成月牙。那你动手吧，我不反抗。言罢闭上双眼，张开双臂，这个动作让他的衣襟微微敞开，露出锁骨下一小片雪白的肌肤。白无涯喉结滚动，移开视线。你明知我现在的状态杀不了你，哎呀，快躺下吧，病人就应该多休息。苏媚娘放下针线，走到他身边。他俯身时，一缕发丝垂落，扫过白无涯的脸颊，带着淡淡的幽香。白无涯感到一阵燥热。谢谢。狐妖顿了顿，脸上笑盈盈的，眼中似有星光流转。嘿嘿，不客气。夜深了，山洞外传来虫鸣和溪水的声音。白无涯望着洞顶，突然问道：你为什么独自生火？苏媚娘拨弄着火堆，火光在她脸上跳跃。我的族群被正道修士剿灭了，那时我还小，逃了出来。她的语气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白无涯敏锐地注意到她的尾巴不安地卷曲起来。白无涯胸口一滞，他想起自己剑下也曾斩杀过无数妖族，包括无辜的老弱妇孺。对不起，他低声道。苏媚娘惊讶地看着他，琥珀色的眼睛在火光中如同融化的蜜糖。为什么道歉？又不是你做的。但我也是正道修士，我们是妖族为祸害，每个种族都有好坏之分呀。苏媚娘认真地说，凑近了一些。白无涯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体香，就像你们人类有坏人也有勉强算好人的你。白无涯忍不住笑了。这个狐妖女子明明经历过那么多苦难，却依然保持着纯真与善良。可她不知道的是，3天前当她奄奄一息时，是苏媚娘冒死潜入正道圣地，盗取了9转还魂丹。她将丹药研磨入药，自己却被圣地守卫的剑气所伤，右肩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暗伤。此刻她看似轻松的笑容下，正忍受着刺骨的疼痛。3个月后，白无涯的伤势好转，能够下床走动了。他惊讶地发现，苏媚娘在山谷中建了一座精巧的木屋，周围种满了药草和蔬菜。木屋前是一条清澈的小溪，屋后是一片梅林，正值花期，粉白的花朵如云如雾。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白无涯难以置信地问。苏媚娘得意地晃着尾巴，鼻子都翘到了天上。厉害吧？我们狐妖最擅长这些了。她今天穿了一件淡粉色的襦裙，腰间系着绣有梅花的丝带，衬得肌肤如雪。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她脸上，为她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她微微侧手，发间一只银钗轻晃，细碎的流苏随着她的动作叮当作响，像是山间清泉滴落在玉石上的声音。那双灵动的眸子含着狡黠的笑意，眼尾微微上挑，带着几分狐狸特有的妩媚，却又透着少女般的俏皮。她抬起手，指尖轻轻拨弄着垂落的一缕青丝，万间的玉镯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衬得她整个人愈发娇艳动人。微风拂过，她的裙摆轻轻摇曳，宛如春日里初绽的桃花，带着几分轻盈的仙气。她歪着头，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尾巴尖愉悦地晃了晃，仿佛连周围的空气都因她的欢喜而变得鲜活起来。白无涯突然发现，这个救了他的小狐妖笑起来竟如此好看。他眼中有星光，唇边有春风，一颦一笑都让人移不开视线。日子一天天过去，白无涯渐渐习惯了与苏媚娘的生活。清晨，他会在溪边练剑，苏媚娘则在一旁哼着小调晾晒草药。他弯腰时，裙摆拂过草地，露出纤细的脚踝。午后，他们一起去森林里采蘑菇和野果。苏媚娘灵巧地穿梭在树林间，银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傍晚，两人坐在屋前看日落。苏媚娘的尾巴会不自觉地缠上他的手臂，柔软温暖。你的尾巴？白无涯有一次忍不住问。苏媚娘脸一红，雪白的肌肤泛起淡淡的粉色。啊，对不起，这是我们狐妖表达亲近的方式，我控制不住。白无涯笑着摸了摸她的头，手指陷入柔软的发丝。没关系，
挺暖和的。苏媚娘的眼睛亮了起来，尾巴摆动得更欢快了，像一团柔软的云朵。看见？苏媚娘手持木棍向他刺来，虎尾在身后欢快地摇晃。她今天穿了一身利落的短打，动作间隐约可见纤细的腰肢和修长的双腿。白无涯侧身避开，手指轻弹她额头。太慢了。哎呀！苏媚娘捂着额头嘟嘴，这个表情让她看起来格外娇俏。你欺负人！你是狐妖，不是人。白无涯嘴角微扬，不知从何时起，他竟开始享受与这小狐妖的相处。苏媚娘哼了一声，突然变招，木棍如灵蛇般袭向他下盘。白无涯猝不及防，被他扫中脚踝，踉跄了一下。这叫兵不厌诈。他得意地晃着虎耳，胸脯因喘息微微起伏。白无涯摇头失笑，这丫头虽然剑法拙劣，但胜在机灵多变，偶尔还真能让他这个剑仙吃瘪。夕阳西下时，苏媚娘在溪边生火做饭，她哼着小曲，将采来的野菇和山笋丢入锅中，动作优雅如舞蹈。火光映照着她精致的侧脸，长长的睫毛在脸上投下阴影，宽松的衣领随着她的动作微微敞开，露出一截雪白的脖梗和精致的锁骨。尝尝我新研制的百味汤。她盛了一碗递给白无涯，眼中满是期待。白无涯抿了一口，眉头立刻皱起。太咸了啊！怎么会？苏媚娘抢过碗尝了尝，虎耳瞬间耷拉下来，尾巴也无精打采地垂着，好像是有点。看着她沮丧的样子，白无涯不知为何心头一软。他拿回碗，将汤一饮而尽。不过还能喝。苏媚娘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尾巴欢快地摆动，在夕阳下如同一团跳动的火焰。那我明天再做。偶尔一次就好。那天晚上，白无涯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战场，但这次他剑下倒下的是一个有着琥珀色眼睛的狐妖少女。他惊叫着醒来，发现苏媚娘正担忧地站在床边，月光透过窗棂为她披上一层银纱，单薄的睡衣勾勒出曼妙的曲线。做噩梦了？他轻声问，尾巴不安地摆动。白无涯一把将她拉入怀中，紧紧抱住。苏媚娘先是一僵，随后放松下来，轻轻回抱他。她的身体柔软温暖，散发着淡淡的体香。媚娘，白无涯声音沙哑，我剑下曾斩杀过无数妖族，如果早知道会遇到你。苏媚娘用手指抵住他的唇，指尖柔软冰凉。每个种族都有好坏之分，就像你们人类，有坏人，也有像你这样温柔的好人。白无涯心头一热，低头吻住了她。苏媚娘先是惊讶地睁大眼睛，随后闭上眼，生涩地回应着。她的唇柔软如花瓣，带着甜美的气息。白无涯的手不自觉地抚上她的腰肢，触感纤细柔软。一吻结束，苏媚娘脸颊绯红，眼中水光潋滟。无涯，嘘，别说话。白无涯再次吻上她的唇，这次更加深入。苏媚娘轻哼一声，身体软在他怀中。月光如水，见证了两颗渐渐靠近的心。5年后的一个满月之夜，白无涯带着苏媚娘来到山谷最高处，夜空中繁星点点，月光如水般倾泻而下，为苏媚娘镀上一层银辉。她今天穿了一袭白色纱裙，在月光下几乎透明，勾勒出曼妙的曲线。媚娘，闭上眼睛。白无涯神秘地说。苏媚娘乖乖闭眼，虎耳却好奇地转动着。白无涯轻轻将一个东西戴在她手指上，可以睁开了。苏媚娘睁开眼，看到自己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粗糙却精致的银戒指，戒面雕刻着一把剑。这是我自己做的。白无涯有些紧张。你看，这是我的。晃了晃手指上戴的同款戒指，只不过里面是一朵梅。手指轻抚她的脸颊。媚娘，你愿意成为我的妻子吗？苏媚娘的尾巴瞬间炸开，眼中泛起泪光，在月光下如同晶莹的琥珀。可我是妖，你是人，我不在乎。白无涯坚定地说，拇指摩挲着她的唇瓣。这5年来，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活着。媚娘，没有你，我宁愿回到那具行尸走肉的状态。苏媚娘激动地扑进他怀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襟。我愿意，我愿意。那夜，在满天星光见证下，他们结合了。白无涯轻抚着苏媚娘柔软的虎耳，在她耳边低语：我会永远保护你，无论发生什么。苏媚娘紧紧抱住他，身体与他完美契合。我也是。无涯，我永远都是你的。月光下，两个影子交织在一起，如同命中注定的拼图，终于找到了彼此。苏媚娘的呻吟如歌如泣，在白无涯耳边回荡，成为他最真爱的旋律。幸福的日子持续了12年。一个深秋的早晨，苏媚娘像往常一样上山采药，却直到天黑都没回来。白无涯找遍了整个山林，最终在一处悬崖边发现了血迹。顺着血迹，他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苏媚娘。媚娘，白无涯冲过去，将她抱在怀中。
苏媚娘浑身是伤，雪白的尾巴被鲜血染红。无涯，她虚弱地睁开眼，对不起，我可能要先走一步了。别胡说，我这就带你回去疗伤。白无涯声音颤抖。苏媚娘摇摇头，听我说，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她艰难地呼吸着，当年你重伤昏迷时，其实已经快死了。白无涯愣住了，什么意思？是九转还混蛋救了你？苏媚娘眼中含泪，我去正道圣地偷来的，他们发现了我，在我体内种下猪妖剑气，这10几年一直在侵蚀我的生命。白无涯如遭雷击，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你会去找他们报仇的。苏媚娘轻抚他的脸，我不想让你因为我遇到危险。白无涯泪如雨下，紧紧抱着狐狸脑袋，傻瓜，你这个傻瓜。无涯，答应我。苏媚娘的气息越来越弱，好好活着，不要复仇，我们的爱比仇恨更重要。我答应你。白无涯紧紧抱住她，苏媚娘露出最后的微笑，我爱你，夫君，能遇见你真好。她的手缓缓垂下，眼中的光芒熄灭了。白无涯仰天长啸，山谷为之震动。他抱着苏媚娘的尸体回到木屋，将她安葬在院子里的白梅树下。这是媚娘生前最喜欢的白无涯，从此再未离开山谷。每天清晨，他都会在梅树下练剑，仿佛苏媚娘还在旁边看着。奇怪的是，那棵梅树四季常开，即使在严冬也绽放如初。一个雨夜，白无涯梦见苏媚娘站在梅树下对他微笑。醒来后，他鬼使神差地走到院中，竟看到一个半透明的白色身影在月光下徘徊。媚娘，他难以置信地轻唤，是你吗？媚娘。身影转过身，正是苏媚娘的模样。他无法说话，但眼中的温柔一如往昔。白无涯这才明白，苏媚娘因执念太深，魂魄未入轮回，一直陪伴着他。他试图触碰她，手指却穿过那虚幻的身影。傻丫头，为什么不走啊？他哽咽道。苏媚娘的魂魄指了指心口，又指向他，然后做出拥抱的动作。白无涯懂了，他舍不得离开他。从那天起，白无涯不再孤单。虽然无法交谈，但苏媚娘的魂魄时刻陪伴着他。他在日出时跳舞，在雨天为他撑起虚幻的伞，在冬夜依偎在他身边，尽管感受不到温度。30年后的一个春日，一个重伤的年轻人砸断了梅树的枝桠，打破了山谷的宁静。白无涯看着这个名叫季川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天色未亮，晨雾带着梅林的清寒浸润了整座破败的院落。季川推开枝桠作响的木门，手中握着那柄锈迹斑斑的长剑。他练剑的第一个清晨，一缕若有似无的梅香先于日光抵达。那半透明的狐妖女子苏媚娘竟悬浮在窗外，她的魂灵之躯比晨雾还要虚幻，唯独那双含笑的眼眸温柔的如同真实。妖力轻柔地拖着一小碟糕点，穿过窗棂，缓缓停在季川面前。糕点洁白如雪，被精心捏成了5瓣梅花的形状，其中蕴含的妖力化作丝丝凉意，渗入季川的鼻息。他拿起一块送入口中，季川的目光再次投向窗外。那片凄美的白梅树下，苏媚娘的魂灵正对着他，浅浅一笑，身影便如烟雾般淡去。他握紧了手中的剑，日复一日的练剑就此开始。白梅树下成了他的道场。你那身魔功不过是走了捷径的垃圾。白无涯的声音比冬日的寒风更加刻薄。他手中折下的一根梅枝成了最严厉的戒尺。无极剑法讲的是以正合，以奇胜，你这起手势连门都摸不到。啪！梅枝精准地抽在季川手腕，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季川咬着牙，强行压制体内翻涌的魔气，试图运转正统的剑道心法。2种截然不同的力量在他经脉中疯狂冲撞，带来的痛苦远超皮肉之苦。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每一次挥剑都像是从骨髓里榨取力量。每当他力竭倒地，意识模糊之际，苏媚娘的魂灵便会悄然出现。他从不言语，只是伸出虚幻的手，妖力在掌心凝成一朵晶莹的白梅，轻轻贴在他的额头。那股清凉的力量总能奇迹般地安抚他体内暴走的魔气，缓解那撕裂般的疼痛。3个月后，季川猛然睁眼，眼中金光一闪。他手中的长剑不再沉重，反而像是手臂的延伸，一剑刺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清冽的剑光如月华流转。一片飘落的梅瓣在空中被无声地剖开，一分为2，缓缓落地。无极剑法第一式江海凝清光，成了。哼，马马虎虎。白无涯靠在树干上，灌了一口酒，语气依旧冷淡。可他那只独眼中闪过的满意，却没能逃过季川的眼睛。
老酒鬼忽然解开了自己破旧的衣袍，露出精壮的胸膛，那里有一道青黑色的剑伤，深可见骨，至今仍有丝丝缕缕的黑气缠绕，如同活物。玄天宗的诛心剑厉害吧？他自嘲地笑了笑。他们说媚娘是食人心的妖魔，当着我的面一剑穿心。可笑的是，这群所谓的正道栋梁才是真正的魔。苏媚娘的魂灵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旁，虚幻的手掌轻轻抚上那道狰狞的伤疤，眼中满是疼惜。季川的心猛地一颤，他想起了月九娘，想起了那个被谎言与仇恨包裹的女孩。原来这世间的悲剧竟是如此相似。3年时光疏忽而过，季川的剑法早已大成，他体内的魔气与剑意在无数次的冲撞与融合后，竟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共生。一念为魔，一念为仙。白无涯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咳嗽声越来越频繁。小子，看好了！他拖着病体，将最后一式剑法传给季川。这一式名为藏心河。他话音未落，整个人便化作了无数道残影，每一道残影都斩出一剑，剑光交织，仿佛要将这片天地连同那背后的因果罪业一并埋葬。这一剑斩的不是人，是天理，是宿命。剑招施展完毕，白无涯耗尽了所有精力，猛地喷出一口鲜血。真正的剑道是守护。嗨嗨，他没能说完，便软软地倒了下去。那天夜里，院中的白梅一夜盛放，开得绚烂，也开得决绝。白无涯躺在床上，气息已是游丝。他颤抖着从怀中摸出一块温润的玉佩，塞进季川手里。去清水镇找一个叫老赵的铁匠，当年是玄天宗宗主玄天子亲手。他的声音越来越弱。苏媚娘的魂灵跪在床边，虚幻的泪水无声滑落，整个魂体都开始剧烈的波动。白无涯最后看了他一眼，眼中是无尽的温柔与眷恋。他的魂魄从衰败的肉身中缓缓升起，化作一团柔和的光球，与悲泣的苏媚娘紧紧相融。两人的灵力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了季川手中的长剑。剑身发出一声清越的嗡鸣。季川带着那块玉佩来到了清水镇铁匠铺里，那个名为老赵的汉子满脸风霜，在看到玉佩的瞬间眼眶变红了。他没有多问，只是从暗格中取出一颗灰扑扑的珠子。流影珠，灵力注入，一幕30年前的影像浮现在空中。玄天宗的弟子们身着道袍，面目狰狞，正屠戮着手无寸铁的村民。而那个被世人称颂的玄天子正站在尸山血海之上，将一颗颗新鲜的心脏投入丹炉，炼制着某种邪恶的丹药。影像的最后是他为了掩盖罪行，随手一指，将所有罪孽都扣在了一只路过的无辜的白狐身上。季川胸中燃起滔天怒火，他终于彻底明白了白无涯那深入骨髓的仇恨，也终于明白了苏媚娘那温柔的魂灵为何总是劝他放下。他不是不恨，他只是不愿自己深爱的人也被仇恨吞噬，变成另一个玄天子。一个月黑风高的夜，玄天宗的山门在浓得化不开的墨色中透着一股死寂。季川独身一人立于山门之前，护山大阵无声运转，流光溢彩的灵力护罩将整座仙山笼罩其中，隔绝了凡世的一切。季川甚至没有看那大阵一眼，他只是随意的抬手，并指为剑，向前轻轻一划，唰，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剑痕出现在光幕之上。随即他反手又是一划，唰，那坚不可摧，号称能抵御天煞境修士全力一击的护山大阵，就像一块被划开的脆弱玻璃，悄无声息的碎裂，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在夜风里。季川面容冷峻，踏着破碎的流光向山上闲庭信步般走去。他散发出的气势却如同九幽归来的杀神。他一步步朝着主殿走去，任何试图靠近他的玄天宗弟子，甚至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凡是踏入他周身1丈范围的生灵，砰，便会凭空炸成一团温热的血雾，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季川甚至不屑于拔剑。数十道身影从各处洞府电射而出，众多长老与高阶弟子匆匆赶来，将他团团围在山道中央。明晃晃的剑光在月下连成一片冰冷的铁幕。可当他们感受到季川身上那股深不见底的恐怖气场，看见他那副仿佛在自家后院散步的闲适状态时，所有人的动作都僵住了。他们只是持着剑死死地对峙着，喉结滚动，却没有一个人敢第一个先上。季川停下脚步，他缓缓抬眼，随意地朝人群中一瞥，只此一眼，便吓得最前排的几名弟子心脏骤停，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山道上一片死寂，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与狂乱的心跳。呀！终于，一个年轻弟子承受不住这令人窒息的压力，嘶吼着壮胆，鼓起全部勇气，持剑冲了上来。季川的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呵，
死人！他话音未落，腰间无望剑瞬间出鞘，嗖，迸发出一道快到极致的剑气。那凌冽的剑气瞬间将坚硬的青石板地面犁出一道深邃的沟壑，四散的气浪将前排的众多弟子吹得东倒西歪，衣袍猎猎作响，几乎站立不稳。而那个第一个冲上来的弟子就没这么好运了，在他眼中只看到季川在他面前轻描淡写的抬了抬手，随后便是一片永恒的虚无。众人惊魂甫定，在定睛看去时，那个活生生的同门师兄弟已经变成了一滩放射状的血液，均匀地涂抹在了地面上。他们不可置信，他们面面相觑，他们惊恐万分。他逃，他喊。顷刻之间，这些平日里眼高于顶的玄天宗弟子如同受惊的鸟兽，哭喊着四散而逃。那些所谓的宗门天骄、天赋妖孽，在季川面前仿佛与路边的蝼蚁一般无二。他甚至不想在这些垃圾身上多浪费一息时间。他踏着守门弟子最后的惊呼声杀入主峰，腰间那柄名为无望的剑，剑身上的银芒越来越亮。主殿之内灯火通明，来者何人？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玄天宗宗主玄天子率领着一众核心长老终于现身。他须发皆白，面容肃穆，一身正气凛然，仿佛天道化身。玄天子目光越过他，看向殿外尸骨成群的景象，昔日里繁华鼎盛的宗门，此刻却因为他一人变得如同人间地狱。玄天子的脸色铁青，阁下究竟何人？为何无故犯我玄天宗？季川没有回答，他只是缓缓举起手中那块温润的玉佩，一缕微光从玉佩中升起，白无涯那略显虚幻的神魂静静地浮现在季川身旁。认得他吗？看到那张脸的瞬间，玄天宗主的瞳孔猛然收缩，脸上那副得道高人的从容瞬间崩塌，脸色变得煞白。无极剑仙？不可能，他早就死了，对吗？季川冰冷地接过了他的话，声音里不带一丝一毫的感情。玄天子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脸上挤出一个和善的表情。道友，其中或许有什么误会，有话可以好好说。他嘴上说着安抚的话，下一秒眼中却杀机暴现，骤然发难。他双手结印，整个玄天大殿的阵法随之启动，无尽的灵力向他掌心汇聚，化作一轮足以焚山逐海的煌煌大日，对着季川当头砸下。这一招凝聚了玄天宗千年底蕴，出手便是绝杀。谁知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季川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见到我非但不跪，还胆敢向我反击。呵！只见他手指轻抬，咚！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逆天威压，如同天穹崩塌，瞬间倾落而下。那恐怖的压力甚至震得周围的空气都在嗡嗡作响，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玄天子轰出的那轮大日，在这股威压下连一息都未能坚持，便如泡影般寸寸碎裂。他本人更是如遭雷击，只感觉身上像是瞬间压下了一整座太古神山。噗！玄天子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双膝一软，不受控制地跪倒在地。他脚下坚硬无比的玄晶石板瞬间布满蛛网般的裂痕，整个人连带着地面硬生生下陷了10寸。在这一刻，连抬头都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玄天宗宗主给他10个脑子也不敢想，一个目测20岁左右的青年竟敢单枪匹马闯他玄天宗，更想不到他一个地煞境巅峰，仅仅是抬一抬手指就能将他一个天煞境中期压制得毫无反抗之力。那股威压不属于这个世界，更像是来自更高维度的对蝼蚁的绝对碾压。死亡的阴影从未如此真切地笼罩在他的心头，他意识到自己今天真的可能会死。玄天子拼尽全力将那颗高傲的头颅从屈辱的尘埃中抬起1寸。我玄天宗财力雄厚，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仿佛耗尽了全身的力气，艰难无比。不知多少财宝可以买我的命？季川依旧面无表情，甚至连眼皮都未曾动一下，他的目光平静得像一潭万年不化的寒冰。见季川不为所动，只是缓缓将那只骨节分明的手放在了悬在腰间的剑柄上。那个动作很轻，却像一柄无形的重锤，彻底击碎了玄天宗主最后的侥幸。他怒了，被一个无名小辈逼到如此境地，宗师的尊严与临死的恐惧交织成极致的疯狂。他咬牙切齿，额头青筋暴起。无名小辈，别给脸不要脸！只见他双目圆瞪，眼角瞬间迸裂，2行血泪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流下。他开始燃烧自己的神魂，痛苦到极致的嘶吼声不再是人类的语言。磅礴的灵力以他为中心，化作肉眼可见的金色风暴，席卷了整座大殿。他的身体以一种诡异的姿态膨胀起来，皮肤寸寸皲裂，露出下面跳动的仿佛烙铁般的血色筋肉。一对弯曲的骨角从他的额头狰狞地刺出，一身道袍被狂暴的气流撕成碎片。
他彻底舍弃了人的形态，化作了一尊半人半魔的怪物。滔天的威压让整座主峰都在剧烈颤抖。季川玄色的衣角在那股气浪中翻飞不止。他面对着眼前这个实力暴涨了数倍的怪物，不为所动，就连脸上的表情都未曾变化一分。画面来到山门之下，曾经仙气缭绕的白玉石阶，如今已被鲜血与碎肉染成了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季川满身血迹，正一步一步地走在下山的路上。他身后，整座玄天宗仙山已是一片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将血色的月亮都遮蔽了。只见他左手提着那柄名为无望的长剑，剑身依旧银亮，未沾染半分血污，而他的右手却提着一颗头颅。那头颅早已面目全非，已经认不出是谁的了。他信守承诺，将白无涯葬在了那片白梅之下，苏媚娘的墓旁。他亲手为他们立了一块墓碑，用剑尖在坚硬的石料上刻下仙师剑仙白无涯与爱妻苏媚娘之墓。季川在那座破败的院中静立了良久，风吹过梅林，卷起几片凄美的花瓣，也吹散了空气中最后一丝血腥气。直到一只浑身是血的灵雀扑腾着翅膀从空中跌落在他脚边，他发出一阵微弱的哀鸣，显然是受了重伤。季川缓缓蹲下身，他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只瑟瑟发抖的小鸟，一缕温和的灵力从他的指尖渡入灵雀的体内，修补着它断裂的翅骨与受损的经脉。片刻之后，那只灵雀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他轻昵地蹭了蹭季川的手指，随即振翅高飞，重新消失在湛蓝的天际。一道明雾如晨光破晓，瞬间照亮了季川的心田。他缓缓站起身，握紧了拳头，眼中那幽暗的火光再次燃起。弱肉强食，那我就成为最强者，重写这世界的规则。问到梯上，季川猛然回神，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山巅的风吹得他玄色衣袍猎猎作响，却吹不散他周身的孤寂。四周鸦雀无声，所有参赛弟子都还停在下方的石阶上，面容扭曲，显然正挣扎于各自的心魔。唯有他一人走到了这最后的关口。9999阶。当他踏上最后一阶白玉石阶时，天地间的喧嚣瞬间远去，眼前的云海不再是血色，而是化作一片纯净的苍茫。此刻他的道心从未如此明悟，一股灰白色的灵力不受控制地从他体内外放，那既非仙也非魔的力量。风儿吹过，在他身后拖出一道无比绚烂的光尾。道心已成，枷锁尽断。那是无极剑意。观礼台上一直端坐的宗主迟暮嫣然豁然起身，凤眸中满是不可思议。场上一片死寂，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那个孤高的身影上，他们在猜测他是否能越过这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重。雪梨渊的眉头紧紧皱起，目光死死盯着他的徒儿，藏在袖中的手心早已替他捏了一把冷汗。只见季川眼神坚定，一步跃起，那身影仿佛挣脱了世间一切的枷锁，冲破了命运无形的束缚。他稳稳落在了终点。死一般的寂静，第一关魁首，青鸾峰季川。裁判长老的声音因极度的震惊而彻底变调，甚至带着一丝破音。顿时，场上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与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看台上的青鸾峰弟子们激动得满脸通红，为他喝彩，为他疯狂。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无法言喻的震惊。这不可能！紫阳峰首座猛地拍案而起，满脸的难以置信。他一个修为尽废的弟子，怎么可能会？雪梨渊紧绷的身体终于如释重负般靠在座椅上，清冷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只纤纤玉手轻轻扶在了他的肩上，是迟暮嫣然。他弯下腰，绝美的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梨渊，你那大徒弟可以啊。雪梨渊难掩心中的激荡与欣喜，却还是维持着那份清冷的傲娇。恨我家川一直都很优秀。当当当，三声悠远的钟鸣回荡在群山之间，将所有人的心神从极致的震惊中拉回。第二关即将开始。裁判长老深吸一口气，高声宣布：第二关千机阵。所有弟子入阵，阵内机关万千，变化无穷，坚持时间最长者为胜。话音落下，一道道身影化作流光，争先恐后的冲向山巅平台中央那片被阵法笼罩的区域。季川的身影却只是轻轻一晃，他一步踏出，不带半分烟火气，却已稳稳落在了千机阵的正中央。他负手而立，宛如风暴的中心，任凭周遭气流涌动，自岿然不动。嗡！他脚下的地面瞬间亮起无数道繁复的符文，整个千机阵彻底激活。咻咻咻！破空声尖锐刺耳，淬着幽蓝毒光的弩箭，裹挟着死亡气息的铁刺，覆盖着麻痹符文的飞针，从四面八方以刁钻至极的角度爆射而来。季川甚至没有拔剑，他依旧双手负后，在那片死亡之雨中
闲庭信步。啊！观礼台上，紫阳峰首座眉头紧锁，死死盯着阵中的那道身影。千机阵齐聚了宗门所有类型的暗器，他的话还未说完，瞳孔便猛地一缩，只见一支涂抹着剧毒的弩箭无声无息地从一处视觉死角射出，直取季川的后脑。季川头也未回，他只是在弩箭即将击体的瞬间微微向左侧过头，那支致命的弩箭便擦着他飘飞的衣角，射入了他前方的地面，发出一阵青烟。轰隆！他脚下的地面毫无征兆的塌陷，化作一个深不见底的陷坑。数十根闪烁着寒光的铁矛从陷坑下方猛然刺出，封死了所有落脚点。季川脚尖在下坠的一块碎石上轻轻一点，整个人如同一片没有重量的羽毛，借力向上跃起。他的身形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恰到好处地避过了下方斩刺而出的所有铁矛。这一幕让场外所有人都看呆了，人群中爆发出阵阵难以置信的惊叹。这……裁判长老瞪大了眼睛，嘴巴下意识地张开。他像是能预判所有机关，季川确实能够感知，但并非预判。那股融合了魔气的灰白色灵力早已如一张无形的蛛网，以他为中心向着四周悄然蔓延。方圆10丈之内，每一处机关的灵力波动，每一次符文的细微闪烁，都清晰无比地倒映在他的脑海中。他不靠肉眼，而是以灵力为眼，洞悉一切。半炷香的时间转瞬即逝，阵法之内已有大半的弟子被机关击中，狼狈地传送出局，剩下苦苦支撑的寥寥数人也都个个带伤，灵力消耗巨大，随时都可能落败。唯有季川，他依旧衣衫整洁，气息平稳，仿佛不是在闯关，而是在自家的后院散步。阵法的威力此刻已增强到极其恐怖的程度，地面不时裂开巨大的缝隙，喷涌出能融金化铁的熊熊烈焰。时间差不多了，季川突然停下脚步，右手按上了腰间的剑柄。就在此时，整个千机阵突然剧烈地震动起来，所有隐藏的机关在这一刻被同时激活，无数淬毒的弩箭、旋转的飞轮、呼啸的铁索从地面、墙壁甚至虚空中凭空浮现，化作一张密不透风的死亡之网，从四面八方向着阵法中心的季川绞杀而来。这是阵法最后的杀招，汇聚了千机阵300年的所有杀伐之力，足以将一名他瞬间撕成碎片。川儿小心！观礼台上，雪梨渊再也无法维持清冷的姿态，猛地站起，一双凤眸死死盯着阵中的身影，藏在宽大袖袍中的玉手早已紧紧攥住，指节泛白。阵法之内，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幕，季川的嘴角却微微扬起一抹冰冷的弧度。无妄剑铿然出鞘，没有惊天动地的剑气，只有一道灰白色的剑光，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化作一圈无声的涟漪，向着四周缓缓荡开。破！剑光过处，时间仿佛凝固，那些快到极致的暗器，无论是弩箭还是铁索，尽数凝滞在半空，随后便失去了所有灵力，如同被剪断了线的木偶，噼里啪啦地坠落在地。更令人惊骇的一幕发生了，那道看似温和的灰白色涟漪触及到了阵法的边缘，整个千机阵竟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咔咔声，坚固的符文结构寸寸崩裂，随后在一声巨大的轰鸣中彻底坍塌，烟尘缓缓散去。季川收剑入鞘，依旧负手而立，他的身旁是708落已经彻底报废的阵法残骸。全场死寂，千机阵被破了。裁判长老的声音因为极度的震惊而微微发颤，他喃喃自语：自本宗建阵300年来，从未有人能将其破坏。好，好，好！神峦峰的长老猛地一拍大腿，连说3个好字，一双老眼中金光闪烁，看向高台另一侧。雪梨渊，你这弟子了不得啊！高台之上，雪梨渊一袭白衣胜雪，缓缓坐回原位。他那张万年冰封的清冷面容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只是当阵法中季川的目光不经意间扫来时，他白皙的耳根竟悄然染上了一抹绯红，有些不自然地别过了头。当当当，3声悠远的钟鸣回荡在群山之间，将所有人的心神从极致的震惊中拉回。第3关，问道台。裁判长老高声宣布，10座巨大的白玉石台在云雾中缓缓升起，悬浮于半空。弟子们需在台上两两比试，胜者晋级，最后能站在中央主台之上的人即为本次大比的魁首。季川脚尖轻轻一点，身影如同一片没有重量的羽毛，他越过所有侧台，直接落在了最高最中央的那座主台之上。山巅的风吹得他玄色衣袍猎猎作响，他负手而立，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所有参赛弟子。你们一起上吧，我赶时间。此言一出，场上瞬间响起一片道吸冷气的声音与惊呼。我靠，这么壮，他以为他是谁啊？太不把人放在眼里了。
狂妄！一道夹杂着怒意的冷笑响起，紫阳峰大弟子赵无极身形一纵，化作一道紫色流光，重重地落在了主台之上。季川，你以为你还是5年前那个高高在上的青鸾圣子吗？季川平静地看着这个曾经在自己修为尽废时多次当众羞辱自己的同门，他腰间的剑依旧悬着，没有半分要出鞘的意思。叫完了吗？他淡淡开口。出手吧。那语气仿佛是在对一只在脚边盈盈狂吠的野犬说话。你找死！赵无极大怒，眼中紫电爆闪，本命飞剑紫电骤然出鞘，刹那间天地为之失色，唯见一道刺目至极的紫色剑芒如天罚将士贯穿长空，那速度快的仿佛连时间都为之凝滞。这一剑已然真挚化境，剑光未至，凌厉的剑气已将主台100丈外的云层撕裂出一道巨大的豁口。当年赵无极正是凭此剑一剑斩断了那条号称银河落9天的宗门瀑布，此刻含怒出手，剑势更胜往昔3分。面对这足以斩山断河的一剑，季川依旧负手而立，泰山崩于前儿，面不改色。他不动也不躲。就在那道毁灭性的紫色剑芒即将触及他衣襟的瞬间，季川的神念才微微一动，一道泛着青蓝色幽光的阵纹以他的脚底为中心，瞬间向外蔓延而出，眨眼间便将整个主台囊括其中。正全力催动飞剑的赵无极身形猛地一滞，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在这片诡异的阵法领域之中，行动竟变得如同陷入泥沼般迟滞无比，每一个动作都耗费着数倍的力气。但更让他心胆俱裂的是，对面的季川竟好像丝毫不受这领域的影响。只见季川闲庭信步般漫步走到他的面前，随即一个干净利落的回旋踢结结实实地干在了他的脸上。砰！力道之大，直接将赵无极整个人踹得倒飞出去，在空中翻滚了数圈，重重砸在主台的边缘。一个清晰无比的鞋印留在了他那张自诩英俊不凡的脸上。他堂堂紫阳峰圣子，走到哪里不是众星捧月，向来只有他欺负别人的份，何曾受到过这等奇耻大辱。此刻的赵无极狼狈地坐在地上，痛苦不堪。他一手捂着脸上那个火辣辣的鞋印，另一只手指着季川，面容因极致的愤怒而扭曲。你他妈竟敢踢我英俊的脸，老子让你偿命！轰！一股惊人的力量从赵无极体内爆发而出，磅礴的灵气在他周身凝结成了紫黑色的实质，如地狱之火般熊熊燃烧。那股压迫感让台下的弟子们都感到一阵心悸。季川终于将附在身后的手伸出了一只，他手掌朝上，对着暴怒的赵无极轻轻勾了勾手指，那动作轻描淡写，却充满了无尽的蔑视。哈哈！赵无极彻底疯狂，他嘶吼着，将所有力量灌注于紫电剑中，再次化作一道贯穿星辰的流光，向季川斩去。就在那剑尖即将触及季川衣襟的刹那，季川右手汇聚起一缕灰色的灵力，伸出中指和无名指，不带半分烟火气地在那高速震颤的紫电剑身上轻轻一点。叮！一声无比清脆的轻响。赵无极如遭雷击，只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诡异力道顺着剑身传来，他手中的本命飞剑竟脱手飞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当啷一声掉落在地。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全身的灵力在这一刻彻底凝滞，仿佛被冻结了一般，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你！赵无极面色惨白，眼中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季川缓缓收回手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哟，怎么回事啊，师弟？被一个修为尽废之人吓到动弹不得了吗？这句话声音不大，却如同一道惊雷，在全场所有人耳边炸响。无数道目光汇聚在赵无极那张惨白的脸上。赵无极的脸色由白转青，又由青转为猪肝般的紫红色，羞愤交加之下，一口逆血涌上喉头。季川却不多跟他废话，他身形一晃，出现在赵无极面前，一记干脆利落的顶膝狠狠地撞在他的小腹上。噗！赵无极整个人弓成了虾米，跪倒在地，胃里的酸水混合着口水，控制不住地顺着嘴角流下，痛苦的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接下来，主台之上上演了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一个又一个被激怒或是不信邪的挑战者跃上主台，又一个接一个被季川用各种轻描淡写却又极具羞辱性的方式击败。他始终没有拔剑。当最后一名挑战者被季川一脚踹下石台时，天边的夕阳正好将整座主台染成了一片璀璨的金色。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压倒性的近乎蛮不讲理的实力彻底震撼。本届大比魁首青鸾峰大弟子季川胜，死一般的寂静之后，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雪梨渊师妹，恭喜啊！紫阳峰首座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语气酸溜溜地说道：你这弟子如此妖孽，难不成是你私下给了什么天大的机缘？其他几峰的长老也纷纷侧目，投来探寻的目光，显然也抱有同样的疑问。
却不知这话正好戳中了雪梨渊的心事。他表面依旧冷若冰霜，心中却早已羞恼交加，浮现出那几个夜晚。机缘，确实是天大机缘。若不是那夜自己不顾一切地用玄阴玉体为他续命，他怎会有今日一道雍容华贵的身影从宗主宝座上缓缓起身？是迟暮嫣然。他一步踏出，身影便如缩地成寸般，瞬间出现在主台之上，站在季川面前。他手中托着一个紫金色的玉盒，盒盖打开，一颗龙眼大小、通体流淌着金色霞光的丹药静静躺在其中。浓郁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只是闻上一口，便让人感觉浑身舒坦，灵力都活泼了几分。此为龙髓丹，可洗精伐髓，重塑根骨。令允你入后山见种，参悟3日。迟暮嫣然的声音清越动听，传遍了整个山谷。又是引来一阵道吸冷气的声音。龙髓丹已是传说中的圣药，而剑种更是宗门禁地，非宗主与太上长老不可入内。这奖励不可谓不重。季川伸手接过玉盒，不卑不亢的拱手：“谢宗主。”迟暮嫣然却没有让他起身的意思，他那双深邃如星海的凤眸静静地注视着季川，仿佛要将他从里到外看个通透。你刚刚灵力外溢，我看到了无极剑意。他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你练的可是300年前剑仙白无涯的无极剑法。最后4个字，他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了出来。季川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神色没有半分波澜。正是2个字，轻飘飘的，却像是一块巨石砸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巨浪。天哪，真的是无极剑法，剑仙白无涯，那个300年前一人一剑荡平了北境魔窟的传奇人物。我以为那只是个传说，他的剑法不是早就失传了吗？场上的惊叹与议论声瞬间盖过了之前的欢呼。白无涯这个名字对于神鸾宗的弟子而言，就是一个活在卷宗与传说里的神话，而现在这个神话的继承者就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就在全场的喧嚣达到顶峰之时，一道只有季川能听见的声音，如同一缕清冷的月光，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今夜子时，季川的眼瞳微不可察的一缩，他看到面前的宗主迟暮嫣然，红唇未动，脸上依旧是那副雍容华贵的威严表情。后山见我。大比落幕的钟声还在群山间回荡，季川的身影从那座象征着无上荣耀的主台上一步步走下。山巅的风似乎也在此刻变得温柔，不再那么凛冽，可山下的路却比问道梯还要难走。他才刚踏上返回青鸾峰的白玉石阶，便被一片汹涌的人潮彻底淹没。四面八方全是攒动的人头，全是各峰弟子的狂热面孔。曾经的冷眼与嘲讽，如今都化作了敬畏与谄媚。更多的是那些平日里眼高于顶、自持身份的女弟子们，她们彻底抛却了矜持，一双双明亮的眼眸里燃烧着毫不掩饰的爱慕之火。季川师兄，你看我一眼。师兄，这是我亲手炼制的凝神丹，你拿去用吧。季川师兄，我叫小翠，我心悦你。各种香囊、手帕、丹药瓶，如同不要钱一般，拼命地往他怀里塞。浓郁到几乎令人窒息的各色香粉气息，混合着少女们激动的喘息，形成一张无形的巨网，将季川困在原地。季川脸上挂着一丝无奈又疏离的微笑，脚步却在人群的推搡中寸步难行。他感觉自己不像是个载誉而归的魁首，反而像是一块掉进了饿狼群里的肥肉，只能一边艰难的拱手，一边寻找着逃离的缝隙。就在他被一个热情师妹抓住衣袖，几乎要贴上来的瞬间，季川瞅准一个空当，脚下灵力一动，他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狼狈地从人墙的缝隙中钻了出去。啊！季川师兄跑了，快追！身后传来一阵更加混乱的尖叫。季川头也不回，沿着山路亡命飞奔。他此刻只想快点回到清静的青鸾峰，而不是在这里应付这群疯狂的崇拜者。就在他绕过一处巨大的山岩拐角，以为能暂时甩开追兵时，一只手从虚空中探出，精准地抓住了他的手腕。那只手纤细修长，肌肤如同上好的羊脂白玉，透着一层淡淡的粉色光晕。手的主人明明没有用力，季川却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传来，让他瞬间动弹不得。他还来不及看清来人是谁，眼前的空间便开始剧烈的扭曲，山石与天空被拉扯成一道道怪异的流光，形成一个深邃的漩涡。整个人被一股柔和却不容反抗的力量直接拽入了那片扭曲的光影之中。天旋地转的感觉只持续了一瞬。当季川再次脚踏实地时，外界的喧嚣与追赶声已经彻底消失不见。眼前是熟悉的空旷而雅致的青鸾殿，殿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冷的梅香与一道他再熟悉不过的气息。帮他的正是他的师尊雪梨渊，他就站在不远处，一袭白衣依旧清冷如雪，只是那双总是淡漠疏离的凤眸此刻却有些不自然地飘向一旁，不敢与他对视。季川整理了一下，
被拉扯得有些凌乱的衣襟。多谢师尊解围。他的声音平静而真诚，没有半分平日里的轻佻。雪梨渊准备好的一肚子说辞，瞬间被堵了回去。他本以为这个胆大包天的徒弟会像往常一样嬉皮笑脸地凑上来问一句：师尊这么急着带我回来，是想我了吗？可季川此刻规规矩矩的反应，反而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心中竟生出一丝莫名的陌生感。雪梨渊轻咳一声，强行让自己的神色恢复了往日的清冷。他缓缓转过身，正对着自己的徒儿端起了师尊的架子。今日表现不错，祝贺了，川儿。他的话语依旧简洁，声线却不自觉地柔和了些许，那份发自内心的祝贺终究是藏不住的。季川看着他，师尊那双清冷的凤眸此刻像是初春解冻的湖面，荡漾着一丝他从未见过的涟漪。那层冰封万年的寒霜之下，似乎有某种柔软的东西正在悄然融化。弟子拜谢师尊。季川恭敬鞠躬，没有再用往日那种轻佻的语气去试探。师尊还有别的事吗？他的声音依旧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这句简单至极的问话，却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雪梨渊好不容易才鼓起的勇气。他怕自己一开口，那份师尊的威严就会荡然无存，更怕自己一开口，流露出的会是那份连他自己都不敢正视的关心与羞怯。你……雪梨渊红唇轻启，只吐出了一个字，便再也说不下去。店内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只有窗外偶尔吹入的微风卷动着梅花的冷香，也卷动着他鬓边的一缕青丝。那缕青丝拂过他白皙如玉的脸颊，带来一阵微痒，也让他愈发心烦意乱。季川静静地等着，没有催促，他只是看着他，目光坦然而澄澈，仿佛能看穿他所有故作的坚强。这种目光比任何调侃与试探都更让雪梨渊无所适从。他猛地转过身去，将后背留给了自己的徒弟，声音也重新染上了那层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你今日锋芒太盛，紫阳峰那边不会善罢甘休。宗主赏赐的龙髓丹，尽快服下，对你重塑根基有好处。剑冢之内凶险异常，切莫贪功冒进。他一口气说完了所有能想到的叮嘱，语气生硬的像是在背诵门规，每一句都是关心，却每一句都透着疏离。季川听完，眼底闪过一丝机不可察的笑意。他的师尊还是这么不坦率。弟子明白。他恭敬的一拱手，若无他事，弟子先告退了。雪梨渊背对着他，身形微微一僵，他没有回头，只是从喉咙里挤出一个极轻的音节。季川不再停留，转身朝着殿外走去。脚步声在空旷的大殿中回响，不疾不徐，每一步都像是踩在雪梨渊的心上。他藏在袖中的手攥得更紧了。还有话没说，关于宗主迟暮嫣然的，关于那句今夜子时后山见我的。他想提醒他，宗主城府极深，此番单独召见绝非奖赏那么简单，务必万分小心。可这些话他偏偏一句也说不出口，仿佛只要一说就会暴露自己一直在偷听他与宗主的传音，暴露自己那份超乎师徒界限的在意。眼看季川的身影即将消失在殿门的光影里，雪梨渊终于还是没忍住。季川，他猛地唤了一声。季川的脚步停下，却没有回头。师尊还有吩咐。雪梨渊看着他孤直的背影，嘴唇翕动了数次，最终所有的担忧与嘱咐都化作了一句苍白无力的话语：没事了。他的声音低不可闻，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挫败。回去好好休息。他走得匆忙，甚至没有回头多看一眼。青鸾殿内瞬间恢复了往日的空寂，不，比往日更加空旷。那股清冷的梅香依旧萦绕在空气中，却无端多了一丝萧索。雪梨渊静静地立在殿中，看着那空无一人的门口，心中仿佛被挖去了一块，空落落的涌起前所未有的虚无感。他变强了，他夺魁了，他成了万众瞩目的天骄。这本该是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可他此刻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目光落在身旁的案几上，那里静静地放着一个精致的白玉石盒。他缓缓走过去，指尖轻触盒盖，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至心底。他打开石盒，几块晶莹剔透如同冰雪雕琢的糕点整齐的码放在里面，用青鸾峰顶最纯净的晨露混着百年的桂花粉亲手为他做的桂花糕。本想在他下台后作为奖励亲手交给他，可话到嘴边，看着他那张规规矩矩的脸，听着那句疏离客气的多谢师尊，他竟一个字都说不出口。一丝苦涩悄然爬上他的嘴角。以后他都会是这样了吗？像对待宗主、对待其他长老那般，对自己恭恭敬敬，行礼问安，再无半分逾越。这才是正常的师徒关系，这才是最正确的相处之道。雪梨渊在心中反复地告诉自己，可他的心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抗拒着这种正确。夜深了，月光如水，
透过窗棂洒下一地清灰。雪梨渊躺在榻上，辗转反侧，毫无睡意，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出季川今日的模样。那张英俊的脸上再没有了往日半分的痞气与轻佻，他的眼神清澈而平静，对着自己行礼时动作标准的无可挑剔。那句多谢师尊解围，礼数周全，却像一根冰冷的刺，扎得他心口隐隐作痛。他竟有些怀念前几日那个会嬉皮笑脸凑上来，没大没小地问他师尊是不是想我了的徒弟，他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这个念头一旦升起，便再也无法遏制。翌日清晨，季川果然准时出现在了青鸾殿外。弟子季川前来向师尊请安。他躬身行礼，声音平稳，态度恭敬。雪梨渊端坐在主位之上，一身白衣胜雪，面容清冷如旧。他只从喉间挤出一个单音，藏在宽大袖袍中的玉手却不自觉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季川汇报了昨日的修炼心得，言辞简练，条理清晰。说完之后便再度躬身，若无他事，弟子便先告退了。没有一句多余的调侃，没有一个试探的眼神，他像一个最标准最完美的徒弟。雪梨渊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挺拔孤高，却也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疏远。他维持着师尊的威严，一言不发，内心却早已是惊涛骇浪。原来他早已习惯了他的放肆，习惯了他那些让他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的撩拨，习惯了那份独属于他们二人之间不清不楚的暧昧。当这一切都消失时，剩下的只有令人窒息的煎熬。又是一天煎熬的一天。青鸾殿内空旷的令人心慌，天光从高高的窗格透下，在光洁如镜的地面投下一道冰冷的光痕，恰如雪梨渊此刻的心境。殿外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准时响起，弟子季川前来向师尊请安。声音平稳恭敬，听不出半分往日的波澜，却像一根烧红的细针，狠狠扎进了雪梨渊的耳朵里，让他浑身都不自在。他端坐在主位上，藏在袖中的玉手死死攥着，指节因为用力而泛起苍白。想让他滚，又想让他立刻进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念头在脑海中疯狂撕扯，几乎让他维持不住那副清冷的面具。最终所有的挣扎都化作了一个字，从他紧绷的唇间挤出。静。声音依旧清冷，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季川推门而入，他目不斜视，径直走到大殿中央，一丝不苟地躬身行礼。整套流程完美的无可挑剔，完美得让他心口发堵。他言简意赅地汇报了昨日的修炼事宜，条理清晰，字字恳切。说完便再度躬身，若无他事，弟子便先告退了。那份疏离像是一堵无形的冰墙，横亘在两人之间。站住！雪梨渊猛地站起身，声音里带着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因为动作太急，宽大的云袖在空中划出一道凌厉的弧线，带起一阵微风。季川停下脚步，缓缓转过身，他的脸上依旧是那副平静无波的表情，仿佛一座不会被任何情绪撼动的冰山。他越是平静，雪梨渊的心就越是烦乱如麻。他张了张嘴，那句在心里排演了无数遍的对不起，此刻却如同一块巨石，沉甸甸地堵在喉咙口，怎么也吐不出来。师尊怎么能向徒弟道歉？传出去，他雪梨渊的脸面何存？可他看着他那双澄澈的眼睛，那里面再也没有了往日那抹独属于他的戏谑与温柔，只剩下恭敬与平淡。心口像是被生生剜去了一块，空落落的疼。骄傲与自尊在这一刻被那股即将失去的恐慌彻底击溃。前几日他终于开口，声音干涩的厉害。是为师态度不好。他别过脸，不敢去看季川的眼睛，白皙的耳根却悄然染上了一抹绯红。能不能别再跟为师这么生分了？这句道歉说的声音又别扭，却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季川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紧紧攥着袖口，指节泛白，看着他强装镇定却微微泛红的眼角与颤抖的睫毛。他心中那点故意营造的疏离感瞬间土崩瓦解，只剩下满意的心疼。一声机不可闻的轻叹从他口中溢出，他哪里是真的在生气，他只是想让他明白，他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高高在上需要他仰望的师尊。他上前一步，仅仅一步，那股令人窒息的距离感便被瞬间打破。徒儿哪敢生师尊的气？他的声音恢复了往日的温度，甚至还带上了一丝熟悉的不正经的笑意。雪梨渊猛地抬起头，撞进他那双含笑的眼眸里。弟子只是在想，若是弟子哪天真的生气了，师尊是不是要拿出点什么诚意，好好哄哄我？这熟悉的腔调，这熟悉的眼神。雪梨渊紧绷的身体瞬间一松，一股难以言喻的委屈混杂着失而复得的喜悦猛地涌上心头。他眼眶一热，竟险些落下泪来。没大没小，他连忙别过头去，
声音里却带着一丝连他自己都没发觉的娇嗔。季川嘴角的笑意更深了，他知道那个会脸红、会害羞、会嘴硬的师尊终于回来了。雪梨渊像是想起了什么，快步走到案几旁，有些慌乱地端起那个他放了一整夜的白玉食盒。他将食盒递到季川面前，脸上还带着未褪去的红晕，眼神却飘忽着，不敢与他对视。给你做的。他的声音很轻。尝尝。季川打开盒盖，一股清甜的桂花香气扑面而来。几块晶莹剔透的糕点安静地躺在里面，像是用冰雪精心雕琢成的艺术品。他拿起一块放入口中，入口即化，甜而不腻，清冷的桂花香气在唇齿间缓缓弥漫开来，还带着一丝独属于他的极淡的梅香。好吃吗？雪梨渊看着他，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紧张与期待。季川看着他这副样子，故意沉吟了片刻，眉头微微皱起。雪梨渊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一般般吧，他淡淡的说道。雪梨渊眼中的光肉眼可见的暗淡了下去，流露出一丝掩饰不住的失落。季川却忽然凑近了他，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还是没有师尊你亲口味的好吃。他温热的气息拂过耳畔，让雪梨渊的身体猛地一僵，一股热气从脖颈直冲头顶。你！他又羞又气，抬手就要打，季川却笑着握住了他纤细的手腕。只是这一次他没有再松开。大殿内那股清甜的桂花香与清冷的莲香交织在一起，空气似乎都变得粘稠而暧昧。季川脸上的笑意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敛去，那双总是带着几分戏谑的眼眸此刻深邃的如同紫夜的星空，里面翻涌着一种他看不懂却足以让他心惊肉跳的浓烈情绪。他握着他手腕的力道不重，却带着一种不容挣脱的决绝。雪梨渊的心跳毫无征兆地漏了一拍，一种莫名的慌乱如同藤蔓般瞬间缠住了他的心脏。川儿，你……他想让他放手，想让他规矩点，想让他变回那个嬉皮笑脸却又保持着最后一分界限的徒弟。可他的话却被他那极具侵略性的目光死死地堵在了喉咙里。他往前踏了一步，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被拉近到只剩一拳之隔。雪梨渊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灼热温度，能清晰地看到他漆黑瞳孔中自己那张写满了慌乱的脸。他下意识地向后退去，季川却如影随形，又逼近一步，他的另一只手抬了起来，轻轻抚上了他的脸颊，指腹带着脖茧划过他细腻的肌肤，带来一阵让他站立的酥麻。雪梨渊浑身都僵住了，大脑一片空白。师徒的身份，宗门的规矩，所有的理智与矜持，在这一刻被他指尖的温度烧得灰飞烟灭。这些天积攒的所有委屈，所有不安，所有害怕他会真的疏远自己的恐惧，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为他续命的夜晚，肌肤相贴的记忆，所有的一切都在此刻发酵翻涌。他看着他微微颤抖的睫毛，看着他因紧张而抿紧的泛着水光的红唇，他再也忍不了了。季川猛地低下头，在雪梨渊震惊圆睁的凤眸中精准地吻住了他的唇。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彻底静止，雪梨渊的脑袋嗡的一声，彻底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唇上传来的触感温热柔软，却又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霸道。他身上那股清冽的男性气息混杂着他亲手做的桂花糕的甜香，疯狂地涌入他的鼻腔，侵占了他所有的感官。他怎么敢？他是他的徒弟。这个念头如同惊雷般在脑海中炸响。雪梨渊猛地回过神来，一股巨大的羞愤与恐慌瞬间席卷了全身。他开始用力挣扎，双手抵在他的胸膛上，拼命地想要推开他。放开！他的声音破碎而模糊，听上去没有半分威慑力，反而更像是一种呜咽。季川却像是没有听到一般，他扣在他脑后的手掌微微用力，不让他有任何退避的机会，另一只手臂则顺势环住了他纤细的不盈一握的腰肢，将他整个人都禁锢在自己怀里。这个吻变得更加深入，更加炽热，带着他积攒了太久的、压抑了太久的感情，如山洪般宣泄而出。雪梨渊的挣扎在他的铁臂环绕之下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不只是因为唇舌被掠夺，更是因为那份冲破禁忌的刺激与恐惧。他终于用尽全身力气，将头偏向一侧，贪婪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一张清冷绝美的脸此刻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眼角甚至泛起了屈辱的水光。季川，他的声音尖锐而颤抖，充满了难以置信。你疯了，快放开我！你冷静一点，你再不放手，休怪为师不客气了。雪梨渊的声音带着一丝无法抑制的颤抖，他用尽全身力气想要推开身前这个胆大包天的逆徒，可季川的臂膀却如同铁柱，纹丝不动。他依旧不为所动，甚至变本加厉。那只抚在他脸颊上的手
指腹轻轻的带着一丝近乎残忍的温柔，摩挲着她刚刚被吻得红肿的唇瓣。这极具羞辱性的动作彻底点燃了雪梨渊所有的怒火。他猛地一咬牙，手心处冰蓝色的灵力骤然凝聚，化作一朵霜花，整个大殿的温度都为之骤降。他终于挣脱了他的怀抱，向后急退数步，拉开了距离。看来为师平日里真是太纵容你了。雪梨渊美眸含煞，手心那朵蕴含着恐怖力量的霜花，准备强行压制他。谁知面对这足以冰封山峦的一击，季川脸上没有半分惧色，他甚至连躲闪的意思都没有。季川只是抬起右手，单手掐了一个无比诡异却又简单至极的诀，散，一个字轻飘飘地从他唇间吐出。雪梨渊掌心那凝聚到极致，即将脱手而出的冰蓝色灵力，竟像是被戳破的气泡一般，噗的一声应声而散。没有惊天动地的对撞，没有凌厉肆虐的余波，就那么凭空消散了，化作几缕微不足道的寒气，消弭于空气之中。雪梨渊彻底愣住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掌心，又猛地抬头看向季川，眼中写满了惊疑与不解。怎么可能？他明明只是化灵境，自己可是天煞境，这中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他到底做了什么？就在他心神俱震，百思不得其解的瞬间，季川的身影再次逼近，那股熟悉的让他心慌意乱的气息又一次将他笼罩。他再次吻了上来。这一次雪梨渊的大脑已经无法思考，身体也因为极致的震惊而变得僵硬，失去了所有反抗的力气。就在他感觉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要软掉，即将沉沦在这片禁忌的漩涡中时，痛，被咬住了。他的舌尖传来刺痛，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呜咽。他这才发现，不知何时，一道黑红色的细如发丝的诡异阵纹在他舌面上。刹那间，他如遭雷击，所有的羞愤与慌乱都被一股更深的惊恐与愤怒所取代。逆徒！他厉声骂道：“你什么时候在我身上下的禁制？快给我解开！”季川却对他的怒斥充耳不闻。他看着他那张因愤怒而愈发显得明艳动人的脸，眼底翻涌着深沉的占有欲。下一刻，季川弯下腰，在雪梨渊的惊呼声中将他整个人拦腰抱起，是那种他只在凡间画本里见过的公主抱的姿势。你要带我去啊？放我下来！季川不发一言，抱着他，迈开沉稳的步伐，径直走向了那更加私密的后殿。一坤个时辰之后，殿外夜色如墨，皎月被乌云遮掩，只余几缕清冷的光透过雕花窗棂，在青玉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殿内烛火摇曳，将两道相依的身影投在绣着九凤纹的纱帐上，映出模糊交缠的轮廓，如墨染的画卷般摇曳。雪梨渊无力地瘫倒在锦绣堆中，肌肤如出雪映霞，青丝散落如云，几缕如诗的鬓发贴在泛红的脸侧。他气息微乱，胸口轻轻起伏，纤腰如柳，随呼吸阵阵颤动。季川慢条斯理地系着腰间玉带，玄色衣袍衬得他身形愈发挺拔。他居高临下地欣赏着师尊此刻的狼狈模样，唇角勾起一抹邪气的笑，烛光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上投下阴影，更显得那双狭长的眼眸深不可测。师尊这模样，真是……他俯身，指尖轻轻掠过雪梨渊汗湿的脸颊，令人爱不释手。雪梨渊猛地别过脸去，却因这个动作牵扯到酸软的腰肢而轻哼一声。他颤抖着抬起手臂，用手背擦去唇角残留的神秘痕迹，眼中水光潋滟，却满是羞愤。逆徒，本尊这次都从了你了。他的声音因方才的过度使用而沙哑，能不能解开为师的禁制？季川闻言低笑，笑声如羽毛般轻扫过雪梨渊的耳廓。他单膝跪上床榻，修长的手指挑起师尊尖细的下巴，迫使他直视自己。师尊想让徒儿解开啊？雪梨渊被迫仰起脸，长睫轻颤，眼中闪过一丝屈辱与期待交织的复杂情绪。他咬着下唇轻轻点头，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竟有几分楚楚可怜，与他平日高高在上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季川眸色一暗，俯身凑到他耳边，灼热的呼吸喷洒在那泛红的耳垂上。那师尊唤我一声好夫君听听。你……雪梨渊猛地睁大眼睛，原本潮红的脸颊瞬间血色尽退，又迅速涨红。他挣扎着想要起身，却被季川一只手轻易按回床榻，震起两片涟漪。他愤怒地瞪视着这个胆大包天的逆徒，胸口剧烈起伏。季川，你别太过分。季川不慌不忙地用拇指摩挲着他精致的锁骨，感受着掌心下急促跳动的脉搏，叫不叫？他故意放慢语速，难道师尊甘愿一辈子被封修为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吗？说到最后几个字时，他的指尖恰好划过雪梨渊的丹田那里，本应是灵力汇聚之处。雪梨渊浑身一颤，他堂堂地煞境巅峰强者，曾一见霜寒14周的寒离仙子，如今竟沦落到被自己一手养大的徒弟威胁的地步。他闭上眼，
长睫头下的阴影遮住了眼中的屈辱与杀意。片刻沉默后，他突然抓起一旁的袖枕盖在自己脸上，声音闷闷地从枕下传来：“细若蚊啊。”好，好夫君。尾音颤抖着上扬，带着几分不自然的甜腻。话音刚落，他便羞恼地将自己整个埋进颈背中，只露出一截雪白的小腿和凌乱的发梢在外，脚趾因羞耻而紧紧蜷缩。哼哼，季川喉间溢出一声低笑，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愉悦。想到等会自己要说什么，便憋不住笑。他俯身贴近那团鼓起的被子，能清晰地听到里面急促的呼吸声。他故意用气音在他耳边轻道：“骗你的，叫了也疯。”季川颈背猛地被掀开，雪梨渊如炸毛的猫般弹坐起来，眼中怒火几乎化为实质。他扬起手就要给这逆徒一记耳光，却因浑身酸软而动作迟缓，被季川轻易扣住手腕按回床上。你个混蛋！他挣扎无果，只能羞愤地瞪着季川，胸口剧烈起伏。有本事你就永远别解开本尊的封印！他咬牙切齿，只要你敢解开，不论你在天涯海角，本尊立刻过去杀了你。似乎觉得不够解气，他又补充道：“把你碎尸万段，然后再丢到海里喂鱼。”季川不怒反笑，反而因他这副模样更加兴奋。他俯身在他唇上轻啄一口，在雪梨渊震惊的目光中悠然道：“师尊生气的样子比方才求饶时更美呢。”看着师尊眼尾泛红，气鼓鼓地瞪着自己的模样，季川只觉得心间发软。那跟撒娇一样的怒骂非但没让他生出半分恼意，反倒怕这浴血可爱的人儿真气着了，连忙温声细语地哄道：“娘子消消气，而夫君知错了。”季川嘴角噙着坏笑，手臂已经伸到了雪梨渊面前。他那双总是含着3分戏谑的眼睛此刻弯成了月牙，目光在师尊因怒气而泛红的耳尖上流连。逆徒，谁准你如此称呼本尊？雪梨渊一张俏脸涨得通红，连脖梗都染上了淡淡的粉色。他一把抓住季川伸来的手臂，低头就咬了上去。季川能感觉到师尊温软的唇瓣贴在他手腕内侧最敏感的位置，背齿轻轻陷入皮肉，也不知是舍不得还是没力气，终究没舍得用力。撕师尊咬得好疼。季川装模作样的倒吸一口凉气，心里却对师尊这样子越来越喜欢。他另一只手掐诀，灵力流转，在掌心织成一只半人高的布偶熊，那熊通体雪白，唯独鼻头一点粉，憨态可掬的模样与此客气鼓鼓的雪梨渊如出一辙。给师尊赔罪。季川将布偶熊往雪梨渊怀里一塞，趁机揉了揉师尊可爱的脑袋，青丝从指缝渗出，发丝如绸从他指缝间划过，带着淡淡的雪莲香气。这娃娃里填的是昆仑暖玉絮，抱着睡最是舒服。雪梨渊下意识接住了布偶，随即意识到自己举动太过孩子气，连忙板起脸来：“谁要你的破娃娃？本尊活了200余年，早过了玩这些的年纪。”话虽如此，他的手指却不自觉地陷进了布偶熊蓬松的绒毛里。季川低笑出声，伸手揉了揉方才被咬的地方，那里果然留下了2排浅浅的牙印，在腕骨突出的位置泛着暧昧的粉色。哎呀，师尊下口真狠，怕是要留疤了。他故意将手腕举到雪梨渊眼前晃了晃，不过徒儿皮糙肉厚，师尊若是还没消气，换个地方咬也成。你！雪梨渊气得跺脚，广袖一甩就要转身，却被季川接下来的话定在了原地。今夜我要去见种。季川神色忽然认真起来，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佩剑，掌门认出无极剑法了。无极剑法？那不是白无涯的。他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几个字几乎含在了唇齿间。季川看见他纤细的手指死死攥住了布偶熊的耳朵，指节都泛出了青白色。难怪。他仰起脸，鼻尖几乎碰到季川的下巴。方才可本尊就察觉你体内灵力运行轨迹有异，那股剑意。他的声音微微发颤：“川儿，你究竟？”季川忽然伸手，食指轻轻抵在了雪梨渊柔软的唇上。他能感觉到师尊的呼吸骤然急促，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指节。那双总是盛满威严的杏眼此刻睁得极大，睫毛像受惊的蝶一般轻颤。师尊。季川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几分平日里不曾显露的沙哑：“我的事，时机成熟，您自会知晓。”他的拇指无意识地蹭过雪梨渊的下唇，随即像是惊醒般收回手：“时辰不早了，徒儿该去赴约了。”他转身时，雪梨渊突然抓住了他的衣袖。季川回头看见师尊眼中闪过一丝他从未见过的慌乱。你！他咬了咬下唇，最终还是松开了手。路上小心。季川心头一热，差点就要将那些埋藏心底的秘密和盘托出，但最终他只是轻轻点头，转身时衣袂翻飞，几个起落便消失在了暮色中。雪梨渊站在原地，怀中的布偶熊被他无意识的越抱越紧，直到季川的身影彻底看不见了，他才像是突然泄了气般，一拳捶在布偶熊的脑袋上。逆徒！他咬牙切齿地骂道，
眼眶却莫名其妙的有些发热，有秘密不告诉本尊。面见宗主也不让本尊跟着，说着又是一拳，装什么深沉，耍什么帅？布偶熊软绵绵的脑袋被他捶得东倒西歪，却始终保持着那副憨笑的模样，像极了某个总是嬉皮笑脸惹他生气的人。雪梨渊捶着捶着，忽然把脸埋进了布偶熊蓬松的绒毛里。别留我一个人啊，蠢货！他的声音闷在绒毛里，轻得几乎听不见。夜色如墨，泼洒在凌霄宗连绵起伏的山峦之上。季川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脚下的飞剑划破寂静的长空，朝着人迹罕至的后山疾驰而去。晚风带着山林间特有的湿润与清冷，拂过他的脸颊。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他脑海中毫无征兆地响起。叮！宿主与师尊解锁新知识，奖励功法太虚引龙诀。季川脚下的飞剑差点一个趔趄。太虚引龙诀可将1寸以内的任意物体完美隐藏，准地境以下神识不可查。看完功法信息，嘴角不由得抽了抽。1寸以内，这玩意儿有啥用？藏根绣花针吗？可转念一想，季川的眼神忽然变得有些猥琐，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好像也不是全无用处。飞剑穿过最后一层薄雾，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那是一处悬崖，崖边生长着一棵不知多少岁月的兰花银古树，满树的紫蓝色花朵在月光下如梦似幻。皎洁的明月悬于天际，仿佛一伸手就能触碰到那冰凉的轮廓。古树粗壮的枝干下悬挂着一副精致的秋千，一个身影正坐在秋千上轻轻摇荡。那是一名女子，身着一袭淡紫色的夜地纱裙，裙摆随着秋千的晃动，在夜风中漾开一圈圈温柔的涟漪。她只用一根简单的银簪束起部分青丝，其余长发如瀑般垂落肩头。季川的呼吸不自觉地放缓，随着他转向这边，他终于看清了那张脸。那是一张足以令天地失色的绝美容颜，尤其是那双罕见的紫蓝色瞳孔，深邃得如同星海，眼角一颗小小的泪痣，又为这份绝美平添了几分勾魂摄魄的妩媚。他的身姿婀娜，即便只是静静坐在那里，便是一幅绝美的画卷。饶是季川见惯了绝色，此刻也不由得看呆了片刻。拜见宗主。这便是凌霄宗宗主迟暮嫣然。秋千缓缓停下，迟暮嫣然站起身，紫色的眼眸淡淡的扫了过来。他轻轻吸动鼻翼，似乎嗅到了什么。你身上有冤的味道。话音刚落，一股恐怖绝伦的威压如天塌地陷般猛然降临，天煞境巅峰的威势让整片空间都为之凝固。坏了，出门太急。季川仿佛看到了自己修仙之路在面前断成了2截。季川感觉自己僵硬的脖子像是生了锈的铁器，转动一下都发出嘎吱的声响。后背的衣衫已经被冷汗彻底打湿，紧紧贴在皮肤上，山风一吹，凉意刺骨。他活了2辈子，还是头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在鬼门关前反复横跳。宗主，您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季川扯了扯嘴角，露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是吗？迟暮嫣然歪了歪头，紫蓝色的眼眸里波光流转，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促狭。本座倒是觉得挺有趣的。他莲步轻移，走到季川面前，一股淡淡的紫花银香气混合着女子特有的体香，丝丝缕缕地钻入他的鼻腔。这香味确实和雪梨渊身上的很像，却又多了一份成熟的韵味。渊儿那丫头整天在本座耳边念叨你。迟暮嫣然伸出纤纤玉指，轻轻点了点季川的胸口，说你是个顶没正经的混蛋，也是个值得托付的笨蛋。本座自然要亲自来瞧瞧，能把我们凌霄宗第一天才迷得神魂颠倒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原来如此。季川心中恍然，那股被天煞境巅峰强者支配的恐惧感总算彻底消散。闹了半天是闺蜜替好姐妹来把关了，看这架势，自己刚才的表现似乎勉强算及格。他心里正嘀咕着，迟暮嫣然已经转过身，重新走向那棵兰花银古树。他的目光落在秋千上，眼神里那份属于宗主的威严与算计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孩童般的向往与好奇，那是一种从未被满足过的渴望。季川捕捉到了这一丝微妙的情绪变化。宗主似乎很喜欢这秋千，他试探着问道。喜欢？迟暮嫣然自嘲地笑了笑，轻轻抚摸着冰凉的秋千绳索。谈不上，只是从未玩过罢了。季川微微一怔，身为一宗之主，行事须端庄，举止要稳重，怎能像个小女孩一样玩这种东西？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不为人知的落寞。季川忽然觉得，眼前这个女人卸下宗主的光环后，也只是一个会被世俗规矩束缚的普通女子。谁说秋千是小女孩玩的东西？季川忽然笑了起来。而且这东西一个人玩最是无趣。迟暮嫣然闻言，疑惑的回眸看他。秋千得要2个人玩才最有意思。话音未落，季川已经绕到了他的身后。
在迟暮嫣然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双手扶住秋千的绳索，轻轻一推，呀！迟暮嫣然发出一声惊呼，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前荡去。夜风拂过耳畔，裙摆飞扬，满树的紫蓝色花瓣随着他的晃动，簌簌落下，如下了一场绚烂的香雪。起初他还有些紧张，双手紧紧抓着绳索，可随着秋千越荡越高，视野在悬崖与星空间来回切换，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与刺激感涌上心头。压抑许久的欢笑声终于冲破了束缚，在寂静的崖边清脆的回响。这一刻，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凌霄宗宗主，只是一个第一次玩秋千笑得无比开心的女人。季川在后面看着她飞扬的裙角与发丝，嘴角的笑意也愈发真实，或许是玩得太过投入。迟暮嫣然在秋千荡回来的瞬间，竟忘了该如何停下，身子猛地向后一仰。啊，小心！季川下意识地上前一步，伸出双臂，稳稳地将她接在了怀里。温香软玉，满怀馨香。迟暮嫣然整个人都倒在了季川的胸膛上，隔着几层衣料，她甚至能感受到那惊人的柔软与弹性。她的发丝拂过她的脸颊，痒痒的，气氛瞬间变得暧昧起来。迟暮嫣然俏脸一红，连忙想要站起身。别动！季川低沉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她这才发现自己裙摆上的一枚精致的紫玉流苏，不知何时竟牢牢地勾在了季川腰间的玉带上。她这一动，非但没能分开，反而因为重心的关系，整个人更紧密地趴进了他的怀里。两人的脸颊几乎快要贴在一起，彼此的呼吸都清晰可闻。沉默在两人之间蔓延，空气中的温度似乎都升高了几分。尴尬的气氛在两人之间凝固，连风都仿佛识趣地停下了脚步。季川能闻到他发间传来的淡淡花香，混合着他独有的体香，沁人心脾。迟暮嫣然的脸颊烫得惊人，连耳根都泛起了一层薄薄的粉色。他挣扎着想解开那枚勾住的流苏，可越是心急，那丝线缠得越紧。噗嗤，一声轻笑打破了这旖旎的死寂。是迟暮嫣然。他先是低低的笑，肩膀微微耸动，随即像是再也忍不住，笑得花枝乱颤，整个人都软在了季川怀里。哈哈哈哈！他的声音带着笑意，少了宗主的威严，多了几分小女人的娇憨。好久没有这么狼狈过了。季川也跟着笑了起来，这笑声驱散了空气中最后一丝暧昧，只剩下一种轻松的清静。他低头看着怀里笑得眼角都沁出泪花的女人，伸出手，用指尖小心翼翼地将那枚紫玉流苏从自己的玉带上解了下来。他的动作很稳，手指偶尔会不经意地触碰到她柔软的裙摆。迟暮嫣然的笑声渐渐停歇，感觉到流苏被解开，他这才有些不好意思地从她怀里站直了身子，整理了一下微乱的裙衫。他抬眸看向季川的眼神已然恢复了几分清明，方才的失态仿佛只是一场短暂的幻梦，可两人之间的气氛却确确实实不再像之前那般疏离。多谢，他轻声说道，语气真诚。季川摆了摆手，目光转向一旁的石凳。宗主今夜邀我前来，应该不只是为了荡秋千吧？迟暮嫣然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随即莞尔一笑，率先走了过去，在石凳上坐下。夜风清凉，吹散了他脸颊上的最后一丝热意。他拍了拍身边的位置，示意季川也坐下。两人并肩而坐，兰花楹的落花飘在他们肩头，星空在头顶静默无言。沉默了片刻，迟暮嫣然终于开口，语气中的轻松俏皮已经完全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宗之主的审慎与严肃。你身上的无极剑意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才是他今夜真正的目的。季川的眼神微微一凝，却并不意外。从他踏入凌霄宗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这身剑意绝对瞒不过眼前这个女人。在外游历时偶然所得。他的回答滴水不漏，听不出任何情绪。迟暮嫣然的凤眸紧紧锁在他的脸上，仿佛要将他整个人都看穿。那目光锐利如刀。偶然？是。季川迎着他的目光，没有丝毫躲闪。他的神情坦然的不像话。在一个前辈的墓旁，听到墓这个字，迟暮嫣然那审视的目光中似乎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他没有追问墓在何处，也没有问是哪位前辈。这些问题问了也是白问。可季川却像是没有看到他眼中的变化，自顾自地继续说了下去。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那位前辈名叫白无涯。话音落下的瞬间，世界仿佛静止了，风停了，花不再飘落，就连头顶的星辰似乎都暗淡了一瞬。迟暮嫣然脸上的所有表情在那一瞬间尽数褪去，那份属于宗主的威严，那份调侃晚辈的俏皮，那份属于女人的娇羞，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极致的近乎虚无的平静。他紫蓝色的瞳孔像是被投入石子的深潭，泛起一圈圈涟漪，随即又迅速恢复了古井无波。
那审视的锐利的目光也随之软化下来，落点却不再是季川，而是穿过了他，望向了远方那无尽的被月光浸染的夜空。唉，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尘埃落定后的空洞。果然，他早就预想过这个结局。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石凳上粗糙的纹路，声音渐渐低沉。当年他一人一剑独闯魔渊，为宗门争取了100年太平，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是下一任宗主。他说这些时，眼中没有半分儿女情长，只有纯粹的敬佩与怀念。白师伯的剑意里有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季川回忆道，就像出鞘必饮血的利刃，杀伐果断，却从不滥杀。迟暮嫣然的目光变得悠远，他总说剑修当如清风，命折不弯。夜风卷起一地落花，在他脚边打着旋儿。这位平日里威严的宗主，此刻背影竟显出几分单薄。在抬头时，眼中已恢复了往日的清明。季川，你既能得他传承，便是与我凌霄宗有缘。月光下，他的身影忽然变得高大起来，紫衣无风自动，属于天煞境巅峰的气势再次笼罩四周。莫要辱没了这身剑意。这句话他说的极重次日，天光大亮。季川是被一阵急促的啾啾声吵醒的，他烦躁地睁开眼，推开窗户，正准备对着那只扰人清梦的纯鸟发飙。窗外一只通体雪白，只有头顶一撮呆毛是冰蓝色的肥鸠，正用黑豆般的小眼睛瞪着他。下一刻，一道他再熟悉不过却带着7分羞恼3分急切的女声从那肥鸠的嘴里传了出来，逆徒，还要睡到什么时候？速来青鸾殿见我。季川瞬间清醒，睡意全无。他看着那只气鼓鼓的传音灵宠，嘴角的弧度越拉越大。哟，我以为是谁呢？他懒洋洋地倚着窗框，对着那只肥鸠抛了个媚眼。原来是我家娘子啊！怎么都这么想夫君了，还不舍得亲自来喊我起床？传音肥鸠身上的羽毛瞬间炸开，显然是另一头的雪梨渊被气得不轻。谁是你娘子？他气急败坏的声音都有些变调。少在那自作多情，换你有正事相谈，赶紧给我滚过来！话音刚落，那肥鸠便扭头化作一道流光，头也不回地飞走了，仿佛多待1秒都会被他占了便宜。季川低笑着摇了摇头，慢悠悠地起身更衣。正是，哼，他可不信。青鸾殿，今日的雪梨渊没有端坐在主位上，他斜倚在殿侧那张铺着雪白狐裘的金莲宝座上，姿态慵懒到了极点，一身素白的云纹长裙也遮掩不住那玲珑有致的惊人曲线。一条修长匀称的玉腿从裙摆下伸出，光洁的脚踝上系着一串细小的银铃，随着他无意识的晃动，发出极轻的脆响。3000青丝如瀑般披散在身后，几缕不听话的发丝垂落在他白皙的锁骨上，衬得那张清冷绝艳的脸平添了几分勾魂夺魄的妩媚。季川踏入大殿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活色生香的画面。他脚步一顿，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了一下。这女人是故意的。他压下心头那股燥热，脸上却挂起了那副招牌式的痞笑，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啧啧，他绕着宝座走了一圈，目光肆无忌惮地在他身上逡巡。我家娘子这么着急唤我前来，莫非是？他的声音压低，凑到他耳边，语气暧昧。又响了。雪梨渊慵懒的表情瞬间凝固，他猛地坐直身体，那双漂亮的凤眸中燃起2簇火焰，一张俏脸涨得通红。混账东西！他羞恼地低斥一声，掌心寒气汇聚，一朵晶莹剔透、散发着恐怖低温的冰莲在他白皙的手心迅速成型。大殿内的温度骤然下降。面对这足以冰封一切的杀招，季川却依旧是那副闲庭信步的模样。他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抬起手轻轻打了个响指。啪！清脆的一声，那朵凝聚了天煞境强者怒火的冰莲竟像是被戳破的肥皂泡，噗的一声溃散成漫天冰晶，随即消弭于无形。雪梨渊举着空无一物的手彻底呆住了。季川这才慢悠悠地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指轻轻抬起他小巧的下巴，强迫他与自己对视。娘子，下次动怒之前可要想清楚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这禁制，夫君我可是随时都能催动的。雪梨渊气得浑身发抖，胸口剧烈起伏着，却一个字都骂不出来。最终所有的羞愤与无奈都化作了一个动作。他气嘟嘟地一把拍开季川的手，双臂环在胸前，扭过头去不看他。那副模样像极了一只炸了毛却又打不过对方，只能原地生闷气的小哈基米。季川好整以暇地看着他，那副炸毛的模样非但没有半分威慑力，反而让他心头发痒。他也不急，就这么负手而立，嘴角噙着那抹让他又爱又恨的笑意。师尊这么急着叫弟子前来，所谓何事？他的声音懒洋洋的，带着一丝明知故问的调侃。我可是很忙的。雪梨渊深吸一口气，
强行压下心头的羞愤，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像往常那般清朗。可那微微颤抖的尾音，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平静。他从金莲宝座上缓缓站起身，赤足踩在冰凉的地面上，脚踝的银铃发出一阵细碎的轻响，那声音像是敲在季川的心尖上。秋千，好玩吗？他冷不丁地问道，声音里带着冰茶。季川微微一愣，他没想到师尊都知道了。随即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甚至带上了一丝了然。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呢。他迈开步子，丝毫不见外地走到他身边，在那张只属于他的金莲宝座上坐了下来，甚至还顺势伸出手，一把拦住了他那不盈一握的纤腰。他将他往怀里一带，呀！雪梨渊整个人都跌坐在自己腿上，季川下巴轻轻搁在他的香肩上。怎么？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的耳廓，激得他阵阵颤抖。吃醋了，这3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雪梨渊的脑海中炸响。他整个人都僵住了，脸上好不容易褪去的红晕，又一次以更凶猛的势头席卷而来。谁吃醋了？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挣扎起来，气急败坏地拍开他那只正在不老实的大手。胡说八道！他红着脸，强装镇定地从他怀里挣脱，挪屁股，坐远了几公分距离，眼神躲闪，就是不敢看他。为师只是听说。他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公事公办。你那未婚妻萧雪要与你在擂台之上了结这门婚约，你也知道神鸾峰那圣子与他素来交好。你若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轻笑打断。师尊这么关心弟子的婚事啊？季川的身影不知何时又贴了上来，温热的呼吸拂过他泛红的耳垂。不如您来当这个道侣。谁要当你道侣？做梦！雪梨渊仿佛被火烫到一般，整个人都慌了，下意识就想去摸腰间的玉箫，那是他的法器，也是他最后的防线。可手腕却被一只温热有力的大手牢牢扣住。金莲宝座旁的空间本就不大，他这一退，后背便抵在了冰冷的宝座边缘，退无可退。转眼之间，他整个人便被这个逆徒死死困在了臂弯里。师尊！季川低头看着怀里这张慌乱又明艳的脸，眼底的墨色愈发深沉。看来我是真该好好控制你了。他的指尖轻轻勾住了他腰间那根素白色的丝带，然后在雪梨渊骤然收缩的瞳孔中，缓慢而坚定地向外一扯，丝带飘然落地，那深云纹长裙瞬间松垮了下来。你！他随即便欺身压了上来。看着那道逐渐在视野中放大的身影，雪里渊的脑子彻底懵了，所有的矜持与理智都在瞬间崩塌。逆徒，你要干嘛？他的声音尖锐，却又带着哭腔。又想在这大殿上欺负为师吗？不行，门还没关呢。2个时辰后，殿内那迷你的鹰燕之声终于渐渐停歇。季川心满意足地将怀中的人搂得更紧了些，怀中的师尊显然还没从那滔天的浪潮中缓过劲来，他浑身软得像一滩春水，白嫩的藕臂无力地挡在自己凌乱潮红的俏脸上，遮住了眼睛，水润嫣红的唇瓣微微张着，正大口地喘着粗气。季川低头，在他那泛着诱人红晕的耳尖上轻轻咬了一口。下月圣子选拔。他的声音带着事后的沙哑，充满了致命的磁性。不用夫君多说了吧？说话。好。雪梨渊整个人都处在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几乎是潜意识的应着，连那蜷缩在他胸前保养得宜的指尖都泛着一层淡淡的惹人怜爱的粉色。圣子大选之日，凌霄宗内人声鼎沸，无数弟子汇聚于山门前的巨大白玉广场，翘首以盼。高台之上，季川双手环胸，姿态闲适地倚着一根玉柱，俊朗的脸上挂着一丝不明显的笑意，显得卓尔不群。他身旁的雪梨渊今日穿了一身极为华美的冰蓝色宫装长裙，裙摆上绣着繁复的银色云纹，衬得他本就绝色的容颜愈发清冷高贵。只是这位平日里威严满满的长老，此刻却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他那张总是没什么表情的俏脸泛着一抹不正常的红晕，一双玉手更是不住地拨弄着自己的裙摆，眼神飘忽，不敢与身旁的逆徒对视。季川侧过头，目光在他身上打了个转，随即明知故问道：师尊这是怎么了？他凑近他，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垂。可是身体不适。雪梨渊的身子猛地一僵，那抹红晕瞬间从脸颊蔓延到了雪白的脖颈。他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声音压得极低，却充满了咬牙切齿的意味。还不是因为你这个逆徒，原来就在方才来广场的路上，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竟不由分说地将他拉进了路边的一片小树林里，以至于他现在总觉得裙摆之下有些难以言说的黏腻之感。季川嘴角的弧度更大了。师尊当时不也没反抗吗？他
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回味。而且刚刚师尊明明一脸的住口。雪梨渊面红耳赤，急忙打断了他。他抬起手，似乎想给他一掌，可看到他那双含笑的眼睛，最终却只是虚张声势地比划了一下。再敢胡说八道，我就……季川挑了挑眉，好整以暇地看着他。你就什么？雪梨渊憋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毫无威慑力的话：就罚你面壁1个月。台下无数道目光早已被高台上的2人所吸引。快看，是青鸾殿的学长老，他身边那个男人是谁？好生俊朗，好客，那就是季川啊！听说天赋异禀，如今看来果然气度不凡。你看他那眼神，又狂又野，好想背他。不少女弟子窃窃私语，看向季川的目光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仰慕与好奇。就在此时，一股无形的威压从天而降，整个广场瞬间安静下来。一道紫色的身影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高台主位之上，迟暮嫣然。他今日依旧是一袭慵懒的紫色纱裙，目光随意地扫过全场，清脆的声音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规则很简单，秘境开启3日，猎杀魔物获取积分，可组队，也可独行。击败他人，可继承其全部积分。他顿了顿，紫蓝色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冷意。若遇生死危机，捏碎玉符可传送出秘境，但视为弃权。随着迟暮嫣然一声令下，广场尽头的山门处，空间骤然扭曲，一道巨大的光幕如同水波般缓缓展开，散发着神秘的光晕。众弟子顿时激动起来，争先恐后地朝着光幕冲去，鱼贯而入。季川却不急不缓，依旧站在原地。他等到大部分人都已经进入，广场上的混乱渐渐平息，才慢悠悠地迈开了步子。雪梨渊看着他从容的背影，原本悬着的心不知为何竟安定了不少。当季川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光幕中的一刻，他才攥紧了手心。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季川脚踏实地，眼前是一片从未见过的原始密林，参天的古树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与腐液混合的腥气。他闭上眼，在脑海中轻声道：系统打开地图。下一刻，一幅散发着淡淡金光的半透明地图在他脑海中徐徐展开。地图上整个秘境的地形一览无余，无数光点在地图上闪烁，绿色的代表着其他弟子，红色的则代表着各种等级的魔物。季川意念一动，将地图放大，每一个光点的信息都变得清晰可见。季川的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这玩意儿可比什么千里眼顺风好用多了。啧啧，不错不错，系统，你可真是我的贴心小宝贝儿。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察的傲娇在他脑中响起。结，那是自然，本系统出品必属精品。猎杀时刻到了，请开始你的表演。季川甫一站定，便直奔积分最高也最强的魔物而去。他单手掐了个诀，身影骤然化作一道肉眼难以捕捉的流光，速度顿时提高了不止1个档次。秘境外，白玉广场之上，巨大的水镜光幕清晰地呈现出秘境内的全貌。数千个代表着弟子的绿色光点正小心翼翼地向四周扩散，唯独一个，那个代表着季川的绿色光点像是一道离弦之箭，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笔直地朝着秘境最深处那片代表着极度危险的猩红区域冲去。这是什么速度？他不要命了？那个方向可是魔物最密集的地方。疯子，简直是个疯子。当季川的身影终于站定，水镜的画面也随之切换，聚焦到了他所在的位置。看清他面前那头庞然大物时，场外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那是一头通体漆黑，身形如山岳般的巨虎，它周身缭绕着肉眼可见的黑红色煞气，额头上那只血色的独眼开合之间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暴虐气息。九幽冥虎，整个秘境中最强的魔物。所有人的心都沉了下去。雪梨渊的俏脸瞬间血色尽失，他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指尖微微颤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呐喊：快跑啊，蠢货！就在这时，水镜的画面一分为二，另一边2个运气极差的弟子恰好被传送到了九幽冥虎的巢穴附近。几头体型稍小的煞虎将他们团团围住，2人面色惨白，浴血奋战，剑光与术法交织，灵力不断轰鸣。可他们的所有招数在那悍不畏死的煞虎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噗嗤，其中一人的手臂被煞虎的利爪硬生生撕下。啊！血光迸溅，他在剧痛与绝望中终于捏碎了玉符，化作一道白光被传送了出去。剩下的那人独木难支，很快便被另一头煞虎扑倒在地，眼看就要命丧虎口，才在最后一刻被玉符的保命机制传送离去。整个过程，季川负手而立，就站在不远处的山坡上静静地看着。
仿佛眼前这血腥残酷的厮杀只是一场与他无关的戏剧。那头9幽冥虎终于发现了他，吼！一声震彻山林的咆哮，带着无尽的怒火与杀意。他那山岳般的身躯猛然移动，脚下的大地寸寸皲裂。他发疯一样的朝着季川冲了过来。腥风扑面，煞气滔天，季川却依旧负手而立，神色闲庭信步，仿佛根本没有看到那足以撕碎一切的血盆大口。他甚至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场外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不是，他为什么不躲？卧槽，这下死定了！雪梨渊更是吓得心脏都快停止了跳动，他不敢再看，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千钧一发之际，季川终于动了。他缓缓抬起右手食指，遥遥指向那奔袭而来的9幽冥虎，然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他的食指向下轻轻一压，没有惊天动地的巨响，没有绚烂夺目的光华，世界仿佛在这一刻被按下了静音键，一股无形却又重若千钧的恐怖压力骤然从天而降。噗！那头不可一世的9幽冥虎庞大的身躯在半空中猛然一滞，随即在一种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中，被那股无形的力量瞬间压垮，血肉模糊。他庞大的身躯如同一滩烂泥般被死死地按在地上，连一丝哀鸣都无法发出。以他为中心，方圆100丈的地面轰然下陷，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凭空出现，烟尘如同海啸般向四周席卷而去。而季川自始至终都站在原地，衣袂飘飘，纤尘不染，烟尘缓缓沉降，整个世界死一般的寂静。深坑之中，那滩模糊的血肉竟还在微微蠕动，碎裂的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断裂的筋腱试图重新连接。那只仅存的血色独眼用尽最后的力量，死死地盯着山坡上那个身影，是纯粹的、不甘的、疯狂的恨意。他还在挣扎，他竟然还想站起来，浑身颤抖着，那堆烂肉竟真的被一股蛮横的生命力硬生生撑离了地面半分。季川的眉梢机不可察地挑了一下，他甚至觉得有些无趣。不紧不慢的，他从宽大的袖袍中伸出手，一枚通体漆黑、刻着朱红色符文的符箓被他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他单手掐了个诀，那枚漆黑的符箓之上，朱红色的纹路瞬间亮起，仿佛有滚烫的岩浆在其中流淌。季川手腕轻轻一甩，符箓脱手而出，没有发出任何破空之声，只是轻飘飘的、悠悠的朝着深坑中的9幽冥虎飞去。他悬停在了巨虎的头顶。下一刻，符箓光芒大盛，以他为中心，一道道由精纯灵力凝聚而成的虚拟剑影倾泻而下，有细长的，有宽厚的，有带着倒钩的，有布满锯齿的，成百上千。噗！第一柄剑影精准地穿透了那只血色的独眼，没有惨叫。紧接着，足，是第2柄、第3柄、第4柄，无数的剑影如同被赋予了生命的食人鱼群，疯狂地斩刺、切割、搅动，血肉四溅。黑红色的血液与碎肉被剑影带起，又被后续的剑影搅碎。吼嗷！直到此刻，那压抑到极致，混合着无尽痛苦与屈辱的嘶吼，才终于从那堆烂肉中爆发出来，声音凄厉，震得整片密林都在颤抖。秘境外，广场中央，水镜前的死寂被这声凄厉的咆哮彻底打破。无数弟子脸色煞白，甚至有人忍不住干呕起来。天啊，这也太残忍了！他明明已经赢了，为什么还要这样？一个心软的女弟子捂住了嘴，眼中满是恐惧与不忍。残忍！他身旁一个面容冷峻的男弟子冷哼一声，眼中却闪烁着狂热的光芒。这才是真正的力量，对付魔物就该用雷霆手段，斩草除根。太强了！闲庭信步之间虐杀9幽冥虎，这才是我们修士该追求的境界。高台之上，雪梨渊原本煞白的俏脸，此刻又涌上一种病态的潮红。他看着水镜中那个云淡风轻，一手导演了这场血腥屠杀的男人，心中那份极致的担忧竟被一种更为陌生的，让他自己都感到战栗的情绪所取代。那是崇拜，是对绝对力量的本能向往。原来他已经这么强了，原来他根本不需要自己的担心。迟暮嫣然的紫蓝色眼眸微微眯起，他看的却不是那血腥的画面，他的目光死死锁定在季川的脸上，那份从容，那份漠然，那份对力量精确到极致的掌控力，这绝不是一个普通天才该有的心性。片刻之后，嘶吼声终于停歇，深坑之中再也看不到任何能够被称为生物的形态，只剩下满地狼藉，东一块西一块的模糊血肉散发着浓郁的血腥气。季川腰间那枚代表着身份的白玉佩忽然光芒大盛，一道耀眼的金色数字在玉佩表面浮现，
然后疯狂地向上暴涨，最终定格在一个让所有人呼吸都为之停滞的数值上，5万，整整5万积分。当那个耀眼到近乎刺目的金色数字在季川腰间的玉佩上彻底定格时，秘境外白玉广场之上，那短暂的死寂被瞬间引爆。5万，我没看错吧？是5万分。虹桥境魔物才10分，玄丹境100分，他越级击杀了真杀境的九幽冥虎，直接奖励5万分，这怎么可能啊？那可是九幽冥虎啊！惊呼声、质疑声、倒吸凉气的声音汇聚成一股喧嚣的浪潮，几乎要将高台都掀翻。无数弟子的脸上写满了匪夷所思。高台之上，雪梨渊那双紧紧攥住的玉手缓缓松开，手心里满是黏腻的冷汗。他看着水镜中那个连衣角都未曾凌乱半分的身影，心脏不争气地狂跳起来。迟暮嫣然依旧慵懒地倚在主位上，紫色的纱裙随着微风轻轻浮动，他的目光却锐利的像是一柄出鞘的利剑，死死地锁定着水镜中季川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仿佛要将他灵魂深处的秘密都给剖析出来。秘境深坑之旁，季川对外界的喧嚣一无所知，但也毫不在意。那足以让任何弟子疯狂的5万积分，在他眼中似乎与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任何区别。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仿佛这场碾压式的胜利本就是注定好的结局。他闭上眼，灵念在脑海中移动，似乎是发现到什么一般，缓缓睁开眼眸，一丝机不可察的金光从他眼底一闪而逝。下一刻，他脚尖在地面轻轻一点，整个人再次化作一道模糊的流光，朝着东北方向急速掠去。与此同时，秘境的另一处密林，婉儿，小心！一声凄厉的惊呼响起，2名身穿凌霄宗外门弟子服饰的少女正被一头体型巨大的3眼魔狼逼到了悬崖边上，退无可退。她们浑身浴血，灵力早已接近枯竭。其中一名被称为婉儿的少女，脸色惨白如纸，握着剑的手臂不住地颤抖。她另一只手颤巍巍地伸向怀中，想要去摸那枚保命的传送玉符。吼！3眼魔狼显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他中间那只树瞳闪过一丝人性化的残忍，腥臭的巨爪猛然挥出，砰！婉儿手中的长剑脱手飞出，整个人也被那股巨力扫中，狠狠撞在身后的岩壁上。噗！一口鲜血喷出，他怀中的玉符也随之滚落在地，滚到了离他数丈远的地方。完了！看着那枚遥不可及的玉符，婉儿的眼中瞬间被无尽的绝望所吞噬。要死了！场外无数弟子发出了惊呼，几位负责护道的长老脸色一变，身影瞬间从高台上消失，准备强行介入。可远水救不了近火，3眼魔狼张开血盆大口，锋利的獠牙在日光下闪烁着森然的寒光，朝着那名少女的脖颈狠狠咬了下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尖锐到极致，仿佛能撕裂耳膜的破空声骤然响起。那声音不大，却盖过了魔狼的咆哮，盖过了一切。被逼入绝境的婉儿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预想中的剧痛没有传来，一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凌冽剑气如同天外飞仙瞬息而至，没有剧烈的爆炸，没有凌厉的轰鸣，那头凶悍的3眼魔狼庞大的身躯在半空中猛地一僵，随即在婉儿惊骇的注视下，从头到尾被那道剑气瞬间分解，不是斩成2半，而是直接被那恐怖的剑意绞杀成了最原始的血雾。漫天血雾飘飘洒洒，将他面前的这片林地染上了一层凄美的猩红，腥甜的温热液体溅在了他脸上几滴。他呆呆地站在原地，脑子一片空白，直到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他的面前。他一手提着剑，剑尖的血珠滴落，瞬间又被无形的剑意蒸发，另一只手附在身后。他就那么站着，闲庭信步，仿佛刚刚只是碾死了一只碍眼的蚂蚁。周遭是血肉横飞的地狱景象，他身上却不染一丝尘埃，不沾一滴秽土，站立如柱，温柔如水。没受伤吧？他的声音很轻，像春风拂过湖面，瞬间抚平了他心中所有的恐惧与惊慌。那张俊朗的不像话的脸上没有半分杀戮后的戾气，只有一片温润的平静。他伸出手，那是一只骨节分明、干净修长的手。婉儿被那张脸、那双眼、那个温柔的动作彻底帅呆了，整个人都僵在原地，一瞬间竟没能反应过来。一种名为心动的感觉蛮横地占据了他整个脑海，脸颊不争气的瞬间烧成了红霞。直到另一名弟子回过神来，赶忙冲过来，语无伦次的道谢：“多谢师兄救命之恩。”“多谢师兄。”婉儿这才如梦初醒，下意识地握住了那只伸到他面前的手，被他轻轻拉了起来。可站稳之后，他的手却还呆呆地握着，忘了松开。那份温热的触感让他的大脑再次宕机。季川目光微动，
不动声色地抽回了自己的手。他转身，似乎准备离开。师兄，婉儿心中一急，脱口而出。季川的脚步停下，他微微回头，逆光中侧脸的轮廓完美的像是一尊神祇。敢问师兄高姓大名？青鸾峰，季川。话音落下的瞬间，秘境外广场之上，那面巨大的水镜前，死一般的寂静被彻底引爆。青鸾峰，季川，他就是那个一招秒了9幽冥虎，拿了5万分的季川。天啊！我刚刚还在想是哪个狠人，原来就是他！救命！又强又帅，还这么温柔，这谁顶得住啊？雪长老的弟子，难怪，难怪！无数女弟子看向水镜的目光，瞬间变得炙热滚烫，充满了毫不掩饰的痴迷。高台之上，雪梨渊看着水镜里那个被2名女弟子用崇拜目光注视着的逆徒，他那张清冷的俏脸不自觉地微微绷紧，握着扶手的手指也用力到泛白，一种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名为占有欲的情绪在他心底悄然滋生。3日后，秘境关闭的时刻已然临近，一处孤高的山崖之上，季川嘴里叼着根狗尾巴草，懒洋洋地躺在一块被日光晒得温热的巨石上。他连杀了3天，腰间玉佩上那刺目的金色数字早已定格在了87000分，整个秘境当之无愧的第一。他用系统地图扫了一眼，除了他，积分最高的那个倒霉蛋也才将突破3万，结局早已没了悬念。季川百无聊赖地吐掉嘴里的草根，准备就这么躺到秘境关闭。就在此时，2道不怀好意的身影从林中一前一后的包抄了过来。季川，可让我们好找啊！为首的那个鹰钩鼻弟子脸上挂着一丝狰狞的冷笑，他身旁的同伴则死死盯着季川腰间的玉佩，眼中是毫不掩饰的贪婪。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杀了季川，他们就能一步登天。季川眼皮都懒得抬一下，他早就料到会有这种不长眼的蠢货在最后关头跑来送死，他甚至连动手的欲望都没有。那2人见他这副无视的模样，顿时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妈的，你个缩头乌龟，装什么高手？鹰钩鼻弟子被他那副瞧不起人的姿态彻底激怒了。别以为杀了头9幽冥虎就了不起了，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季川依旧不为所动，甚至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们，那副样子仿佛在说，你们连让我正眼相看的资格都没有，找死！2人彻底暴怒，他们对视一眼，不再废话，同时催动了全身的灵力。鹰钩鼻弟子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血色纹路，气息瞬间暴涨数倍。他手中的长剑发出一阵凄厉的嗡鸣，一道惨绿色的剑罡带着腐蚀一切的恶毒气息破空而出。另一人则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那口血在空中化作一只狰狞的血色骷髅头，张开巨口，发出无声的咆哮，朝着季川的后心噬咬而去。他们竟同时动用了伤敌1000、自损800的禁术，2股截然不同却同样致命的能量瞬间封死了季川所有的退路。山崖震动，岩石崩裂，秘境外白玉广场之上，所有人都为季川捏了一把冷汗。太卑鄙了，居然2打1还用禁术偷袭，规则允许，有什么卑鄙的？只能怪他自己太过拖大。迟暮嫣然看着水镜中的画面，紫蓝色的眼眸中没有丝毫波澜，他只是淡淡的开口，规则之内，生死自负。雪梨渊的心却早已提到了嗓子眼。就在那2道攻击即将触碰到季川身体的瞬间，季川有些不耐烦的叹了口气，他心念一动，刹那间风停了，云滞了，天地仿佛在这一刻被抽走了所有的色彩，只剩下压抑的黑白，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宛如天神降下的恐怖威压骤然笼罩了整座山崖。那2名弟子脸上的狞笑瞬间凝固，他们惊骇地发现自己那足以开山裂石的至强杀招竟在距离季川3尺之外寸寸崩解，化作了最原始的灵力光点，消散于无形。扑通，2人双腿一软，竟被那股威压硬生生压得跪倒在地，膝盖骨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他们浑身颤抖，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季川这才慢悠悠地从巨石上坐起身，伸了个懒腰，走到了他们面前。鹰钩鼻弟子死死地盯着他，色厉内荏地嘶吼道：“有种放开我们，堂堂正正打一场！”季川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他，他一言不发，只是抬起腿，用一种极其羞辱的姿势抡圆了，狠狠一脚。砰！一声闷响，伴随着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惨叫。那个叫嚣的最凶的鹰钩鼻弟子双眼翻白，口吐白沫，捂着裤裆直挺挺地晕了过去。另一个弟子吓得魂飞魄散，裤裆瞬间湿了一片，疯狂地磕头求饶：“师兄饶命，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季川看都未看他一眼，
同样抡圆了腿画面骤然一黑。当季川的身影再次出现在白玉广场上时，秘境关闭的光芒也随之亮起。水镜之上，那2名弟子正躺在山崖上，捂着裤裆，口吐白沫，身体不住地抽搐，已然不省人事。当最后一道光芒散尽，秘境的入口彻底关闭，白玉广场之上那面巨大的水镜也随之暗淡下去。喧嚣的人声却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着那个刚刚从光芒中走出的身影季川。他依旧是那富懒洋洋的模样，仿佛刚刚经历的不是一场血腥的猎杀，而是一次轻松的郊游。他身后那2个偷袭他的弟子正捂着裤裆，口吐白沫，身体不住地抽搐，已然不省人事。这极具冲击力的一幕让所有喧嚣都戛然而止，整个广场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敬畏、恐惧、崇拜，无数复杂的情绪在人群中交织发酵。就在此时，一道苍老而洪亮的声音打破了这片凝滞的空气。一名身穿灰色长袍的执事长老走到了高台正前方，他手中捧着一卷金色的名册，神情肃穆。他清了清嗓子，运足了灵力，声音传遍了整个广场。本届圣子大选结果已出，青鸾峰季川积87000分，获本届圣子大选魁首。魁首这2个字如同一道惊雷，在每个人头顶炸响。短暂的沉寂之后，是山呼海啸般的哗然。高台之上，迟暮嫣然一袭紫金长裙，慵懒地倚着主位，笑盈盈地看着台下的一切。他身侧的雪梨渊依旧白衣胜雪，姿态端庄大气。恭喜失职！迟暮嫣然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清脆悦耳。他朝着季川遥遥招了招手。季川挑了挑眉，迈开步子，在万众瞩目之下不疾不徐地走上了高台。他每走一步，台下那些女弟子的目光就更炙热一分。当他站定在迟暮嫣然面前时，这位妖娆的宗主从身旁的玉案上拿起了一枚通体温润、散发着淡淡清光的玉印。玉印之上雕刻着一只栩栩如生、引颈长鸣的青鸾。青鸾峰圣子印，持此印可调动72峰半数资源，无需通报。他说着，将那枚玉印递到了季川手中。季川随手接过，掂了掂那副随意的模样，仿佛接过的不是代表着无上权力的圣子印，而是一块不值钱的石头。季川拱手道谢，迟暮嫣然眼中的笑意更浓了。他又拿起一块雕有青鸾展翅的玄铁令牌，圣子令。见此令，如见首座长老，可先斩后奏。说完，他目光一转，落在了旁边那位从头到尾都紧绷着俏脸的学长老身上。黎渊，他忽然开口，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你这弟子可真是青出于蓝啊！”雪梨渊的身子不易察觉地僵了一下，迟暮嫣然的目光在他和季川之间来回打了个转，紫蓝色的眼眸中闪烁着狡黠的光。不知这青都从师尊身上学到了些什么本事呢？这句话他说的意味深长。雪梨渊那张清冷的俏脸轰的一下瞬间红透，从脸颊一直蔓延到雪白的脖颈，再到精致的耳根。他又羞又恼，却又发作不得，只能狠狠地瞪了那个一脸坏笑的逆徒一眼。季川收下令牌，这才转过身面向自己的师尊。他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痞笑，神情变得郑重了许多。他对着雪梨渊深深地行了一个标准的弟子礼。弟子季川。他的声音清晰而沉稳，传遍了整个高台。多谢师尊教诲。他顿了顿，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看着那张又羞又气的绝美脸庞，嘴角重新勾起一抹熟悉的弧度。弟子今日所得，皆靠师尊。日夜悉心教培。那句日夜悉心教培，如同一滴滚油落入沸水，整个白玉广场瞬间炸开了锅。无数道目光在季川那张挂着真诚笑意的俊脸上，与雪梨渊那张瞬间红到快要滴血的俏脸上来回游移。雪长老对弟子竟如此上心，我怎么感觉这话听着怪怪的？是教导和培养你个 SB？ 台下的议论声虽被刻意压低，却像无数只小虫子拼命往雪梨渊的耳朵里钻。他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脑子里嗡嗡作响。这个逆徒，他怎么敢在万众瞩目之下说出这种引人遐想的话？他那双漂亮的凤眸几乎要喷出火来，死死地瞪着季川。可那眼神传递过去的却不是杀意，而是一种羞愤到了极致却又无可奈何的窘迫。季川依旧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他坦然地迎接着师尊的目光，眼底的笑意愈发浓郁，仿佛在说：师尊，你看，所有人都知道你对我有多好了。高台主位之上，迟暮嫣然将这一幕尽收眼底，他慵懒地支招下巴，嘴角那抹玩味的弧度越翘越高。有趣，
真是太有趣了。这对师徒比他想象中还要有趣。他清了清嗓子，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扩散开来，将台下所有的议论声都压了下去。广场再次恢复了安静。季川，迟暮嫣然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威严。本座问你。他的目光从季川身上缓缓扫过台下所有弟子。你可知我凌霄宗为何要设立圣子之位？季川收敛了脸上的笑意，神色一正。弟子不知，为的是战。迟暮嫣然的声音骤然拔高，带着金石交击般的铿锵之意。与天战，与地战，与人战，更要与那9天之上的其余8大宗门一争高下。他缓缓站起身，那一瞬间，慵懒的气质尽数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属于一宗之主的无上威严。紫金长裙无风自动，猎猎作响。3月之后，便是我9大上宗10年一度的9宗会武。此会武争的不是虚名，而是未来100年9宗势力范围的划分，是洞天福地的归属，是无数修炼资源的分配。他的声音如同一柄重锤，狠狠敲在每个人的心上。以往，我凌霄宗皆是垫底，受尽了其余8宗的白眼与嘲讽。他的画风猛然一转，目光如炬，死死地锁定在季川的身上。而你，季川，作为本届圣子大选的魁首，新任的青鸾峰圣子，你将代表我凌霄宗，率领宗门弟子出征此次9宗会武。本座只有一个要求。他紫蓝色的瞳孔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锐利光芒，将我凌霄宗失去的全部给本座拿回来。话音落下的瞬间，季川的脑海中也响起了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叮，主线任务发布，9宗会武，扬名立万。任务要求，于9宗会武中夺得魁首，为凌霄宗证明。任务奖励。季川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弧度，他向前一步，在万众瞩目之下，对着迟暮嫣然再次躬身行礼。这一次，他的声音沉稳而坚定，充满了无穷的自信。弟子季川，定不辱命。这一刻，台下再无半分议论，所有弟子的眼中都燃起了一簇名为希望的火焰。他们看着台上那个挺拔的身影，心中那份因宗门积弱而产生的憋屈，竟在这一刻得到了些许释放。或许这一次真的能不一样。只有雪梨渊，他看着自己那意气风发的弟子，心中的羞愤早已被另一种更复杂的情绪所取代，有骄傲，有自豪，但更多的是担忧。9宗会武，那可是整个大陆年轻一辈最顶尖的战场，其中的凶险远非这次宗门内的圣子大选可比。他的心不自觉地揪紧了。大选落幕，人群渐渐散去，高台之上只剩下了寥寥数人。迟暮嫣然恢复了那副慵懒的模样，冲着季川眨了眨眼，意味深长地说道：好好准备，莫要让本座失望，也莫要让你失尊，白白教导一场。说完，他便化作一道紫光，消失不见。季川转过身，看向从刚才开始就一言不发，只是用那双能杀死人的眼睛瞪着自己的师尊。师尊，他笑着走了过去。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雪梨渊咬着银牙，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跟我来。话音未落，他便一把抓住季川的衣领，也不顾旁人眼光，化作一道流光，径直朝着青鸾殿的方向飞去。那模样气势汹汹，仿佛是要回去清理门户。砰！厚重的殿门在他身后轰然关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光线与声音。大殿之内瞬间陷入一片昏暗的寂静，只有几颗硕大的夜明珠散发着清冷柔和的光，将殿内的一切都笼罩在一层朦胧的光晕里。空气中弥漫着独属于雪梨渊的那股清冽又干净的气息。雪梨渊转过身，他胸口剧烈的起伏着，显然是气得不轻。那双燃烧着怒火的眼眸在昏暗中死死地锁定着季川。季川，他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羞愤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你可知罪？季川拍了拍被抓住的衣领，脸上依旧是那副吊儿郎当的笑容。弟子不知，弟子为师尊，为青鸾峰夺得魁首，何罪之有？他这副理直气壮的模样更是火上浇油。雪梨渊气的银牙紧咬，你还敢狡辩？当着全宗门的面，当着宗主的面，你都胡说了些什么？一想到季川那句日夜悉心教培，还有台下那些弟子们暧昧的眼神，他就觉得自己的脸颊又开始不受控制的发烫，那份羞耻感几乎要将他整个人都淹没。为师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季川看着他这副又羞又气的模样，嘴角的弧度反而更深了。他非但没有半分畏惧，反而向前一步，朝着雪梨渊逼近。雪梨渊下意识的后退，季川却步步紧逼，直到他的后背抵在了那根冰冷的白玉石柱上，退无可退。
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被拉近到不足1尺。季川微微俯身，温热的呼吸若有似无地喷洒在他敏感的耳廓上。师尊，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蛊惑人心的磁性。弟子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雪梨渊的身子猛地一僵，你我师徒的确是日夜相处，弟子愚钝，也确实劳烦师尊悉心教培，弟子句句属实，何错之有？他那双深邃的眼眸就这么近距离地专注地看着他，仿佛要将他灵魂深处的慌乱都看得一清二楚。雪梨渊只觉得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随即开始如肋骨般疯狂地跳动起来。他想反驳，可季川说的每个字单拆开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但组合在一起，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变得无比引人遐想。你……他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般，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怒火都在他这番理直气壮的歪理之下被冲刷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无尽的手足无措的窘迫。看着他那双漂亮的凤眸因为慌乱而水光潋滟的模样，季川嘴角的笑意愈发浓郁。他抬起手，雪梨渊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睫毛紧张地颤抖着。预想中的惩罚或者说触碰没有落下，他只是帮他将一缕被风吹乱的青丝轻轻拨到了耳后，指尖若有似无地划过他滚烫的耳垂。雪梨渊浑身都像被电流窜过一般，猛地一颤。他倏然睁开眼，又羞又恼地瞪着他。你个逆徒！季川却像是没事人一样收回了手，站直了身体。他拉开了些许距离，给了他一丝喘息的空间。不过师尊，他话锋一转，脸上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忽然变得正经了许多。弟子这次为青鸾峰夺得魁首，总该有些奖励吧？雪梨渊的大脑还处在宕机状态，听到奖励2个字，他整个人都愣住了。什么？奖励？他还没找他算账，这个逆徒竟然还敢跟他讨要奖励！一股难以言喻的荒谬感瞬间冲散了他所有的羞赧。你还想要奖励？他的声音不自觉地拔高了几分，充满了难以置信。当然。季川挑了挑眉，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仿佛在说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弟子拼死拼活为师尊挣回了脸面，师尊若是不给点奖励，岂不是寒了弟子的心？他看着他那张由红转青又由青转白的绝美俏脸，眼底的笑意几乎要溢出来。雪梨渊愣了一下，随即面红耳赤。胡闹！会武在即，还想这事不务正业？他强作镇定的训斥，却掩饰不住声音中的颤抖。真拿你没办法，那位师仙去沐浴了。他转身欲走，却被季川一把抓住手腕。谁说徒儿想要师尊作为奖励了？季川凑近他耳边低笑道，莫非师尊欲求不满？你……雪梨渊羞恼交加，抬手就要打他，却被季川轻松躲过。两人在殿内追逐片刻，雪梨渊终是停下脚步，气息微乱。逆徒到底想干嘛？季川收敛笑意，正色道，徒儿希望师尊能和我去大明国约会。约会？雪梨渊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个陌生的词汇，就是像凡人情侣那样逛街市、赏花灯、品美食。季川眼中满是期待。师尊闭关多年，想必很久没体验过人间烟火了。雪梨渊沉默片刻，摇头道，荒唐，你我师徒身份怎能……哎呀，现在我还是青鸾圣子。季川一把将师尊揽进怀里，抹撒着师尊吹弹可扑而又微微泛红的脸颊。圣子与首座长老同游，有何不可？见雪梨渊仍在犹豫，季川轻声道，就当是奖励徒儿夺得魁首，也不行吗？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两人身上，雪梨渊望着季川期待的眼神，心中那道坚守多年的防线似乎出现了裂痕。仅此一次。他最终妥协，却又补充道，但必须易容改扮，不可暴露身份。季川眼中顿时亮起光彩，多谢师尊，明日恰逢大明国花灯节，我们一早就出发。还没等师尊反应，他低头吻上雪梨渊的唇，起初只是轻轻触碰，在他没有抗拒后逐渐加深这个吻。雪梨渊起初僵硬，随后慢慢回应，双手环上他的脖颈。假正经。分开时，雪梨渊轻喘着，脸上却泛起红晕，害羞地与面前的逆徒对视，小声嘟囔道，不是不要吗？大明国的花灯节向来是东域最热闹的盛会之一，天边云霞还未散尽时，城中各处已张灯结彩，街道两旁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有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也有精巧别致的亭台楼阁。城门外，一位身着靛青色长袍的年轻男子正倚在柳树下等候，他面容平凡，却有一双格外明亮的眼睛，嘴角噙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这便是使用了妖族易容术的季川。他将原本俊朗的面容变得普通，却掩不住骨子里透出的那股洒脱气质。这位公子可是在等人？一道清冷中带着几分羞意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季川转身，呼吸不由得一滞。雪梨渊换下了平日的素白长裙，改穿一袭水红色绣银线的罗裙，腰间系着月白色丝绦，衬得腰肢不盈一握。她面上覆着轻纱，只露出一双冰蓝色的眼眸和一小截雪白的下巴，发髻也挽成了凡间女子常见的样式，簪着一只青鸾展翅的金步摇，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摇曳，在晨光中闪烁着细碎的金芒。这位仙子莫非是天上的织女下凡？季川回过神来，笑着行了一礼。在下季明，不知可否有幸得知仙子芳名？雪梨渊眼中闪过一丝羞恼，轻声道：逆徒，莫要胡闹。声音虽低，却掩不住那一丝紧张。为师，我这样的打扮怎么样？季川凑近一步，低笑道：师尊这般模样，徒儿差点没认出来。这身打扮很美。他故意在很美二字上加重了语气，看着师尊耳尖渐渐染上绯色，心中暗笑。雪梨渊轻咳一声，强作镇定。你这易容术倒是稀奇，连气息都改变了。从何处学来的妖族秘法？秘密？季川眨眨眼，故作神秘。好你个逆徒！雪梨渊扬怒，抬手要打。翅膀硬了，什么也不告诉为师了是吧？师尊不是常说，徒弟大了总要有些自己的小秘密。季川笑着躲开，顺势牵起师尊的手。走吧，再耽搁下去，市集的好东西都要被人抢光了。雪梨渊的手被徒儿握住，下意识想抽回，却被握得更紧。他犹豫片刻，终究没有挣脱，任由季川牵着自己向城门走去。只是面纱下的脸颊早已绯红。城门口人潮涌动，季川护着雪梨渊穿过拥挤的人群。一入城中，喧闹声扑面而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孩童的嬉笑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糖葫芦，又甜又脆的糖葫芦，刚出炉的桂花糕，香软可口。雪梨渊目不暇接，冰蓝色的眼眸中闪烁着新奇的光芒。他久居青鸾峰，已有数十年未曾踏入凡尘，眼前的一切都令他感到既陌生又亲切。师尊，不，鱼儿，想尝尝这个吗？季川指着一个小摊上红里透亮的冰糖葫芦。雪梨渊犹豫了一下，轻轻点头。季川立刻买来一个，递到他手中。这上面是糯米纸，也是可以吃的。他揭开面纱一角，小口咬了下，酥脆的糖壳和着软糯酸甜的山楂在口中化开，眼睛不由得微微睁大。好吃。昂川你也尝尝。师尊把手中的糖葫芦递到他嘴边。季川故意在师尊咬过的地方下口，雪梨渊脸红又诧异地盯着季川。季川看着他这副可爱模样，心头一软。平日高高在上的首座长老，此刻却像个初次出门的少女，对什么都充满好奇。他又买了糖人、蜜饯、糯米糍等各色小吃。雪梨渊起初还矜持的每样只尝一点，后来渐渐放开，尤其喜欢那甜而不腻的桂花糖藕。两位是新婚夫妻吧？一个卖首饰的老妇人笑眯眯地看着他们，郎才女貌，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雪梨渊闻言，面纱下的脸顿时涨红，刚要摆手，季川却一把搂住他的肩膀，笑道：婆婆好眼力，我家娘子有些害羞。季川，雪梨渊羞恼交加，暗中掐了他一把。老妇人呵呵笑着取出一个红木鎏金宝盒，上面躺着对白玉镯子，这比翼双飞镯最适合新婚夫妇了。公子可要为夫人买一对。由于季川小时候在药谷接触药草，对各种玉石也有很高的见解，虽说是在这凡间集市上，但季川一眼就看出这玉的品质也是十分不错。不顾师尊的瞪视，爽快地付了钱，亲手为他戴上玉镯。雪梨渊的手腕纤细白皙，玉镯更衬得肌肤如雪。季川趁机在他手心轻轻一挠，惹得他又是一阵羞恼。逆徒，谁准你胡说八道的？离开摊位后，雪梨渊低声斥责，却因嘴里含着半块杏仁酥而显得毫无威慑力。季川笑而不答，只是牵着他继续逛。他们看了杂耍表演，听了说书人讲的故事，还在一家绸缎庄前驻足许久。雪梨渊对那些流光溢彩的布料表现出浓厚兴趣，季川便悄悄记下他多看了几眼的花色，打算日后买来送他。夜深了，可喧闹不减反增，他们找了家临河的茶楼歇脚。季川选了2楼靠窗的位置，既能俯瞰街景，又不会太过喧闹。他点了一壶碧螺春和几样精致茶点。雪梨渊取下面纱，小口啜饮着清茶，眉眼间满是惬意。师尊喜欢这样的日子吗？季川托着腮，深情地望着眼前的美人儿。
雪梨渊望向窗外熙攘的人群，沉默片刻道：“修道之人本不该贪恋红尘，但偶尔如此，倒也不错。”他转头看向季川，眼中带着几分罕见的柔和。“谢谢川儿带我来。”季川心头一热，正想说些什么，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原来是一队舞狮的人马经过，金红色的狮子摇头摆尾，时而腾跃，时而翻滚，引得围观群众阵阵喝彩。去看看。季川拉起雪梨渊的手下楼，他们挤进人群，近距离观看这场表演。狮子突然一个转身，朝雪梨渊方向扑来，他下意识后退，撞进季川怀中。季川顺势搂住他的腰，在他耳边低语：“师尊别怕，徒儿在呢。”雪梨渊耳根发烫，却没有挣脱。舞狮过后，街上又来了踩高跷、变脸等表演。夜色正浓，各家各户的花灯陆续点亮，缓缓飞上了空中，整座城池渐渐变成了一片灯火的海洋。夜色渐深，花灯的光芒映照在他脸上，为他平添几分柔美。季川心中一动，牵起他的手：“我带你去个地方。”他们穿过热闹的街市，来到城郊一处山崖。这里视野开阔，能将整座城池的灯火尽收眼底，却又僻静无人。季川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锦缎铺在草地上，又拿出几样点心和一壶桂花酿。“你何时准备的这些？”雪梨渊惊讶地问。“师尊在寝殿更衣时啊。”季川笑着为他斟了一杯酒，知道师尊不胜酒力，这桂花酿度数很低，尝尝看。雪梨渊接过酒杯，小抿一口，甜香中带着淡淡的酒味，确实不劣。他们并肩而坐，望着山下灯火辉煌的城池和漫天飞舞的灯。“师尊，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季川突然眼神深邃地问道。身旁的家人抬头仰望星空，沉思片刻道：“以前只知道一心一意修炼，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到这个位置之后，我也不由得找寻这个问题的答案。”雪梨渊低头含笑道：“后来我发现啊，这个问题并没什么所谓的答案，有的只是用眼去欣赏风景，用耳去聆听风声，以及用心感受身边的一切。”随后柔情地望向季川，眼中映出漫天星辰和俊朗的脸颊。“你呢？我觉得人生啊，本没有意义，一直到遇到生命中重要的人，之后便会想要变强，一直到可以保护他，想每天守在他身边。”季川轻轻牵起面前人的手，陪他逛街，陪他赏灯，陪他度过春夏秋冬。仅仅如此。雪梨渊显然知道这逆徒口中的他是谁，不由得抬袖遮住了自己早已羞红的脸颊，眼神不敢对上他热烈的目光。就在空气中的暧昧即将溢出时，一束光芒冲天而起，在夜空中炸开，化作千万点金色星光。紧接着，更多的烟花升空，绽放出五彩缤纷的图案，有的如牡丹盛开，有的似柳枝垂落，将夜空装点得绚丽夺目。好美！雪梨渊仰头望着天空，眼中倒映着璀璨的光芒。季川侧头看他，觉得烟花再美也不及师尊此刻的容颜。他悄悄靠近，伸手揽住他的肩膀。雪梨渊身子微微一僵，却没有推开他，反而轻轻靠在了他肩上。“梨渊！”季川低声唤道，手指轻抚他的面颊。“可以吻你吗？”雪梨渊睫毛轻颤，耳垂红的能滴出水来。“这种事情别问我啊。”随后轻轻闭上了眼睛。季川缓缓低头，吻上他柔软的唇瓣。起初只是轻轻触碰，感受到师尊的轻轻的回应后，逐渐加深。和师尊吻了这么多次，他也由最起初的生涩，慢慢变得熟练，双手不自觉地环上他的脖颈。烟花在他们头顶绽放，照亮了相拥的两人。季川的手从他的腰间缓缓上移，抚过纤细的背脊。雪梨渊轻喘着，面颊绯红，眼中泛着迷离的水光。“川儿，这里不行的。”他拂袖掩着羞红的脸颊，微弱的抗议，声音却软得没有一丝力度。“师尊不喜欢吗？”季川在他耳边低语，温热的气息拂过敏感的耳垂。雪梨渊身子一颤，咬着下唇不说话。季川轻笑，继续吻他，眼中满是挣扎。“不行。”季川不语，只是吻着他的指尖，手指轻触地面，顺手打下一个静止。“师尊今天好美。”雪梨渊羞得别过脸去，却被他温柔地扳回来。在漫天烟花的映照下，他看见徒弟眼中炽热的情意，心中一软，终于松开了阻拦的手。季川顺势将他轻轻放倒在锦缎上。“疼吗？”雪梨渊摇摇头，抱紧了他。一个时辰之后，他脸上红晕未退，羞得不敢抬头看他。“后悔吗？”雪梨渊沉默良久，才微微摇头。“只是不知回去后该如何面对你，就像往常一样。只不过……”他凑近他耳边气声道：“夜里可以多来找徒儿指点修行。”雪梨渊攥拳轻捶了他一下。“不知羞。”
却忍不住也掩嘴笑了。最后一轮烟花升空，在夜空中拼出一个巨大的心形。季川握着雪梨渊的手，轻声道：“梨渊，我喜欢你。”雪梨渊望着他，冰蓝色的眼眸中满是柔情。他没有说话，只是主动吻上了他的唇，用行动代替了回答。晨光透过窗纱洒入客栈房间时，季川已经醒了。他侧卧着，凝视枕边人安睡的容颜。雪梨渊平日里总是梳得一丝不苟的银发，此刻散乱在颈枕上，几缕发丝粘在他微微汗湿的额前。他的睫毛在晨光中投下细密的阴影，唇瓣还带着昨夜被他吻过的嫣红。季川忍不住伸手，指尖轻轻描摹他的眉骨。雪梨渊在睡梦中皱了皱眉，无意识地往被子里缩了缩，露出肩头一片暧昧的红痕，那是他昨夜情难自禁时留下的印记。想到这里，季川心头一热，俯身在那痕迹上又落下一吻。雪梨渊终于被扰醒，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当他看清近在咫尺的季川的脸，昨夜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顿时羞得拉高被子遮住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水润的蓝眼睛。师尊醒了。季川笑着拨开他额前碎发，睡得可好？雪梨渊眼神飘忽，不敢与他对视。你先起来。师尊怎么还这么害羞？昨夜不是已经……季川故意压低声音，手指不安分地滑入背中，抚上他纤细的腰肢。哎呀，别说了。雪梨渊猛地坐起身，又因牵动下身酸痛而轻吸一口气。他这才发现自己只穿着单薄的中衣，领口松散，连忙拢住衣襟。我衣服呢？季川指了指屏风上挂着的衣裙。昨夜师尊睡熟后，我帮你更衣擦拭过了。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促狭的光。师尊身上每一处都……川儿。雪梨渊羞恼地抓起枕头砸向他，却被对方轻易接住。他试图摆出往日威严的神情，可绯红的耳尖和闪烁的眼神彻底出卖了他。季川不再逗他，起身倒了杯温水递过去。我让小二准备了早膳，有你爱吃的桂花糕。雪梨渊小口啜饮，温热的水流舒缓了干涩的喉咙。他偷偷抬眼打量季川，他只随意披了件外袍，领口大敞，露出线条分明的胸膛。那个总是恭敬唤他师尊的少年，如今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爱欲与占有。我们该回宗门了。雪梨渊放下茶杯，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季川在他身边坐下，握住他的手。不急，今日没什么要事。他改口时看到雪梨渊睫毛轻颤。可有什么不是？昨夜可有伤到你？这个问题让雪梨渊差点被口水呛到。他想起昨夜在山崖上的缠绵，烟花下的告白，以及后来客栈房间里更加放纵的亲密，全身的血液仿佛都涌到了脸上。没有。他结结巴巴地回答，就是腰有点酸。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季川眼中立刻燃起火焰，一把将他搂入怀中。我帮你揉揉。他的手掌温热有力，恰到好处地按揉着他酸软的腰肢。雪梨渊起出浆，硬着身体，渐渐在那舒适的力道中放松下来，不自觉地靠在他胸前。梨渊。季川的下巴抵在他发顶，声音低沉。我很高兴。雪梨渊没有回答，但悄悄伸手环住了他的腰。两人就这样静静相拥，听着窗外早市渐渐热闹起来的声音。突然，雪梨渊身体一僵，猛地推开季川。不对，这样不对。怎么了？季川困惑地看着他瞬间苍白的脸色。雪梨渊攥紧背角，指节发白。我是你师尊，我们这样，这是乱伦。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我身为青鸾峰首座，却与弟子做出这等事。季川心头一紧，急忙握住他发抖的手。梨渊，看着我，我们两情相悦，何错之有？是我先心悦于你，是我主动追求。季川斩钉截铁地说，若宗门要责罚，我一人担之。雪梨渊摇头，眼中泛起水光。你不懂，作为师尊，我本该引导你走上正道，却……一滴泪落在季川手背上，烫得他心头一痛。他将他紧紧搂入怀中，任凭他挣扎也不松手。梨渊，你听我说，我季川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拜入你门下。他感觉到怀中人渐渐停止挣扎。你教我修行，教我做人，给了我新生。我对你的感情始于敬重，终于爱慕，这不是错误，而是天意。雪梨渊安静下来，额头抵在他肩上。季川轻抚他的长发，若你实在在意师徒名分，等我突破真杀，便正式向宗门申请解除师徒关系。到那时，我们再……不要。雪梨渊突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惊慌。我不要解除关系。季川愣住了。雪梨渊似乎也被自己的反应惊到，咬了咬下唇，才小声解释。我是说，
师徒名分不妨碍我们，只是需要更加谨慎。一抹笑意在季川眼底绽放，他低头吻去他眼角的泪痕。好，都听你的。不过，他的手掌滑入他衣襟，抚上光滑的背脊。私下里，你得习惯我的亲近。雪梨渊红着脸点头，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推开他。现在不行，我们该回去了。季川遗憾地叹了口气，却也知道不能逼太紧。他起身取来他的衣裙，我来服侍师尊更衣。不用。雪梨渊抢过衣服，你转过去。1刻钟后，两人终于收拾妥当。雪梨渊恢复了平日清冷端庄的模样，只是走路的姿势仍有些别扭。季川体贴地放慢脚步，时不时扶他一下，换来几个羞恼的眼刀。退房时，掌柜的满脸堆笑：公子与夫人昨夜休息的可好？小店特制的合欢香可还满意？雪梨渊脚下一个踉跄，季川连忙揽住他的腰，面不改色地回答：甚好，下次再来。走出客栈，雪梨渊才咬牙切齿道：你什么时候点的那种香？冤枉啊，师尊！季川一脸无辜：是客栈自带的，我进门时就燃着了。他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不过确实很有助兴之效。雪梨渊狠狠踩了他一脚，快步走向城门。季川笑着跟上，牵住他的手。雪梨渊怔了一下没挣脱，也就由他去了。两人出了城，踏上回宗门的山路。山间小径蜿蜒向上，晨露在草叶上滚动，折射出晶莹的光芒。季川走在雪梨渊身侧，时不时伸手扶他一下，换来师尊一个嗔怪的眼神。师尊小心台阶。季川又一次握住雪梨渊的手腕，指尖在那细腻的肌肤上轻轻摩擦。雪梨渊耳尖微红，却没有像之前那样立刻甩开他的手。本尊还没累到需要你搀扶的地步。季川低笑，不仅没松手，反而得寸进尺地将手指滑入他的指缝，十指相扣。是弟子想牵着师尊。你……雪梨渊下意识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才压低声音：在外面别这样。哪样？季川故意凑近，呼吸拂过他耳畔。是这样。他的拇指在他掌心画了个圈。还是这样。哎呀！雪梨渊猛地抽回手，快步向前走去，银发在阳光下如流血般闪动。季川看着他近乎落荒而逃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宠溺的笑。师尊走慢些，小心腰。季川。雪梨渊回头瞪他，蓝眸中水光潋滟，气鼓鼓的脸上凹下一个可爱的酒窝，在胡说八道。回去罚你抄《清净经》100遍。季川3两步追上他，脸上笑意不减。师尊舍得吗？见他又羞又恼的模样，他终于稍稍收敛。哈哈哈哈！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前面有片竹林，我们歇息片刻再走。竹林幽静，细碎的阳光透过竹叶间隙洒落。季川从储物袋中取出软垫，铺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扶着雪梨渊坐下。你倒是准备周全。雪梨渊轻哼一声，却还是顺从地坐下。他确实腰腿酸软，昨夜想到那些旖旎画面，他不禁咬了咬下唇。季川单膝跪在他身前，手掌附上他的膝盖。我帮你揉揉。不用。雪梨渊连忙按住他的手。这在外面只是揉腿而已，师尊在想什么？季川眼中闪着狡黠的光，手上却已经动作轻柔地按摩起来。雪梨渊别过脸去，任由他伺候。季川的手法确实了得，力道恰到好处，让他紧绷的肌肉渐渐放松。不知不觉间，他竟舒服地轻哼出声。这声轻吟让两人同时僵住。季川喉结滚动，眸色转身，一脸猥琐样貌。师尊，闭嘴！雪梨渊急忙捂住他的嘴，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许说！季川低笑，继续手上的动作，却故意加重了些力道，惹得雪梨渊又是一声轻喘。你是故意的。雪梨渊抬脚要踹他，却被季川一把捉住脚踝。师尊别乱动。季川的声音已经有些哑了。再这样，弟子怕控制不住自己。雪梨渊顿时不敢再动。季川深吸一口气，压下体内躁动，专心为他按摩。一时间，竹林里只剩下风吹竹叶的沙沙声与两人轻微的呼吸声。好些了吗？片刻后，季川抬头问道。雪梨渊点点头，不自在地整理了一下衣摆。该走了。季川却没有立即起身，而是仰头望着他。梨渊。这声呼唤让雪梨渊心头一颤，不再是恭敬的师尊，而是亲昵地唤他名字。他低头对上季川专注的目光，那里面盛满的爱意几乎要将他淹没。他不自觉地放柔了声音。我很高兴。季川握住他的手，在指尖落下一吻。能这样光明正大地亲近你。雪梨渊心头涌起一股暖流，他轻轻回握了一下他的手。我也是。两人相视一笑，默契地起身。
这一次，雪梨渊主动靠近了季川一些，衣袖下的手指悄悄勾住了他的。山路渐陡，云雾缭绕间已能望见宗门巍峨的山门。雪梨渊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怎么了？季川察觉到他的迟疑。雪梨渊抿了抿唇，快到宗门了。我们……季川了然，轻轻捏了捏他的手。我明白，在外面，我们依然是师徒。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但私下里怎样？雪梨渊挑眉看他。季川坏笑，凑到他耳边说了句什么，惹得雪梨渊抬手就要打他。季川灵活地闪开，两人像少年人般在林间追逐起来。雪梨渊的银发在风中飘扬，笑声清脆如铃。终于，在距离山门还有一段距离的转角处，两人停下脚步。这里被几棵古松遮挡，是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就到这里吧。雪梨渊整理了一下因追逐而略显凌乱的衣衫。你先回去，我稍后再进山门。季川点头，却站着不动。阳光透过松针的缝隙斑驳地洒在他俊朗的脸上，勾勒出深邃的轮廓。还有事？雪梨渊问道。季川突然伸手，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动作轻柔得像对待什么珍宝。雪梨渊一愣，随即拍开他的手。瞧你那一脸猥琐样儿，本尊又不是小孩子了。话虽这么说，他的嘴角却忍不住上扬。季川看着他强装严肃却掩不住笑意的模样，也跟着笑了起来。雪梨渊终于绷不住，掩嘴轻笑，那笑容在阳光下生动得令人心醉。师尊，季川唤道，目光落在他嫣红的唇瓣上。他本想吻她，却又顾忌这是在外面，怕他难为情，最终只是深深地看着他。没什么。雪梨渊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蓝眸中闪过一丝狡黠。他突然上前一步，踮起脚尖在季川唇上轻轻一吻，如蜻蜓点水般迅速退开。好了，快回去吧。他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羞涩，转身就要离开。季川眼疾手快地拉住他。就这样？不然呢？雪梨渊佯装恼怒。这可是在外面。季川失笑，却也不再纠缠。好，听师尊的。他松开手，目送他走向山门。晚些时候我去找你。雪梨渊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银发在阳光下闪耀如雪。季川站在原地，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山门处的云雾中，才摸了摸自己的嘴唇，那里还残留着他柔软的触感。他转身走向后山，脚步轻快如风。路过练武场时，同门叶方向，他打招呼：季师兄，这么高兴，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哦，得吃了。瞥了一眼季川脖子上几个飞痕之后，叶方一脸什么都懂的猥琐样子。季川笑而不答，只是摆了摆手。他心想，他们怎么会知道那个高高在上的青鸾峰首座在他怀中是怎样娇羞可人的模样？季川刚踏上青鸾峰，清冷的空气里还残留着师尊雪梨渊身上特有的淡雅兰香。他深吸一口气，眼底的懒散瞬间被一抹金光取代。叮，新任务已发布，获取上古神兵逍遥剑，任务奖励1000万神灵石。1000万。季川嘴角微微勾起一个玩味的弧度，这手笔倒是不小。看来得去凌霄宗的藏书阁走一趟了，那地方又名天书阁，藏着整个宗门的万千典籍，关于逍遥剑的蛛丝马迹，想必也只有那里能找到。季川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天书阁的方向掠去。然而还未靠近那座古朴的楼阁，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刺入耳中。哟，这不是我们凌霄宗新晋的圣子季川吗？季川脚步一顿，眼皮都懒得抬一下。来人一身华服，面带讥讽，正是当初被他夺走圣子之位，顺便还撬走了其未婚妻的叶晨。怎么靠着狗屎运当上圣子，就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叶晨的声音愈发尖酸刻薄，吸引了周围不少弟子的注意。季川终于缓缓抬眼，眸光平静无波，仿佛在看一个跳梁小丑。他什么都没说，一股无形的威压却以他为中心轰然散开。玄丹境的恐怖气息瞬间笼罩了叶晨，空气仿佛凝固成铁板，重重压在叶晨的肩上。扑通，叶晨双腿一软，竟是不受控制的当众跪了下去，膝盖与青石板碰撞，发出一声闷响。他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屈辱与惊骇交织。周围的弟子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看向季川的眼神充满了敬畏，一言不合便以威压逼人下跪。这位新圣子当真霸道如斯。季川看都未再看叶晨一眼，径直走向天书阁的大门。阁楼内，一位白发苍苍的女长老正闭目养神，她似乎对外界的喧闹充耳不闻。长老，弟子季川想查阅有关逍遥剑的资料。季川躬身一礼，声音清朗。女长老缓缓睁开眼，浑浊的眸子在她身上停留了一瞬，随即屈指一弹，一枚古朴的玉简便飞到了季川手中，相关线索尽在其中。她的声音沙哑而古老：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叶晨气急败坏的嘶吼：“季川，把典籍给我！”他竟不知死活地追了进来，面目狰狞地伸手抓向季川手中的玉简。女长老眉头一皱，一股比季川更为磅礴浩瀚的力量骤然爆发。叶晨甚至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被直接轰出了天书阁，在空中划出一道狼狈的抛物线。聒噪！天书阁永久禁止此人踏入。冰冷的声音回荡在阁楼内，再无一丝波澜。季川拿着玉简，寻了一处僻静的凉亭坐下，神识探入其中，海量的信息涌入脑海。逍遥剑藏于一处名为无尽剑域的秘境之内，那地方剑气纵横，凶险万分，稍有不慎便会尸骨无存。更麻烦的是，剑域深处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毒物，能侵蚀神魂，无药可解。季川的眉头微微蹙起。就在这时，一阵若有若无的香风拂过。季川师兄，一个略带羞怯的声音在身边响起。季川转头看到一张清丽绝俗的脸庞，来人是百花峰的圣女柳萱儿，也是天书阁的执事弟子之一萱儿师妹。有事？柳萱儿被他看得有些脸红，却还是鼓起勇气说道：“师兄可是要去无尽剑域？”他看到季川查阅的玉简，便猜到了7、8分。无尽剑域的毒物，寻常丹药无法抵御，唯有浓郁的生命灵气才能护住心脉。说着，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通体粉润的玉佩，递到季川面前。玉佩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散发着沁人心脾的生命气息。这枚玉佩是我娘亲留下的，蕴含着庞大的生命灵气，应该能助师兄抵御毒物1日。季川看着他澄澈的眼眸，没有拒绝。多谢。他接过玉佩，温润的触感从指尖传来。那个，师兄，我们能交换一下传音玉简吗？柳萱儿的声音细若文瑞，脸颊已经红透了。季川轻笑一声，爽快地与他交换了联系方式。临行前，季川又回了一趟青鸾峰。峰顶的桂花树下空无一人，他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叠刚做好的桂花糕，放在石桌上，旁边还压了一张传音符。师尊宝宝，徒儿出去一趟，给你留了点心，记得吃哦。轻佻又亲昵的留言随着他的神识印入符中。做完这一切，他才真正动身前往无尽剑域。远在宗主大殿的雪梨渊几乎是同时收到了传音。当那句师尊宝宝在他脑海中响起时，他清冷的俏脸瞬间染上一抹薄怒。这孽徒，他低声嗔怪了一句，但那微微上扬的嘴角却泄露了他心底的一丝甜蜜。无尽剑域的入口是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狂暴的剑气从中泄露出来，将周围的地面切割得千疮百孔。季川将柳萱儿赠予的粉色玉佩挂在胸前，一股暖流瞬间包裹住他的全身，将那些试图侵入体内的凌厉剑气尽数隔绝在外。他一步踏入裂缝，眼前的景象豁然一变，灰蒙蒙的雾气充斥着整个空间，能见度不足3米。神识在这里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只能探查到方圆10丈的范围。脚下并非平地，而是布满了锋利如刀的碎石，每走一步都需小心翼翼。季川神色凝重，催动灵力护住周身，缓缓向深处走去。这里的环境比玉简中描述的还要恶劣。不知走了多久，前方的浓雾深处忽然传来一声清越的剑鸣，那声音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魔力。所过之处，原本厚重不散的雾气竟然开始缓缓向两侧退去，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在季川面前徐徐展开。剑域之内一片死寂，这里没有日月星辰，只有灰蒙蒙的天幕与一望无垠的剑冢。成千上万柄断剑残戈插在皲裂的黑色大地上，每一柄都散发着不甘的死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铁锈与尘埃混合的冰冷气息，吸入肺中仿佛能割裂气管。季川孤身一人行走在这片剑的坟场，他的目标很明确，寻找到传说中那柄拥有自我意识的上古神兵逍遥剑。突然，一股毫无征兆的杀机从他背后袭来，那不是破空声，而是一种极致的锋锐，撕裂了空间本身，悄无声息。季川浑身汗毛倒竖，几乎是凭借着战斗本能，身体强行向左侧扭转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一道纤细却凝练到极致的剑气擦着他的鼻尖掠过，地面被划开一道深不见底的漆黑裂缝。他稳住身形，目光投向杀机来源之处。只见100米外的一座剑丘之上，静静地站着一道身影。那是一个女人，她身着一袭素白长裙，不染尘埃，与这片污秽的剑冢格格不入。青丝如瀑，面容被一层淡淡的白雾笼罩，看不真切。她手中没有剑，可她整个人就是一柄出鞘的绝世神兵。不等季川开口，那女人再次出手，她只是轻轻抬起一根手指，对着季川摇摇一点。嗡！季川周身的空气瞬间凝固，随即四面八方凭空生出成百上千道凌厉的剑气，如同一个不断收缩的囚笼向他绞杀而来。每一道剑气
都足以轻易洞穿晶石。季川脸色一沉，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没有拔剑，因为他知道在这等存在面前，他手中的凡铁毫无意义。他双手飞速掐诀，周身灵力狂涌，一道金色的护体罡气瞬间成型。叮叮当当，密集的撞击声如同暴雨打在芭蕉叶上，剑气与罡气碰撞，溅起无数火星。季川的护体罡气在疯狂的攻击下剧烈震颤，表面浮现出蛛网般的裂纹。他咬紧牙关，全力维持着灵力输出，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那女人似乎有些意外，笼罩着面容的白雾微微波动了一下。她没有继续攻击，只是静静地看着在剑气风暴中苦苦支撑的季川。季川知道这样下去必死无疑，他眼中闪过一抹决然。燃血遁！他低喝一声，一口精血喷出，在身前化作一团血雾。他整个人瞬间融入血雾之中，以一种诡异的速度强行从剑气囚笼的缝隙中穿梭了出去。脱困的瞬间，季川没有逃跑，反而出现在了那座剑丘之下。他脸色苍白，气息萎靡，显然动用禁术的代价不小。他抬头望着那个女人，嘴角却勾起一抹弧度。你是逍遥剑的剑灵。他用的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白雾后的身影明显一顿。何以见得？清冷的声音响起，不带丝毫感情，仿佛万年不化的玄冰。你的剑气纯粹锋利，却没有任何宗门功法的痕迹。季川擦去嘴角的血迹，喘着气继续说道：最重要的是，你身上有和这片剑域同源的气息，却没有一丝活人的生气，所以你就是逍遥剑。良久的沉默，女人身上的白雾缓缓散去，露出一张清冷绝艳、不似凡人的脸庞。她的美带着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疏离。你很不错，她承认了你的观察力与实力，勉强有资格接受我的考验。考验？季川挑了挑眉。3道考验。第一重，剑气试，你已经通过了。剑灵淡淡的说道。第二重，剑心试。他那双不含杂质的眼眸仿佛能洞穿人心。告诉我，你为何持剑？季川闻言咧嘴一笑。为逍遥。这个回答让剑灵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何为逍遥？快意恩仇，纵横天地，是逍遥；随心所欲，不受束缚，是逍遥。最重要的，季川收起笑容，眼神变得无比认真，是能有足够的力量保护我想保护的人，让我和他们都能逍遥。剑灵凝视着他，似乎在分辨他话中的真伪。许久，他才微微颔首。剑心合格。第3重，剑体试。他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若能通过，我便认你为主；若通不过，你的神魂肉身都将化为这剑域的养料，你需要承受万剑穿心之痛。季川没有丝毫犹豫。来吧。剑灵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素手一挥，眼前的景象斗转星移。季川发现自己站在了一片虚空之中，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而在他的四周悬浮着密密麻麻成千上万柄形态各异的古剑，每一柄剑的剑尖都对准了他。嗡，万剑齐鸣。下一秒，所有古剑化作流光，铺天盖地地向他射来。第一柄剑刺入身体，极致的痛苦瞬间淹没了他的意识。那不是皮肉被撕开的痛，而是灵魂被生生撕裂的剧痛。紧接着是第2柄、第3柄、第100柄、第1000柄，他的身体被无数剑气洞穿、贯通、搅碎。季川的意识在无边的痛苦中沉浮，几乎要彻底消散。就在他即将崩溃的临界点，他体内一股潜藏至深的力量轰然觉醒。无相魔体，一股霸道无比的吞噬之力从他破碎的身体深处爆发出来。那些狂暴肆虐的剑气仿佛遇到了克星，竟被那股力量强行拉扯、吞噬、炼化。痛苦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剧烈。那是血肉重塑、经脉再造的痛苦。吞噬的剑气化作最精纯的能量，一遍又一遍地淬炼着他的肉身、他的神魂。不知过了多久，或许是1天，或许是1夜。当季川再次恢复意识时，他发现自己依旧站在那片虚空之中，但周围的万千古剑已经消失不见。他低头看去，自己的身体完好无损，甚至比之前更加晶莹剔透，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逍遥剑的认可。奖励1000万神灵石。一道流光从虚空中飞来，悬停在他的面前。那是一柄古朴的长剑，剑身修长，剑格如意，通体散发着一股自由不羁的意蕴。正是逍遥剑。季川伸手握住了剑柄，一股血脉相连的感觉油然而生，他能感受到剑的喜悦。就在他准备离开这片剑域时，一股阴冷歹毒的偷袭从他背后的虚空中猛然刺出。那道阴冷的气息并非来自实体，更像是一种纯粹的恶意，自虚空最深处孕育，
无声无息地锁定了他新生的神魂。季川瞳孔骤缩，他刚刚与逍遥剑建立联系，心神尚在交融的喜悦之中，对危险的感知却已深入骨髓。他没有回头，手中逍遥剑发出一声轻鸣，仿佛与他心意相通，剑身自行向后一荡。叮，一声清脆到极致的鸣响在空无一物的虚空中炸开。季川只觉一股阴寒刺骨的力量顺着剑身传来，让他刚刚重塑的经脉一阵刺痛，眼前的虚空如镜面般破碎，光影扭曲，斗转星移。当视野再次清晰时，他已然站在了剑域之外的荒芜戈壁上。风沙卷起，吹动他略显破损的衣袍。不远处，一道身影站在一块巨岩之上，双手抱胸，脸上带着猫戏老鼠般的戏谑笑容。是叶晨。他的身后，7道如同鬼魅般的身影悄然浮现，气息阴冷，与刚才偷袭自己的那股恶意如出一辙。季川，你果然没死在里面。叶晨的声音带着一丝病态的兴奋，目光贪婪地盯着季川手中的逍遥剑。把你手中的剑交出来，我或许可以给你留个全尸。季川的目光扫过那7道身影，他们的气息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仿佛是阴影中滋生出的毒物，每一个都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3名玄丹中期，3名玄丹大圆满，还有一个带着青铜鬼面的男人，气息深沉如海，竟是化灵境的强者。影阁的杀手，好大的手笔。季川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那带着鬼面的男人向前一步，沙哑的声音如同砂纸摩擦。季川，自己了断吧，我等联手，你没有一丝机会，何必多受折磨。叶晨脸上的笑容愈发得意，他仿佛已经看到季川被万刃分尸，逍遥剑落入自己手中的画面。季川却笑了，他单手持剑，剑尖斜指地面，一股逍遥不羁的剑意冲天而起。杀我，你们也配。话音未落，他动了，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快到极致的流光。江海凝清光，逍遥剑发出一声欢快的嗡鸣，剑身上流转起清冷如月华的光辉。那光辉瞬间扩散，将冲在最前面的3名玄丹中期杀手笼罩。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放慢，3名杀手脸上的错愕凝固，他们的身体连同他们的兵刃都被那层青光覆盖。咔嚓，青光碎裂，化作漫天光点。那3名杀手也随之化作了齑粉，被风一吹，便彻底消散于天地之间。一剑秒杀3名玄丹中期。叶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鬼面人深邃的眼眸中也闪过一丝凝重。季川的身形重新出现，脸色却微微泛白，呼吸略显急促。这一剑的消耗远超他的预料，杀！鬼面人发出冰冷的指令，剩余的2名玄丹大圆满杀手一左一右再次扑了上来，一人手持双刀，刀光如网，封死了季川所有退路；另一人手持一柄开山重锤，高高跃起，带着万钧之势当头砸下。季川眼神一凛，惊蛰龙抬头，他身体不退反进，逍遥剑自下而上，划出一道刁钻诡异的弧线，剑光如龙，瞬间洞穿了那片绵密的刀网，精准地点在了双刀杀手的咽喉，一抹血线绽放。双刀杀手的眼中满是难以置信，身体无力地倒下。与此同时，重锤的呼啸声已至头顶，季川避无可避，左手握拳，手臂上金光一闪，竟是硬生生向上迎去。砰！沉闷的撞击声传来，季川的左臂发出一声脆响，整个人被砸得单膝跪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而那名重锤修士的脸上却浮现出惊恐，他的重锤被季川的拳头死死卡住。下一秒，逍遥剑的剑尖已经从他的心口透出。季川缓缓站起身，甩开重锤修士的尸体，目光冷冽地看向最后的目标。剩下的2名杀手与鬼面人成品字形，将他死死围住。空气凝重的仿佛要滴出水来。鬼面人率先出手，他的身影瞬间消失，融入了空气之中。另外2名杀手同时发动攻击，一人长剑毒蛇般刺向季川后心，另一人则从袖中甩出漫天淬毒的棘藜。季川的处境瞬间陷入绝境，他的双眼之中闪过一抹疯狂。天系流光，他将体内所剩无几的灵力尽数灌入逍遥剑中。嗡！逍遥剑的剑身亮起了一道纤细到极致的银色光线，那道光线仿佛撕裂了空间，斩断了时间。噗！偷袭者的长剑应声而断。那名甩出毒棘藜的杀手身体正中出现了一道贯穿前后的血线，随即爆成一团血雾。而刚刚引入虚空的鬼面人则闷哼一声，踉跄着现出身形，他的左臂齐肩而断，鲜血狂喷。鬼面人眼中第一次流露出恐惧，他看了一眼季川，毫不犹豫地喷出一口精血，施展血遁之术，化作一道血光消失在天际。转瞬之间，7名影阁杀手6死1逃。整片戈壁
只剩下季川粗重的喘息与瘫软在地的叶晨。叶晨面如死灰，身体筛糠般抖动，裤裆处一片湿热。季川一步一步拖着剑走向他，逍遥剑的剑尖在地面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刻痕，火星似箭。5年前，噬魔塔，你用卑劣的手段陷害我，致我经脉尽断，险些身死。季川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敲在叶晨心上。你夺我未婚妻，辱我名声。季川走到了叶晨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曾说过，再见之日，便是你偿还之时。他的眼中杀意犹如实质。现在你已有取死之道。季川高高举起了逍遥剑，剑身之上光华流转，对准了叶晨的头颅。就在剑锋即将落下的一刹那，一只干枯的手掌悄无声息地出现，2根手指轻描淡写地夹住了逍遥剑的剑刃。任凭季川如何发力，剑锋都再难寸进。一股如山岳般沉重的威压从天而降。季川闷哼一声，双腿一软，险些跪倒在地。一名身穿灰色麻衣、身形佝偻的老者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叶晨身前。他的气息如渊似海，远超化灵境，是真煞境8重的强者，叶家的莫老。小娃娃，得饶人处且饶人。莫老的声音苍老而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季川死死咬着牙，全身骨骼都在那股威压下咯咯作响。他的眼中没有丝毫屈服，他必须死。季川怒吼一声，强行催动体内最后一丝力量，无极归一剑。他的双目瞬间化为一片银白，皮肤表面渗出点点血珠，整个人进入了一种玄妙的极限状态。手中的逍遥剑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不屈与决绝，发出一声震彻天地的剑鸣，一股尘封的远古剑意轰然苏醒，精纯的灵力如决堤洪水般涌入剑身。逍遥剑上的古老符文逐一亮起，剑锋处凝聚出一粒璀璨到极致的光点，宛如混沌初开时的第一缕光。嗡，天地为之一静，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凝固，方圆10丈内的落叶悬停半空，连莫老拍出的掌印都变得缓慢如涡形。剑出，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道薄如蝉翼的透明剑痕划过虚空，所过之处，空间竟如镜面般出现细密裂纹。莫老那道足以轰平山丘的掌印，被这道剑痕无声无息地一分为二，分裂的灵力乱流，如遇天敌般四散逃逸。剑势未消，透明剑痕继续向前，莫老仓促步下的7重灵力屏障接连破碎。当穿透最后一层屏障时，剑痕终于显化实体，竟是一柄3寸长的金银小剑，其上有日月星辰虚影流转，道运化形。莫老骇然暴退，真煞境8重的护体罡气催发到极致，但那柄小剑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洞穿他的右肩，带出一串泛着金光的真血。更可怕的是，伤口处竟有细碎的空间裂缝蔓延。莫老的右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枯萎靡，仿佛被某种至高法则剥夺了生机。噗！季川喷出一口心头精血，逍遥剑上的符文尽数暗淡。什么？莫老大惊，匆忙在身前布下3道灵力屏障，剑气接连破开2道，第3道也出现裂痕。余波震的莫老连退3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趁此机会，季川身形如电，绕过莫老直取叶晨。逍遥剑带着必杀之意刺向叶晨心口。少主小心！莫老怒吼，顾不得伤势，一把抓住叶晨肩膀，同时捏碎一枚玉符。空间一阵扭曲，2人身影变得模糊。季川眼疾手快，一道剑气打出。啊！只见这一剑扑腾一下子，精准定位给叶晨坤坤处打出个惊天血洞，苦碴子都给崩飞了。季川，我跟你没完，你等着我！叶晨的尾声因极致的疼痛而上升到破音。季川单膝跪地，大口喘息，这一战几乎耗尽他全部灵力，断其一腿，还是跑了。季川不甘地握紧拳头，但很快他重新站起身，眼中燃烧着更炽烈的战意。叶晨，下次见面必取你狗命！狡黠明月升起，季川拖着疲惫的身躯穿行在林间小道上，月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他染血的衣袍上。突然他停下脚步，嘴角勾起一抹无奈的笑意。出来吧，师尊。季川背对着空无一人的林间说道，您身上那香气都跟一路了。空气中泛起一阵涟漪，一道雪白身影踏破虚空而出。雪梨渊一袭素白长裙，银发如瀑垂至腰间，绝美的面容上带着几分刻意维持的冷傲。他双手抱胸，下巴微微抬起。哼，谁跟踪你了？雪梨渊轻哼一声，目光却不自觉地扫过季川身上的伤口。本座只是恰好路过这片林子，顺便看看你有没有辱没师门。季川忍着笑意，故意拖长声调。哦，那还真是巧啊，
师尊路过了整整30里山路。放肆！雪梨渊耳尖微红，一挥袖袍转过身去，再敢胡言乱语，罚你面壁3月。但下一秒，他又忍不住偷偷回头，看到季川肩头那道深可见骨的伤口时，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他从袖中取出一个玉瓶，故作随意地递给季川，拿着，这是本座多出来的伤药，反正也用不完。季川接住玉瓶，指尖故意挠过雪梨渊的手心，惹得他像触电般缩回手。多谢师尊关心。他眨眨眼，故意加重了关心2字。谁关心你了？雪梨渊气得跺脚，银发随风飘扬。我只是什么？季川凑近一步，身上淡淡的血腥气混合着独特气息扑面而来。雪梨渊后退半步，背靠一棵古树，强作镇定道：只是想知道你现在究竟有多强。季川撇了撇嘴，假装埋怨道：那师尊就眼睁睁看着你家夫君是吧？雪梨渊素手环胸，哼了一声：你这副样子哪像有事？季川低笑，忽然伸手撑在树干上，将雪梨渊困在自己与树干之间。那师尊看到了吗？徒儿究竟有多强？他故意压低声音，呼吸拂过他耳畔。雪梨渊心跳如鼓，表面却强装冷漠，马马虎虎吧，还算。他的话被季川突如其来的拥抱打断。季川将头埋在他颈间，深深吸了一口气。师尊身上的雪莲香比什么灵药都管用。哎呀，胡闹！雪梨渊红着脸推开他，却没用半分力气，满身是血，还敢抱本座，衣服都弄脏了。季川不依不饶地搂住他的纤腰，你还嫌弃上我了？夜里徒儿那里怎么不见你嫌弃半分？你……雪梨渊羞恼交加，正要发作，却见季川突然皱眉闷哼一声，装的。他顿时慌了神，连忙扶住他，叫你逞强，快坐下。季川顺势靠在他肩上，虚弱地说：师尊帮我护法。雪梨渊咬了咬唇，终究还是心软了。哼，看在你没给为师丢脸的份上。他扶着季川坐下，玉手轻按在他胸前，精纯的灵力缓缓渡入。下次再这般逞强，我就不管你了。月光下，季川偷偷睁开一只眼，看到师尊专注的侧脸和微微颤抖的长睫毛，他忽然伸手在雪梨渊挺翘的臀部轻轻拧了一把。啊！雪梨渊惊叫一声，灵力差点走岔。季川，你老是欺负我，徒儿只是确认一下，这么美的师尊是不是幻觉？季川坏笑着躲开他拍来的巴掌。逆徒！雪梨渊气得银发飞扬，本座就不该管你。但他骂归骂，手上的疗伤灵力却一刻未停。季川心中一暖，忽然正色道：师尊今天真美。雪梨渊一怔，随即别过脸去，少来这套。但微红的耳根出卖了他的心情。夜风微凉，季川刚踏出院门半步，袖口便传来一阵细微的拉扯。回头只见雪梨渊低着头，纤纤玉指捏着他的衣角轻轻拽动，月光为他银白的睫毛镀上一层柔光。那个，他声音细如蚊呐，脚尖无意识地捻着地面青砖。你伤势未愈，不如……季川挑眉，故意凑近他发红的耳垂。不如什么？师尊说话怎么像含了蜜似的？哎呀！季川，雪梨渊羞恼的跺脚，素白裙摆荡起涟漪。本尊是说，玄阴玉体的灵力对疗伤有奇效。他越说声音越小，最后几个字几乎化作气音。可以，双修。哦，季川拉长声调，突然伸手揽住他不堪一握的腰肢。原来不是担心徒儿，是某些人自己馋了。指尖故意在腰窝处画圈，惹得怀中人一阵轻颤。雪梨渊像被踩到尾巴的猫般炸毛。胡说什么？本座这是怕你伤口崩裂，丢了师门颜面。他强装威严的模样，配上绯红的脸颊，反倒像只哈气的哈基米。季川闷笑着将他打横抱起，惊得雪梨渊轻呼出声：放我下来！要被看见了。抗议声被突如其来的深吻封住。季川灵巧地撬开背齿，卷走他所有逞强的言语。寝殿的雕花木门被劲风砰的合拢，季川将人轻抛在云锦软榻上。雪梨渊还未来得及撑起身子，就被欺身而上的身影笼罩。他单手解开染血的腰带，露出精壮腰身上的微小伤口。师尊，徒儿这好疼，快！雪梨渊顿时忘了挣扎，指尖泛起银白灵力轻抚伤处。季川却突然扣住他手腕，按在枕边，另一只手挑开衣襟系带。不过徒儿觉得有处伤得更重，带着薄茧的掌心握着他的手贴上心口。这儿跳得厉害，是要师尊轻轻才能好。混账东西！
雪梨渊的嗔骂突然变调，原是季川含住了他敏感的耳珠亲唇，雪鹰玉体特有的幽香瞬间浓郁，纱帐无风自动，层层叠叠垂落下来。季川突然闷哼一声，仿佛肩上伤口真的崩裂出血。雪梨渊慌忙推开他查看，却见这逆徒眼中闪着狡黠的光，趁机扯开了他最后一件小衣，雪白肌肤暴露在夜明珠光下，宛如上等羊脂玉，泛着柔光。你骗我！雪梨渊气鼓鼓的要扯回衣物，却被季川就是压进颈背。嘶！季川直接埋手在他颈间来了个顶级过肺。不骗师尊那怎么行？纱帐内温度骤升，雪梨渊的银发铺满袖枕，他咬着唇不肯出声。季川捏着他的脸，师尊，玄阴灵力要怎么渡给我？你啊！破碎的惊叫溢出唇畔，雪梨渊羞急去捂他的嘴，不许问这种。1个半时辰之后，师尊今天怎么带小铃铛了？还挺好看。雪梨渊突然一口咬在他肩上，留下个2个浅浅的牙印。此师尊属小狗的，让你长个教训。他声音还带着欢愉后的软糯。下次再受伤不报，就罚你面壁1个月。季川一个翻身，又将人压住。那徒儿得抓紧时间，在雪梨渊的惊呼声中扯过颈背，把未来1个月的份都补上。纱帐如在波涛汹涌的海上的小船一般，只不过这次波涛更加汹涌，隐约传来带着哭腔的骂声。逆徒，本座说的是罚你。轻点。当2人结束最后一次，晨曦微亮，季川感觉身上的那点小伤已经完全痊愈了。雪梨渊的玄阴灵力在他经脉中流转，充沛的几乎要溢出来。他侧身看着怀中熟睡的雪梨渊，银发散在枕上像一泓月光，睫毛还沾着未干的泪珠。师尊，他亲吻那泛红的眼尾。我前日在路上发现一家早茶不错。雪梨渊翻了个身把被子卷走，哑声道：逆徒，本座要睡觉。季川笑着连人带被抱起来，再晚可要排队了。说着替他系好衣带，手指在腰封处流连时被狠狠拍开。晨雾未散的青石板上，季川牵着师尊像是小情侣一样走在街上，但他走路10分有11分不对劲。都说了轻点轻点，你倒好，做起来狠了情忘了命，又没人跟你抢本尊，还不是师尊求饶的样子太可爱了，没忍住吗？雪梨渊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今早倒是怪老实。季川又摆起嬉皮笑脸的样子，嘿嘿，把我可爱的娘子累坏了，可不好了。哼，就你嘴甜。早茶楼上檀香袅袅。雪梨渊轻嘬了一口刚泡好的碧螺春茶，汤在白玉盏中漾开翠色涟漪。他樱桃小嘴咬了一口桂花糕，小嘴巴鼓鼓囔囔，用着最软萌的声音说着让季川背后一凉的话。柳轩儿是谁？嗨。季川一口茶好悬没呛死，他故作镇定的擦了擦嘴角，哈，谁啊？见他装疯卖傻，雪梨渊直接从山峦间拽出一枚阴色玉佩，流苏在晨风中轻轻摇曳。季川一摸空荡荡的腰间，顿时感觉天都塌了，连廊下画眉鸟的啼叫都显得格外刺耳。季川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阳光在他发间镀上一层金边，只是一个天书阁执事，师尊大人。眼角铜铃被风吹得叮当作响，看师尊面露不悦，他急忙伸出3根手指发誓，袖口银线绣的云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对师尊大人的敬佩犹如滔滔江水。哼，少来！雪梨渊一甩云袖，限你今天之内还掉，必须带我给的。他指尖轻扣桌面，茶盏里的倒影微微晃动。下次让我闻到你身上有别的女人的味道的话，桌下一只粉嫩玉足抚上腿间，剪掉。季川顿时感觉当下一凉，连窗外温暖的阳光都拯救不了，只得连连点头。徒儿明白。吃完早茶后，季川携着师尊出门。庭院里梧桐树影婆娑，阳光透过叶隙在他银发上跳跃，宛如撒了一把碎银。本尊要去找宗主商议些事。季川突然拉住他的衣袖。怎么了？只见季川眯起眼睛，指了指自己的脸颊，唇角梨涡若隐若现。师尊是不是忘了什么？此时微风拂过，带来远处荷塘的清香。你，雪梨渊耳尖微红，左右张望确认无人后，只得飞快在他脸上轻啄一下，却被季川扣住后脑，将这个告别吻加深到几乎窒息。分开时，2人唇间还牵着银丝。雪梨渊羞恼地踩了他一脚。逆徒！目送师尊离去的背影，季川舔了舔嘴唇。后山竹林清脆的竹叶在晨风中沙沙作响。季川盘坐在竹林深处的青石上，周身环绕着淡金色的灵气漩涡，1000万颗神灵石顷刻炼化。
无数的能量在他体内奔涌，如同江河汇入大海，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让丹田内的灵力更加凝实。只差一步，季川睁开眼，瞳孔中闪过一丝暗红。无相魔体在感应到即将突破时自动运转，皮肤下隐约浮现出黑色纹路。他抬头望向晴朗的天空，却能感受到冥冥中那股锁定自己的恐怖威压。化神雷劫，而且是寻常修士数倍强度的变异雷劫。系统模拟渡劫成功率。季川在心中默念。定。根据宿主当前状态模拟，无辅助情况下渡劫成功率 37%， 2%， 重伤率 89%， 3%， 死亡率 42%， 8%。季川啧了一声，强行将即将突破的冲动压制下去。他的复仇大业未成，可不能冒这个险。对，根本不是舍不得师尊宝宝。他想起昨夜雪梨渊符在他胸口时说的话：“你这逆徒，修为进步如此之快。”话未说完，似乎想到什么似的，纤纤玉指无意识地抓紧了他的手臂。看来要去寻些法子了。季川突然想到了什么，眼中闪过一丝光。用那个的话，说不定。季师兄，宗主有请。竹林外传来内门弟子的传唤声，打断了季川的思绪。宗主大殿金碧辉煌，12根盘龙柱撑起会有星途的穹顶。季川刚踏入殿门，就感觉到4道目光同时投来，他的视线第一时间锁定了站在宗主身侧的雪梨渊。他今天换了正式场合穿的月白色广袖流仙裙，银发用一根青玉簪松松挽起，看似随意，却处处透着精致。拜见宗主，拜见师尊大人。季川行礼时，余光扫过殿内另外2人。当看清那位站在百花峰峰主身旁的少女时，他瞳孔微不可察地收缩了一下。柳萱儿。上次在天书阁遇见时，柳萱儿戴着笨拙的眼镜，扎着土气的双辫，唯有那傲人的胸脯曲线令人印象深刻。今日他摘了眼镜，露出眼角一点泪痣，墨发如瀑垂落腰间，桃色长裙衬得肌肤如雪，静美得让人挪不开眼。众所周知，眼镜妹随即感到腰间被一道冰冷视线刺中。雪梨渊正似笑非笑地把玩着茶盏，指尖有细小的冰晶凝结。师侄啊！迟暮嫣然的声音将他的注意力拉回。你师尊最近察觉你即将突破，特地来找本座商议。但你这雷劫……宗主顿了顿，美目中闪过一丝忧虑，怕是凶险异常啊。季川心头一跳，昨夜他与师尊缠绵时，确实感受到境界壁障松动。是，他简短应答，注意到师尊指尖掐进了掌心。百花峰主突然笑出声：“雪师妹难得求人，就为这事。”他红唇勾起：“我们百花峰专修生命大道，倒是有个法子。”联姻。宗主直接揭破：“你原先的婚约既已作废，不如与百花峰结亲。萱儿的体质你应该听说过。”季川瞳孔微缩，修真界传闻，百花峰圣女先天玉髓天香道体，此道体天生对生命大道有很强的亲和力，是极为稀有的体质之一。双修时能引动生命本源，极大提升道侣的肉身素质。他下意识看向柳萱儿，却见那姑娘耳尖泛红，脸红的能滴出水来。不行！雪梨渊突然出声，又猛地收住。季川看见她雪白脖颈上青筋隐现，那里昨夜还留着他啃咬的痕迹。不是，我是说……季川性子倔，未必。师尊多虑了。季川突然打断，唇角勾起玩味的笑。柳师妹人美心善，能与我结为道侣，乃是我三生有幸。他故意用视线丈量柳萱儿的身段，满意的看到那截白玉般的颈子染上霞色。余光里，雪梨渊的指甲已经刺入掌心。季川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满足感。说起来，季川突然话锋一转，从怀中取出一物，还要多谢柳师妹的玉佩。银白的玉佩在他掌心泛着温润光泽。柳萱儿猛地抬头，眼镜后那双杏眼瞪得圆圆的。他今日没戴那副笨拙的眼镜，眸子清亮的能映出人影。我在无尽剑狱时，这玉佩为我挡下了10股毒物。季川指尖抚过玉佩，声音罕见的认真了些。若非如此，我也取不到逍遥剑。言罢，他突然左手掐诀，一道青光自袖中冲天而起，整座大殿剑气纵横，12根盘龙柱上的龙纹竟同时亮起，发出震天的龙吟。待光芒散去，一柄通体青碧的长剑悬浮在季川身前，剑身透明如水晶，内部似有云雾流转。逍遥剑。宗主豁然起身，玉簪上的流苏剧烈晃动。300年来，无人能取得无上剑胚。相传此剑胚乃天外玄铁所铸，内蕴无上天道禁制。若有人能解开禁制，必将成就无上剑尊。百花峰主的红唇微微张开，指甲深深陷入扶手木料。
他眼中金光暴涨，这等天赋，这等实力，若先天玉髓天相道体能与其结合，但下子4百花风何愁不能压过主峰？好，好，好！鲜红的衣袖无风自动。雪师妹，你这徒弟当真是千年难遇的奇才。他心中暗忖，今日就是绑，也要把这小子绑回百花峰。季川收剑入鞘，金属摩擦声清脆如铃。他向前2步，不由分说捉住柳萱的手。少女的手比他想象中更软，掌心有常年捣药留下的薄茧。季川故意用拇指摩挲他腕间跳动的血脉，感受到那节皓腕在他掌中轻轻颤抖。物归原主，他将玉佩放入他掌心，却迟迟不松手。柳萱耳尖红得几乎透明，那颗泪痣在阳光下像一滴凝固的朱砂。咔一声轻响，雪梨渊手中的茶盏裂开一道细缝。季川不用回头都能想象师尊此刻的表情。百花峰主突然抚掌大笑，看来2个孩子有缘，不如把婚事定下。宗主吕须接话，目光意味深长地在雪梨渊与季川之间扫过。萱儿的先天道体确实能助你渡劫。季川这才松开柳萱儿，转身时玄色衣袍翻卷如乌云。他瞥见雪梨渊垂落的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不知百花峰有什么条件？他故意问得轻佻。简单。百花峰主鲜红的指甲敲击扶手。你们第一个孩子必须归我百花峰培养。恕我拒绝。闻言众人无不被他的回答震惊。能娶百花峰圣女为妻，大陆上下所有修士闻之都会为之疯狂。别说是一个孩子，就算是让他改随孩子姓都在所不辞。可他却拒绝得干脆，仿佛是丢了一团随手可见的某某纸。只见他言罢摆了摆手，转身便做离开之势。我季川的血脉还轮不到别人染指。他那句轻飘飘不夹带任何感情的话，却如同惊雷般在所有人耳中炸响，如碎石落入湖泊，惊起各不相同的涟漪。有愤怒，有震惊，有欣喜，狂妄。百花峰主拍案而起，檀木扶手在他掌下瞬间化为齑粉。他那双描画精致的凤眸中燃起熊熊怒火，鲜红的指尖直指季川眉心。你可知若没有萱儿相助，化神雷劫足以让你灰飞烟灭。大殿内空气骤然凝固，好似12根盘龙柱上的龙纹都不安地游动起来。季川却只是轻轻掸了掸衣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峰主多虑了。他声音不疾不徐，弟子自有办法渡劫。哦。百花峰主冷笑一声，红唇如血。好啊，你若能证明自己有办法渡劫，本座便不再提联姻之事。季川眼中金光一闪，他等的便是这句话。恕弟子隐瞒，其实弟子已掌握天魔十界大法第5重。殿外上空顿时乌云密布，仿佛感应到了什么恐怖的存在。季川负手立于大殿中央，玄色衣袍猎猎作响。他缓缓抬起右手，一滴暗红色的血珠从掌心渗出，悬浮在空中，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天魔十界大法，血迹苍穹。随着他低沉的声音，那滴血珠突然炸开，化作无数细如发丝的血线刺入虚空。季川脚下的地面开始皲裂，裂缝中渗出暗红色的光芒。一声闷雷巨响，殿外天空突然暗沉下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整个的空间开始扭曲，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揉捏这片天地。这是宗主迟暮嫣然，瞳孔骤缩，百花峰主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去。他身为地煞境大圆满修士，自然能感受到那股来自远古的恐怖气息，那是足以改变天地法则的力量。季川双手结印，周身暗红色灵力凝成实质，悬浮在他周围，形成一个诡异的血色结界扩散而出。结界内草木逆生长，溪水倒流，连阳光都扭曲成了诡异的暗红色。以血为引，逆转方圆百里法则。季川的声音变得沙哑。雷劫降临之时，我可强行吞噬天地灵气，将雷劫之力转化为己用。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从他体内爆发。宗主大殿四周的防护阵法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就在虚空都要被撕裂的时候，季川一个响指，所有异象骤然消失。季川又恢复到了笑盈盈的表情，拱手道：感谢百花峰主好意，渡劫之事我自有定夺，告辞。旋即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殿中众人吃惊的眼神。最震惊的还是雪梨渊，面对这个实力强大的逆徒，他甚至都以为季川是被夺舍了，以至于从内心生出一股陌生感。这个逆徒身上还藏着多少他不知道的秘密？百花峰主殿内，一只青瓷茶盏在地上摔得粉碎。狂妄，简直狂妄至极！百花峰主苏清玄怒不可遏，袖袍一挥，殿内12盏琉璃灯同时熄灭又复明。
我百花峰圣女何等尊贵，她季川不过是个内门弟子，竟敢如此轻慢。殿内势力的弟子们噤若寒蝉，连呼吸都放得极轻。峰主发怒时，方圆10丈内的灵气都会变得爆裂，修为稍弱的弟子甚至会经脉刺痛。师父息怒！一道清泉般的声音从殿外传来，身着月白色长裙的少女缓步走入，裙摆上绣着的银线暗纹随着步伐流转，宛如月光下的溪水。我觉得季师兄并非有意冒犯。柳萱儿，百花峰圣女此刻正微微欠身行礼，她眉若远山，眸如秋水，眼角一滴泪痣更添几分仙气。只是此刻那双清澈的眸子里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情绪。萱儿，苏清玄见爱徒进来，怒气稍缓，却仍忍不住拍案。他一个青鸾峰刚上来的圣子，竟敢当着众峰主的面拒绝联姻，真是太不把我百花峰当回事了。柳萱儿轻移莲步，为师父斟上一杯清新茶。师尊消消气。哼！苏清玄接过茶盏，冷哼一声，那功法协议非常，我怀疑他已被魔道中人夺舍，否则怎会在短短几年内直冲玄丹巅峰。柳萱儿指尖微微一颤，茶水溅出几滴。他想起几年前初见季川时，那个在宗门大比上狼狈落败的少年，那时的季川眼神阴郁，修为平平，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后，他竟能力压群雄，成为青鸾峰年轻一代第一人。师尊！柳萱儿放下茶壶，声音轻柔却坚定，弟子想参加下月的9宗会武。苏清玄眉头一皱，你身为圣女，本就不该参与这等争斗，更何况……他眼中闪过一丝忧虑，你的道体即将进入觉醒期，需要静心调养，正因如此，弟子才更需要历练嘛。柳萱儿抬起眼帘，目光清澈见底，而且弟子想与季师兄组队。什么？苏清玄手中茶盏再次落地，这次是直接化为齑粉。你疯了不成？那季川来历不明，功法诡异，你……师尊！柳萱儿罕见地打断了师父的话。玉髓天香体对魔气最为敏感，若季师兄真被魔道夺舍，弟子必能察觉。况且他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红晕，弟子对他却有几分好感。最后一句话声音极轻，却如惊雷般在殿内炸响。苏清玄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爱徒。柳萱儿自小清心寡欲，对宗门内诸多天才弟子的追求不屑一顾，如今竟对一个来历可疑的小子。苏清玄沉默良久，终于长叹一声：唉，女大不中留啊。罢了，但你需答应为师，若发现任何异常，立即退出会武。你的体质对我圣地至关重要，不容有失。弟子谨遵师命。柳萱儿盈盈一拜，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期待。青鸾峰大殿内，夕阳的余晖透过雕花窗棂洒落一地碎金。季川站在雪梨渊身后，修长的手指搭在他纤细的肩膀上，力道恰到好处的揉捏着。师尊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季川俯身在他耳边低语，温热的气息拂过他敏感的耳垂。正愁怎么渡劫，师尊就把饭喂我嘴边了。躺在莲花宝座上的雪梨渊身子微微一僵，随即冷哼一声：胡说什么？本座不过是敬师尊之责罢了。他故作镇定地端起茶盏，却掩饰不住耳间泛起的那抹红晕。季川低笑一声，指腹沿着他优美的肩颈线条下滑，若有若无地擦过锁骨。哦，那师尊给我找道侣，难道不吃醋吗？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7分戏谑，3分惋惜。哎呀，我是不是该直接统一好呢？你……雪梨渊猛地转头，银发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冰蓝色的眸子里燃起怒火。哼，本座为何要吃醋？你爱娶谁娶谁，与我何干？他气鼓鼓地把脸扭向一边，却不知这副模样在季川眼中愈发可爱。季川不急不恼，慢悠悠地绕到他身旁坐下，握住他的一只玉足。雪梨渊下意识要抽回，却被他牢牢扣住脚踝。逆徒，放开！雪梨渊脸上飞起2片红云，声音却没什么威慑力。师尊别动，徒儿给您按按。季川熟练地褪下他的白绫丝袜，露出如羊脂玉般晶莹剔透的足部。他拇指按在足心穴位上，缓缓施力。今日为徒儿跑了那么久，师尊肯定累了。雪梨渊轻咬下唇，脚趾不自觉地蜷缩起来。季川的手法确实老道，每一下都恰到好处地缓解了他经脉中的郁结。更让他心慌的是，这逆徒的手指仿佛带着电流，所过之处酥麻一片。哼，你倒是会献殷勤。雪梨渊强装镇定，却控制不住呼吸变得急促。既然知道本座辛苦，为何还要当众拒绝联姻？明知那柳萱儿的体质确实对你有益。季川突然抬头，黑曜石般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暗红。
师尊当真希望我娶她？雪梨渊语塞，长睫轻颤着垂下，遮住了眼中的复杂情绪。世间哪个纯爱战士希望看到自己被牛头人？但他可更不愿看到这逆徒在雷劫中灰飞烟灭。见他不答，季川唇角勾起一抹邪气的笑，手上力道突然加重，拇指划过他敏感的足弓。雪梨渊猝不及防，发出一声轻喘，随即羞恼地瞪向他：你别太放肆！可是尊见我拒绝了，明明很高兴，不是吗？季川突然轻身上前，将他困在宝座和自己胸膛之间。否则为何从大殿回来，嘴角就一直微微上扬？雪梨渊心头一跳，没想到自己的小心思被看得一清二楚。他别过脸去，银发垂落，遮住泛红的面颊。胡说八道！本座只是……又看到师尊这副样子，季川只觉得心里痒得慌。只是什么？季川逼近，鼻尖几乎贴上他的。只是担心你渡劫时死了，没人给我端茶送水。雪梨渊恼羞成怒，一掌拍向他胸口，却被季川轻易扣住手腕，按在椅背上。两人距离近得能感受到彼此的呼吸。雪梨渊闻到了季川身上那股特有的冷冽气息，混合着淡淡的血腥味，那分明是无相魔体即将突破的征兆。他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他脖颈处隐约浮现的黑色纹路上，心头涌起一阵担忧。哦，师尊担心我。雪梨渊瞳孔微缩，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季川拦腰抱起。他惊呼一声，本能地环住他的脖子。川儿，快放我下来！这成何体统？季川充耳不闻，大步走向内室，一脚踢开房门。夕阳的余晖透过纱帐，为室内蒙上一层暧昧的暖光。他将雪梨渊轻放在床榻上，随即俯身。逆徒，你等一下。抗议的唇被封住，强势而缠绵。雪梨渊今日穿的正是大殿上那件月白色广袖流仙裙。等等！雪梨渊突然按住他的手，眼中闪过一丝清明。你今日施展的天魔十界大法，从何而来？季川动作一顿，随即便想好一个借口，随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宽他的衣解他的带。难道师尊不知道我这5年一直在研究魔道功法吗？当然。雪梨渊也慌了神，因为身为师尊的他在季川修为尽失之后便根本没关注过他。随即撑起身子，银发如瀑般垂落。第5重血祭苍穹是上古禁术，连魔道中人都不敢轻易尝试。你嘘！季川用食指抵住他的唇，眼中暗芒流转。抓紧时间吧，师尊。窗外最后一缕夕阳也被夜色吞没，殿内没有点灯。就在两人意乱情迷之际，季川突然停下动作，撑起身子，凝视着他。雪梨渊不解地睁开眼，对上他异常清明的目光。师尊！季川的声音突然变得格外认真。若我渡劫失败，闭嘴！雪梨渊猛地捂住他的嘴，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不许说这种话！季川目光温柔似春水，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轻轻吻了吻掌心。我只是想说，无论发生什么，师尊都要记住。日子很快来到九宗会武当天，玄天峰顶云海翻腾，罡风凛冽。季川站在悬崖边，黑袍被吹得猎猎作响。他目光投向远方，9根巨大无比的通天石柱自云海中拔地而起，如利剑般刺破苍穹，气势磅礴。那便是9宗会武的最终赛场。腰间软肉忽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季川倒抽一口凉气，扭头看去，身旁的雪梨渊正若无其事地收回纤纤玉手，仰头望着远方的石柱，还时不时调皮地看他一眼，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只是那微微泛红的耳尖出卖了他内心的不平静。季川玩心大起，忽然伸出手朝着那不盈一握的纤腰探去。雪梨渊早有防备，嘿！只见他身形如月下柳絮般轻轻一晃，便躲开了他的袭击，反手拍开他作乱的手掌，绝美的脸颊上飞起一抹动人的红霞。哎呀，别闹，走了。他今天穿了一袭素白的月华流光裙，裙摆上用银线绣着繁复的云纹，随着他的动作，仿佛有月光在流淌。银色的长发并未梳冠，仅用一根白玉簪松松挽起，更添几分清冷与圣洁。两人踏上逍遥剑，青碧色的剑身光滑流转，载着他们冲天而起。雪梨渊站在前方御剑，季川则站在他身后。陈风将他发间与衣袂间的清冷幽香尽数送入季川的鼻腔。真好闻！听说玄天宗出了个100年难遇的天才，20多岁便已达化临近中期。雪梨渊清冷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此次会武，你须得小心应对。季川嘴角微微上扬，向前凑近一步，温热的气息几乎拂过他的耳垂。他坏笑着压低声音：师尊是在担心我吗？谁担心你了？
雪梨渊的声音瞬间提高了几分，仿佛被踩了尾巴的猫。我只是怕你给我丢人。话音未落，一只有力的手臂突然环上了他的腰。呀！季川将他整个人都揽进了怀里，逍遥剑在空中骤然一晃，险些失控。雪梨渊吓了一跳，脸颊瞬间红透，连忙稳住飞剑。他慌忙想扯开他作乱的手，却发现那手臂如铁箍般纹丝不动。他只能慌张地压低了声音，带着一丝羞恼的颤音：“逆徒，别闹了，宗主还在前面呢。”季川死皮赖脸地将下巴搁在他香肩上，声音里满是笑意：“嘿嘿，就抱一下。”“不行，撒开。”雪梨渊正眨着，声音软糯无力，毫无威慑。厉季川还得寸进尺，侧过头，嘴唇几乎要贴上他泛红的脸颊。“宝宝，给我亲一口。”“喵！”雪梨渊彻底慌了神，整个人都软在他怀里，可爱的让人心都化了。“哎呀，别闹了，回去再给你。”最后几个字细若蚊呐，却清晰地落入季川耳中。“不行！”季川撒娇般的蹭了蹭他的颈窝。“现在就要！”两人在队伍后方打打闹闹，动手动脚，气氛暧昧到了极点。“你们俩在后面嘀咕什么呢？”行在最前方的宗主迟暮嫣然不知何时回过了头，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雪梨渊如同受惊的兔子，猛地从季川怀里挣脱出来，赶忙站得笔直。季川也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目视前方。迟暮嫣然摇了摇头，转过身去。“马上到了，打起精神来！”剑光落地，人声鼎沸，如潮水般涌来。玄天峰顶竟是一片浩瀚无垠的白玉广场，广阔的望不到边际。无数修士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各色法衣流光溢彩，空中不时有华丽的飞舟或灵兽坐骑掠过。季川一行人走在通往凌霄宗专属席位的玉石大道上，瞬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他的出现更是如同一滴滚油落入沸水。他一身玄衣，身姿挺拔，剑眉星目，俊美的不似凡人，仿佛只是随意的站在那里，便能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心。无数道惊艳、好奇、探究的目光瞬间将他锁定。“快看，凌霄宗的季川，我靠，真帅啊！听说他前段时间仅凭一己之力就取得了那把剑呢。他还拒绝了百花峰的联姻呢，我靠，那可是圣女爱！不是，他凭什么啊？”议论声此起彼伏，其中夹杂着不少女修压抑不住的惊叹。季川虽然对这些视线早已习惯，但强压下疯狂翘起的嘴角，属实有点费劲。“季师兄，小女子是万剑宗的弟子，可否？可否交换个传音玉简？”几个胆大的女修甚至红着脸围了上来。为首的女修鼓足勇气，声音细若蚊啊，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来。季川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感到身侧的空气骤然降温。雪梨渊清冷凌冽的目光扫过那几个女修，不带一丝温度。那几个女修如坠冰窟，姗姗后退了几步。季川感受到身后那刺骨的寒意，转头瞧见雪梨渊那笑得弯弯眉，又略带和善的微笑，仿佛是个温柔贤惠的小娘子。只是那额角微微抱起的青筋暴露了他内心的不悦。这护食的小模样真是可爱的紧。他转头只好对那女修露出一个歉意却不失礼貌的微笑。“抱歉，师门管得严。”女修的视线落在他身前那位银发绝尘、神情冷漠的仙子身上，顿时了然，有些失落的退下了。“哼！”雪梨渊这才素手环着胸，满意的轻哼了一声，露着几分小女孩般的得意。九宗会武，100年一度。走在前面的迟暮嫣然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他边走边解释：“除了我们凌霄宗，还有玄天宗、天机阁、万剑门等等。今天你看到的，基本就是整个修仙界年轻一代的顶尖力量了。”季川默默记下这些名字，特别是迟暮嫣然提到玄天宗时，语气中那一丝微妙的停顿。来到他们专属席位上，他顺着宗主的目光望去，只见一群身穿金边白袍的修士，个个气息沉凝，为首的青年更是气度不凡。转头瞧见雪梨渊也正望着那个方向出神，冰蓝色的眸子里罕见地流露出一丝凝重，似乎在发呆。那月华流光裙包裹下的身段曲线毕露。季川心中一动，趁着众人都在注意前方，悄然凑了过去。他伸出手，在那挺翘的臀上飞快地捏了一下。“呀！”雪梨渊惊呼出声，声音不大，却在嘈杂的环境中格外清晰。周围几名修士立刻循声看来。雪梨渊反应极快，赶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一张俏脸瞬间红到了脖子根。他随即猛地转头，一双冰蓝色的眸子又羞又怒地瞪向季川，那眼神仿佛在说：“你死定了。”可在对上他那促狭又得意的笑容后，满腔的怒火却化作了一抹无可奈何的羞恼。迟暮嫣然似有所觉，狐疑地回头看向两人：“怎么了，梨渊？”“没。”
没什么。雪梨渊强作镇定，视线飘忽不定。有只虫子，吃吃。季川差点笑出声来，被雪梨渊狠狠踩了一脚才收敛，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嘴角却依旧挂着那副欠揍的笑容。师尊这娇嗔带怒的小模样，比什么灵丹妙药都提神。就在两人眉来眼去之际，广场入口处传来一阵不小的骚动，人群如潮水般向两侧分开，让出一条通道。只见百花峰主苏清玄身着一袭如烈火般张扬的红裙，在一众弟子的簇拥下款款而来。他凤眸微挑，红唇勾着一抹似有若无的笑意，气场强大到让周围的议论声都低了几分。还好赶上了。苏清玄的声音带着几分慵懒，目光却精准地落在迟暮嫣然身上。而在他身侧，一道身影让季川的视线不由自主地停住。柳萱儿，她今日的装扮与往日截然不同，一身阴粉色的抹胸长裙，裙摆层层叠叠，宛如初绽的桃花。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抹胸设计根本无法完全包裹住的惊人丰盈，雪白的弧度在衣料边缘若隐若现，勾勒出一条深邃又诱人的沟壑。随着她的走动，那片柔软微微晃动，仿佛能漾出奶香。裙摆之下，一双月白丝袜紧紧包裹着她纤细匀称的小腿，一直延伸至大腿深处，在裙摆的遮掩下引人无限遐想。清纯的颜色配上这极致情色的曲线，简直是纯与玉的完美结合。柳萱儿似乎察觉到了季川那毫不掩饰的目光，她本就白皙的脸颊瞬间腾起两抹红霞，长长的睫毛如蝶一般不安地颤动着，根本不敢与他对视。萱儿，还不见过宗主和师叔？苏清玄的声音将柳萱儿从慌乱中拉回。萱儿，拜见宗主大人，拜见雪师叔。他的声音细若蚊呐，微微躬身行礼时，胸前那惊心动魄的弧度更显夸张。季川甚至能看到那抹粉色衣料被撑得紧紧的，仿佛下一秒就要裂开。柳萱儿抬起头，见过师兄。他那双水汪汪的杏眼对上季川深邃的黑眸时，心脏猛地漏跳一拍，像是受惊的小鹿飞快地垂下眼帘，视线慌乱地落在自己的鞋尖上，那副羞怯又无措的模样，让人忍不住想将他揉进怀里，好好欺负一番。来了。季川循着雪梨渊的目光看去，只见刚刚那群身穿金边白袍的玄天宗修士中，缓缓走出了一名黑衣女子。她周边的白袍修士竟同时对她恭敬鞠躬，动作整齐划一。那一身漆黑如墨的紧身劲装，与她身边的纯白形成了极致的视觉反差。布料紧紧贴合着她的身体，勾勒出一条惊心动魄的火爆曲线。饱满的胸脯将衣料撑起一个夸张的弧度，腰肢却又收得极细，不堪一握。往下是浑圆挺翘的臀部，再往下，一双修长笔直的腿被黑色的丝质长袜包裹，在阳光下泛着一丝诱人的光泽。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宽大的斗笠，边缘垂下薄薄的黑纱，遮住了她的上半张脸，脸上还戴着一层纯黑的面纱，只露出一双冷漠锐利的眼睛，整个人散发着一股生人勿近的神秘与危险气息。最引人瞩目的是她左边耳垂上挂着的那枚小巧的玉铃，那玉铃通体翠绿，晶莹剔透，随着她轻微的动作，似乎在空气中荡开无声的涟漪。季川看到那枚玉铃的时候，整个人都惊住了，他脸上的所有表情瞬间凝固，瞳孔在看清那枚玉铃的瞬间骤然收缩成一个危险的针尖。怎么会是他？他怎么会在这里？一声清脆的钟鸣声，仿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直接在所有人的神魂中响起。广场上鼎沸的人声为之一静，一位须发皆白、身穿玄天宗长老服饰的老者，不知何时已立于广场中央的高台之上。他目光如电，扫过全场，无形的威压让所有弟子都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肃静。老者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100年一度九宗会武今日开启，此番会武规则如下。他顿了顿，声音陡然拔高。其一，各宗派出2名弟子组队，采用双人制。其二，所有弟子将被传送至万寿谷秘境，谷内魔兽横行，危机四伏。其三，猎杀魔兽可获积分，魔兽越强积分越高。老者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冷厉。其四，若2队相遇，必须交手，败者将被传送出局，其全部积分由胜者夺取。话音落下，全场哗然。这规则未免太过残酷，不仅要面对秘境中的强大魔兽，还要提防其他宗门的顶尖天才，败北的下场便是失去一切。其五，会武时长3个时辰，时辰一到，积分最高者便是此次9宗会武的魁首。老者宣布完毕，一股肃杀之气已在广场上弥漫开来。定，
季川的脑海中也适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检测到九宗会武开启，发布宗门任务，夺得魁首。任务奖励：未知品质极品，极品奖励。季川的嘴角不易察觉的勾起。儿，雪梨渊不知何时凑了过来，冰蓝色的眸子里满是挥之不去的担忧。他下意识的伸手轻轻拽住了季川的衣袖。万寿谷内极其凶险，还有玄天宗的那群人，你……他声音压得极低，清冷的声线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一定万事小心，保住性命要紧，好吗？季川反手握住他冰凉的小手，指腹在他手背上轻轻摩挲。他看着师尊紧张的泛白的指节，心中一暖。随即他凑到他耳边，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坏笑道：师尊放心，徒儿若是拿了第一，可否答应徒儿的要？温热的气息拂过雪梨渊敏感的耳廓，他的脸颊疼的一下就红了，连耳根都染上了绯色。他羞恼的想把手抽回来，却被季川握得更紧。没个正形。雪梨渊嗔了他一眼，却没再挣扎，只是将头扭向一边，不敢看他。高台上的长老大手一挥，会武开始。刹那间，整个白玉广场上亮起无数道冲天光柱，繁复玄奥的阵法纹路在地面上流转，一股强大的空间之力笼罩了所有参赛弟子。季川只觉眼前一花，身体便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拉扯着。失重感传来，他下意识地看向柳萱儿。少女显然也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传送，小脸煞白，紧紧闭着眼，长长的睫毛不停颤抖。季川伸出手，一把将她揽入怀中。别动！柳萱儿浑身一僵，随即感到一个温暖而有力的怀抱将自己包裹，那股熟悉的冷冽气息让她瞬间安心下来，脸颊却烫得惊人。光芒散尽，2人已然身处一片陌生的原始密林之中。参天的古木遮天蔽日，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草木气息与淡淡的血腥味。远处不时传来令人心悸的兽吼。柳萱儿这才反应过来，慌忙从季川怀里挣脱，红着脸低下头：多谢师兄。吼！话音未落，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从侧方传来，一头身形堪比小山，浑身覆盖着黑色鳞甲的魔熊猛地从林中冲出，他铜铃大的眼睛里闪烁着暴虐的红光，张开的血盆大口中腥臭的咸水滴落在地，腐蚀出一个个小坑。黑鳞魔熊，玄丹境后期。柳萱儿花容失色，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季川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只是随手一挥，青光乍现，逍遥剑自袖中飞出，发出一声清越的剑鸣，剑身在空中划过一道肉眼难辨的青色轨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也没有华丽炫目的剑光。那头气势汹汹的黑鳞魔熊动作戛然而止，他庞大的身躯僵在原地，眼中的暴虐红光迅速褪去。下一刻，一道细微的血线从他的眉心一直延伸到尾部，扑哧一声，庞大的熊躯颈从中间整齐地分成了2半，轰然倒地，鲜血与内脏流了一地。柳萱儿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小嘴微张，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玄丹境后期的魔兽，就这么被一剑秒了。季川召回逍遥剑，剑身依旧青碧如洗，不着一丝痕迹。他看着掌心悬浮的长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无上剑胚的力量果然比他想象中还要强横，用他施展出的剑招，威力何止提升了1倍。而且季川能感觉到自己远没有发挥出这柄剑的全部力量。师兄，你好厉害！柳萱儿回过神来，一双水汪汪的杏眼亮晶晶地看着他，充满了崇拜。全场死寂，玄天峰顶数十面水镜前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固在那一袭悬衣的身影上，震撼、难以置信，甚至是恐惧。一剑葬星河，那毁天灭地般的景象如同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人的神魂之中。师兄！柳萱儿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一双杏眼之中除了惊骇，更多的是一种近乎狂热的崇拜。季川缓缓收剑，神色淡然，仿佛刚刚那足以载入史册的一剑不过是随手一挥。他体内的灵力确实消耗巨大，但无上剑胚似乎自带回灵效果，正在飞速补充着他的亏空。他迈步走向那头已经彻底失去生机的玄甲地龙，只要取出他的魔核，这9宗会武的头筹便已是他的囊中之物。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地龙尸骸的瞬间，季川抬眼，异变陡生，数道模糊不清的黑影如同鬼魅一般自林间的阴影中爆射而出，他们的速度快到极致，行动间悄无声息，仿佛与空气融为一体。赤，几道寒光闪过，他们手中那造型奇特的弧形短刃精准而又利落地划开了地龙最坚硬的头颅。
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演练了无数次。一颗拳头大小、闪烁着土黄色光晕的魔盒被其中一人瞬间掏出。多谢这位师兄为我们做嫁衣了。一道沙哑而又得意的声音在林间响起。那几道黑影得手之后，没有丝毫停留，转身便要遁入密林深处。柳轩儿又惊又怒：“啊，你们站住！”季川没有说话，他只是缓缓抬起了头，脸上那副云淡风轻的表情不知何时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森然的冷意。他漆黑的眸子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片死寂，那是一种被触及底线后最纯粹的杀意。你们走得了吗？季川的声音很轻，却像一柄重锤，狠狠敲在每个人的心上。他单手掐诀，对着地面轻轻一按，嗡！一道肉眼可见的金色阵法纹路以他为中心，瞬间向四周扩散开来，光芒冲天而起，形成一个巨大的半透明光罩，将方圆1000丈的区域尽数笼罩。那几道已经快要逃入林中的黑影，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壁，被狠狠地弹了回来。他们狼狈地摔在地上，脸上满是惊骇。阵法什么时候？季川的嘴角终于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从你们踏入这片沼泽开始，就已经是瓮中之鳖了。那几名黑衣人脸色巨变，他们这才发现自己宗门最擅长的隐匿之术在这片阵法之中竟完全失去了作用。杀了他！为首之人当机立断，发出一声低吼，数道身影再次消失在原地，化作致命的幽魂，从四面八方攻向季川与柳轩儿。无声的匕首，淬毒的飞针，他们的攻击阴险而又毒辣，专攻人体要害。师兄小心！柳轩儿惊呼一声，下意识地靠向季川。两人背对而立，季川神色不变，手中的逍遥剑随意挥洒，叮叮当当，一连串清脆的金属交击声响起，所有射向他的暗器与匕首都被他精准地格挡开来。他的动作写意潇洒，仿佛不是在进行一场生死搏杀，而是在庭院中演练剑舞。可那几名刺客却越打越心惊，他们的每一次攻击都被对方轻描淡写的化解，仿佛自己的所有动作都在对方的预料之中。季川的眉头却微微皱了起来，他能应付不代表柳轩儿也能。少女的修为毕竟差了一截，应付起来已经有些捉襟见肘，裙摆上甚至被划开了一道口子。季川的耐心在这一刻耗尽了，他懒得再跟这些臭虫玩下去了。下一秒，他突然伸出左臂，一把将身后的柳轩儿揽入怀中。呀！柳轩儿一声惊呼，整个人都撞进一个坚实而温暖的胸膛，那股冷冽气息将他包裹，让他瞬间忘了危险，脸颊红的像是要滴出血来。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季川却没给他反应的时间。他抱着怀中温软的娇躯，右手逍遥剑横于胸前，聒噪，一股狂暴的剑气以他为中心轰然炸开，没有华丽的招式，也没有璀璨的光芒，只有最纯粹最霸道的力量，呈圆形向四周无差别的席卷而去。轰！整个阵法空间内所有的树木、岩石、灌木尽数被这股力量碾成了齑粉。那几名藏匿在暗处的刺客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这股剑气风暴撕扯得鲜血淋漓，从藏身之处被硬生生炸了出来。他们浑身是伤的躺在地上，满眼恐惧地看着那个如同魔神般的男人。叮！恭喜宿主击败幽影宗弟子，夺取其全部积分。当前积分12800分，暂列第2。季川的脑海中系统的提示音适时响起，他看都没看那些人一眼，目光落在了那枚掉落在地的玄甲地龙魔盒上。他松开怀里的柳轩儿，缓步走去，将其捡起。少女的心还软在他的臂弯里，此刻的他心跳如鼓，浑身发烫。师兄。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平静瞬间，一股让季川都感到心悸的极致危险骤然降临。一道凝练到极点，快到肉眼无法捕捉的凌冽剑气，撕裂空气，带着刺耳的尖啸，从密林深处直射而来。这一剑的目标正是季川的眉心。太快了，快到无论是场内的柳轩儿，还是水境外观战的所有人都完全没能反应过来。季川的瞳孔骤然一缩，他本能的想躲，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轰！一声巨响，剑气狠狠地轰在了季川身前3寸之处，一道无形的防御阵法自动浮现，光芒一闪，便将这致命的一剑挡下。可那恐怖的冲击力依旧将地面离出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恐怖沟壑，一直延伸到森林尽头。烟尘散去，季川依旧站在原地，面色平静，只是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他缓缓抬头望向剑气袭来的方向，只见密林的阴影中2道身影缓缓走出，走在前面的是一名身穿漆黑紧身劲装的女子，正是之前在广场上引起他注意的那个玄天宗弟子。
那火爆到极致的身材曲线，那顶遮住容颜的斗笠，还有那左耳上轻轻晃动的翠绿玉铃。季川的目光死死地锁在那枚玉铃上，而在他身后跟着一名身穿金边白袍、脸上戴着银色面具的男子，他怀中抱着一柄未曾出鞘的长剑，步履沉稳，气息内敛，却给人一种比前方女子更加危险的感觉。两人就这么一步步走来，一股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如潮水般席卷了整个战场。玄天宗、岳清秋、楚星河。季川瞳孔骤然收缩，右手不自觉按上剑柄。10丈开外，那袭玄色劲装劲力如渊，斗笠垂下的薄纱随风轻摆，耳上碧玉铃铛发出清脆声响。明明没有一丝灵力外泄，却让他浑身汗毛倒竖。柳絮儿呼吸明显急促起来。师兄，他们玉牌上的数字。季川眼角余光扫过对方腰间3700点，足足是他们3倍有余。更可怕的是，这两人衣衫整洁如新，连发丝都一丝不苟，显然之前的战斗根本没让他们使出全力。更让他不安的是，那个沉默的岳清秋右手已经按在了剑鞘上，纤细五指缓缓收拢的刹那，林间骤然刮起刺骨寒风。师妹退后。季川暴喝出声的瞬间，岳清秋动了没有警告，没有试探，玄色身影如鬼魅般掠过10丈距离。季川只来得及横剑格挡，就听当的一声震耳欲聋的爆响，虎口当场崩裂。剑身上传来的力道让他双脚离出2道深沟，后背重撞在树干上，噗一口鲜血喷出。季川眼前发黑，这一剑的威力远超幽冥影狼的全力一击。师兄！柳絮儿惊呼着要上前，却被突然出现的楚星河拦住。你的对手是我。楚星河袖中划出一柄通体银白的长剑，3招之内送你出局。季川根本无暇顾及师妹那边，岳清秋的第2剑已经袭来，剑锋位置，凌厉剑气已经在地面里出3尺深沟。他狼狈的翻滚躲避，原先倚靠的古树被拦腰斩断，断面光滑如镜。这位师姐。季川一边讲话稳住对方，一边咬牙捏碎一枚阵符，7道金色光幕瞬间在手心悄然成型。可否知道名号？岳清秋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万载玄冰。废话真多。他剑尖轻点，第1道光幕应声而碎，紧接着第2剑刺出，剩余6道光幕如同薄纸般接连破裂。季川趁机后撤，双手飞快结印，沿途撒下12枚玉符。地龙翻身，地面突然剧烈震颤，数十根石刺破土而出。岳清秋身形微滞，终于第1次停下攻势，但没等季川松口气，就见他左手掐了个古怪剑诀，那柄漆黑长剑突然分化出12道剑影。玄天剑阵脚，轻飘飘一个字落下，12道剑影如活物般搅碎所有石刺，碎裂的石块尚未落地，就被后续剑气碾成齑粉。季川额头渗出冷汗，这根本不是比试该有的招式，分明是要取他性命。师姐何必赶尽杀绝？季川擦去嘴角血迹，暗中将灵力注入腰间玉佩。我们认输，积分全数奉上如何？岳清秋的回答是突然抱起的第3剑，这一剑快得超出常理，季川只看到一道黑线划过视野，胸口就传来撕裂般的剧痛，护心镜应声而碎，鲜血瞬间浸透前襟。季川单膝跪地，视线开始模糊，他勉强抬头，看到岳清秋缓步走来的身影，薄纱下若隐若现的唇角竟带着一丝残忍的愉悦。场外观战台上一片哗然，玄天宗这是要杀人吗？药无尘拍案而起，莫问天，你们管不管？雪梨渊已经冲到看台边缘，素手捏得发白，迟暮嫣然按住他肩膀，别急，小家伙还有后手。秘境中，季川突然笑了，他染血的手指轻轻一勾，雷玉天劫阵，先前洒落的12枚玉符同时亮起，岳清秋脚下突然浮现复杂阵图，下一刻数十道紫色雷霆从天而降，将他所在区域彻底淹没。雷光中隐约传来一声闷哼，季川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咬破舌尖强行提神，又布下3道防御阵法。成功了吗？他喘息着看向雷光中心，答案是否定的。一只素手撕开雷幕，岳清秋缓步走出，玄色劲装多了几处焦痕，但气势不降反增。最可怕的是他手中那柄剑，漆黑剑身此刻爬满血色纹路，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杀意。能伤到我？岳清秋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波动。你值得我出全力。他突然摘掉斗笠，露出一张倾国倾城的容颜，但季川无暇欣赏那双凤目中闪烁的是赤裸裸的杀机。玄天秘传天珠指，岳清秋左手并指如剑，隔空点向季川眉心。这一指看似轻描淡写，却让方圆10丈内的空气瞬间凝固。季川骇然发现自己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道死亡指径逼近。要死！他瞳孔缩成针尖大小，脑海中闪过雪梨渊担忧的面容。千钧一发之际，
季川体内某种力量突然苏醒，他双手不受控制地接出一个古老硬诀，喉咙里挤出5个字：混沌开元阵。轰！以季川为中心，方圆3丈内的空间突然扭曲，天珠只劲撞在这扭曲领域上，竟如泥牛入海般消失无踪。但代价是季川7窍同时流血，整个人如破布娃娃般倒飞出去，后背重重撞在岩壁上，碎石簌簌落下。他勉强用剑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季川咳出一口鲜血，视线已经模糊成一片血色。场外，耀无尘猛地站起身，这是上古阵法，这小子什么来头？雪梨元素手紧握栏杆，指甲深深陷入木中而不自知。他身旁的迟暮嫣然眼中闪过一丝异色，混沌开元，有意思。秘境中，岳清秋玄色劲装无风自动，血色纹路爬满剑身。他凤目微眯，看着摇摇欲坠的季川，居然能挡下天珠指。再这样下去，季川不知道怎么赢。随即也不装了，深深吐出一口浊气，若无其事站起身来，面带认真，跟方才狼狈的季川判若两人。右手缓缓举起逍遥剑，随着他心念一动，方圆100丈内的灵气突然暴动，如百川归海般向他剑尖汇聚。剑身亮起刺目金光，隐约有龙吟之声。秘境上空，原本晴朗的天空骤然阴沉，乌云如漩涡般汇聚，隐约有雷霆在其中游走。季川的剑仿佛成了天地间的唯一光源，恐怖的威压让地面开始皲裂，碎石违反常理的悬浮而起，围绕着季川形成巨大漩涡。这是……场外的莫问天终于变色，凝气化形。这怎么可能？岳清秋脸色微变，直觉告诉他必须要逃，旋即捏碎一枚神品传送符，身形一晃就想要退脱。可随着正在蓄力的季川轻描淡写一声落，一股排山倒海般的重力压下，震得空气都在颤抖。岳清秋只觉有万吨巨力压来，瞬间将他压得跪倒在地，靠着插在地上的剑才勉强抬得起头。原来不知何时，他腰间竟被季川贴上一张泛着土黑色光芒的阵符。神什么时候？他试图挣脱，却发现连抬手都变得困难。那双凤目终于闪过一丝慌乱。季川的剑已经举过头顶，金光凝聚成10丈长的巨剑虚影，无极归一剑。巨剑轰然斩落，所过之处空间扭曲，地面被剑气离出3丈深的沟壑。岳清秋内心顿时慌了神，被这一剑打中的话会死。强行催动秘法挣脱重力束缚，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发现这一剑的轨迹偏了半分。他故意打偏。这个念头刚起，一道白影突然闪现到他面前。师妹小心！楚心合银白长剑横挡，全身灵力毫无保留地注入剑中。轰！刺目的光芒爆发，整个秘境都在震颤。观战台上的防护阵法自动激活，却仍被冲击波震得剧烈摇晃。当光芒散去，楚星河已经不见踪影，重伤自动传送出局。烟尘中，季川来到了岳清秋的面前。为什么不杀我？我明令！岳清秋声音微颤，玄色劲装多处破损，露出内里白皙红润的肌肤。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右耳上那枚碧玉铃铛，此刻正发出微弱轻响。在岳清秋警惕的目光中，季川伸手轻轻扶住他的手。九娘！季川声音温柔的不像刚刚那个杀伐果断的剑修。师兄怎么忍心让你受伤呢？岳清秋瞳孔骤缩，这个称呼如惊雷般在他脑海中炸响，记忆碎片如潮水涌来。阿川，等等我！山间小路上，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追着前面的男孩，头上戴着的小花微微晃动。九娘快看，我找到灵芝了！男孩转身，笑容比阳光还灿烂。山洞里，2个孩子依偎在一起躲避暴雨。阿川，你说我们以后会一直在一起吗？小女孩小声问。当然，我发誓。男孩认真地说，伸手擦去他脸上的泥土。阿川！岳清秋声音发抖，眼中灵力尽退，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脆弱。他伸手想要触碰季川染血的脸庞。活的阿川吗？九娘，我回来了！岳清秋手中长剑当啷一声落地，这句简单的话仿佛抽走了他最后一丝力气，身体向前倾倒。师兄！岳清秋本能地接住他，泪水夺眶而出。他紧紧抱住季川，像个迷路多年终于找到归途的孩子。对不起，对不起。季川在他耳边轻笑，声音虚弱却温暖。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当年的事，抱歉瞒了你这么久。雪梨渊长舒一口气，但看到2人相拥的画面，不知为何心里泛起一丝异样。他摇摇头，将这个奇怪的念头压下。秘境中，岳清秋扬起泪眼。师兄，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好了好了。季川笑着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动作轻柔的像对待珍宝。这么多人看着呢，回来再说好吗？
场外观众席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只看到两人从生死相搏突然变成相拥而泣，却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什么情况？刚才还打得你死我活，现在抱上了。等等，他们认识？这是什么情况？有弟子结结巴巴地问。药无尘挠着额头，一脸困惑。打出了感情。雪梨渊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却莫名感到一丝酸涩。他看着投影中相拥的两人，轻咬下唇，同样一脸疑惑。天空中响起浑厚的声音：玄天宗楚星河出局，积分归凌霄宗所有。当前排名第一，凌霄宗季川、柳轩儿。传送光芒亮起，季川最后看了岳青秋一眼，用口型说了句等我。当光芒散去，季川出现在传送阵中，再也支撑不住，向前栽倒。川儿，雪梨渊眼疾手快将他接住，少年满是血污的脸正好埋在他胸间。感受到周围投来的暧昧目光，雪梨渊耳根通红，却强装镇定地取出丹药。别动！他声音发颤，将回灵丹塞入季川口中，先把药吃了。季川虚弱地睁开眼，看到师尊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和泛红的耳垂，他轻轻握住雪梨渊的手，多谢师尊。另一边，岳青秋被传送到玄天宗区域，他怔怔望着凌霄宗方向，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垂上的玉铃铛。莫问天走过来，意味深长地问：认识？岳青秋沉默片刻，轻声道：故人。一旁重伤的楚星河还没从刚刚那一幕的震惊中缓过神来，一脸不可置信的苦笑：你是说我抗了一剑差点死，然后你转头跟人抱上了是吗？楚星河只觉得鼻子越来越红，现在场上只有一个小丑，究竟是谁呢？好难猜啊。客栈中，窗外的夕阳洒在雪梨渊的银发上，他跪坐在床榻上，季川枕在雪梨渊柔软的大腿上，头顶正上方顶着师尊柔软的小肚子，感受着他纤细手指轻轻梳理自己发丝的触感，伤口处的疼痛似乎都减轻了不少。川儿，雪梨渊的声音轻柔似水，长发随着他低下头垂落，有几缕调皮的扫过季川的脸颊，骚得他心尖发痒。他纤纤玉指撩了撩鬓角发丝到耳后，好些了吗？季川微微睁开眼，从这个角度能看到正上方师尊精致的下巴和微微颤动的睫毛，露出一抹猥琐的坏笑，随即反转过身了。嘶哈，抱着师尊的大腿来了个史诗级过肺，还难受，要师尊再照顾几天。咦？逆图的说话声震的发痒，雪梨渊脸上飞起一抹红晕，手指轻轻弹了下他的额头，没个正形，但语气里却没有半分责备的意思。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只剩下两人的呼吸声。季川能感觉到雪梨渊的腿微微绷紧，似乎有什么话想说，又犹豫着。他大概猜到了原因，却故意闭眼假寐，等着师尊开口。果然，片刻后，雪梨渊的手指停在他发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那个玄天宗的女弟子。她是谁？为何会抱你？季川转了过来，嘴角微微上扬，一脸猥琐地直视雪梨渊闪烁的目光。哦，师尊是在吃醋吗？胡说什么？雪梨渊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差点跳起来，银发飞扬。为师只是关心弟子的人际交往，万一你被什么妖女迷惑。季川突然伸手握住他的手腕，轻轻一拉，雪梨渊猝不及防，上半身向前倾去，差点扑在他身上。两人鼻尖几乎相碰，呼吸交融。他只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多年不见，一时激动罢了。季川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师尊若是不高兴，弟子以后离他远些便是。雪梨渊的心跳快得几乎要冲出胸膛，季川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唇瓣，让他脑中一片空白。他应该立刻起身的，可身体却像是被施了定身术，动弹不得。谁不高兴了？他小声嘟囔着，睫毛轻颤，显得我很小气似的。季川轻笑一声，另一只手抚上他红透的脸颊，那给我可爱的师尊宝宝补偿一下怎么样？谁要你的补偿？雪梨渊双臂环胸，一脸傲娇的撇过头去，嘴巴气鼓鼓的，别提有多可爱了，眼睛还时不时的偷瞄季川。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时间被无限拉长。季川双手扶上师尊的脸颊，烫得像个刚出锅的芋头。雪梨渊不自觉地闭上眼，红唇微起师兄，你怎么样了？房门砰的一声被猛地推开，柳萱儿清脆的声音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满室的旖旎。雪梨渊如触电般弹起身，慌乱中差点把季川从床上摔下去。站在门口的柳萱儿手里捧着药碗，她身后是凌霄宗宗主迟暮嫣然。这位向来从容不迫的美人见到此般景象，此刻一脸猥琐的八卦样。雪梨渊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手忙脚乱地解释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是在给川儿疗伤。迟暮嫣然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缓步走进房间。看来我们的小季川恢复得不错嘛。他目光扫过季川胸前已经包扎好的伤口，又看了看雪梨渊通红的脸颊，嘴角勾起一抹一切都了然的笑意。
季川倒是镇定自若，多谢宗主和师妹关心，多亏师尊悉心照料，弟子已无大碍。柳轩快步走到床边，将药碗放在床头小几上。师兄，这是宗主特意为你调制的，快喝吧。季川接过药碗，仰头一饮而尽，药液入喉，化作一股暖流涌向四肢百骸，胸口的疼痛顿时减轻了不少。多谢宗主。季川拱手道。迟暮嫣然摆了摆手，从袖中取出一枚古朴的储物戒和一块泛着青光的令牌，这是大比第一的奖励，你们应得的。季川接过令牌，只见上面刻着天虚二字，入手冰凉，隐隐有灵力波动，这就是天虚秘境的通行令。不错。迟暮嫣然点头，储物戒中有各类修炼资源，足够你们在秘境中使用。天虚秘境每10年开启一次，内有无数机缘，但也危险重重。雪梨渊闻言眉头微蹙，伸手接过储物戒探查，3株极品千年灵参，2瓶极品玉髓丹，1亿神灵石，确实丰厚。他抬头看向季川，但你的伤，师尊放心，弟子已无大碍。季川活动了下肩膀，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况且有轩儿师妹同行，不会有事的。见季川无大碍，随即雪梨渊推着2人出去了。好了好了，川儿需要休息，你们快回去吧。宗主和柳轩儿才不情不愿地被请了出去房间里。季川靠在床头，手里把玩着天虚秘境的通行令，夕阳透过窗棂，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雪梨渊坐在一旁，纤细的手指轻轻包着灵果，时不时递到他嘴边。师尊大人，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季川无奈地笑着，却还是乖乖张口接住。雪梨渊指尖不经意擦过他的唇瓣，触电般缩回手，耳根微红。伤患就该有伤患的样子，别逞强。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雪梨渊眉头微蹙，感应到一股陌生又熟悉的灵力波动，他几乎是本能地站起身，挡在季川床前。房门被轻轻扣响。进来。季川的声音比平时高了几分，眼中闪过一丝期待。门开了，岳清秋一袭玄色长裙站在门口，与秘境中那杀气凛然的玄衣剑客判若两人。他手中捧着一个紫檀木药匣，耳垂上的碧玉铃铛随着他的动作轻轻晃动，发出清脆声响。雪梨渊银发无风自动，周身灵力微微波动。不知岳仙子来此处有何贵干？他的声音冷得像冰。岳清秋的目光越过雪梨渊，直接落在季川身上。那双凤眼中复杂的情绪让季川心头一颤，愤怒、愧疚、思念，还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喜悦，全都交织在一起。我带了酒馔还混蛋！岳清秋捧起药匣，声音比在秘境中柔和了许多，对经脉损伤有奇效。雪梨渊冷笑一声，不必了，我凌霄宗还不缺这点丹药。房间里的气氛顿时剑拔弩张。季川连忙撑起身子，握住了师尊的手。师尊，没事的，自己人。自己人。雪梨渊回头瞪他，在秘境里差点要了你命的就是这位自己人。岳清秋垂下眼帘，长睫毛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雪峰主，我确实有错，但请允许我与季川单独说几句话。季川看到雪梨渊的手指攥紧了衣袖，指节发白，他轻轻抹挲了这师尊的掌心。哎呀，好师尊，不会有事的，我说2句话就马上回来，好吗？雪梨渊深深看了季川一眼，那目光中的担忧和某种说不清的情绪让季川心头一热，最终他冷哼一声，像赌气的小孩一样一屁股坐在床边。哼，只能一会。夕阳西下，天边染上一层绚丽的橘红色。季川跟着岳清秋来到悬崖边，脚下是万丈深渊，云海在脚下翻腾。阿川，岳清秋突然转身，一把抱住了他。他把脸埋在他颈窝，声音闷闷的带着抽噎声。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季川轻抚她后背，感受到少女微微颤抖的身躯，她的发丝间传来淡淡的幽兰香气，与记忆中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重叠在一起。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季川无奈又心疼的笑道，手扶上岳清秋哭红的脸颊，拇指给她擦去眼角的泪珠。倒是你下手没轻没重的。岳清秋突然咬住他肩膀，疼得季川龇牙咧嘴。你是属小狗的吗，九娘？这是惩罚。他抬起头，柳眉微蹙，委屈巴巴的样子十分惹人怜爱。为什么不早点和我相认？季川看着眼前这张梨花带雨的俏脸和秘境中那个杀气凛然的玄衣剑客，简直判若两人。他忍不住捏了捏岳清秋的脸蛋。我哪知道那个玄天宗天才剑修，原来就是我家爱哭鬼九娘呢。岳清秋破涕为笑，随即又板起脸来。谁爱哭了？他攥紧季川前襟的手突然松开，转而抚上他胸口的绷带，指尖在燃血处悬停，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还疼吗？疼啊！季川突然捉住他手腕，带着往自己心口按，这儿最疼。当年痛骂我的小没良心，如今见面就要捅师兄。没等他说完，岳清秋便吻上了季川的唇。这个突如其来的动作让季川浑身一僵，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柔软的丁香小舌已经撬开他的齿关。季川能感受到他传递过来的复杂情绪，思念、愧疚、爱恋，全都融在这个吻里。他慢慢放松下来，一手环住岳清秋纤细的腰肢，一手托住他的后脑，温柔地回应着。一吻结束，岳清秋呼吸急促，面红耳赤地退开半步，食指遮住自己红润发亮的嘴唇，眼中蒙着一层水雾，羞得不敢直视季川的眼睛。这是给你的补偿。他声音轻如文瑞，秘境里的事。季川还沉浸在方才的温存中，嘴角不自觉地上扬。他正想说什么，远处突然传来清脆的铃铛声。川儿，该换药了。雪梨渊不知何时出现在回廊下，手中药瓶叮当作响。他眯着眼睛，面带危险的微笑，表情透着黑暗。季川心里咯噔一下，师尊显然看到了刚才的一幕。晚上我来找你。季川迅速对岳清秋低语。岳清秋点了点头，向雪梨渊行了一礼后匆匆离去，耳垂上的碧玉铃铛随着他的步伐发出细碎的声响。季川走向雪梨渊，刚想开口解释，就被师尊一把拽住了袖子。雪梨渊一言不发，拖着他往客房方向走，背影透着明显的不悦。师尊，季川试探性的叫道。雪梨渊没有回头，但拽着他袖子的手又收紧了几分，脚步更快了。季川能感觉到周围温度似乎下降了几度，走廊上偶然碰到的几个弟子都远远地避开了，像是见了什么恐怖的存在。他拽着季川的袖子一路疾行，银发在身后飘动。季川能感觉到师尊的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而是压抑着某种强烈情绪的表现。师尊，你听我解释。闭嘴。雪梨渊的声音冷得能掉下冰渣，连头都没回。他一把推开房门，将季川甩了进去，反手打上3重禁制隔音、隔铃、隔室，确保任何人都无法窥探房内情况。随着嗡的3声轻响，房间内陷入一片死寂。季川踉跄几步，后背刚碰到床榻，雪梨渊已经欺身而上，将他推倒在床上。他双腿分开跨坐在季川腰间，银发如帘幕般垂落，遮住了他的表情，只露出一截雪白的下巴和紧抿的唇。季川从未见过师尊这般模样，平日里总是温柔含笑的嘴角此刻抿成了一条直线，那双总是盛满笑意的桃花眼现在只剩下深不见底的黑暗。他双手攥着季川的衣襟，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师尊，季川试探性的叫道，喉结上下滚动。这情况有点超乎预料，他感觉自己像是被顶级捕食者盯上的猎物。雪梨渊没有回应，只是呼吸变得更加急促，胸口起伏着。梨渊。季川换了个更亲密的称呼，小心翼翼地抬手想拨开遮住他面容的发丝。师尊宝宝。季川使出杀手锏，这是只有2人独处时他才会用的称呼，百试百灵。雪梨渊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随即像被触动了什么开关一般，猛地扯开了季川的上衣。布帛撕裂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露出他缠着绷带的胸膛，绷带上还渗着点点血迹，那是岳清秋的剑留下的伤痕。雪梨渊的目光落在那些血迹上，瞳孔骤然收缩。他缓缓张开嘴，吐出一股灼热的气息，粉嫩的舌尖与上颚拉出一道晶莹的水丝。季川看得口干舌燥，身体不由自主地绷紧。原来刚才在回廊下说换药是这个意思吗？这换药的方式未免也太刺激了。师尊，你这是要……话未说完，雪梨渊已经俯下身，湿热的唇舌贴上了他的腹肌。季川倒吸一口冷气，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柔软的小舌头裹着唾液，在他的肌肉纹理上缓慢游走，时而轻嘬，留下一个个浅红色的印记，时而用虎牙轻咬，带来微妙的刺痛感。雪梨渊的呼吸喷在他的皮肤上又热又痒。他慢慢扯开绷带，动作带着一种奇异的虔诚，露出下面刚刚结痂的伤口。季川以为会疼，却没想到师尊用沾了药粉的舌尖轻轻上起药来，仿佛在用自己的方式抹去属于另一个女人的印记。那药粉带着一丝清凉，但他的舌尖却是滚烫的，冰火交织的触感让季川的身体绷得更紧。他的动作很慢，一点一点，极其仔细地清理着伤口周围的每一寸皮肤，将残留的剑意与血污尽数吞下。这哪里是换药，分明就是在宣告所有权。季川哭笑不得，师尊这醋劲儿比他的剑还锋利。伤口被清理干净，雪梨渊却并未停下。他抬起头，隔着散乱的银发，一双黑沉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季川。他的唇瓣因为舔舐而变得异常红润饱满，上面还沾着药粉和血渍，有种惊心动魄的美感。他伸出舌头，将唇角的最后一丝血迹卷入口中。季川心头一跳，刚想开口说点什么缓和气氛，雪梨渊却再次俯身，这次吻上了他的唇。这个吻与岳清秋的青涩试探截然不同，充满了不容抗拒的掠夺意味。他撬开他的牙关，攻城略地，带着薄荷药草的清凉和他自身独特的冷香，强势地占据了他所有的感官。季川被吻的头脑发昏，只能被动承受。
他感觉到师尊的一只手离开了他的衣襟，转而抚上他被月清秋咬过的肩膀，指腹在那处牙印上反复摩挲，力道不大，却带着强烈的暗示。许久，唇分。雪梨渊的呼吸依旧急促，但眼神中的风暴已然平息，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占有欲。他凝视着季川的眼睛，一字一顿，声音沙哑。疼吗？他问的是月清秋那件。季川看着他眼底的执拗，心头一软，老实回答：现在不疼了。雪梨渊的嘴角终于有了一丝弧度，他低头将脸颊贴在他温热的胸膛上，声音闷闷地传来：以后只有我能弄疼你。雪梨渊纤细的手只顺着季川的腹肌一路下滑，指尖在他腰间的系带上打了个转。他俯下身，银发如瀑布般垂落，发梢扫过季川的胸膛，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梨渊，季川伸手想触碰他的脸，却被一把扣住手腕，按在枕上。雪梨渊的力道大得惊人，完全不像平日那个温柔似水的师尊。季川的呼吸变得急促，肌肉绷紧，却不敢有丝毫反抗。现在的师尊像只炸毛的猫，稍有不慎就会被挠得遍体鳞伤。雪梨渊仿佛受到激励一般，变本加厉地开展下一阶段。夜色如墨，月光如水。玄天宗驻地外的山坡上，一袭玄衣的月清秋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夜风拂过，他耳垂上的碧玉铃铛轻轻摇曳，发出细碎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季川走近时，看见他正抱膝坐在草地上，纤细的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脚边的野花。月光为他镀上一层银灰，那一抹孤独的身影仿佛随时会随风消散。我还以为……他的声音轻得像是怕惊扰了夜色。你不会来了。季川在他身旁坐下，青草的清香混合着他身上特有的幽兰香气萦绕在鼻尖。答应过你的事。他顿了顿，我什么时候食言过？月清秋轻笑出声，指尖缠绕着一缕发丝。记得小时候你说要给我摘星星，结果从老槐树上摔下来，在床上躺了半个月。他的声音里带着久违的俏皮。那不是。季川摸了摸鼻子，为了哄某个爱哭鬼开心吗？两人相视一笑，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倒流。夜风轻柔地拂过，带来远处山涧的流水声。月清秋忽然侧过脸，月光勾勒出她精致的下颌线条，碧玉铃铛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晃动，折射出细碎的光芒。所以她的声音低了几分。这些年你一直在凌霄宗。季川点点头，随手拔起一根狗尾巴草在指尖转动，草茎粗糙的触感让他想起很多年前，他们也是这样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那日被仇家打下悬崖。他的声音有些沙哑，苦笑着摇摇头，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让你恨我一辈子。月清秋的手指突然攥紧了裙摆，骨节泛白，夜风卷起他散落的发丝，露出微微颤抖的唇角。他的声音轻得几乎被风吹散，找了你很久。季川心头一颤。月光下，他清楚地看见一滴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在月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芒。他下意识伸手，指尖轻轻擦过他的眼角，触到一片湿润。后来呢？他轻声问道，手指温柔地将他散乱的发丝别到耳后。怎么会加入玄天宗？月清秋深吸一口气，扬起脸，让夜风带走眼角的失意。那年冬天，他的声音飘忽，我在各个城镇找你，差点冻死在雪地里。是玄天宗的云长老发现了我。他的指尖无意识地在草地上划着圈。他说我有修炼的天赋。季川想起秘境中那个杀气凛然的玄衣剑客，与记忆中那个扎着羊角辫跟在他身后喊阿川哥哥的小女孩判若两人。夜风吹乱他的长发，他看见他眼角隐约的细纹，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你现在……他喉结滚动，真的很厉害，语气里带着调侃。在秘境里，我差点以为自己要交代在你手里了。月清秋突然笑出声来，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珠。活该，他做事要打他，却在半路收住手。谁让你这么久都不来寻我？最后几个字轻得几乎听不见。夜风渐凉，带着山间特有的草木清香。季川不自觉地注视着他，月光下，他修长的脖颈线条优美，玄色衣领间若隐若现的锁骨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他突然意识到，当年那个会为了一只蛇翅的蝴蝶哭鼻子的小丫头，已经长成了眼前这个英姿飒爽的剑修。看什么看？月清秋注意到他的目光，耳尖微微泛红。他下意识摸了摸耳垂上的铃铛，那是他们小时候的约定。季川猛地回神，耳根发烫。就是。他随手扯下一片草叶，觉得你变了好多呢。月清秋忽然凑近，近到他能看清他睫毛上未干的泪珠。喜欢吗？他吐气如兰，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一如当年那个爱恶作剧的小女孩。季川的喉结上下滚动，心跳声大的仿佛要冲破胸膛。九娘，他无奈的摇头，你学坏了，师兄也长大了呢。他的指尖轻轻划过他的喉结，带着若有若无的触碰，
明明以前看到村里新人拜堂都会脸红着跑开。季川捉住他作乱的手，掌心传来微凉的触感。那时候才多大？他的声音有些哑。月光下，两人的影子交叠在一起。岳清秋忽然正色，直视他的眼睛。师兄，他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这些年，你有过道侣吗？夜风突然静止，草丛中的虫鸣声显得格外清晰。季川摇头，感觉到掌心里他的手微微颤抖。没有。他顿了顿，你呢？没有。他的睫毛轻轻颤动，不过唇角勾起一抹浅笑，倒是有个人。一直季川不自觉地收紧手指。谁？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楚星河。这个名字让季川呼吸一滞。他想起秘境中那个挡在岳清秋身前的少年，眼神坚定的像是能劈开山岳。夜风又起，吹散了他的一声轻叹。师兄觉得？岳清秋歪着头看他，眼中带着狡黠的光。我该给他个机会吗？季川松开他的手，假装整理衣袖来掩饰指尖的颤抖。师妹的事。他的声音有些发紧，自然由师妹自己做主。岳清秋忽然站起身，玄色衣袂在风中翻飞。他背对着月光，面容隐在阴影里，只有耳垂上的碧玉铃铛闪着微光。那师兄知道？他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我为什么没答应吗？季川抬头，看见月光穿透他的发丝，在他周身镀上一层银边。他的眼睛在暗处格外明亮，像是盛满了星光。因为他俯下身，发丝垂落在季川肩头。我的心。温热的呼吸拂过他的耳畔，早就是某个傻瓜的了。夜风忽然静止，四周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声。岳清秋缓缓靠近，他的指尖从季川的锁骨一路向下，停在季川的胸口，在季川耳边轻声道：想做吗？季川的心脏仿佛停跳了一瞬，他还未来得及回应，岳清秋的唇已经贴了上来。这个吻不同于先前的浅尝辄止，而是带着多年积压的思念与渴望，热烈的几乎要将人融化。季川的手不自觉地环住他纤细的腰肢，掌心下的肌肤温热而柔软。九娘。季川喘息着分开，声音沙哑：别捉弄我了。为什么？难道师兄你不喜欢我？岳清秋的眼中闪过一丝受伤，还是我现在不够漂亮？都不是。季川艰难地组织着语言，这种事应该留给真正喜欢的人。岳清秋忽然笑了，那笑容在月光下美得惊心动魄。傻瓜，他轻声道，我的心早就是你的了。他的手指轻解开腰间的系带，玄色外袍滑落，露出里面素白的里衣。要看看我对你的喜欢有多深吗？他的声音带着诱惑的颤音。季川只觉得理智在崩塌。月光下，岳清秋的肌肤如羊脂玉般莹润，纤细的腰肢与饱满的胸脯形成完美的曲线。他缓缓靠近，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致命的吸引力。师兄。他的唇再次贴上来，这次更加热烈，小巧的舌尖撬开他的齿关，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决。季川最后的防线轰然倒塌，他翻身将岳清秋压在柔软的草地上，手指穿过他如瀑的青丝。师兄，我还是第一次，拜托温柔点。月光下，两人的身影渐渐重叠，只剩下急促的呼吸与细碎的呻吟在夜风中飘散。远处，一只夜莺停止了歌唱，仿佛也被这静寂的一幕所震惊。当一切归于平静，岳清秋蜷缩在季川怀中，脸颊贴着他的胸膛。师兄，他轻声说，这次别再丢下我了，好吗？季川亲吻他的发顶，师兄哪也不去。他抬头看了眼天色，天快亮了，我得回去了。岳清秋突然抓住他的手腕，你师尊，他是不是也喜欢你？季川的动作僵住了，雪梨约那双含泪的桃花眼福现在眼前，还有他发泄情绪时近乎绝望的所求，很复杂。季川最终只吐出这三个字。岳清秋松开手，表情恢复了白天那个冷傲渐羞的模样。我明白了，去吧，别让他等急了。季川穿好衣服，俯身在他唇上落下一吻。等我处理好这些事，好吗？岳清秋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融入晨雾中的背影。耳垂上的碧玉铃铛在风中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无声的叹息。当季川悄悄推开房门时，床榻上的银发美人已经醒了。雪梨渊靠坐在床头，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他苍白的脸上，那双总是含笑的桃花眼此刻冷若冰霜。师尊大人。季川冷汗直流，您睡得还好吗？哈哈哈！雪梨渊抬起手，指尖凝聚着一缕银光。去哪了？清晨的薄雾还笼罩着客栈，季川站在传送阵前揉着腰，面容憔悴，内心吐槽道：司师尊还真不手下留情，看来下次还得把他修为封着为好。随后将现有的镇符分类捆好，放入了储物间。柳萱儿在一旁清点着行囊，时不时往里面塞进几瓶丹药。师妹，我们是去秘境，不是搬家。季川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包袱，忍不住笑道。柳萱儿抱着一堆瓶瓶罐罐转过身，杏眼圆睁。
师兄懂什么？这些都是苏师叔特制的泻毒丹和回灵散，在秘境里可都是保命的东西。他掰着手指数道：解毒丹、回灵散、治血膏。好了好了。季川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有师兄在，保你平安回来。忽然感到背后一阵寒意，他猛地转身，只见雪梨渊不知何时已经站在台阶上，银发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他身边是宗主迟暮嫣然，一袭紫裙美若天仙。都准备好了。迟暮嫣然慵懒地打了个哈欠，目光在季川和柳轩之间游移。季川拱手行礼，回宗主，一切就绪。迟暮嫣然点点头，突然正色道：天虚秘境每10年开启一次，内有无数机缘，但也危险重重。更重要的是，他眯起凤眼，这次开启，魔修和妖族也会派人前往。季川眉头微皱，三族共叹：不错。迟暮嫣然指尖轻点，神色凝重。而且你且记住，天虚秘境本是3不管地带，在秘境中最危险的往往不是妖兽，而是人心。雪梨渊站在一旁沉默不语，银白睫毛微微颤动。季川注意到师尊今天格外安静，那双总是含着笑意的桃花眼此刻暗淡无光。师尊，他试探性的叫道。雪梨渊像是突然惊醒，抬眸看了他一眼，又迅速移开视线。小心些。迟暮嫣然看了看两人，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好了，时候不早，该启程了。记住，秘境开启时间为1个月，无论收获如何，必须按时返回。柳轩儿乖巧的点头，弟子明白。就在季川准备踏入传送阵时，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呼喊：等等我！一道青色身影御剑而来，稳稳落在众人面前。来人身姿窈窕，面容姣好，腰间挂着一串药囊，正是百花峰峰主苏清玄。清玄，你怎么回来了？迟暮嫣然挑眉问道。苏清玄喘了口气，从怀中取出一枚通体碧绿的玉佩。雪师解脱，我做的护身符，总算赶上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雪梨渊。银发美人耳根微红，强装镇定道：随手做的，不要多想。苏清玄撇撇嘴：随手？某人可是半夜把我从被窝里拖起来，非要我连夜炼制。他话未说完，就被雪梨渊一个眼神瞪了回去。季川接过玉佩，触手温润，内里似有流光运转。他注入一丝灵力，玉佩立刻泛起柔和的白光，隐约可见其中封印着一朵冰莲虚影。这是玄冰护心佩。苏清玄得意地介绍，能抵挡一次天煞境中期的全力攻击，或者……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雪梨渊一眼，释放一次雪师姐的血葬千里。季川猛地抬头看向雪梨渊，天煞境中期，那已经是许多宗门长老的修为水平了，而血葬千里更是雪梨渊的成名绝技，据说施展一次要消耗30%灵力。这种级别的护身法宝不仅需要珍贵材料，更要消耗炼制者大量灵力。师尊竟然！雪梨渊别过脸去，银发垂落遮住表情。不过是些边角料做的，碎了也不用心疼。苏清玄翻了个白眼，边角料？某人可是把珍藏100年的玄冰玉髓都拿出来了。转向雪梨渊，说好的带我吃好吃的。好好好，回去就带你去。雪梨渊无奈的摇头。苏清玄临走前还对季川眨了眨眼，小季川要平安回来哦，不然某人会心疼死的。雪梨渊气得银发飞扬。苏清玄，青衣女子早已御剑远去，只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季川摩挲着玉佩，心中暖流涌动。他忽然上前一步，在雪梨渊惊讶的目光中轻轻抱住了他。多谢师尊。他在他耳边低语，呼吸拂过那精致的耳垂。雪梨渊浑身僵硬，双手悬在半空，不知该推开还是回报。最终他只是轻轻嗯了一声，声音细如文瑞。迟暮嫣然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直到柳轩红着脸咳嗽一声，他才如梦初醒。啊，对了，传送阵要启动了。季川松开手，雪梨渊立刻后退2步，脸颊绯红。他整理了一下被弄乱的衣襟，强作严肃道：记住，遇到危险不要逞强，保命要紧。徒儿明白。季川笑着应道，目光却落在师尊微微颤抖的指尖上。迟暮嫣然拍了拍手，好了，该出发了。他转向季川和柳轩，传送阵会将你们送到秘境入口附近的小镇，那里有我们凌霄宗的据点。柳轩乖巧点头，是宗主。季川最后看了雪梨渊一眼，发现师尊正偷偷望着他，四目相对的瞬间又慌忙移开视线。他忍不住勾起嘴角，故意大声道：师尊，弟子这一走就是1个月，您可别太想我啊。雪梨渊顿时涨红了脸，谁会想你，快走快走。他作势要打，季川已经大笑着跳进了传送阵。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两人的身影渐渐模糊。就在即将消失的瞬间，季川看到雪梨渊的嘴唇轻轻动了动，似乎在说平安回来。
当传送的白光渐渐散去，季川眯起眼睛适应突如其来的阳光。脚下坚实的土地告诉他，他们已经到达目的地大明国天虚镇。师兄，这儿好热闹啊！柳轩兴奋地拽了拽他的袖子。季川环顾四周，小镇比他想象中要繁华许多。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各式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街上行人形形色色，有背负长剑的修士，也有衣着华贵的商贾，甚至还能看到几个妖族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镇中央那3座高耸入云的牌坊，分别雕刻着人、妖、魔3族的图腾，象征着这个小镇是3族共管的中立地带。2位可是凌霄宗高徒。一个浑厚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季川转身，只见一名身着灰袍的中年男子正拱手而立。男子面容刚毅，眉宇间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腰间悬挂的玉牌上刻着凌霄宗的标志。在下季川，这位是师妹柳轩。季川回礼道：果然是季小友。男子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老夫临阵奉宗主之命，在此接应2位9宗会武一战，小友可是名震四方啊。季川谦虚地笑了笑：林前辈过奖了。林震爽朗大笑，拍了拍季川的肩膀：走，先带你们去驻地休息，秘境明日才开启，今日养精蓄锐为好。3人沿着主街前行，林震一边走一边介绍：天虚镇虽小，却是3族交汇之地，平日里还算太平，但每逢秘境开启前夕，各方势力云集，难免有些摩擦。正说着，前方突然传来一阵骚动，几个身形魁梧的妖族拦住了几名人类修士的去路。为首的虎妖身高近2米，额头上一个醒目的王字纹路，正狞笑着捏住一名修士的下巴。人族的小崽子，见了本大爷还不让路！虎妖的声音如同闷雷，震得周围店铺的窗户都在颤抖。被抓住的修士面色惨白，双腿直打颤。大人饶命啊！哼，废物！虎妖随手一甩，那名修士便如破布般飞了出去，重重撞在墙上。住手！虎妖见几名身着制式黑袍的人族执法者围上前来，他非但不惧，反而咧开血盆大口，露出森白獠牙。又来几个送死的！为首的执法队长厉声呵斥：妖族休得猖狂，在青云城闹事，按律当。话音未落，虎妖已如黑色闪电般暴起，众人只觉眼前一花，那队长胸口便凹陷下去，整个人倒飞出10余丈，接连撞穿3间店铺的砖墙才停下，口中鲜血狂喷。队长！剩余3名执法者同时祭出法器，青芒闪烁的缚妖锁刚缠上虎妖右臂，便见那肌肉虬结的臂膀猛然膨胀，啪的一声将中品法器生生崩断。虎妖左爪横扫，5道凌厉的妖气破空而出，最前面的执法者慌忙举盾格挡，金铁打造的玄甲盾竟如豆腐般被切成6段，胸前霎时血花四溅。第3名执法者掐诀引雷，碗口粗的紫色雷霆当头劈下，虎妖不闪不避，任由雷光在布满虎纹的躯体上流窜，浑身毛发乍起时反而更显凶悍。他狞笑着抓住最后那名执法者的脑袋，将其整个人提起，众人清晰听到头骨在巨掌中发出的咔咔声响。人族就这点本事？虎妖将昏死的执法者随手抛向人群，砸翻一片摊位。他忽然深吸一口气，胸腔如风箱般鼓胀，随着震天虎啸喷涌而出，方圆100丈内的青石板寸寸碎裂，两侧酒楼檐角悬挂的青铜铃铛同时炸成齑粉。几个修为较弱的围观者耳鼻一血，当场昏厥。烟尘散去时，虎妖正用沾血的爪子剔牙，脚下7横8竖躺着执法者们。他踢了踢其中一人的脑袋，见毫无反应，意兴阑珊的啐道：没劲。转身时，那条钢鞭似的虎尾随意一扫，竟将路旁1000斤重的镇宅石狮拦腰抽断，上半截尸身呼啸着砸进对面当铺，引发阵阵惊叫。柳轩忍不住惊呼一声。虎妖耳朵一动，铜铃大的眼睛立刻锁定了他。哟，这小娘子长得水灵。虎妖舔了舔嘴唇，大步朝他们走来：裴大爷玩玩如何？季川眼神一冷，正要上前，林震却先一步挡在了前面，地煞境威压毫不保留地释放开来。滚！简简单单一个字，却带着地煞境强者不可亵渎的威压。虎妖脸色一变，后退了半步。你！威压如潮水般涌去，林震冷哼一声，腰间玉牌微微发亮。凌霄宗办事，闲杂人等退避。凌霄宗！虎妖眯起眼睛，突然看向季川，莫非你就是那个9宗会武第一的季川？季川没想到自己的名声已经传到妖族耳中，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周围的议论声顿时大了起来。是那个一剑击败玄天宗岳青丘的季川，听说他才20出头就达到了化灵境巅峰。凌霄宗这次派他来，看来对秘境势在必得啊。虎妖脸色阴晴不定，显然在权衡利弊。就在这时，一道黑影闪过，
虎妖庞大的身躯突然飞了出去，重重摔在10米开外。丢人现眼的东西！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这声音不大，却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心悸。季川循声望去，只见街角阴影处站着一个黑袍人，全身笼罩在黑色斗篷中，只露出一双血红色的眼睛，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虎妖的动作僵住了，脸上闪过一丝惧意。血魔子！黑袍人缓步走来，所过之处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路。季川注意到他的步伐轻盈的诡异，仿佛脚步沾地。凌霄宗！黑袍人停在季川面前3丈处，声音沙哑如金属摩擦。我听说过你，季川。季川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笼罩全身，连呼吸都变得困难。他强撑着不露怯色。阁下是血魔子，万魔窟这一带的传人。黑袍人淡淡道，希望你在秘境中能活得久一点。说完，他转身欲走。那虎妖却不甘心地喊道，血魔子大人，这些人族如此嚣张，难道就这么算了？血魔子脚步一顿，头也不回地动了动手指。啊！虎妖突然惨叫一声，整条右臂齐肩而断，鲜血喷涌而出。更可怕的是，断臂落地时已经化为一滩血水。再多嘴，下次就是脑袋！血魔子冷冷道，身影渐渐融入阴影中，消失不见。全场鸦雀无声。季川额头渗出冷汗，刚才那一招他根本没看清是如何发出的。这个血魔子的实力，自己竟然看不透。虎妖旁边一个狼妖同伴暴怒，浑身毛发竖起，欺人太甚。他猛地扑向血魔子消失的方向。砰！一声闷响，狼妖以更快的速度倒飞回来，胸口凹陷，显然肋骨断了好几根。而血魔子的身影甚至没有再现身废物，空气中只留下这2个字。他注意到不远处还有一群身着黑袍的人，从始至终都冷眼旁观，没有参与任何冲突。那些是魔修？季川问道。林震神色凝重。这次魔修派来的都是精锐，尤其是那个戴面具的，据说已经杀了3个同境界的对手。季川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魔修队伍末尾站着一个身材娇小的身影，脸上戴着纯白的面具，只露出一双毫无感情的漆黑眼眸。似乎是感受到了季川的视线，那人突然转头看了过来。一瞬间，季川如坠冰窟，那双眼睛仿佛深渊，吞噬了所有光线和希望。更诡异的是，他体内的灵力竟然出现了短暂的凝滞。别看他的眼睛！林震急忙挡住季川的视线，那是魔修的噬魂魔瞳，看久了会损伤神魂。季川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不适。当他再看向魔修队伍时，那个戴面具的身影已经不见了。走吧，先到驻地再说。林震催促道。3人加快脚步，很快来到一座僻静的院落。院门上悬挂着凌霄宗的旗帜，门口站着2名持剑弟子。林长老，弟子们恭敬行礼。林震点点头，带2人进入院内。院子不大，但很整洁。中央一棵古树下摆放着10桌10凳。坐。林震示意2人坐下，自己则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地图铺在10桌上。这是秘境内部的大致地形。他指着地图说道，每次开启，内部结构都会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不变。季川仔细查看地图，发现秘境被划分为5个区域：外围的迷雾森林，中央的遗迹群，东侧的火山区，西侧的冰原，以及最神秘的核心区天虚宫。天虚宫是秘境的中心，据说藏着最大的机缘，但也最危险。林震的手指在天虚宫的位置点了点，历代进入者能活着出来的10不存1。柳轩倒吸一口冷气，这么危险？林震严肃地点头。所以宗主特意交代，让你们量力而行。尤其是你，季川，你现在是宗门重点培养的对象，不容有失。季川心中感动，但更多的是斗志。前辈放心，我会谨慎行事。好了，你们先休息吧。林震收起地图，明日辰时在镇东集合，秘境会在5时准时开启。林震离开后，院子里只剩下季川和柳轩2人。夕阳的余晖透过古树的枝叶，在石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柳轩轻轻舒了口气，紧绷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刚才那个妖真的好可怕。柳轩的手指无意识地在石桌上画着圈，我差点以为要打起来了。季川笑了笑，拿起茶壶给2人各倒了一杯灵茶。有林前辈在，他们不敢乱来。再说，他故意压低声音凑近柳轩，不是还有你这个9宗会武第一保护我吗？柳轩的脸颊顿时染上一抹红晕，他低头抿了一口茶，小声道：师兄又取笑我，我哪敢啊。季川装作委屈的样子，你别忘了，柳师妹现在可是咱们凌霄宗百花峰的红人，连苏师叔都夸你天赋异禀。这次秘境之行，我还指望你多练些丹药救命呢。柳轩闻言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啊，真的吗？苏师叔真的这么说？
骗你的，哈哈哈哈！季川看着柳萱气鼓鼓的表情，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不过也别担心那些妖族魔修七修八修的，咱们做好自己的准备就行。柳萱似乎被季川的动作惊到了，整个人僵了一瞬，随即耳尖都红了起来。她轻轻拍开季川的手，嗔怪道：“哎呀，师兄，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是，柳师妹已经是大姑娘了。季川故意拖长声调，眼中带着促狭的笑意，说起来，这次出来前，神鸾峰那几个小师弟还偷偷过来托我照顾好你呢。柳萱闻言立刻皱起鼻子，谁要他们关心？每次我去取药都盯着我看，烦死了。哦，原来我们柳师妹这么受欢迎啊。季川挑眉，逗小孩似的逗她，那有没有哪位师兄特别合你心意啊？柳萱的脸更红了，她抓起一块糕点塞进季川嘴里，吃你的点心吧。话这么多。季川大笑着接过糕点，两人之间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柳萱似乎也放开了些，开始兴致勃勃地讲起她在天书阁的趣事，说到激动处还手舞足蹈，完全看不出平时那副沉稳模样。然后苏师叔一挥手，那炉丹药就砰地炸开了，把李长老的胡子都烧焦了一半。柳萱笑得前仰后合，你是没看到李长老当时的表情？季川看着柳萱笑出眼泪的样子，忽然觉得这个师妹比想象中可爱多了。在宗门时，她总是一副安静乖巧的模样，没想到熟悉之后这么活泼。柳师妹，季川突然正色道，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应该多笑笑。柳萱的笑声戛然而止，她呆呆地看着季川，嘴唇微微颤抖。是，师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暧昧。季川轻咳一声，转移话题。对了，你对明天的秘境有什么看法？我看今天街上那些妖族魔修来者不善。柳萱也迅速调整状态，认真思考起来。讲真的，我不是很自信，不过我准备了不少疗伤丹药和解毒丹，还有3张保命符箓。季川点点头，是该多准备些，而且要节省灵力应对突发状况才是。他摸了摸怀中的玄冰护心佩，想起了雪梨渊师兄在讲雪师叔吗？柳萱敏锐地察觉到季川表情的变化。季川有些惊讶，这么明显的吗？柳萱抿嘴一笑，每次提到雪师叔，师兄的微表情都不一样。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师兄和雪师叔？可时间不早了。季川最终站起身，明天还要早起，我们先各自调息吧。柳萱识趣的没有追问，点点头起身。师兄晚安。晚安。回到房间后，季川在床榻上盘膝而坐，却没有立即入定。他回想着今天在街上的遭遇，那个血妖子给他的压迫感，还有那个戴面具的魔修诡异的眼神，都让他感到不安。系统，季川在心中呼唤，你有没有关于天虚秘境的资料？叮，宿主终于想起本系统了。一个贱兮兮的声音在季川脑海中响起，当然有啊兄弟，本系统这里什么没有。季川已经习惯了系统这种不正经的说话方式，直接问道，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吗？嘿嘿，本系统这里有一份天虚秘境全息导航地图，功能强大到爆炸。系统的声音充满诱惑，不仅标注了所有危险区域和宝物位置，还能实时更新秘境变化，甚至能预警致命威胁。季川眼前一亮，哟，这不导游吗？快，拿出来我看看。好嘞，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只需5000万神灵石，绝世好图带回家。5000万！季川差点从床上跳起来，你怎么不去抢啊？老子9宗会武奖金才5000万，哎呀，一分钱一分货嘛。系统循循善诱，想想看，有了这张图，你在秘境里如鱼得水，避开所有危险，找到所有宝物，说不定一趟下来赚的比5000万还多呢。季川咬牙切齿，你确定这图值这个价？宿主啊，系统突然严肃起来，本系统什么时候骗过你？你魔体不能修炼，不是我帮你突破了。上次那个太虚引龙诀用到宗主身上，不是现在都没被发现。季川不得不承认，系统给的东西确实物有所值。他抹撒着储物，借略显犹豫，里面装的奖金除了用来修炼，他本来还想着回去给师尊买件礼物来着。宿主别犹豫了，系统催促道，机遇稍纵即逝啊。这样吧，系统突然神秘兮兮地说，只要宿主再喊一次那个口号，本系统给你打95折。季川脸色顿时变得精彩，你不要太离谱。没错，系统兴奋地喊道，道友助我，快喊！不可能。季川额头青筋暴跳，上次在山谷喊就已经够羞耻了，这次打死我也不喊。哎呀，反正又没人听见。系统贱兮兮地说，你又不是第一次喊了，孰能生巧吗？季川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屈服了。他起身在房间内布下3层隔音静置，然后站在房间中央，闭着眼睛，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嘟囔，道友助我。听不见。系统拖长声调，宿主没吃饭吗？季川涨红了脸，心想
自己怎么摊上这么个离谱玩意儿，随即气沉丹田，提高音量：“道友助我！”好嘞，交易成立，系统欢快地宣布神灵石已扣除，地图传输中。一阵清凉的感觉涌入季川脑海，紧接着一幅详尽到令人震惊的地图在他意识中展开，不仅标注了秘境每个区域的详细情况，甚至连一些隐藏的机关和暗道都清晰可见。更神奇的是，地图似乎有生命一般，某些区域还在微微变化。啊，这……季川目瞪口呆，确实好东西啊！嘿嘿，没骗你吧？系统得意洋洋，这可是本系统特制的火点地图，会根据秘境变化实时更新。看到那些红点了吗？那是其他进入者的位置，绿色的是宝物，黑色的是致命危险。季川仔细研究着地图，内心暗爽，有了这个，在秘境里不得无敌啊！系统，这次你确实没坑我。季川由衷地说：“不错不错。”那当然，系统骄傲地说：“不过宿主啊，本系统得提醒你一句，那个血妖子和戴面具的魔修都不简单，特别是面具人，他身上有古怪。”季川神色一凛，什么意思啊？本系统暂时检测不出来，但建议宿主在秘境中尽量避开他。系统难得严肃，总之万事小心，实在不行就想办法阴死他，最好别正面硬刚。季川点点头，心想我季川又不是蠢到发懵，白天那几个怎么看都不像好惹的，我可没傻到跟他们硬干。随即他重新盘坐在床榻上，开始调息养神，为明天的秘境之行做准备。窗外一轮血月悄然升起，给天虚镇披上一层诡异的红光。镇上的喧嚣渐渐平息，但暗处的暗流却愈发汹涌。各路势力的年轻天才们都在养精蓄锐，等待着明日秘境的开启。季川不知道的是，在镇子另一端的某间客栈里，那个戴白面具的魔修正静静地看着他所在的方向，漆黑的眼眸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一夜无话。次日清晨，季川和柳轩在林震的带领下前往集合点。镇东的空地上已经聚集了上百人，分成明显的3个阵营：人族、妖族和魔修。季川扫视全场，发现玄天宗的人也来了，但看样子应该是几个关系户，岳青秋并不在其中，应该也就是想来捞一点油水。他略感失望，随即又松了口气，秘境危险重重，岳青秋来了可能反而不是什么好事。看凌霄宗的季川，听说他已经是半步化灵了，这次秘境之行他肯定是人族的主力。周围的议论声传入耳中，季川面不改色，内心却有些无奈，这下想低调都不行了。妖族阵营中，血妖子正冷冷地注视着这边，在他身旁，昨天那个虎妖正龇牙咧嘴地做着抹脖子的动作。季川懒得理会，目光转向魔修队伍。那个戴面具的魔修依旧站在队伍末尾，但今天他身边多了个身材高挑的女子。女子一袭红裙，面容妖艳，正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在场所有人。当他的视线落在季川身上时，突然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那是魔修的赤练仙子，擅长毒功。林震低声道：“小心他的眼睛，据说能迷惑人心。”季川点点头，暗自警惕。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开始轻微震动，人群骚动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空地中央，那里的空间开始扭曲，形成一个漩涡状的入口。秘境要开启了，有人惊呼。漩涡越来越大，最终稳定成一个直径约3米的圆形入口，内部流光溢彩，看不清具体情况。记住，1个月后的此时，入口会再次开启，持续1个时辰。林震严肃地叮嘱，错过时间就要再等10年。季川和柳轩郑重点头。人族的小崽子们可别死在里头了。虎妖突然高声嘲讽，尤其是你，季川，本大爷很期待和你玩玩。季川冷笑回应，闭上你的臭嘴巴，臭味都飘过来了。虎妖眼中凶光一闪，哈！正要发作，魔修阵营中突然传来一声冷哼。那个戴面具的魔修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两方之间，虽然没有任何动作，却让剑拔弩张的气氛瞬间凝固。要打，进去打！面具下传出一个冰冷的女声，出乎意料的年轻。季川一愣，原来是个女子。虎妖似乎对这个魔修颇为忌惮，悻悻地退后一步。哼，就让你多活一会儿。魔修女子没有理会，转身走回自己的队伍。她的步伐轻盈得近乎诡异，仿佛脚步沾地。所有人注意！一位白发老者飞到半空，声音传遍全场。秘境入口已经稳定，现在按顺序进入。人族先行，妖族次之，魔修最后。进入后会被随机传送到外围区域，祝各位好运。季川深吸一口气，与柳轩对视一眼，抓紧我。两人手拉手走向入口，在跨入漩涡的瞬间，季川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几个呼吸后，季川的双脚终于踩在了坚实的地面上。柳轩紧贴在他身后，温热的呼吸喷在他颈间。他下意识地握紧柳轩的手，确认他安全无虞后才松开。师兄，这是哪里？柳轩的声音带着轻微的颤抖。季川环顾四周，
浓稠的灰白色雾气笼罩着整片森林，能见度不足10丈。参天古树的枝干扭曲如鬼爪，树皮上渗出诡异的暗红色枝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朽与甜腻混合的古怪气味。迷雾森林。季川在脑海中调出系统地图，一片绿色光点标记出安全路径，而周围大片区域则闪烁着危险的红光。跟紧我，这里到处都是毒爪。柳萱儿乖巧点头，小手不自觉地揪住了季川的衣袖。他今天换了一身便于行动的浅绿色劲装，腰间挂着几个小巧的药囊，发髻也简单竖起，显得格外干练。季川领着他沿着地图指示的安全路径前进，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确认方向。雾气中不时传来诡异的沙沙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窥视。师兄，你看那边。柳萱儿突然压低声音，指向左侧。透过浓雾，隐约可见几道人影正朝他们走来。季川立刻警觉起来，右手按在剑柄上。道友别紧张，我们是人族修士。一个爽朗的男声传来。4道身影逐渐清晰，3男1女，都穿着统一的褐色劲装，胸前绣着一枚金色枫叶徽记。为首的男子约莫25、6岁，面容俊朗，笑容亲切。在下金风谷弟子周子灵，这几位是我的师弟师妹。没认错的话，2位是凌霄宗的道友吧？季川没有放松警惕，只是微微颔首。季川，这是我师妹柳萱儿。原来是9宗会武第一的季道友。周子灵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随即笑容更盛。能在秘境中遇到同族，真是太好了。这迷雾森林危机四伏，不如我们结伴而行，人多也好互相照应。柳萱儿眼睛一亮，期待地看向季川。他天性纯善，对同族修士毫无戒心。季川却眯起眼睛。系统地图上，这4人周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这是系统标注的潜在敌意。他不动声色地扫过4人，周子灵笑容真诚，但眼底藏着算计。他身后2名男弟子目光闪烁，时不时瞥向柳萱儿。唯一的女弟子面容姣好，正友善地对柳萱儿微笑。好啊！季川突然露出爽朗笑容，有金风谷的道友同行，我们也安心些。周子灵大喜，太好了，我们已经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营地，2位不妨先跟我们过去休整一番。季川点头应允，暗中却在柳萱儿手心快速写下有问题3个字，指节暧昧地划过她柔软的掌心。柳萱儿身体一僵，耳间瞬间染上绯红，但她很快会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跟那名叫林清的女修攀谈起来。一路上，周子灵热情地介绍着他们在迷雾中的发现，而季川则一边附和，一边暗中观察。林清似乎对柳萱儿格外亲近，不断询问她炼丹方面的心得，2人很快熟络起来。到了，周子灵拨开一片茂密的灌木，露出一个隐蔽的洞穴。洞口被施了简单的障眼法，内部空间却颇为宽敞，地上铺着干草，中央生着一堆篝火，条件简陋，让2位见笑了。周子灵歉意地说，随即从储物袋中取出几包干粮。走了这么久，想必饿了吧？这是我们宗特制的灵骨饼，对恢复灵力很有帮助。季川接过饼子，鼻翼微不可察地动了动，果然是化功散，一种能暂时抑制修士灵力的毒药。虽说没有任何颜色，但逃不过他的鼻子。他早在药王谷时对这种毒再熟悉不过。哈哈，多谢周道友。季川假装毫无察觉，大口咬下一块饼子，同时借着咳嗽的掩护，将一枚解药塞入口中。他转向柳萱儿，师妹，你不是带了你们百花峰特制的糖果吗？快拿出来给大家尝尝。柳萱儿会意，从药囊中取出几粒晶莹的糖果，这是苏师叔叫我炼制的清心糖，能抵御迷雾中的瘴气。他先给季川一粒，又分给其他人。季川接过糖果时，指尖轻轻划过柳萱儿的手腕，将另一枚解药传了过去。柳萱儿假装整理鬓发，巧妙地将解药送入口中。味道不错嘛。林清赞叹道，亲热地搂住柳萱儿的肩膀。柳妹妹年纪轻轻就有如此炼丹造诣，真是令人佩服。柳萱儿羞涩地低头，林姐姐过奖了，我还有很多要学的。众人围坐在篝火旁，气氛看似融洽。季川注意到周子灵与2名男弟子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唉，季道友，周子灵突然问道，听说你在9宗会武上击败了玄天宗的岳清秋，那可是个厉害角色啊。季川谦虚地笑笑，哎呀，侥幸而已。岳道友剑法精妙，我只是取巧胜了一招罢了。哈哈哈哈，道友太谦虚了。周子灵大笑，来，尝尝我们金风谷特酿的灵酒，庆祝我们结盟。酒壶在众人手中传递，季川接过时，指腹在壶口一抹，一种无色粉末悄然融入酒中最鲜觞。他自创的毒无色无味，中毒者不会立即发作，但只要他催动特定法诀，就能让对方经脉逆乱，痛不欲生。好酒。季川豪迈地饮下一大口，暗中观察其他人的反应。周子灵等人见他喝下，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喜色。夜深了，众人各自找地方休息。
柳轩挨着季川坐下，借着篝火光芒的掩护，用口型问道：“他们有问题？”季川微微点头，在他手心写道：“明早见分晓。”柳轩抿了抿唇，突然大胆地靠上季川的肩膀，假装困倦的样子。季川愣了一下，随即会意，伸手自然地揽住他，做出一副亲密姿态。哈，季师兄和柳师妹感情真好。林青羡慕地说。季川笑而不答，只是轻轻抚摸着柳轩的发丝。他能感觉到怀中的少女身体微微僵硬，心跳快得像只受惊的小鹿。周子霖等人很快发出均匀的呼吸声，似乎已经入睡。季川却始终保持警惕，系统地图上那4人的黑气越来越浓。半夜时分，一阵轻微的响动传来。季川眯起眼睛，看到周子霖悄无声息地坐起身，对另外3人做了个手势。再等等，周子霖压低声音，化功散应该快发作了。老大，那小子真有传说中那么厉害？一个男弟子问。周子霖冷笑，管他多厉害，中了化功散就是废人一个。至于那小丫头，林师妹，你看住她就行。林青会意。一旁一胖男凑过来，一脸猥琐道：“老大，那丫头长相不错，要不咱们……”先别想那么多。周子霖打断他，等拿到他们的储物袋再说。凌霄宗核心弟子的身家肯定不菲。季川心中冷笑，这群人果然没安好心。他轻轻捏了捏柳轩的手，示意他做好准备。天刚蒙蒙亮，洞穴内的篝火已经熄灭，只剩下一缕青烟袅袅升起。季川闭目假寐，却能清晰地感知到周子霖他们蹑手蹑脚的靠近。季道友，周子霖轻声唤道。见季川没有反应，嘴角勾起一抹狞笑。他缓缓抽出腰间匕首，寒光在昏暗的洞穴内一闪而过。就在匕首即将刺下的瞬间，季川猛然睁眼，右手如闪电般探出，一道寒光闪过。噗呲！啊！周子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4根手指齐根断，鲜血喷涌而出。他踉跄后退，撞翻了身后的篝火余烬，灰烬飞扬。你怎么还能用灵力？周子霖脸色惨白，惊恐地看着季川，慢条斯理地站起身。季川甩了甩剑上的血珠，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周道友这话说的奇怪，什么叫我怎么还能用灵力？洞穴另一侧，柳轩早已警觉地翻身而起，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寒光闪闪的短剑，剑尖直指林青咽喉。周子霖脸色巨变，猛地看向另外2名同伴，愣着干嘛？快动手！那2名男弟子闻言立刻运转灵力，然而刚一运气，就突然面色扭曲，跪倒在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他们的经脉如同被千万只蚂蚁啃噬，灵力在体内横冲直撞。你做了什么？周子霖惊恐地看着季川。季川打了个响指，砰！其中一名男弟子突然惨叫一声，全身血管爆裂，鲜血从七窍喷涌而出，瞬间化作一团血雾。呵，敢给老子下毒！季川的声音冷得像冰。你也有完毒的时候，你们还是一滩液体呢。林青吓得瘫软在地，脸色惨白如纸。周子霖面如死灰，终于意识到自己踢到了铁板。他猛地转身想逃，却发现洞口不知何时已被柳轩堵住。少女手持短剑，眼中再无先前的天真。想走？林青突然跪倒在地，眼泪夺眶而出。柳妹妹饶命，我们也是被逼无奈。秘境凶险，我们只是想自保。自保？季川嗤笑一声，真搞笑。随即走到周子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对方，下化功散抢同族财物，你管这叫自保？他蹲下身与周子霖平视。不过嘛，看在本大爷今天心情好的份上，不杀你们也行。周子霖额头渗出冷汗。你想怎样？季川从储物袋中取出3枚丹药，在掌心滚动，这是缓解药剂，可以暂时压制你们体内的毒素。他故意顿了顿，当然，想要彻底解毒，还得看你们的表现。你要我们做什么？周子霖颤抖着问。季川露出一个危险的笑容。很简单，帮我个小忙。半个时辰后，季川和柳轩站在洞穴外，目送周子霖3人踉跄离去。季川指尖跳跃着一只由灵气凝聚而成的小松鼠，活灵活现的在他手心打转。随着季川手指一动，松鼠一跃而下，朝着他们跑去。不想死就照我说的做，别想耍小聪明。师兄，你用的什么毒啊？好厉害！柳轩好奇的凑近，发丝随风轻拂过季川的脸颊，带着淡淡的药草香。季川侧头看他，少女杏眼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让他不由得心情大好。这毒啊，叫醉仙伤，是我小时候整的。小时候？柳轩惊讶的瞪大眼睛。季川点头，随手将灵气松鼠放飞，让他悄悄跟上周紫菱一行人。12岁那年，我在药王谷后山发现了一种蓝纹蘑菇。他一边说，一边自然地拉起柳轩的手，用灵力在他掌心浮现出几种药材。
这几样材料混合后会产生剧毒，但单独却使用都是良药。柳轩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手心，突然意识到两人距离近得过分。季川的呼吸轻轻拂过他的耳垂，让他心跳加速。他悄悄抬眼，正对上季川含笑的眸子，顿时脸颊发烫。所以说，其实压根没有什么解药。柳轩惊讶道：“其实那缓解药剂啊。”季川忍不住发笑：“就是普通的养元丹。”柳轩笑的眼泪都出来了，哈哈哈哈！师兄，我真佩服你，撒谎脸不红心不跳的。等他们走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过去。季川直起身，指向系统地图上标记的一个红点，先让他们去这个地方探路。柳轩点点头，突然想起什么：“对了，师兄，你说缓解药剂是养元丹，那给我的糖，那是真的清心糖。”季川眨眨眼：“我怎么会给师妹假药呢？”柳轩心中一暖，正想道谢，却见季川突然从背后环住他，双手附在他的手上：“来，我教你变毒。”他的胸膛紧贴着他的后背，手心浮现出一个个药材，声音低沉而温柔：“这是七步蛇的毒囊，味道微苦，但遇热会散发茉莉花香。”柳轩整个人僵在原地，耳尖红的几乎滴血。季川的手掌温暖干燥，指腹有常年练剑留下的薄茧，摩擦着他的指尖，带来一阵阵酥麻。“记住了吗？”季川问道，呼吸喷在他的颈侧。“记住了。”柳轩结结巴巴的回答，实际上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背后传来的体温和腰间那双有力的手臂上。季川轻笑一声，终于松开他：“走吧，该出发了。”柳轩长舒一口气，他小跑着跟上季川的脚步，两人沿着系统地图标记的安全路径缓缓向秘境深处前进。一路上，季川时不时停下来采集路边的药草，偶尔还会故意考柳轩辨认毒物。每当他答对，他就会揉揉他的头发作为奖励；答错了，他就从背后环着他，手把手教他分辨特征。你要问为什么非要抱着？嘿嘿，师兄。走到一处岔路口时，柳轩突然小声开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季川愣了一下，随即笑道：“因为你是我师妹啊。”柳轩低下头踢了踢脚边的小石子：“可是，在宗门里，你明明对谁都爱答不理的。”季川沉默片刻，抬头望向远处：“可能是因为你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吧。”他轻声说：“刚入宗门时，我也像你一样，对谁都掏心掏肺。”柳轩敏锐地察觉到季川语气中的落寞，正想追问，灵气松鼠突然传回影像，周子霖一行人已经到达指定地点，并且遇到了一对妖族。有好戏看了。季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拉起柳轩的手：“走，我们绕近路过去。”季川拉着柳轩的手腕，沿着一条几乎被杂草掩盖的小径疾行。系统地图在他脑海中清晰展开：“师兄，慢一点。”柳轩气喘吁吁地跟上，胸脯剧烈起伏，他绿色的劲装已经被沿途的荆棘划破了几处，露出白皙的肌肤。季川回头看了一眼，放慢脚步：“抱歉，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面到达骸骨沼泽。”他松开柳轩的手腕，转而揽住他的腰抱起：“这样快些。”柳轩的脸瞬间涨红，还没来得及抗议，就感觉身体一轻，季川已经运起灵力，带着他在林间飞速穿行。风声在耳边呼啸，他不得不环住季川的颈，将脸埋在他胸前。到了。约莫1刻钟后，季川停下脚步，眼前的景象让柳轩倒吸一口冷气。一片灰黑色的沼泽延伸至视野尽头，水面泛着诡异的油光，不时有气泡冒出，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咕嘟声。沼泽边缘散落着各种生物的骸骨，有些已经风化发白，有些则还挂着腐烂的皮肉。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藤蔓粗如耳臂，表面布满尖刺，像蛇一样在沼泽表面缓慢蠕动。它们缠绕在骸骨之间，仿佛在守护这片死亡之地。这是……柳轩声音发颤。季川点点头，目光锁定在沼泽中央，那里有一株奇特的植物，通体血红，顶端结着颗拳头大小的果实，即使在浓雾中也散发着妖异的光芒。血魄玄果。季川低声道：“你看那些藤蔓上的花苞，一旦受到攻击就会绽放，释放神经毒素。”他拉着柳轩躲到一块巨石后面，从储物袋中取出几面阵旗：“我们得抓紧时间布置结界，等那群傻子上钩。”柳轩看着季川熟练地在地上刻画阵纹，忍不住问道：“师兄，你怎么懂这么多阵法？在宗门时从没见你用过。”季川手上动作不停，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我偷偷学的。师尊总说我整天游手好闲，其实我晚上都在用功。”他抬头冲柳轩眨眨眼，等会来个关门打狗。柳轩扑哧一笑：“原来师兄也会偷偷用功。”两人正说笑间，季川突然神色一凛：“来了！”他一把将柳轩拉到身边，手指轻点他的嘴唇，示意噤声。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喘息，透过雾气，隐约可见周子霖和2名同伴狼狈逃窜，身后追着5、6个妖族为首的，正是昨日在镇上见过的虎妖。跑啊！
怎么不跑了？虎妖狞笑着，一爪拍在落在最后的那名金风谷弟子背上，那人惨叫一声，后背顿时血肉模糊，扑倒在地。周子霖和另一名弟子惊恐地停下脚步，背靠背站在一起，手中长剑颤抖不已。我们真的只是路过。周子霖声音发颤，放过我们吧。虎妖舔了舔爪子上的血迹，铜铃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路过？那为什么见到我们就跑？他一把揪住周子霖的衣领，说：是不是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躲在巨石后的季川轻轻捏了捏柳萱儿的手，低声道：看好了。只见周子霖突然指向沼泽中央，那里有血泊玄果，我们本来想去摘，结果被藤蔓攻击了。虎妖顺着他的指向看去，眼中顿时闪过一丝贪婪。血泊玄果，带路。他一把将周子霖甩开，要是敢骗我，男奸女杀。旁边妖一巴掌打在狼妖头上，女奸男杀。你个！周子霖踉跄几步，眼中闪过一丝季川熟悉的阴狠，那是他下毒时的表情。但面对虎妖，他只能唯唯诺诺的点头。是，我这就带路。季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手指在虚空中画了个圈。随着他的动作，沼泽边缘的雾气突然变得浓重起来，隐约有幻象浮现，那是几株看似无害的普通灵草，正好生长在藤蔓攻击范围之外。师兄，你做了什么？柳萱儿小声问。季川低声道：一点小把戏。妖族贪婪，看到灵草就会忍不住去采，正好踏入陷阱。果然，虎妖一行人刚靠近沼泽边缘，一个狼妖就发现了那些灵草。老大，你看！狼妖兴奋地喊道：是血灵芝。虎妖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刚才怎么没看到？但他很快被贪婪冲昏头脑，管他呢，先采了再说。就在第一个狼妖踏入沼泽的瞬间，季川猛地掐诀，一道无形的结界瞬间升起，将整片沼泽笼罩其中。与此同时，那些看似平静的藤蔓突然暴起，如同无数条毒蛇扑向入侵者。怎么回事？虎妖大惊失色，一爪劈断袭来的藤蔓，但断裂处立刻喷出暗红色的汁液，溅在他皮毛上，顿时冒起青烟。啊！虎妖发出痛苦的嚎叫，疯狂拍打被腐蚀的部位。更可怕的是，那些被斩断的藤蔓伤口处迅速绽放出鲜艳的红色花朵，散发出甜腻的香气。结界内的妖族已经乱作一团。吸入花香的狼妖双眼赤红，突然扑向身边的同伴，一口咬住对方的喉咙。被咬的妖族惨叫一声，随即也陷入疯狂，开始无差别攻击。周子霖三人趁机想逃，却被藤蔓缠住脚踝，拖回沼泽。季川冷眼看着他们挣扎呼救，最终被无数藤蔓淹没，成为血泊玄果的养料。师兄，这……柳萱儿脸色苍白，手指紧紧抓住季川的衣袖。季川轻叹一声，将他搂入怀中。弱肉强食，秘境法则，若非他们先起歹心，也不会有此下场。结界内的厮杀越来越惨烈。虎妖实力最强，在毒发前已经冲到沼泽中央，眼看就要摘到血泊玄果。季川眼神一冷，手指轻弹，一道灵力悄无声息地击中虎妖脚下的骸骨。咔嚓一声，骸骨碎裂，虎妖失去平衡，跌入沼泽。无数藤蔓立刻缠上他强壮的身躯，尖刺扎入皮肤，注入麻痹毒素。虎妖怒吼挣扎，却只是加速了毒素在体内的循环。最终，当最后一个妖族倒下，整个沼泽突然震动起来。那些藤蔓如同活物般蠕动，将一具具尸体拖向中央。血泊玄果发出妖艳的红光，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成熟。就是现在，季川拉着柳萱儿冲向沼泽边缘。玄果成熟只有很短的时间窗口。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把银色小刀，他小心地斩断挡路的藤蔓，开辟出一条通往中央的小路。柳萱儿紧跟其后，手中捏着一把药粉，随时准备撒向可能袭来的藤蔓。两人配合默契，很快来到血泊玄果前。果实已经完全成熟，表面浮现出血管般的纹路，内部似有液体流动。季川正要伸手采摘，突然脸色一变，小心！一条隐藏在尸体下的藤蔓猛地弹起，直刺柳萱儿后心。季川毫不犹豫地侧身挡在他面前，藤蔓尖刺狠狠甩向他的肩膀。师兄！柳萱儿惊呼，一把药粉撒向藤蔓。药粉接触藤蔓的瞬间，那节植物立刻枯萎断裂。季川闷哼一声，单膝跪地，伤口处迅速泛起青紫色，毒素开始蔓延。没事，他咬牙道，先摘玄果。柳萱儿眼疾手快，迅速割下血泊玄果，小心收入玉盒中。然后他一把扶起季川，半拖半抱的将他带离沼泽。回到安全地带后，柳萱儿立刻从药囊中取出解毒丹，捏碎敷在季川伤口上。季川疼得额头冒汗，却还强撑着笑容。师妹手法不错啊。别说话。柳萱儿声音发颤，
手上动作却异常利落。他撕开季川肩部的衣服，露出已经发黑的伤口，毫不犹豫地俯身用嘴吸出毒血。季川愣住了，少女柔软的唇瓣贴在他皮肤上，温热的气息拂过伤口，带来一阵异样的触感。他不由自主地抬手轻轻抚上柳萱的发丝，吐掉几口毒血后，柳萱才抬起头，嘴唇因为毒素微微发肿。他迅速服下一枚解毒丹，又给季川喂了一颗。为什么要替我挡？他声音哽咽。万一……季川笑了笑，用没受伤的手打开玉盒，取出一颗血魄玄果递给他。因为这东西更适合你。生命道则修士服用效果最佳，可以操控藤蔓作战，还能让它们开花释放毒素。柳萱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果实。可是，这是师兄你，我中的毒不深，调戏一会就好。季川将果实塞进他手中，快服下吧，我帮你护法。柳萱眼眶湿润，捧着果实的手微微发抖。最终，他小口小口地将血魄玄果吃下，果实入口即化，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季川饶有兴趣地观察着他的变化，只见柳萱周身泛起淡淡的绿光，发丝无风自动，皮肤变得更加晶莹剔透。最神奇的是，他的指尖突然生长出细小的藤蔓，如同有生命般缠绕在他手腕上。感觉如何？季川问道。柳萱睁开眼，眸中闪过一丝翠绿的光芒。好奇妙，我能感觉到植物的生命力。他试着操控那些藤蔓，让它们开出小花。师兄你看。季川笑着点头。不错不错，以后打架有帮手了。说着，他试图站起来，却因为毒素未清而踉跄了一下。柳萱立刻扶住他，藤蔓自动编织成简易担架。师兄别动，我带你去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季川没有拒绝，任由柳萱用藤蔓将他小心安置在担架上。他望着少女认真的侧脸，突然觉得这一伤值得。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季川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他猛地回头看向远处的树丛，那里空无一人，但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注视着他们。怎么了师兄？柳萱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季川摇摇头，没什么，可能是错觉。但他心里清楚，那个戴白面具的魔修一定还在某处跟踪着他们。骸骨沼泽一战过后，季川的伤势比预想中严重，藤蔓毒素虽不致命，却如同复古之躯般侵蚀着经脉。他强撑着指点柳萱操控新获得的藤蔓能力开路，自己则咬着牙跟在后面，冷汗早已浸透后背。师兄，前面有处山洞。柳萱突然惊喜地指向不远处，他手腕上的藤蔓如同活物般探出，轻轻缠绕在季川腰间支撑着他。我们快去休息。季川微微点头，系统地图显示那里确实有个安全点，但当两人拨开垂挂的藤蔓进入洞穴时，都不由怔住了。洞穴深处竟有一汪温泉，水面氤氲着七彩霞光，石壁上凝结着晶莹的灵液。万年石泉。季川瞳孔骤缩，这可比系统标注的普通安全点珍贵千万倍，是能修复经脉损伤的天地至宝。他下意识要调出地图核对，却发现这片区域原本标注的红点竟变成了耀眼的金色。柳萱已经跑到泉边蹲下，指尖轻触水面，好浓郁的灵气。师兄快来，这泉水能帮你疗伤。季川却突然按住他的肩膀。等等。他从储物袋取出几面阵旗，在洞口布下海市蜃楼阵。阵法成型瞬间，洞口景象扭曲变换，从外界看去只剩一片普通岩壁。现在安全了。季川松了口气，却因动作太大牵动伤口，闷哼一声，单膝跪地。师兄。柳萱慌忙扶住他，这才发现他肩头的伤口已经蔓延出蛛网般的青纹。少女眼圈瞬间红了。都怪我，要不是为了救我。傻丫头。季川想揉她头发，手臂却抬到一半就无力垂下。当师兄的护着师妹不是天经地义。柳萱抿着唇不说话，颤抖着手去解她衣带。当褪下染血的外袍时，两人同时僵住了。按照药典记载，万年石泉需赤裸入浴才能完全吸收药效。我去洞口守着。柳萱耳尖滴血斑红，转身就要跑。等等。季川叫住她，声音因疼痛有些沙哑。你也受伤了。他目光落在他小腿被藤蔓划出的伤口上，石泉机缘难得，我们一起。柳萱呆立在原地，纤细的手指揪紧了衣角。季川已经背过身去解里衣，精瘦的腰背上交错着几道旧伤疤。水声轻响时，他终于红着脸走到泉眼另一端，窸窸窣窣的衣料摩擦声像羽毛般撩拨着两人的神经。当季川转头时，只见氤氲水汽中，少女乌发如瀑漂浮在水面，堪堪遮住雪白肩头。他抱着膝盖缩在泉眼最边缘，连脖梗都泛着粉色。过来些。季川无奈道，那边药效最弱。柳萱摇头摇得发丝飞扬。我在这里就好。季川突然闷哼一声，脸色煞白。柳萱顿时忘了害羞，慌忙游过来扶住他。师兄。
没事。季川虚弱的笑笑，却趁机抓住他手腕，骗你的。在柳轩瞪大眼睛时，他已经引导着他的掌心贴上自己后背，既然不肯过来，只好麻烦师妹帮我疏导经脉了。掌心相贴处传来滚烫温度，柳轩这才发现季川体内灵力乱如沸水，他顾不得害羞，连忙运起百花风心法，翠绿色的灵力顺着两人接触的肌肤流淌而入。季川突然绷紧脊背，少女的灵力清凉温润，所过之处灼痛顿消，舒服的让他头皮发麻。随着治疗深入，十泉灵气开始涌入伤口，修复着受损经脉。青黑色毒素被逼出体外，在泉水表面形成蛛网般的纹路。治疗持续了整整2个时辰。当最后一丝毒素排尽时，柳轩已经累得伏在季川背上喘息。发丝交缠间，他突然发现师兄的后颈有一颗小痣，随着呼吸在末发间若隐若现。鬼使神差地，他伸手碰了碰那颗痣。季川猛地转身，溅起的水花中，两人四目相对。柳轩这才惊觉自己几乎贴在他怀里，慌忙后退时脚下一滑，小心！季川一把揽住他的腰，水面荡开的波纹映着洞顶晶石，在少女凝脂般的肌肤上投下细碎光斑。他忽然发现柳轩锁骨下方有道陈年疤痕，像是被利刃所伤。这是……柳轩下意识捂住那道疤，小时候被仇家追杀留下的。他垂下眼帘，爹娘就是那时。季川沉默片刻，忽然将他的手掌按在自己心口，那里有一道几乎致命的剑伤疤痕。水雾朦胧中，2颗孤独的心第一次真正靠近。柳轩忽然轻身抱住他，眼泪浸湿他肩头。师兄以后有我。季川僵了一瞬，慢慢回抱住他。少女的身子柔软温暖，发间淡淡的药香让他莫名安心。正当他想说什么时，柳轩突然惊呼一声，推开他十泉灵气，触发了他体内尚未消化完的血魄玄果能量。翠绿色的藤蔓不受控制的从他指尖生长而出，在水面交织成网。我控制不住，他慌乱的想收回藤蔓，却让更多枝条疯长出来。眼看整个温泉都要被藤蔓填满，季川突然握住他手腕，将自己的灵力渡过去，别抗拒他。他引导着他感受藤蔓的脉动，他们是你的一部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些狂舞的藤蔓突然温顺下来，在季川的指引下编织成一张符床。柳轩惊喜地看着自己的指尖，翠绿灵力与季川的湛蓝灵光交融在一起，美得令人心醉。师兄好厉害！他仰起脸笑，却见季川目光落在他颈间，水珠正顺着他修长的脖颈滑落，消失在精致的锁骨凹陷处。两人同时红了脸。该出去了。季川别过脸，再泡要蜕皮了。上岸时，柳轩差点又滑倒，季川眼疾手快扶住他。少女湿漉漉的身子贴上来时，他触电般松开手，结果两人一起摔在岸边。柳轩整个人趴在他身上，发梢的水滴落在他胸膛。对不起。柳轩手忙脚乱想爬起来，手掌却不小心按到不该碰的地方。季川倒吸一口冷气，耳根红得滴血。等两人手忙脚乱穿好衣服，洞外已是暮色四合。柳轩坚持要帮季川包扎肩上伤口，纤细手指缠绕绷带时，不经意划过他腹肌轮廓。两人同时一颤，柳轩差点打翻药瓶。好了，他系好最后一个结，指尖却流连在他皮肤上。月光从洞口洒进来，为季川的轮廓镀上银边。鬼使神差的，柳轩凑近那道旧伤疤，轻轻吹了吹。还疼吗？季川喉结滚动，突然抓住他手腕。四目相对的瞬间，柳轩睫毛轻颤着闭上眼。沙沙，洞外突然传来枯叶被踩碎的声音。季川瞬间将柳轩护在身后，逍遥剑已然出鞘，但神识扫过，却只发现几只夜行小兽。暧昧的气氛被打破，两人都有些尴尬。柳轩低头整理药囊，季川则假装研究地图。直到准备休息时，柳轩才小声问：师兄，能不能抱着我睡？洞里好冷。季川僵了僵，终究还是张开手臂。柳轩像只小猫般蜷进他怀里，发丝间淡淡的幽香萦绕在鼻尖。季川小心翼翼地把下巴搁在他发顶，听着怀中人渐渐平稳的呼吸声。月光透过阵法缝隙洒落，映出石壁上悄然浮现的古老符文，那是被十泉灵气激活的秘境秘文，正无声诉说着下一个机缘的坐标。但此刻相拥而眠的两人都没发现，他们交握的手心里有微光悄然闪烁。晨光微熹，季川与柳轩离开十泉洞穴时，整片森林仍笼罩在薄雾中。柳轩手腕上的藤蔓已能自如操控，翠绿的枝条缠绕在他指尖，如灵蛇般游动。他轻轻一甩，藤蔓便卷住10丈外的野果，精准地摘回掌心。师兄，给。他眉眼弯弯，将果子抛给季川。季川顺手接过，咬了一口，酸甜之水意满口腔。他目光扫过系统地图东北方向30里处，一片猩红标记格外刺目。太虚剑种天阶杀气剑符，今日目标在那儿。
季川抬手指向远处一座形如倒插巨剑的山峰，太虚剑冢。柳轩顺着望去，隐约可见山巅剑气冲霄，将云层撕开一道裂痕。他下意识攥紧季川的衣袖，听说剑冢内有剑灵守护，无妨。季川轻笑，指尖在他掌心一勾。太虚剑冢前，万剑倒悬。季川仰头望着那柄插在百丈剑碑顶端的玉符，通体银白如骨，表面流转着淡金色的纹路，在血色残阳下折射出令人心悸的寒芒。系统标注在视野中闪烁。太虚剑符，一次性杀气。师兄，柳轩不安地拽了拽他袖口，剑碑下的骸骨。季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剑冢入口处堆积着数十具新鲜尸体，有具尸体尤为醒目，褐色劲装，胸前宗徽被血染成暗红。慌什么？季川碾碎玉简残片，剑冢规矩，同进单挑胜者得宝。他们贪心不足想群殴，自然触发禁制。说着突然捏住柳轩下巴，倒是师妹。柳轩呼吸一滞，季川的拇指正摩挲着他昨夜被咬破的唇瓣，昨夜温泉疗伤时该会无论发生什么都别插手。季川的声音突然严肃，剑灵感应到旁人助阵会暴走。柳轩红着脸点头，藤蔓乖巧地缩回袖中。他看着季川纵身跃上剑碑，逍遥剑出鞘的龙吟声惊起漫天铁压。凌霄宗季川，请剑灵赐教。剑碑骤然亮起刺目白光，当光芒散去时，柳轩惊恐地发现季川对面站着个与他容貌完全相同的虚影，同样的玄色劲装，同样的逍遥剑，连嘴角那抹玩世不恭的笑都分毫不差。哦，镜像对决。季川挑眉，虚影突然暴起，剑光如银河倾泻，季川格挡时虎口震裂。更可怕的是，对方竟同步施展出他所有成名剑招，连系统标注的破绽都完美复刻。当双剑相击的火星中，季川左肩被划开血口，他踉跄后退时瞥见柳轩攥紧的拳头少女指甲已深深掐进掌心，藤蔓在脚下焦躁的扭动。别看！季川抹去嘴角血迹，突然对他眨眨眼，给你变个戏法。下一瞬，逍遥剑突然脱手飞出，虚影果然同步弃剑，却见季川袖中寒光连闪，3根透骨钉精准钉入虚影眉心、咽喉、心口。这是药王谷暗器手法，从未在九宗会武展示过。虚影僵住的刹那，季川凌空接住逍遥剑，剑锋自下而上，将虚影劈成2半。轰！剑碑崩塌的烟尘中，太虚剑符缓缓落入季川掌心。他落地时故意晃了晃，柳轩果然飞扑过来搀扶。少女温软的胸脯紧贴他手臂，发间药香混着血腥味钻入鼻腔。季川脑海中浮现一段讯息：太虚剑符一次性杀气可斩化灵。成功了！柳轩飞奔而来，却在3步外即杀季川周身剑气未敛，衣袍无风自动，恍若剑仙临世。他怔怔望着，心跳如肋骨，收好。他声音低沉，这是能斩化灵境的一次性杀气，关键是保命用。柳轩急得跺脚。那你呢？季川勾起嘴角，突然凑近他耳畔。我有更好的。温热吐息拂过耳垂，比如某个会心疼我的小师妹。柳轩耳尖瞬间红透，正要反驳，远处突然传来破空声。季川神色一凛，揽住他闪到残碑后，只见3道血色身影掠过天际，为首者背生双翼，额前独角泛着寒光。血妖子！季川眯起眼睛，看来有人盯上我们了。柳轩紧张地抓住他衣角。他们怎么找到这里的？季川没有回答，只是盯着系统地图上新出现的红点，一个戴着白面具的人影正无声无息地跟在那群妖族身后，面具下的眼睛仿佛穿透虚空，直直望向他们藏身之处。季川一把扣住柳轩的手腕，低声道：走。2人身形一闪，借着剑冢崩塌的烟尘遮掩，迅速遁入密林深处。季川带着柳轩7拐8绕，时不时回头确认是否有人追踪，直到彻底甩开血妖子一行，他才在一处隐蔽的山洞前停下。暂时安全了。季川松开柳轩的手，指尖却若有似无的在他掌心轻轻一勾，惹得少女耳尖微红。柳轩喘着气，胸口微微起伏。师兄，他们怎么找到我们的？季川眯了眯眼。血妖子多半用了本命精血标记，不过他伸手在柳轩发间轻轻一拂，指尖夹着一片几乎透明的血色鳞片，现在没了。柳轩瞪大眼睛，什么时候？刚才交手时。季川随手碾碎鳞片，唇角微扬，小把戏而已。柳轩抿唇，心里却忍不住泛起一丝甜意，他一直在护着他，连这种细节都没放过。夜幕降临，山洞内篝火摇曳。季川从储物袋里取出干粮和灵果，顺手递给柳轩一块烤得金黄酥脆的肉脯。吃点东西。柳轩接过，小口咬了下，眼睛顿时一亮。好吃，师兄自己烤的。季川漫不经心地应着，目光却落在他沾了油光的唇瓣上，喉结微动。
柳轩儿浑然不觉，又咬了一口，满足的眯起眼。师兄手艺真好。季川低笑一声，忽然伸手，拇指轻轻擦过他的唇角，沾到了。柳轩儿呼吸一滞，脸颊瞬间发烫，他的指腹温热粗糙，蹭过唇瓣时带起一阵细微的酥麻，让他心跳陡然加快。季川收回手，若无其事地咬了口自己的肉腹，眼底却闪过一丝笑意。夜深，山洞内只剩篝火轻微的噼啪声。柳轩儿蜷缩在铺好的干草上，悄悄抬眼看向靠在石壁上的季川，火光映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睫毛头下的阴影微微颤动，像是睡着了，又像是没睡。他犹豫了一下，小声道：“师兄，你睡了吗？”没。季川睁开眼，目光直接撞进他眼里。怎么了？柳轩耳根发热，声音更小了。我有点冷。季川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柳轩被他盯得心虚，正想改口，却见他忽然起身，3两步走到他身旁坐下，手臂一伸，直接将他揽进怀里。这样还冷吗？他低沉的嗓音近在耳畔，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垂。柳轩整个人僵住，脸颊贴着他结实的胸膛，能清晰地听到他有力的心跳声。他羞得不敢抬头，却又贪恋他身上的温度，最终只是轻轻摇了摇头。季川低笑，手指无意识地绕着他的发丝把玩。两人谁都没再说话，但心跳声却渐渐同步。翌日清晨，柳轩迷迷糊糊醒来时，发现自己整个人都窝在季川怀里，手还无意识地揪着他的衣襟。他瞬间清醒，手忙脚乱地想退开，头顶却传来一声慵懒的轻笑。醒了。柳轩抬头，正对上季川带着戏谑的目光，顿时羞得耳尖通红。师兄早。季川懒洋洋地支起身子，手指在他鼻尖轻轻一刮。睡得跟小猪似的，还流口水。我才没有。柳轩气鼓鼓地反驳，手却下意识去擦嘴角。季川大笑，顺手揉了揉他的脑袋。走吧，今天去静迷宫。柳轩跟在他身后，看着他挺拔的背影，心里泛起一阵甜意。可就在这时，季川忽然回头冲他眨了眨眼。再偷看我，收费了。柳轩儿。他红着脸快步跟上，却没看到季川转身时唇角那抹温柔的笑意。迷雾森林的尽头，一座由无数镜面构成的巨大迷宫矗立在两人面前。镜面反射着天光，将整片区域映照得光怪陆离，仿佛有无数个季川和柳轩在镜中穿梭。这就是镜迷宫。柳轩仰头望着高耸的镜壁，指尖轻轻触碰冰凉的镜面，镜中的他也同步伸出手，却在接触的瞬间诡异地勾起唇角。啊！柳轩猛地缩回手，踉跄后退，撞进季川怀里。季川顺势揽住他的腰，低笑：“怕了？才没有。”柳轩嘴硬，耳尖却红了，只是镜子里的人不太对劲。季川扫了一眼系统地图，镜迷宫的全貌在脑海中清晰展开。他捏了捏柳轩的指尖：“跟紧我，这里的镜子会骗人。”两人踏入迷宫，四周的镜面立刻扭曲变形，映照出无数个他们的身影。有的镜中季川手持染血长剑，有的柳轩眼神阴冷，甚至还有他们互相残杀的幻象。柳轩下意识抓紧季川的衣袖：“师兄，这些是幻象而已。”季川目不斜视，牵着他在错综复杂的镜面间穿行。镜迷宫会映射人心底的恐惧，越在意什么，就越容易被他影响。柳轩一怔，偷偷瞥向身旁的季川，他神色淡然，仿佛对周围扭曲的影像视若无睹。他忍不住问：“师兄看到什么了？”季川脚步微顿，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你猜？”柳轩鼓起脸颊：“哼，不说算了。”季川低笑，忽然凑近他耳边，温热的气息拂过他的耳垂：“我看到你。”柳轩心跳陡然加速，变成了一只炸毛的兔子。季川坏笑着说完，趁他愣神之际，捏了捏他的脸颊：“师兄。”柳轩气呼呼的跺脚，藤蔓从袖中窜出，作势要缠他。季川轻松躲开，哈哈哈哈，反手一捞，将他拉进怀里：“不闹了，快到了。”两人打闹间，系统地图上的目标点已经近在咫尺。迷宫中央的石台上悬浮着一面古朴的铜镜，镜面如水般流动，偶尔泛起银光。幻月宝镜。季川眯起眼睛，正要上前，突然察觉到一丝异样。他猛地回头，镜面反射的角落里，一道白影一闪而逝。有人跟踪我们。季川压低声音。柳轩紧张地环顾四周：“是白面具。”季川摇头：“不确定，但镜迷宫最适合埋伏。”他思索片刻，忽然勾起一抹冷笑：“既然有人想玩，那就陪他们玩玩。”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块流影石，注入灵力后，石头上浮现出两人的虚影。季川操控虚影沿着另一条岔路走去，自己则拉着柳轩隐匿身形，悄然靠近幻月宝镜。“师兄，这是要引他们上钩？”柳轩小声问。季川点头。镜迷宫里有镜魔，专门吞噬走错路的修士，让他们先去试试水。
柳轩眨了眨眼，忽然狡黠一笑：“师兄真坏。”季川挑眉：“不喜欢。”柳轩耳尖微红：“别过脸去。”喜欢。两人顺利抵达石台前，幻月宝镜悬浮在半空，镜面如水纹荡漾，隐约映照出两人的身影，却又模糊不清，仿佛隔着一层薄雾。季川伸手触碰镜面，指尖刚触及，镜中突然伸出一只苍白的手，猛地扣住他的手腕。师兄！柳轩惊呼，藤蔓瞬间刺向镜面，镜中的手却骤然松开，一个与季川一模一样的身影从镜中踏出，连嘴角那抹似笑非笑的弧度都分毫不差。击败我，方可取走宝镜。镜中季川冷冷道。季川眯起眼睛，逍遥剑出鞘，剑锋直指对方。有意思。两道人影瞬间交锋，剑光在镜面间折射，刺得柳轩睁不开眼。他紧张地攥紧衣袖，藤蔓在脚下蓄势待发，却不敢贸然插手。镜灵曾言明，旁人助阵会引发镜魔暴走。当，双剑相击，火星迸溅。镜中季川竟完美复刻了季川的所有剑招，连破绽都同步规避。季川肩头被划开一道血口，踉跄后退。柳轩咬紧下唇，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季川却忽然笑了，学得挺像。他抹去嘴角血迹，眼神陡然凌厉。可惜你终究只是镜子。话音未落，季川突然变招，剑势由凌厉转为绵柔，如春风化雨，毫无杀意。镜中季川显然没预料到这一变化，动作微微一滞。就是这一瞬的破绽，季川剑锋陡然加速，逍遥剑如游龙般穿透镜灵胸口。镜中季川身形凝固，随即如玻璃般碎裂，化作点点银光消散。幻月宝镜缓缓落入季川掌心。幻月宝镜地阶灵气，可封魔物。季川脑海中浮现出宝镜的使用方法，唇角微扬。好东西！柳轩飞奔过来，眼眶微红。师兄，你的伤。小伤。季川随手将宝镜递给他，试试。柳轩接过宝镜，镜面映出他担忧的脸庞。他试着注入灵力，镜面顿时泛起涟漪，一道黑影从镜中缓缓浮现，正是刚才被击败的镜灵。他听我的。柳轩惊讶地看向季川。季川点头。宝镜能封印魔物，需要时可召唤作战。他顿了顿，坏笑道：“不过他现在是我的样子，你使唤起来会不会？”柳轩脸一红，手忙脚乱地收起宝镜。谁要整天看着你的脸啊？季川大笑，正要逗他，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是虎妖的声音。看来他们中招了。季川眯起眼睛，走去看看。两人循声赶去，在一处死胡同里看到了虎妖一行人。他们被无数镜魔包围，镜面折射出他们内心最恐惧的景象，虎妖正疯狂攻击自己的倒影，而他的同伴们则陷入幻境，互相残杀。镜魔会吞噬他们的神魂。季川冷眼旁观。我们走。柳轩有些不忍。不救他们吗？季川摇头。镜魔一旦被激怒，连我们都会被波及。他顿了顿，低声道：“修仙之路，心软是大忌。”柳轩抿唇，最终点了点头。两人正要离开，柳轩突然脚下一空，他踩中了隐藏的机关，地面瞬间裂开一道缝隙。师兄！他惊呼一声，身体不受控制的坠落。季川瞳孔骤缩，毫不犹豫地扑过去，一把抓住他的手腕。两人一同跌入黑暗。季川在空中翻身，将他护在怀里。砰！他们重重摔在一处平台上。季川闷哼一声，后背撞上坚硬的地面，却仍紧紧抱着柳轩。没事吧？他低声问，声音因疼痛有些沙哑。柳轩趴在他胸口，能清晰地听到他急促的心跳。他慌忙撑起身子：“我没事，师兄你。”话音未落，四周突然亮起幽蓝的光芒，无数镜魔从黑暗中浮现，将他们团团围住。季川迅速起身，逍遥剑横在胸前，眼神冰冷：“躲在我身后。”柳轩却摇头，藤蔓从袖中窜出，与镜魔对峙。“我们一起。”季川侧目看他，少女眼神坚定，毫无惧意。他忽然笑了：“好。”镜魔扑来的瞬间，季川剑光如虹，柳轩藤蔓如鞭，两人背靠背作战，配合默契，镜魔被斩碎后又重新凝聚，仿佛无穷无尽。这样下去不行。季川沉声道：“用宝镜。”柳轩会意，取出幻月宝镜，注入灵力，镜面顿时银光大盛，照向镜魔。被银光笼罩的镜魔发出尖锐的嘶吼，身形扭曲着被吸入镜中。剩余镜魔见状，纷纷退入黑暗。危机解除，柳轩长舒一口气，腿一软，险些跌倒。季川眼疾手快地扶住他，顺势将他打横抱起。“师兄！”柳轩惊呼，脸颊瞬间涨红。“别乱动。”季川低声道：“你灵力消耗过度，我带你出去。”柳轩乖乖闭嘴，耳尖红得滴血。他偷偷将脸埋进季川肩头，嗅到他身上淡淡的药草香，心跳如肋骨。
季川低头看他，唇角微扬。这么乖。柳萱羞恼地捶了他一下，随后又把脸埋在了季川胸上。季川大笑，抱着他朝出口走去。然而就在他们即将离开进迷宫时，一道赤红身影突然从暗处袭来。小心！柳萱惊呼。季川侧身闪避，却仍被一道凌厉的剑气划破手臂，鲜血滴落。他冷眼看向偷袭者。赤练仙子手持长剑，笑意盈盈。季道友，别来无恙啊！他的身后，数名魔修缓缓现身，将两人包围。赤练仙子的剑锋划破季川手臂的瞬间，柳萱的藤蔓已如毒蛇般暴起，翠绿的枝条缠向对方咽喉。然而赤练仙子身形如鬼魅般后撤，指尖一弹，一道赤红流光直射柳萱心口。小心！季川一把扯过柳萱，那道红光却如活物般拐弯，径直钻入他衣襟。柳萱闷哼一声，踉跄后退，捂着心口跪倒在地。鼓！季川瞳孔骤缩，逍遥剑横斩，逼退赤练仙子。他迅速蹲下扶住柳萱，只见他锁骨下方浮现出一道蛛网般的赤纹，正缓缓向心脉蔓延。赤练仙子轻笑，红唇如血。是心骨，半个时辰内不解，这小丫头的心脉就会被啃食殆尽。他指尖把玩着一缕发丝，交出幻月宝镜和太虚剑符，我给他解药。季川眼神阴鸷，指节捏得发白。系统疯狂闪烁警告：噬心骨天阶蛊毒，虚母骨引渡。他忽然松开剑柄，举起双手，东西给你，先解毒。赤练仙子眯眼，你以为我会信？季川冷笑，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古籍扔过去。万毒丹经，够还他命了吧？赤练仙子接住古籍，翻看2页后，呼吸陡然急促，这竟是失传已久的毒道圣典。他强压激动，假意检查真伪，实则暗中催动蛊毒。柳萱顿时蜷缩起来，指甲深深抠进地面，冷汗浸透鬓发。你！季川暴怒前冲，却被3名魔修拦下。赤练仙子眼唇娇笑，别急啊，总得验验货。他继续翻阅，忽然指尖一顿书页夹层里飘落几粒晶莹粉末，沾上他指尖的瞬间，竟渗入皮肤里下毒。他猛地合上书，却觉视线骤然模糊。季川嘴角勾起冷笑，毒精不假，可惜我加了点好东西。他打了个响指，现在轮到你求我了。赤练仙子踉跄后退，双眼已蒙上灰白一膜。他厉声尖叫，杀了他！魔修们一拥而上，季川却早有准备，劲光一闪，竟中影魔咆哮现身，与魔修战作一团。混乱中，季川抱起柳萱击退，少女在他怀里发抖，蛊毒发作的剧痛让他咬破下唇。季川低头舔去她唇上血珠，声音沙哑：忍忍，马上找地方解毒。密林深处，季川劈开一处兽穴部下隐匿阵，柳萱被平放在干草上，衣襟已被冷汗浸透。季川撕开她前襟，古文已蔓延至心口，皮肤下隐约有东西蠕动。师兄！柳萱意识模糊地抓住他手腕，我会死吗？闭嘴！季川从储物袋排开7枚金针，指尖燃起幽蓝火焰消毒，是心骨虚母骨引出，但我能用金针逼他移位。他顿了顿，会很疼。柳萱虚弱地点头。第一针扎入山中穴时，他浑身痉挛，指甲在季川手臂抓出血痕。季川面不改色，第2针精准刺向骨纹核心，暗红蛊虫被逼得疯狂游走。柳萱终于忍不住惨叫出声：师兄，疼，好疼！他泪眼朦胧的挣扎，季川索性跨坐压住他双腿，左手扣住他手腕，按在头顶。这个姿势让柳萱羞愤交加，偏偏蛊虫在皮下窜动的剧痛又让他无力反抗。第3针，忍住了。季川俯身，呼吸喷在他颈侧，金针刺入乳根穴的瞬间，柳萱仰头呜咽，胸脯剧烈起伏，蹭过他胸膛。季川喉结滚动，手上却稳如磐石。第4针直取蛊虫退路。当第7针落下时，蛊虫被逼至柳萱左臂。季川突然低头，薄唇贴上他小臂血管。嘶！柳萱瞪大眼，感受着他用牙齿划开皮肤，温热舌尖卷住蛊虫，狠狠一吸，鲜血顺着季川嘴角滑落。他吐出一只米粒大小的赤红蛊虫，随手捏爆。师兄！他声音微弱，指尖无意识地揪住季川的衣角。我冷。季川握住他冰凉的手，掌心渡过去一丝温和的灵力。忍一忍，师兄马上给你炼药。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丹炉和药材，指尖燃起幽蓝灵火，炉中药液翻滚，苦涩的气味弥漫开来。柳萱侧头望着他专注的侧脸，火光映在他轮廓分明的下颌上，睫毛头下的阴影微微颤动。师兄！他忽然轻唤。季川头也不抬，手上动作不停。我是不是快死了？别说这种话。季川打断他，声音冷硬，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柳萱抿唇，眼眶微红。药液渐渐凝成深绿色的丹丸，
季川捏起一枚，俯身凑近他吞下去。柳轩儿勉强撑起身子，却因剧痛手臂一软，整个人向前栽去。季川眼疾手快地拖住他后脑，顺势将药丸送入他口中，指尖不经意擦过他柔软的唇瓣，两人皆是一怔。药力化开，柳轩儿闷哼一声，身子剧烈颤抖。季川立刻将他揽入怀中，手掌贴在他后背，灵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帮他化解药性。疼就咬我，他低声道。柳轩儿摇头，死死咬住下唇，很快渗出血丝。季川皱眉，拇指强行撬开他的牙关，将自己的手腕递到他唇边。别忍。柳轩儿眼眶湿润，终究还是轻轻咬住他的手腕。季川面不改色，另一只手继续运功，引导药力冲击心脉处的蛊毒残留。半个时辰后，柳轩儿的呼吸终于平稳下来。他虚脱般靠在季川怀里，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脸颊上。季川拨开他的发丝，指腹轻轻擦过他泛红的眼尾。好些了。柳轩儿点头，却突然打了个寒战。还是冷。季川探了探他的脉象，眉头紧锁，蛊毒虽解，但残留的寒毒仍在侵蚀他的经脉。他迅速脱下外袍裹住他，又往篝火里添了几块灵木。还冷吗？柳轩儿缩了缩身子，无意识地往他怀里钻。季川沉默片刻，忽然伸手将他打横抱起，自己靠坐在石壁前，让他整个人窝在自己怀中。他的胸膛紧贴着他的后背，双臂环住他纤细的腰身，掌心贴在他小腹处，温和的灵力缓缓渡入。这样呢？他低声问。柳轩耳尖瞬间红透，心跳如肋骨。他羞赧地低下头，声音细若蚊蝇。好，好些了。季川低笑，下巴轻轻搁在他发顶。睡吧，我守着你。柳轩闭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着。身后传来的体温太过清晰，他的呼吸拂过他的耳畔，带着淡淡的药草香。他忍不住悄悄动了动，想找个更舒服的姿势，却听季川突然闷哼一声：“别乱动。”他嗓音沙哑。柳轩僵住，后知后觉地感受到某处异样的触感，顿时羞得浑身发烫。他结结巴巴道：“师兄，我……嘘。”季川收紧手臂，将他箍得更紧，再动就把你丢出去。柳轩立刻老实了，可心跳却更快了。夜渐深，篝火噼啪作响。柳轩迷迷糊糊间，感觉季川的手指轻轻穿过他的发丝，动作温柔得不可思议。他假装睡着，偷偷将脸埋入他的掌心，唇角悄悄扬起。翌日清晨，柳轩醒来时，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趴在季川身上，手臂还环着他的脖子。他瞬间清醒，手忙脚乱地想爬起来，却因动作太大，牵动了尚未痊愈的伤势，疼得嘶了一声。季川睁开眼，戏谑地看着他，投怀送抱了一晚上，现在知道害羞了。柳轩涨红了脸。谁投怀送抱了？明明是师兄你。我怎么了？季川挑眉，忽然一个翻身将他压在身下，双手撑在他耳侧。柳轩呼吸一滞，心脏几乎要跳出胸腔。晨光透过洞口洒落，为他镀上一层金边，漆黑的眸子里映着他慌乱的模样。师兄，他声音发颤。季川低头，鼻尖几乎贴上他的。昨晚是谁偷偷蹭我手心来着？你装睡。柳轩瞪大眼，哼，不理师兄了。季川笑着摸了摸柳轩的脑袋，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身体可有不适？貌似没有了。柳轩摇了摇头，不过咕噜噜，脸上浮现一抹红晕。季川会意，笑了笑，从储物袋中取出几块腌制好的瘦肉，架在篝火上翻烤。油脂滴落火中，发出滋滋声响，香气很快弥漫开来。柳轩坐在一旁，双手托腮，眼睛亮晶晶地盯着烤肉。师兄，你什么时候准备的？季川勾唇一笑，顺手撕下一块烤得焦香的肉递给他。昨晚你睡着的时候。柳轩接过，小口咬了一下，顿时满足地眯起眼。好吃。季川看着他鼓起的腮帮子，忍不住伸手戳了戳。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柳轩耳尖微红，却故意瞪他。谁让你烤得这么香？季川低笑，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忽然道：待会儿去河边洗洗。柳轩一愣，随即想起自己这几日奔波，身上确实有些狼狈，便点了点头。清澈的溪水潺潺流淌，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在水面上映出细碎的光斑。柳轩蹲在岸边，小心翼翼地掬水洗脸，冰凉的水珠顺着他的脸颊滑落，打湿了衣襟。季川站在不远处，背对着他，声音懒洋洋的：要不要我帮你守着？柳轩脸一红，结结巴巴道：不用。师兄你走远点。季川低笑，却真的走远了几步，靠在一棵树下闭目养神。柳轩这才松了口气，迅速褪下外衣，踏入溪水中。清凉的水流漫过脚踝，他忍不住舒服地轻叹一声。然而就在他弯腰捧水的瞬间，一道黑影突然从水中窜出一条通体漆黑的蛇，猛地咬向他的小腿。啊！
柳轩惊呼一声，下意识后退，却因脚下湿滑，整个人向后跌去。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身影瞬间掠至，季川一把拦住他的腰，另一只手精准捏住蛇的7寸，指尖灵力一震，蛇身顿时软绵绵的垂落。柳轩惊魂未定，双手紧紧抓住季川的衣襟，整个人几乎贴在他怀里。没事吧？季川低头看他，声音低沉。柳轩摇了摇头，这才意识到自己此刻衣衫不整，湿透的里衣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纤细的腰身。他脸颊瞬间涨红，手忙脚乱的想推开他。我没事。季川却故意没松手，反而凑近他耳边，嗓音带着戏谑，慌什么？又不是没看过。柳轩儿，他羞恼的踩了他一脚，季川这才笑着松开他，转身走回岸边。快点洗，待会儿去拿龙血菩提。修整完毕后，两人朝着系统地图上标记的红点前进。龙血菩提生长在一处悬崖峭壁上，周围盘踞着大量妖兽，其中不乏化灵境的存在。季川眯了眯眼，看向远处隐约可见的悬崖，血妖子的人已经在那儿了。柳轩儿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果然看到几道血色身影在悬崖附近徘徊。他咬了咬唇，师兄，我们怎么抢？季川勾唇一笑，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玉简，指尖轻点，玉简化作流光消散。先让他们争，我们坐收渔利。悬崖之上，血妖子一行人正与守护龙血菩提的妖兽激战。那妖兽形似巨蟒，头顶生有独角，浑身鳞片泛着金属般的光泽，每一次甩尾都能掀起狂风。血妖子手持一柄血色长刀，刀锋所过之处，空气都仿佛被撕裂。然而那妖兽皮糙肉厚，他的攻击只能留下浅浅的伤痕。老大，再拖下去，其他人就要来了。一名狼妖焦急道。血妖子眼神阴鸷，突然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刀身上，长刀顿时血光大盛，他一刀劈下，终于在那妖兽身上撕开一道狰狞的伤口。妖兽吃痛，仰头发出一声嘶吼，随即更加疯狂地攻击起来。就在双方僵持之际，悬崖另一侧，季川和柳轩悄然靠近。师兄，现在动手吗？柳轩小声问。季川摇头，目光锁定在血妖子身上。再等等。终于，血妖子拼着重伤，一刀斩下妖兽的头颅，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整片崖壁。他喘息着走向龙血菩提，伸手就要采摘。血妖子，这东西可不是你能拿的。一道阴冷的声音突然响起。血妖子猛地回头，只见白面具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面具下的眼睛泛着寒光。白面具。血妖子瞳孔一缩，随即狞笑，怎么，你也想分一杯羹？白面具没有回答，只是抬手一挥，数道黑影从他袖中飞出，直袭血妖子。血妖子仓促格挡，却仍被一道黑影击中肩膀，顿时鲜血淋漓。他怒吼一声，周身血气翻涌，化作一道血影扑向白面具。两人瞬间战作一团，灵力碰撞的余波阵的崖壁碎石滚落。两招之后，血妖子与白面具对峙在悬崖之巅，狂风卷起两人的衣袍，猎猎作响。龙血菩提在崖壁上散发着妖异的红光，映照在两人狰狞的面容上。白面具，你找死！血妖子狞笑着，手中血色长刀气血嗡鸣震颤，刀身上那些诡异的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起来。白面具没有答话，只是轻轻抬起右手，五指间突然迸射出5道漆黑如墨的细线，在空中交织成一张死亡之网，朝血妖子笼罩而去。哼，雕虫小技！血妖子暴喝一声，气血刀横斩而出，一道半月形血色刀气撕裂空气，与黑网相撞。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黑网被硬生生劈开，但那些断裂的黑线却如同有生命般扭曲着，继续朝血妖子缠绕而来。血妖子瞳孔一缩，身形急退，同时左手掐诀，周身突然涌现出一层血色光罩，血煞护体。那些黑线撞在光罩上，发出滋滋的腐蚀声，却无法穿透。白面具面具下的嘴角微微上扬，双手突然合十，低喝一声分。刹那间，那些黑线竟一分为二，二分为4，转眼间化作漫天黑雨，从四面八方射向血妖子。每一道黑线都带着刺骨的阴寒之力，所过之处连空气都凝结出细小的冰晶。血影牵众，血妖子身形一晃，原地突然出现数十道血色残影，真假难辨。黑线穿透大部分残影，却只击中了2、3道实体。血妖子真身已出现在白面具左侧3丈处，气血刀带着凄厉的破空声斜劈而下。白面具似乎早有预料，身形如同鬼魅般平移3尺，同时袖中飞出一枚青铜小钟。当钟声响起，肉眼可见的音波与刀气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悬崖边缘的岩石在这股冲击下纷纷碎裂，滚落深渊。老大！远处的狼妖焦急大喊，却被血妖子一个手势制止。他舔了舔嘴角的血迹，眼中战意更浓。有点意思，白面具，
看来你隐藏了不少实力。血妖子冷笑道：“不过今日这龙血菩提，我血煞宗要定了。”白面具依旧沉默，只是右手突然接出一个古怪的法印，地面上的阴影突然活了过来，如同毒蛇般缠绕上血妖子的双腿。血妖子顿感双腿如陷泥沼，行动变得迟缓起来。因煞附的术，血妖子脸色微变，随即狞笑更甚，那就看看谁更狠。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气血刀上，刀身顿时血光大盛，那些诡异纹路如同血管般鼓胀起来。血妖子双手握刀，狠狠插入地面，血煞地裂，以刀尖为中心，无数血色裂纹在地面迅速蔓延。那些阴影束缚被血色能量冲击，纷纷溃散。更可怕的是，这些血色裂纹如同活物般朝白面具脚下延伸，所过之处岩石纷纷爆裂。白面具终于动了，他脚尖轻点地面，身形飘然后退，同时双手快速结印，身前突然浮现出9面黑色小旗，呈9宫方位排列。九幽锁灵阵起，9面小旗迎风变长，转眼化作丈许高的黑旗，旗面上绣着狰狞的鬼脸，黑旗之间由阴气相连，形成一个巨大的牢笼，将血妖子困在其中。血妖子只觉周身灵力运转突然滞涩，仿佛陷入泥潭。更可怕的是，阵中阴风呼啸，无数鬼哭狼嚎之声直刺神魂，让他头痛欲裂。好一个九幽锁灵阵！血妖子咬牙道，眼中却闪过一丝狡黠。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他猛地撕开胸前衣襟，露出布满诡异符文的胸膛，那些符文此刻正散发着幽幽血光，与气血刀产生共鸣。血魔解体大法！随着一声暴喝，血妖子全身毛孔都渗出鲜血，这些鲜血却不落地，而是在他周身形成一个血茧。九幽锁灵阵的阴气触碰到血茧，立刻被腐蚀消融。白面具见状，终于变了脸色，他迅速变换手印，9面黑旗同时射出漆黑锁链，朝血茧缠绕而去。然而为时已晚，轰！血茧爆裂，一个浑身浴血、体型暴涨1倍的怪物破茧而出。此刻的血妖子已完全变了模样，皮肤呈现不正常的暗红色，肌肉虬结，额头甚至生出了2只短角。他狂笑着抓住那些黑色锁链，用力一扯，咔嚓，3面黑旗应声而碎。白面具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但他并未慌乱，反而冷静地后退数步，从怀中取出一枚古白色令牌。通幽令照，令牌碎裂，一道惨白光芒射入地面。下一刻，地面剧烈震动，一只巨大的白骨手爪破土而出，朝血妖子抓去。血妖子狂吼一声，气血刀迎风暴涨，化作一柄3丈巨刃，狠狠斩向骨爪。当，金铁交鸣声中，骨爪被劈出一道裂痕，但去势不减，仍将血妖子拍飞数丈。噗！血妖子喷出一口鲜血，眼中疯狂之色更甚。他舔了舔嘴唇，突然从怀中掏出一颗血色珠子。血煞雷珠！你疯了！白面具终于出声，声音嘶哑难听，在这里引爆，我们都得死。血妖子狞笑，那就看看谁先撑不住。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另一侧突然传来一声清越的剑鸣，一道青色剑光如流星般划破长空，精准地击中血妖子手中的雷珠，将其击飞至远处山谷。轰隆！远处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整个山崖都为之震颤。血妖子和白面具同时转头，只见季川手持一柄青光流转的长剑，带着柳轩从隐蔽处走出。2位打得这么热闹，不如让我季某人也凑个热闹。季川嘴角含笑，眼中却是一片冰冷。白面具面具下的瞳孔微缩，突然抬手打出一道黑光，却不是攻向季川，而是直取崖壁上的龙血菩提。休想！血妖子怒吼，气血刀脱手飞出，后发先至，将那道黑光拦截。3方对峙，气氛剑拔弩张。悬崖在连番大战下已摇摇欲坠，碎石不断滚落。龙血菩提在风中摇曳，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仿佛在嘲笑这些为他拼死争夺的贪婪之徒。季川暗中运转灵力，指尖在袖中幻月宝镜上轻轻一划，镜面泛起一丝微不可察的涟漪，镜魔化作一缕无形阴风，悄然飘向崖壁上的龙血菩提。白面具与血妖子仍在僵持，谁也没注意到那株妖果周围的空气产生了细微扭曲。镜魔的虚影在龙血菩提前凝聚，半透明的利爪小心翼翼地握住果实根部。咔嚓，清脆的断裂声在季川耳中犹如惊雷。几乎同时，整座悬崖突然剧烈震颤，龙血菩提原本生长的岩缝中喷出猩红血雾，在空中凝成一条张牙舞爪的血龙虚影。有人偷过！血妖子最先反应过来，气血刀上的符文疯狂闪烁。白面具猛地转身，袖中飞出7枚骨钉，呈北斗状封死了整片崖壁的空间。季川暗道不好，剑诀一引，青光剑瞬间分化出12道剑影护住周身。
静魔抓着真正的龙血菩提，在血雾中左冲右突，却被突然显现的黑色符文锁链缠住脚踝。眼看血龙虚影就要俯冲而下，季川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换月宝镜顿时银光大盛。收！静魔在银光中扭曲变形，带着果实化作流光窜回镜中。血龙虚影扑了个空，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整座悬崖开始崩塌。柳轩儿惊呼着抛出锦帕法宝，朵朵金连拖住二人急速后撤。小贝找死！血妖子浑身血焰暴涨，竟直接撞碎坠落的巨石追来。白面具更是诡异，整个人化作数十道黑影从不同角度包抄，每道黑影手中都握着幽兰毒刃。季川反手将宝镜按进怀中，谁知白面具的银丝更快，眨眼间织成天罗地网照下。季川萧摇剑横斩，剑气却如泥牛入海，那些银丝竟能吞噬灵力。柳轩儿的藤蔓及时卷住他腰身猛拉，剑锋擦着银网边缘划过，带起一溜火星。哼，你们凌霄宗的人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白面具声音像毒蛇爬过后颈，把东西放下，留你们全尸。血妖子宁笑着抹去嘴角血迹，跟他废什么话。剩余7名妖族同时亮出本命法器，血色符文在空中交织成网。季川突然笑了，他慢条斯理地从怀中掏出一物，暗金剑符在阳光下泛着冰冷光泽。方才还杀气腾腾的众人瞬间僵住，最前排的狼妖甚至踉跄着后退2步。太虚剑符，季川用剑尖轻点符箓，声音轻得像是情人絮语，听说能斩化灵境。空气凝固了，白面具的银丝弦在半空微微颤动，血妖子的血刀发出不安的嗡鸣。季川缓步后退，每一步都踏在众人紧绷的神经上，他们当然可以一拥而上，但谁也不想当那个先接剑符的冤魂。现在，季川突然拽住柳轩儿的手，跑！两人纵身跃下悬崖的瞬间，身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我抄你母的！”季川！季川反手甩出3张爆炎符，气浪推着他们加速坠落。柳轩儿的藤蔓精准缠住崖壁凸起，几个起落间已荡到对面山脊。左转！季川突然急刹，拽着柳轩儿扑进一道岩缝，几乎同时，3支血箭钉入他们方才站立的位置，剑尾还在嗡嗡震颤。柳轩儿胸口剧烈起伏，被季川按在岩壁上时，后背能清晰感受到他急促的心跳。这个角度能看到他绷紧的下颌线，还有喉结上那道细小的伤疤，上次温泉疗伤时留下的。伏骨毒杖埋在哪？他小声问，手指无意识地揪住季川前襟。季川没回答，突然低头咬住他耳垂。柳轩儿浑身一颤，却听见极轻的咔嗒声，他齿间藏着枚机关扣。100米外的古树突然炸开，墨绿色毒雾如活物般漫卷，追得最近的虎妖瞬间皮肉溃烂。走！季川趁机拉着他窜进密林，身后惨叫不绝于耳，但系统地图显示白面具的灰点仍在不紧不慢地跟着，始终保持300丈距离。柳轩儿突然拽停季川，他在通过我们找安全点。季川瞳孔微缩，是了，白面具明明有多次拦截机会，却按兵不动，那双藏在面具后的眼睛恐怕正记下他们每个转向与停顿。他猛地将柳轩儿推到树后，逍遥剑突然刺入地面，铮的一声，潜伏地底的银丝被齐齐斩断。有意思，季川对着空荡荡的林子冷笑，那就陪你玩玩。他忽然改变路线，带着柳轩儿直奔地图上标记的绝地。当白面具跟着踏入沼泽区时，季川早已用柳轩儿的藤蔓编织好浮桥，两人踩着摇摆的藤索掠过毒沼，留下追踪者在岸边僵立。山洞里的篝火噼啪作响，柳轩儿正在检查龙血菩提，灵果表面布满血色纹路，摸上去竟有脉搏般的跳动感。他忽然发现季川盯着自己看，火光将他眸色染得格外深沉。怎么分？他下意识舔了舔唇。季川伸手拨弄他耳边碎发，本就是给你准备的。见柳轩儿瞪圆眼睛，他低笑着补充，我修炼的功法与妖族灵力相冲。柳轩儿耳尖慢慢红了，他低头吞下灵果的瞬间，甜心之液在口腔爆开，热流从咽喉直冲丹田。剧痛中他感觉尾椎骨发痒，有什么东西正顶开衣料，毛茸茸的雪白兔尾冒了出来，头顶也竖起一对长耳。师兄！他慌乱的去捂脑袋，却见季川眼神陡然变暗，顺着他的视线低头，自己胸前衣襟不知何时绷得紧紧的，露出小片雪白肌肤，重量也增加了几分，让本就不堪重负的扣子雪上加霜。季川突然逼近，将他困在石壁与自己之间。我好像听说兔妖的这儿特别敏感。他指尖轻轻拨弄那对颤动的兔耳，声音沙哑，让师兄摸摸如何呀？嘿嘿嘿。山洞内的篝火噼啪作响，跳动的火光在岩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柳轩儿蜷缩在火堆旁，新长出的兔耳不安地抖动着，雪白的绒毛在火光映照下泛着淡淡的金色。师兄，不行！柳轩儿手忙脚乱地去捂头顶冒出的兔耳，却因为动作太大，
胸前的衣襟又崩开了一颗扣子，他惊呼一声，连忙环抱住自己，脸颊烧得通红。柳萱儿的心跳骤然加速，后背紧贴着冰冷的岩壁，退无可退。季川已经近在咫尺，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松木气息混合着方才战斗后的汗味，霸道地侵占着他的感官。柳萱儿强撑着反驳，可声音却软得不像话。他眼睁睁看着季川抬起手，修长的手指缓缓伸向他的兔耳。当指尖处碰到耳朵中间软毛的瞬间，柳萱儿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股电流般的快感从耳尖直窜脊椎，让他双腿发软，差点跪坐在地。他死死咬住下唇，才没让那羞人的声音溢出口。季川挑眉，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促狭的笑意，看来是真的。他的指尖开始轻轻揉捏那柔软的兔耳，从耳根到耳尖，手法熟练的仿佛早已演练过千百遍。柳萱儿浑身颤抖，雪白的尾巴不受控制的炸开，像一团蓬松的棉花。住手！他的抗议毫无力度，反而像是某种欲拒还迎的邀请。季川当然不会停下，他变本加厉的俯身，对着那抖动的兔耳轻轻吹了一口气。呀！柳萱儿终于忍不住惊叫出声，双手抵在季川胸前，想要推开他，却使不上半分力气。他的耳尖已经红得能滴出血来，眼中水汽氤氲，长睫毛上挂着细小的泪珠。季川低笑，声音里满是愉悦。现在连师兄的话都不听了是吧？他忽然一把扣住柳萱儿的腰肢，将她整个人压在了铺着兽皮的地面上。季川，你坏蛋！柳萱儿挣扎着，可新长出的腰足特征让她凌厉紊乱，根本使不出平日里的半分功力。更糟糕的是，季川的体温透过单薄的衣料传来，烫得他心尖发颤。叫我什么？季川眯起眼睛，一只手轻而易举地制住柳萱儿乱挥的手腕，另一只手坏心眼地挠上他腰间最怕痒的地方。哈哈哈！住手！师兄，我错了。柳萱儿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身体不受控制地扭动着，雪白的兔尾毛扫过季川的手臂，绒毛轻颤。服不服？服不服？服不服？季川手上力度更甚。不服，不服，就不服。柳萱儿眼含热泪，被季川欺负的脸红心跳，可嘴还是硬的。季川的动作忽然顿住了，他低头看着身下满脸通红的少女，他发丝凌乱，兔儿可怜兮兮地耷拉着，眼中水光潋滟，胸口剧烈起伏，一股陌生的燥热从小腹升起，让他呼吸一滞。柳萱儿敏锐地察觉到了季川的变化，他本该趁机推开他的，可身体却像是有了自己的意志，不但没有反抗，反而微微扬起头，嘴唇轻颤。师兄，他轻声唤道，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期待。季川的眼神暗了下来，他缓缓低头，在几乎要触碰到那诱人唇瓣的瞬间，骤然停住，他瞳孔微缩，神念一动，原来是自己提前在山洞外布下的侦察阵眼有反应了，就在10几公里外。枯枝断裂的细微声响透过夜风传来，有人来了。季川声音低沉，方才的戏谑荡然无存。他迅速起身，指尖在储物袋上一抹，12枚紫雷符箓鱼贯飞出。柳萱儿慌忙坐起，手忙脚乱地整理凌乱的衣襟。他新生的兔儿警惕地竖起，在空气中微微转动。是血妖子他们追来了。不，脚步声更轻。季川已经闪至洞口，双手结印，紫雷符箓随着他指尖划过的轨迹没入地面，雷玉天劫阵起，地面泛起紫色纹路，细小的电蛇在泥土间游走。季川动作不停，又从怀中取出4面青铜小旗，分别插在洞口4角，4象数位阵故，旗面无风自动，一道透明屏障悄然成型。做完这些，他转身回到柳萱儿身边，从储物袋中取出一张泛着荧光的阵图铺在地上。阵图上的纹路复杂玄奥，中心处镶嵌着一枚空间晶石。这是短距传送阵。季川指尖凝聚灵力，快速激活阵图上的关键节点，若情况有变，我数3声，你立刻站到阵中心。柳萱儿紧张的点头，头顶的兔耳不自觉贴附在发间。他看着季川利落的侧脸线条，忽然意识到此刻的师兄认真起来还是蛮帅的，无意间给人十足的安全感。洞外传来枯叶被踩碎的声响，由远及近。季川抬手示意柳萱儿噤声，自己则缓步走向洞口。逍遥剑不知何时已握在手中，剑身流转着淡青色光晕。深夜造访，何不现身一见？季川声音不大，却清晰传了出去。回应他的是一阵低沉的笑声。月光下，一道白色身影从林间缓步走出，惨白面具在夜色中格外刺目。在他身后，5名黑衣人呈扇形散开，每个人胸前都绣着血色骷髅纹样。白面具。柳萱儿倒吸一口凉气，手指无意识攥紧了衣角。季川神色不变，剑尖微微下垂，看似放松，实则随时可以抱起发难。阁下追了一路，不知有何贵干。白面具在雷玉天劫阵边缘站定，
抬手制止了身后想要上前的手下。他面具下的眼睛微微眯起，声音嘶哑难听：“季公子真是好手段，连破我3道追踪印记，能数次从我手上逃脱，想必公子也绝非等闲之辈。”季川挑眉：“所以。”白面具忽然抬手，一枚玉简飞向季川：“我想谈笔交易。”玉简在阵法屏障前悬停，季川用剑尖轻点，确认无毒后才将其射入手中。临时一扫，他眉头微蹙，玉简中记录的竟是一幅残缺的秘境地图，标注了3处疑似古修士洞府的位置，有点意思。季川收起玉简，似笑非笑：“但我看这不足以成为合作的筹码。”白面具负手立，明人不说暗话。季公子手中必有完整的秘境地图，否则不可能精准找到这么多机缘。他顿了顿：“我只要地图上标注的一处地点幽冥谷，而作为交换，我可以将这次在秘境中获得的5成机缘如数奉上。”柳轩儿闻言一惊，下意识看向季川。这条件确实诱人，但身为魔修出身的季川只能不知魔修素来阴险狡诈，为了达成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谁知道这是不是陷阱？季川忽然笑了，白道友倒是爽快，不过他剑锋一转，直指白面具：“我得要9成。”你！气氛骤然紧绷。白面具身后的黑衣人齐齐亮出兵刃，空气中灵力激荡。白面具虽然做好了季川会讨价还价的准备，但却被季川脸皮厚的程度给震惊到了。然而白面具却抬手制止了他们，反而向前迈了一步，正好踩在雷玉天劫阵的触发边缘。季公子可知这秘境真正的来历？白面具忽然问道，声音压得极低。300年前，此地乃是玄阴上人的渡劫之地，那位可是半步踏破虚空的大能，他留下的传承岂会只有表面这些灵草妖兽？季川眼神微动，玄阴上人的名号他自然听过，那是魔道巨擘，据说其独创的玄阴真经能直指长生大道。若这秘境真与其有关，继续说。季川不动声色，白面具面具下的嘴角似乎翘了翘。幽冥谷中藏有上人当年的一件本命法宝玄阴聚魂幡，此物对我圣教至关重要，但对你们正道修士却如同鸡肋。他从怀中取出一物，这是血魂器，以精血为引，受天道监督。若季公子肯合作，我可立誓绝不加害2位，且承诺出秘境后，血煞宗3年内不犯凌霄宗下地。季川指尖轻抚逍遥剑锋，嘴角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我还是那句话，9成，少1分都不行。9成，季公子莫不是压根没想和我们合作吧？白面具的声音骤然冷了下来，面具下的眼睛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季川嘴角微扬，逍遥剑在手中挽了个剑花。白道友若是不愿，大可以转身离开。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柳轩儿紧张地注视着对峙的2人，手指无意识地绞紧了衣角。他能感觉到白面具身上散发出的灵力波动正在不断增强，那是一种阴冷刺骨的气息，让他后背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白面具忽然笑了：“罢了，既然季公子不愿合作，那在下到此。”他拱手一礼，姿态优雅的如同在参加一场宴会，希望下次见面，季公子还能如此从容。季川眯起眼睛，没有放松警惕。白面具转身的瞬间，他敏锐地察觉到对方袖中有一丝灵力波动。小心！季川低喝一声，猛地激活了雷玉天劫阵和4项数位阵。轰隆！紫色雷霆从地面炸开，正好击中白面具，可那身影在电光中扭曲消散，竟然只是虚影。季川料到他可能软的不行，会来硬的，可这形如鬼魅的打法属实让季川捉摸不透。季川只能将柳轩护在身后，单手持剑，保持着12分的警惕。夜风瑟瑟，额头冷汗滴在地上的刹那间，季川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可白面具已从身后的地下破土而出，5道漆黑如墨的锁链直取柳轩咽喉。季川瞳孔骤缩，逍遥剑脱手飞出，在空中化作12道剑影拦截锁链，同时他身形一闪，挡在柳轩面前，双手结印，一道金色光幕瞬间成型。叮叮叮，锁链与剑影相撞，火花四溅。然而白面具的真正杀招却在此时显现，他左手掐诀，右手掌心浮现出一个诡异的黑色符文，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阴寒之气，直拍季川胸口。师兄！柳轩惊呼出声，想要上前相助，却被季川一把推开。别过来！砰！黑色掌印结结实实地印在季川胸前。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季川的身体猛地一颤，胸口处浮现出蛛网般的黑色纹路，迅速向全身蔓延。他踉跄后退几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苍白。白面具冷笑一声，中了我全力一击的食魂掌，天煞境强者都难逃一死，若非圣尊境重生，你只能慢慢看着你经脉和神魂尽碎。哈哈哈哈哈！季川他猛地一拍地面，早已布置好的传送阵瞬间激活，
与此同时，隐藏在洞壁中的36枚爆炎符同时亮起刺目的红光。白面具脸色大变，你！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整个山洞剧烈摇晃，碎石如雨般坠落。季川在最后一刻扑向柳轩儿，将他紧紧护在身下。传送阵的光芒吞没了两人，而爆炸的冲击波紧随其后，将空间都震得扭曲了一瞬。为了防止季川使出底牌和他同归于尽，白面具便决定不再追击，任由他自生自灭吧。旋即转身遁于黑暗中，当光芒散去时，季川和柳轩儿已出现在一片陌生的密林中。季川再也支撑不住，重重跪倒在地，一口黑血喷了出来。师兄！柳轩儿慌忙扶住他，触手却是一片冰凉。季川胸前的黑色蛛网纹路已经蔓延到了脖颈，看起来触目惊心。季川艰难地喘息着，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玉简。万年石拳，在东南方向30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弱，带我回那里。柳轩儿咬着嘴唇点头，将季川的手臂搭在自己肩上，搀扶着他站起来。季川比他高大许多，全身重量压下来，让他差点跪倒在地，但他硬是咬牙撑住了，一步步向东南方向挪动。坚持住，师兄！柳轩儿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们马上就到了。季川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食魂掌的毒素正在侵蚀他的经脉，每一次呼吸都像有千万根针在扎他的肺，但他不敢昏迷，因为白面具很可能还在追踪他们。轩儿！季川虚弱的开口，如果我撑不住了，你就自己走。闭嘴！柳轩儿突然厉声喝道，眼泪却不受控制的流下来。你不是说要对我负责到底吗？现在想食言？季川愣了一下，随即苦笑，那是他之前在温泉边调戏他时说的话，没想到这丫头记得这么清楚。密林中的路并不好走，尤其是带着一个重伤的人。柳轩儿的衣服被树枝划破，手臂上满是血痕，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前方的路上。1个时辰后，当他们终于看到那片被薄雾笼罩的石泉时，柳轩儿几乎要喜极而泣。到了，师兄，我们到了。季川勉强睁开眼，看到那汪散发着淡淡灵光的泉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他腿一软，整个人向前栽去。师兄！柳轩儿手忙脚乱地扶住他，却因为力气耗尽，两人一起跌入了泉水中。温热的泉水瞬间浸透了他们的衣衫，柳轩儿顾不上其他，赶紧将季川的头拖出水面。季川的脸色已经黑得吓人，蛛网状纹路爬满了他的半边脸。柳轩儿颤抖着手解开他的衣襟，发现那黑色纹路已经覆盖了他的整个胸膛，还在不断扩散。石泉水面泛起涟漪，柳轩儿将季川小心地靠在泉边石壁上。泉水中的灵气正缓慢地渗入季川体内，与食魂掌的毒素对抗。那些蛛网般的黑色纹路扩散的速度似乎减缓了些许。师兄，坚持住！柳轩儿用袖子擦去季川额头的冷汗，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突然，他头顶的兔儿猛地竖起，捕捉到了远处枯枝断裂的声响。柳轩儿浑身一僵，迅速转身面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双手已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双短剑。哈哈，看看这是谁？凌霄宗的小兔子和他的情郎。血妖子带着5名妖族从密林中走出，他胸前的伤口已经结痂，但眼中的怨毒比之前更甚。在他身后，狼妖舔着爪子，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蛇妖吐着信子，细长的瞳孔紧盯着柳轩儿。其余3名妖族也各自亮出兵器，呈扇形包围过来。柳轩儿的心跳如肋骨，但他没有退缩，反而向前一步，挡在季川与泉水之间。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血妖子，趁人之危算什么本事？本事！血妖子夸张地摊开双手，小兔子，你以为这是你们名门正派的比武切磋吗？他忽然收敛笑容，眼中凶光毕露。在秘境里，弱肉强食才是铁律。泉水中的季川发出一声痛苦的闷哼，黑色纹路已经蔓延到了他的下巴。柳轩儿余光瞥见，心如刀绞，却不敢分神。血妖子顺着他的视线看向季川，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看来白面具的食魂掌果然名不虚传。不如这样，他忽然压低声音，带着恶意的诱惑，你乖乖把机缘交出来，我可以让你选个舒服点的死法。或者，他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柳轩儿身上游走，等我玩够了，说不定大发慈悲，留你一条命。柳轩儿的脸瞬间涨得通红，不是出于羞涩，而是愤怒。他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丹田涌出，龙血菩提的药力在血液中沸腾。新生的兔儿因情绪激动而直立，雪白的绒毛根根竖起。找死！柳轩儿从牙缝里挤出这2个字，双手已抽出腰间双短剑。血妖子不屑地嗤笑一声，对身后挥了挥手，拿下他，别弄死了，我要当着那小子的面好好玩玩他的小师妹。狼妖第一个扑上来，利爪带着腥风直取柳轩儿咽喉。柳轩儿身形一闪，兔妖灵力赋予他的敏捷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矮身避过狼爪，右手短剑向上斜挑，在狼妖腹部留下一道血痕。操！狼妖吃痛后退，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一个看似柔弱的小姑娘所伤。柳轩儿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左手掐诀，数条藤蔓从他袖中激射而出。这些藤蔓与以往不同，表面泛着诡异的紫色光泽。狼妖仓促间只挡住其中2条，第3条毒藤如灵蛇般缠上他的右腿，几乎瞬间，他的整条腿就变成了紫黑色，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口中吐出白沫，浑身抽搐不止。妈的废物！血妖子怒骂一声，亲自上前。他看似随意的一挥袖，一道血色气劲将剩余毒藤尽数震碎。柳轩儿不退反进，双短剑交叉于胸前，突然使出一招双蝶穿花。这是凌霄宗基础剑法中的变招，原本平平无奇，但在他手中却因兔妖血脉的速度加成而变得凌厉非常。2道剑光如流星般划过，直取血妖子双眼。血妖子显然没料到他的速度如此之快，仓促间只来得及偏头躲避，剑锋擦过他的脸颊，留下一道血痕，于是不减地飞向他身后的蛇妖。那蛇妖反应不及，被一剑穿喉，瞪大眼睛倒地身亡。有点意思。血妖子抹去脸上的血迹，眼中闪过一丝诧异，但很快又被残忍的笑意取代。小兔子还有2下子。柳轩儿没有答话，他知道自己必须速战速决。季川的情况正在恶化，而他的体力也在快速消耗。他突然变招，双剑舞出一片银光，同时暗中操控3条毒藤从地下突袭。血妖子似乎真的被他的攻势压制，连连后退，甚至有一次差点被毒藤缠住脚踝。他带来的妖族已经折损2人，剩下3名也被柳轩儿的毒藤逼得手忙脚乱。老大，这小娘们儿有点邪门啊！一名熊妖大喊着，他的左臂已经被毒藤麻痹，无力地垂在身侧。血妖子阴沉着脸，忽然从怀中掏出一颗血色珠子，柳轩儿瞳孔一缩，那是之前见过的血煞雷珠。都退开！血妖子厉喝一声，作势要掷出雷珠。柳轩儿本能地后退半步，护在季川身前。然而血妖子却诡异地笑了，他并没有真的扔出雷珠，而是突然变招，一道血箭从指尖射出，直取柳轩儿心口。柳轩儿仓促间只来得及用双剑交叉格挡，血箭撞击在剑身上，巨大的冲击力让他连退数步，后背重撞在石壁上，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就这点能耐！血妖子得意的大笑，刚才的气势哪去了？柳轩儿艰难地站直身体，抹去嘴角的血迹，他的双臂因格挡而微微发抖，但眼中的战意丝毫未减。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否则季川必死无疑。再来！他咬牙道，双剑再次举起。血妖子眯起眼睛，似乎对他的顽强感到意外。他慢条斯理地绕着柳泉踱步，像猫戏弄老鼠一般。你知道吗？我最喜欢摧毁你这种有骨气的家伙。看着你们从充满希望到绝望的表情变化，可比直接杀人有趣多了。柳轩不理会他的心理攻势，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忽然，他注意到血妖子的右手小指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这是季川曾经告诉过他的血煞宗弟子在准备杀招时的小习惯。几乎在同一瞬间，血妖子突然暴起，气血刀不知何时已握在手中，带着凄厉的破空声斩向柳轩脖颈。柳轩早有准备，他不仅没有后退，反而迎上前去。在刀锋即将触及皮肤的刹那，他的身体以不可思议的角度扭转，兔妖的柔韧性让他堪堪避过这致命一击。同时，他的双短剑如毒蛇吐信，一取咽喉，一刺心窝。血妖子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应对，仓促间只避开咽喉要害，胸口的衣袍被剑锋划开，露出一道浅浅的血痕。他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震惊。好得很。血妖子怒极反笑，看来我小看你了。柳轩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剑招连绵不绝地攻去。他的动作越来越流畅，龙血菩提的力量正在战斗中逐渐被他吸收。一时间，血妖子竟然有些劣势了。血妖子的气血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凄厉的弧光，刀锋未至，凌厉的刀气已经割开了柳轩额前的几缕发丝。他瞳孔骤缩，本能的矮身翻滚，刀锋擦着他的后背掠过，将石泉边的岩石劈成两半。跑得倒快！血妖子狞笑着，刀势不减，横斩向柳轩腰际。柳轩双短剑交叉格挡，当的一声脆响，火星四溅，巨大的冲击力震得他虎口发麻，连退数步才稳住身形。他急促地喘息着，胸口剧烈起伏，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混合着方才战斗留下的血迹。小兔子何必垂死挣扎？血妖子舔了舔刀锋上的血迹，眼中闪烁着残忍的光芒，乖乖束手就擒，让本大爷玩玩，我兴许还能给你个痛快。柳轩没有答话，他的目光越过血妖子，落在泉水中的季川身上。季川的脸色已经由黑转青，那些蛛网般的纹路爬满了他的整张脸，看起来狰狞可怖，但他的眼睛还微微睁着，
似乎在用最后一丝清明注视着他。师兄，柳轩儿在心中默念，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丹田深处涌出。他感到龙血菩提的药力在血液中沸腾，新生的兔儿因灵力激荡而直立起来，绒毛根根分明。找死！血妖子突然暴起，气血刀带着刺耳的破空声当头劈下。柳轩儿这次却没有闪避，他双剑交叉，硬生生接下了这一击。金属碰撞的巨响震得周围树叶簌簌落下，柳轩儿脚下的地面皲裂开来，但他却纹丝不动。什么？血妖子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柳轩儿眼中金光暴涨，他娇喝一声，双剑猛地向上一推，竟将血妖子连人带刀震退数步。不等他站稳，柳轩儿已经欺身而上，双剑如穿花蝴蝶，在空中划出数十道银光，将血妖子笼罩其中。哧啦！血妖子的衣袖被划开一道口子，鲜血顿时涌出。他闷哼一声，眼中终于浮现出一丝凝重。柳轩儿的攻势却越发凌厉，他身形如鬼魅，在血妖子周围快速移动，每一次出剑都精准地攻向他的要害。老大！远处的熊妖惊呼，想要上前帮忙。别过来！血妖子厉喝，他忽然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气血刀上，刀身顿时血光大盛，那些诡异的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起来。血煞刀法千重浪，气血刀瞬间幻化出数十道血色刀影，如浪潮般一波接一波向柳轩儿涌去。柳轩儿避无可避，只得应接。他双剑舞出一片银光屏障，与血色刀影激烈碰撞，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砰！一道刀影突破了柳轩儿的防御，重重击在他肩头。他闷哼一声，踉跄后退，肩头衣衫破裂，露出里面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瞬间染红了半边身子。哈哈，小兔子，这下知道厉害了吧？血妖子得意大笑，乘胜追击，气血刀直取柳轩儿咽喉。千钧一发之际，柳轩儿突然闭上了眼睛，他感到体内龙血菩提的力量正在沸腾，那些原本分散在经脉各处的药力，此刻正疯狂地向他的丹田汇聚。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他体内苏醒。死吧！血妖子的刀锋距离他的咽喉只有3寸。柳轩儿猛地睁眼，他的瞳孔在这一瞬间变成了妖异的红色，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从他体内爆发，形成肉眼可见的红色气浪向四周扩散。血妖子的刀锋在这股气浪的冲击下竟然停滞了一瞬，这是龙血菩提的力量。血妖子脸色大变，柳轩儿没有给他反应的时间，他双剑交叉，一道红色剑气从剑尖迸发，将血妖子逼退数丈。紧接着他身形一闪，竟在原地留下残影，真身已出现在血妖子身后，一剑刺向他后心。血妖子仓促转身格挡，却还是慢了一步。柳轩儿的剑锋刺穿了他的肩膀，带出一蓬鲜血。操！血妖子痛呼一声，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伤到我？柳轩儿不答，他的动作越来越快，招式越来越凌厉。龙血菩提的力量正在战斗中迅速被他吸收消化，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妖族特有的狂暴与灵动。血妖子渐渐招架不住，身上又添了几道伤口。老大！熊妖和另外2名妖族见状，不顾血妖子先前的命令，一齐扑了上来。柳轩儿冷哼一声，左手掐诀，数条紫色毒藤从地下钻出，如灵蛇般缠向3名妖族。与此同时，他的右手短剑不停，继续向血妖子发起猛攻。噗嗤！一名豹妖被毒藤刺穿大腿，顿时倒地抽搐。熊妖虽然力大无穷，却被3条毒藤同时缠住双臂，动弹不得。最后一名狐妖最为狡猾，闪转腾挪间竟然避开了所有毒藤，手持双刺向柳轩儿后背袭来。柳轩儿仿佛背后长了眼睛，在狐妖即将得手的瞬间，他突然一个侧身，左手成爪，精准地扣住了狐妖的手腕。狐妖还未来得及反应，柳轩儿已经发力一拧，咔嚓一声脆响，狐妖的手腕应声而断。哎呦！狐妖惨叫一声，双刺脱手落地。柳轩儿没有停手，他飞起一脚，将狐妖踹飞数丈，重撞在一棵大树上，口吐鲜血，昏死过去。血妖子见状，脸色阴沉如水。柳轩儿乘胜追击，双剑如雨点般落下，逼得血妖子连连后退。他的眼中闪烁着胜利的光芒，以为自己即将扭转战局。去死吧！柳轩儿娇喝一声，双剑合璧，一道耀眼的红色剑光直取血妖子心口。就在剑光即将命中目标的瞬间，血妖子突然笑了，那笑容阴森可怖，带着计谋得逞的得意。他的身形诡异地扭曲了一下，竟然轻松避开了这致命一击。什么？柳轩儿大惊失色。血妖子不再掩饰，他周身血雾翻腾，气息比之前强大了数倍不止。呵呵呵，骗你的！他阴森地笑着，真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呀？本大爷玩够了。柳轩儿这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血妖子一直在隐藏实力，他想要后退，却已经来不及了。
血妖子身形一闪，速度快的几乎留下残影。柳轩儿只看到一道血光闪过，胸口便传来一阵剧痛。噗！柳轩儿咳出一口鲜血，身体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摔在季川身旁的石泉边。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发现全身经脉如同被千万根针扎般疼痛，灵力运转滞涩不堪。血妖子缓步走来，靴底碾碎枯枝的声响在寂静的林间格外刺耳。他每踏出一步，身上散发出的威压便加重一分，针杀尽修士的恐怖气息如同实质般压迫着柳轩儿的每一寸肌肤。嗨！柳轩儿艰难地撑起上半身，嘴角不断溢出鲜血。他新生的兔耳无力地耷拉着，雪白绒毛已被血污沾染成暗红色。龙血菩提带来的力量正在迅速消退，经脉中残留的血煞之力如同千万只蚂蚁在啃噬他的灵力。哎呦！血妖子在距离他3步之遥处站定。怎么了？怎么突然打不过了？啊！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这个倔强的少女，他故意释放出全部威压。柳轩儿顿时感到胸口如压千钧巨石，呼吸变得异常艰难，额头抵在冰冷的地面上，连抬头都成了奢望。就在他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一道凛冽剑气飞过，足！血妖子瞬间被卸去一臂。变故发生之快，就连在场的任何人都没反应过来。断口十分平整，一瞬间血妖子甚至没有感觉到疼。啊！鲜血瞬间喷涌而出，血妖子捂着断口在地上打滚，痛不欲生。血妖子的手下向后看去，只见剑气穿过血妖子的手臂之后，气势丝毫不减，径直将他们中一名幸运观众击成血雾。他们反应过来之后，赶忙想过来给他们主子止血，可他们见到季川低着头撑着剑，虚弱地站在那里，气场如同杀神一般，让众小弟不敢上前。血妖子在地上挣扎翻滚，凄厉的惨叫声撕裂了密林的寂静。他捂着空荡荡的右肩，温热的鲜血从指缝间狂涌而出，将身下的枯叶染成一片触目惊心的暗红。那断口平滑如镜，一瞬间的麻木过后，是钻心蚀骨的剧痛，让他几欲昏厥。啊！剩余的妖族手下惊恐地看着这一幕，又望向那个仅仅是撑剑站着，却散发着死神般气息的男人，双腿不受控制的颤抖，竟无一人敢上前。其中一个离得最近的狼妖，更是被那道剑气于事不减地贯穿胸膛，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爆成了一团血雾，碎肉骨扎进了同伴满身。血妖子挣扎了片刻，终于从剧痛中寻回一丝理智。他颤抖着将仅剩的左手伸入怀中，摸索着捏碎了一枚丹药。那是一颗极品疗伤丹，捏碎的瞬间便化作点点柔和的星光，融入他的伤口。喷涌的鲜血总算被止住，可断臂之痛依旧让他面容扭曲。他撑着地，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双怨毒的眼睛死死盯着季川，暴怒几乎吞噬了他。这个家伙怎么会这么难缠？季川深吸一口气，肺部传来针扎般的刺痛，让他机遇可血。他知道刚才那一剑已经耗尽了他催动起来的最后一丝灵力，现在他连握紧逍遥剑的力气都快要消失。是时候了。他神念微动，一道极其微弱的蓝光悄无声息地从他脚下的地面亮起，如同一滴水落入平静的湖面，荡开一圈幽蓝的涟漪，向四周迅速扩散。柳轩儿最先察觉到了异样，他低头看去，只见自己脚下的泥土与枯叶间，不知何时浮现出无数复杂的阵法纹路，那些线条彼此交织，勾勒出繁复玄奥的图案，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点亮，向着密林深处蔓延。这是……他心中一惊，猛地回头望向那股力量的源头，只一眼，他的心便被狠狠揪紧。季川依旧站在那里，浑身浴血，那些蛛网般的黑色纹路已经爬满了他的整张脸，甚至连他的眼白都变成了深不见底的可怖墨色。但他那双被墨色侵染的眼睛却依旧清明，甚至可以说亮得惊人。他的右手紧握着逍遥剑，剑尖深深刺入地面，支撑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而他的左手正掐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极为古怪的法诀。师兄！柳轩儿惊呼出声，刚刚止住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模糊了他的视线。季川没有看他，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死死锁定在不远处的血妖子身上，嘶哑的声音从他喉咙里挤出，像是2块生锈的铁片在摩擦。你玩得很开心啊！血妖子看着季川那副油尽灯枯的模样，心中的惊惧稍减，转而被无边的羞辱和愤怒填满。哼，刚刚那一剑已经是你最后的手段了吧？他强撑着狞笑，试图用言语找回一丝颜面。这下你死定了！季川没有理会他的嘲讽，只是将拄在地上的剑尖轻轻向前一划，仿佛一个无声的命令。刹那间，遍布地面的整个法阵蓝光大盛，一道道光柱冲天而起，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蓝色光幕，将方圆10丈内的所有人尽数笼罩其中。血妖子的笑容凝固了，他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动作突然变得异常迟缓，
抬手这个简单的动作竟然需要耗费数倍的时间。他身后的妖族们更是如同陷入泥沼，连表情变化都变得一帧一帧的。不是，你们这么吊啊？季川揉了揉布满黑纹的脖子，我就睡了会儿，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血妖子脸上的震惊逐渐转为狰狞，他缓慢地运转体内灵力，试图冲破法阵束缚。你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虽然语速极慢，但每个字都带着刻骨的恨意。季川没有回答，而是艰难地从怀中掏出一物，那是一枚通体银白的剑符，表面刻满了细密的金色纹路，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柳轩儿也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恐怖力量。认得这个吗？季川的声音虚弱却坚定，既然你们非要跟我过不去，那就陪我一起见阎王吧。随着他催动一丝灵力注入剑符，天地骤然变色，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狂风呼啸，周围的树木被无形的力量连根拔起，一道刺目的白光从剑符中迸发，直冲云霄，将方圆数里照得如同白昼。你特马疯了吗？血妖子终于慌了，他的声音因为恐惧而扭曲。你师妹还在这呢。季川的身体已经开始摇晃，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反正老子也活不长了，你们都陪我去死吧。柳轩儿再也忍不住了，他扑上前去，从背后紧紧抱住季川，脸颊贴在他血迹斑斑的后背上。能跟师兄死在一起，轩儿也觉得值了。他的声音轻柔却坚定，我喜欢师兄哦。季川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他艰难地转过头，那双被毒素侵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难以置信的光芒。抱歉。他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仿佛回光返照。师兄，大意了。没呢，保护好你。柳轩儿摇摇头，泪水打湿了季川的衣袍。他绕到季川面前，师兄，你知道吗？双手捧住他的脸，丝毫不介意那些狰狞的黑色纹路。我第一次在宗门天书阁见到师兄，就喜欢上师兄了。他的声音颤抖却坚定。季川的嘴角微微上扬，眼中充满着无限柔情。后来每次你调戏我，我都假装生气，其实心里可开心了。柳轩儿继续道，被师兄揉耳朵欺负的时候，雪儿其实感觉很舒服哦。他的眼泪不断落下，我好爱你，师兄，谢谢你一直保护我。天地间的异象越发剧烈，地面开始皲裂，无数碎石悬浮在空中。无需剑符的力量已经积蓄到了顶点，随时可能爆发。季川望着柳轩儿泪眼婆娑的脸，突然低头吻住了她的唇。这个吻带着血腥味，却无比炽热。柳轩儿闭上眼睛，热烈地回应着，仿佛要将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在这一吻中。疯子，他娘的一群疯子！血妖子的咆哮声从远处传来，在十环领域中显得异常缓慢滑稽。快停下，我们可以谈条件。季川充耳不闻，反而加大了灵力输出。剑符上的金光越发刺目，天空中的乌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雷电在其中翻滚咆哮。血妖子眼见谈判无望，脸上终于露出了绝望的神色，真是 CNMD。 老大，不要！熊妖惊恐的大喊，却因为迟缓效果，声音拖得老长。血妖子充耳不闻，右手成爪，猛地插入自己的左胸，鲜血瞬间喷涌而出。他的表情因剧痛而扭曲，却依然完成了那个复杂的法诀血遁大法。他每说一个字，都喷出一口鲜血，一道刺目的血光从他胸口伤口处爆发，瞬间包裹了他和所有手下。血光中，他们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显然是某种以自残为代价的瞬移法术。季川，柳轩儿，这是没完。血妖子的声音从血光中传来，充满怨毒。等我养好伤，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话音未落，血光猛地收缩，随即爆发出一阵刺目的红芒。当光芒散去时，血妖子一行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地上的一滩鲜血，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随着敌人的离去，十环领域阵也失去了作用。季川再也支撑不住，双膝一软，重重跪倒在地。无需剑符从他手中滑落，天地间的异象开始逐渐平息。师兄，柳轩儿惊慌失措地抱住他，他们走了，你坚持住。季川的呼吸已经微弱到几乎察觉不到，黑色纹路几乎覆盖了他的全身。他艰难地抬起手，似乎想抚摸柳轩儿的脸，却在半途无力垂下。轩儿，他的声音轻如蚊呐，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柳轩儿抓住他的手贴在自己脸上，泪水打湿了两人的手指。当然是真的，我从第一眼就喜欢师兄了，你一定要好起来，我还要给你生小兔子呢。季川的嘴角微微上扬，似乎想笑，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大口大口的黑血从他口中涌出。师兄，不要！柳轩儿手足无措地擦拭着他嘴角的血迹。十拳，对，十拳能解毒。他使出全身力气，将季川拖向不远处的万年十拳。季川的身体比他想象中沉重许多，每一动一寸都让他气喘吁吁。他的手臂被碎石划出道道血痕，
却浑然不觉疼痛。终于，当他把季川半抱半拖地弄进石泉时，自己已经精疲力竭。温热的泉水瞬间浸透了他们的衣衫，柳轩紧紧抱着季川，生怕一松手他就会沉入水底。泉水中的灵气开始缓慢地渗入季川体内，与食魂掌的毒素对抗。那些蛛网般的黑色纹路似乎停止了扩散，但也没有消退的迹象。求求你，师兄，一定要活下来！他将脸贴在季川冰冷的额头上，泣不成声。我还没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还没有。柳轩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突然愣住，随后他脑海中闪过师尊曾经的话语：轩儿，你乃先天玉髓天香道体，此体质千年难遇，若与心意相通之人双修，可助对方洗髓伐骨，甚至起死回生。当时他羞得满脸通红，师尊却严肃地告诫：但切记必须情意相投，自愿献身，否则不仅无效，反而会伤及根本。柳轩浑身一颤，低头看向怀中奄奄一息的季川，他新生的兔儿因情绪激动而直立，雪白绒毛根根分明。难道只有这个办法了吗？他咬住下唇，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季川在温泉边戏谑的笑容，他在悬崖边将他护在身后的背影，他每次得手后冲他眨眼的小动作，还有他刚才拼死保护他时的决绝。我愿意。柳轩轻声对自己说，声音却坚定的惊人。他深吸一口气，开始解自己的衣带，手指因紧张而微微发抖，但动作却异常坚决。外衫滑落，露出被鲜血浸透的白色里衣。他犹豫了一瞬，随即闭上眼睛，将里衣也推至腰间。月光下，少女的肌肤如同上好的羊脂玉，泛着莹润的光泽。新长出的兔儿与雪白尾巴，让她看起来既纯真又妖媚。柳轩羞得全身泛红，却强迫自己继续动作。她颤抖着解开季川的衣襟，露出她精壮的胸膛。那些黑色纹路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狰狞，如同蛛网般缠绕着她每一寸肌肤。师兄，冒犯了。他轻声道，声音细如蚊啊。柳轩俯下身，温热的泉水浸没了他的腰腹，黑色纹路在水中微微浮动，如同活物。他深吸一口气，跨坐在季川腰间。这个姿势让他羞得几乎晕厥，雪白的兔尾不安地抖动着。但当他看到季川越来越微弱的呼吸时，所有犹豫都被抛到了脑后。我该怎么做？柳轩回忆着在宗门典籍中偶然看到的双修图示，试探性地沉下腰肢。当两人肌肤相贴的瞬间，一股奇异的暖流从接触处涌向全身。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丹田内的龙血菩提药力竟然开始活跃起来，与新生的兔妖灵力交融，形成一种独特的粉色能量。这是……没等他细想，一阵尖锐的疼痛突然袭来。柳轩闷哼一声，指甲不自觉地陷入季川肩头的肌肉，一滴嫣红的血珠落入泉中，如同绽放的梅花。破瓜之痛让他眼前发黑，但更令他震惊的是，那滴血落入泉水后，竟然化作一缕金红色丝线，缠绕上季川胸前的黑色纹路。两者相触，黑色纹路如同遇到天敌般微微退缩。有效！柳轩顾不得疼痛，按照记忆中双修心法的要诀开始缓慢进行。柳轩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龙血菩提药力正通过这种最亲密的接触，源源不断地渡入季川体内。渐渐的，一种奇妙的韵律在两人之间建立。柳轩闭上眼睛，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特殊的疗伤中。他的长发披散下来，与季川的黑发在水中交织。雪白的兔儿随着动作轻轻颤动，尾巴上的绒毛因愉悦而蓬松开来。泉水中那些金红色丝线越来越多，如同活物般缠绕上季川全身的黑色纹路。每一次缠绕，黑色纹路就会淡化一分。更神奇的是，柳轩发现自己的兔耳和尾巴也在发生变化。师兄，你要赶快好起来。他在季川耳边轻声呢喃，动作越发流畅。不知过了多久，当月光西斜时，柳轩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灵力波动从季川体内传来。他惊讶地低头，发现季川胸前的黑色纹路已经褪去了大半，剩下的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退。更令他惊喜的是，季川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师兄，柳轩屏住呼吸，不敢置信地看着季川的脸，那双总是带着戏谑笑意的眼睛缓缓睁开，虽然还有些迷茫，但确确实实是清醒的。季川的瞳孔中倒映着柳轩泪流满面的脸庞，以及他头顶那对因情绪激动而竖起的兔耳。轩儿，你……季川的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却带着前所未有的温柔。柳轩再也忍不住，俯身紧紧抱住他，泪水打湿了季川的胸膛。他好了，他好了，我还以为……季川艰难地抬起手，轻轻抚摸他颤抖的兔耳。这个以往总是带着调笑意味的动作，此刻却充满了怜惜与感激。傻丫头，他轻声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柳轩抬起头，泪眼朦胧中看到季川眼中的柔情，突然鼓起勇气，主动吻上了他的唇。
这个吻声色却热烈，带着少女全部的爱意与决心。季川微微一怔，随即反客为主，加深了这个吻。他的手臂不知何时恢复了力气，紧紧环住柳萱的腰肢，将她拉近自己。泉水中，两人的灵力彻底交融，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柳萱的先天玉髓天香道体与季川的功法产生了奇妙共鸣，龙血菩提的药力被完全激发，不仅彻底清除了食魂掌的毒素，还让两人的修为都有了突破。翻云覆雨一夜后，当第一缕晨光洒在石泉上时，柳萱依偎在季川怀中，已经疲惫地睡着了。她的兔儿软软地耷拉着，尾巴上的绒毛还带着水汽，看起来格外惹人怜爱。季川轻抚她的长发，眼中满是复杂情绪。他低头看着自己已经完全恢复的身体，以及怀中这个为他付出一切的少女，心中某个冰冷的地方似乎被彻底融化了。真是个傻丫头，他轻声呢喃，将柳萱抱得更紧了些。晨光透过林间薄雾，在石泉水面洒下细碎的金斑。柳萱睫毛轻颤，从沉睡中缓缓醒来，发现自己正蜷缩在一个温暖的怀抱里。季川均匀的呼吸声从头顶传来，他的手臂环着她的腰，将她牢牢护在胸前。昨夜种种如潮水般涌回脑海，柳萱的脸疼得烧了起来。她悄悄抬眼，看到季川英挺的侧脸在晨光中格外清晰，那些狰狞的黑色纹路已完全消退，只余下几道浅浅的伤痕。她的睫毛在眼睑头下扇形阴影，嘴角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似乎做了个好梦。柳萱的心跳突然加速，她小心翼翼地想从季川怀中退出来，却不小心碰到了不该碰的地方。季川闷哼一声，眼皮动了动。师兄，你醒了？柳萱结结巴巴地问，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的兔耳应激般的竖起，雪白绒毛根根分明。季川缓缓睁开眼，那双总是带着细雪的眼睛此刻清澈见底，映着柳萱通红的脸。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伸手轻抚她头顶的兔耳，指腹摩挲着耳根处的软毛。柳萱不自觉地发出一声轻哼，随即羞得把脸埋进手掌。她昨晚怎么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还说那么羞人的话？什么喜欢师兄，要生小兔子之类的？季川低笑一声，声音因刚睡醒而有些沙哑。怎么，昨晚那么大胆，现在知道害羞了？他的手从兔耳滑到她后颈，轻轻揉捏着。柳萱浑身一颤，昨夜在泉水中肌肤相亲的记忆如闪电般掠过全身。她结结巴巴的辩解，那是为了救师兄。哦。季川挑眉，突然翻身将她压在身下，鼻尖几乎碰到她的。那现在师兄好了，萱儿是不是该解释一下，什么叫从第一眼就喜欢师兄？柳萱瞪大眼睛，雪白的兔尾炸成一团。她没想到季川会记得这么清楚，明明那时他看起来都快死了。我那是……他支支吾吾，眼神飘忽不定。季川却不给他逃避的机会，低头在他唇上轻啄一下。还有，谁说想给我生小兔子的？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笑意。我记得某人还说，被我揉耳朵的时候其实很舒服。师兄，柳萱羞恼地捶他胸口，却被季川捉住手腕按在头顶。这个姿势让他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两人身体的贴合，昨夜那种奇异的暖流又开始在经脉中游走。季川的眼神突然变得深邃，他低头在柳萱耳边轻声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柳萱摇头，声音细如蚊蜡：“不，很。”他咬了咬唇，终究没好意思说出那二字。季川低笑，又接了一个绵长的吻。那，再来一次。柳萱红着脸低着眉，不敢直视季川的眼，兔耳害羞地抖动着，只是俏皮地迅速抬眼看看师兄的表情。泉水再次泛起涟漪，映照着两人交叠的身影。这一次没有生死危机的压迫，只有情到浓时的缠绵。季川的动作温柔而耐心，时不时亲吻柳萱敏感的兔耳，引得她阵阵轻颤。柳萱则生涩地回应着。一个半时辰后，两人终于穿戴整齐。柳萱坐在泉边石头上，笨拙地试图将湿漉漉的长发挽起，她的手指还在微微发抖，不知是因为空气太凉，还是余韵未消。我来吧。季川从储物界掏出一个精美的木簪，站在她身后，他的手指穿过她如瀑的青丝，动作轻柔的不可思议。柳萱安静地坐着，感受着季川的手指在她发间穿梭的触感。他时不时碰到她的兔耳，都会引来一阵细微的战栗。师兄还会晚发？他小声问道，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季川轻笑，行走江湖，什么都要会一点。他的手指灵活地将她的长发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用那根木枝固定，尤其是现在有了萱儿，更得学着照顾人。萱二字让柳萱心头一热，他偷偷抬眼，从水面倒影中看到季川专注的侧脸，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为他镀上一层金边。他眉目如画，嘴角含笑，哪里还有半点平日里玩世不恭的样子。好了，季川退后一步，欣赏自己的作品。柳萱的发髻虽不华丽，却自有一种清新脱俗的美。
那根简陋的木簪反而衬得她更加灵动可人。柳萱儿垂手整理衣襟时，不经意流露出温婉娴静的气质，发间木簪随着动作轻晃，几缕碎发垂在耳畔，为她平添几分居家的柔软。曾经活泼的信念，如今含着内敛的光，指尖拂过衣衫的褶皱时，竟透出几分与年龄不符的沉稳。阳光描摹着她低眉的轮廓，将少女圆润的线条镀上了成熟的光晕。那挽袖束发的姿态，恍若持家的小娘子与溪边溪水时溅起银铃般笑声的少女判若两人。柳萱儿摸了摸发髻，突然发现木簪一端刻着一个小小的兔子图案，做工粗糙却充满童趣。喜欢吗？季川蹲下身与她平视，眼中满是期待。柳萱儿点头，突然扑进他怀里，紧紧抱住他的脖子。喜欢，最爱师兄了。季川愣了一下，随即笑着回抱住他。傻丫头。他的手掌轻抚他的后背，声音温柔得不可思议。师兄也喜欢萱儿哦。阳光洒在相拥的两人身上，为他们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光晕。柳萱儿雪白的兔儿愉快地摇晃着，时不时扫过季川的手臂。这一刻，仿佛整个秘境都安静下来，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声。许久，季川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该出发了。血妖子和白面具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得尽快离开这儿。柳萱儿点头，却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抓住季川的衣袖。师兄，那个我们的事能不能先别告诉别人？他的兔儿害羞地垂下，我还没准备好。季川挑眉，故意逗他，怎么和我在一起很丢人吗？不是。柳萱儿急忙摇头，只是太害羞了。季川温柔地笑了笑，揉了揉他的兔儿。好，都听萱儿的。他牵起他的手，不过突然凑近他耳边，压低声音道，私下里师兄可不会跟你客气哦。柳萱儿的脸又红了起来，但这次他没有躲闪，而是轻轻回握住季川的手。两人十指相扣，向着密林深处走去。阳光透过树叶，在他们身后投下斑驳的光影。那根粗糙的木簪在柳萱儿发间微微晃动，折射出温暖的光芒。从今天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永远不同了。阳光透过树叶，在他们身后投下斑驳的光影。那根粗糙的木簪在柳萱儿发间微微晃动，折射出温暖的光芒。从今天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永远不同了。天虚宫现世的消息如野火般在秘境中蔓延。那座悬浮于核心区域的古老宫殿通体银白，在阳光下流转着星辰般的光辉。9根刻满符文的巨柱环绕四周，柱顶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灵火，将方圆10里的云层都映成了瑰丽的紫金色。季川站在山崖边缘，黑色劲装猎猎作响。他眯眼望着远处若隐若现的宫殿轮廓，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指尖处物件。师兄在想什么啊？柳萱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几分甜腻。季川转身，看见他捧着一捧小巧晶莹的灵果，雪白的兔儿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晃动，阳光透过果皮映出淡淡的粉色，衬得他指尖愈发银白。此刻他小嘴微张，将一颗圆润的灵果递到季川嘴边，盯着季川嘴唇的样子显得那么的俏皮可爱。自从十拳那一夜，他的小师妹便像换了个人，总是这样不自觉地黏在他身边。此刻他眼中漾着能将人溺毙的柔情，连递果子的姿势都透着新婚妻子般的温软。季川嘴角噙着笑，忽然伸手扶上他白嫩的脸颊，在灵果将处未处之际调戏道，就是这么为你家夫君的。柳萱儿的动作瞬间僵住，脸颊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红。她雪白的兔儿应激般的竖起，绒毛根根分明，连耳根都染上了淡淡的粉色。季川坏心眼的俯身，鼻尖几乎碰触她发烫的耳廓。今早咬着我肩膀哭的时候，我可没见你这般害羞。师兄。他结结巴巴的抗议，声音却软得不像话。柳萱儿咬着下唇，眼神飘忽不定，却在3息后轻轻将灵果含在唇间，闭上眼睛，轻轻贴上季川的胸膛，好似沾着晨露的睫毛轻颤如蝶翼，被果汁浸润的唇瓣比果肉更晶莹。这近乎献祭的姿态让季川喉结滚动。季川一把揽过他不盈一握的腰肢，低头将那枚果子连同他柔软的唇一起含住，灵果的甜香在两人唇齿间爆开。柳萱儿不自觉地发出一声轻哼，手指紧紧攥住季川的衣襟。当季川终于放开他时，柳萱儿已经气喘吁吁，眼中蒙着一层水雾。那颗灵果早已不知去向，只于下唇间残留的甜香。真甜。季川意有所指地舔了舔嘴角，拇指擦去他唇边的汁水，不过没我家萱儿的嘴甜。柳萱儿羞得把脸埋进他胸口，软软兔耳耷拉着，师兄大坏蛋，就知道欺负我。季川低笑，将他搂得更紧了些。这就叫欺负了。他的手掌顺着他的脊背下滑，停在腰间轻轻一捏，今早是谁恶狠狠把我压在身下？啊！柳萱儿惊叫一声，像只受惊的兔子般弹开，却又被季川一把拉回怀里。他的脸已经红得像熟透的苹果，连脖梗都染上了粉色。师兄，不许说，
季川对他这副可爱模样简直爱极了，忍不住又亲了亲他发烫的脸颊。好好，不说。他的手指缠绕着他的一缕发丝。不过轩儿现在这么乖，师兄还真有点不习惯。以前的柳轩儿总是傲娇的反驳他，动不动就炸毛，现在却温顺的像只家养的小兔子，粘人的紧。柳轩儿闻言，眼中闪过一丝不安，他揪着季川的衣角，小声问道：师兄，不喜欢现在的我吗？季川心头一软，捧起他的脸认真道：怎么会呢？他轻轻揉了揉他的小兔儿，只要是我家轩儿，什么样我都喜欢。柳轩儿这才露出笑容，主动环住他的腰，最喜欢师兄了。他把脸贴在季川胸前，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师兄你知道吗？轩儿之前和师兄斗嘴的时候，其实心里可难受了。季川心头微动，想起之前种种，原来这丫头每次被他逗得跳脚，背地里都在懊恼吗？怎么会这么可爱？他低头吻了吻她的发顶。傻丫头。柳轩儿在他怀里蹭了蹭，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抬起头。对了师兄，我们接下来去啊。他的兔儿警觉地竖起，血妖子他们会不会？季川眼神一凛，望向远处若隐若现的天虚宫轮廓。去那里。他指了指那座悬浮的银白宫殿，天虚宫现世，必有重宝。血妖子和白面具肯定也会去。季川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他揽过柳轩儿的细腰，在他耳边低语。不过在此之前，他的手不老实地上移，轻抚他敏感的兔耳根部。师兄得先收点利息。呀！柳轩儿轻呼一声，整个身子都软了下来，靠在季川怀里。他的兔耳是他最近发现的新弱点，只要轻轻抚摸，就会让他浑身发颤。师兄，别在这里嘛。好了好了，不逗你了。季川恢复起笑眯眯的表情，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师兄，你看那儿。柳轩儿忽然扯了扯他的衣袖，他雪白的兔耳警觉地竖起，指尖指向崖下密林。只见十几道身影正在林间急速穿行，血袍翻飞间隐约可见狰狞兽首，正是血妖子一行人。季川唇角勾起冷笑，来得正好。他转身将柳轩儿拉进怀里，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少女的兔耳随着他的话语渐渐绷直，最后重重点头。当季川松开他时，那双杏眼里已燃起战意。正午时分，天虚宫外围，数百名修士聚集在白玉广场上，各色凌厉光晕将地面映得流光溢彩。季川带着柳轩儿大摇大摆穿过人群，故意在显眼处停下。看来想要激活这星辰图，需要献祭足够多的生灵。他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让周围人都听得清楚，而且死的人越多，机缘就越强呀。话音刚落，整个广场位之一竟无数道或惊疑或贪婪的目光投来。季川坦然迎上这些视线，甚至故意晃了晃手中泛着星光的残图。放屁！血妖子突然从人群中挤出，胸前伤口已经愈合，但眼中的怨毒比先前更甚。你小子又想耍什么花样？季川不慌不忙地将收回储物戒。爱信不信。他揽过柳轩儿的细腰，故意高声笑道：反正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杀得差不多了再进去捡漏。这番话说得极其刻意，连柳轩儿都忍不住捏了捏他的掌心。但越是如此，反而越让人将信将疑。几个魔修已经悄悄退到人群边缘，手按在了兵器上。诸位别上当。白面具阴冷的声音忽然响起，他不知何时出现在石柱顶端，黑袍在灵火映照下泛着血光，此子狡诈多端，分明是要挑起我们内斗。季川心中暗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他忽然从怀中掏出一物，正是那没下的血妖子仓皇逃命的无须剑符。既然被看穿了，他故作遗憾的叹息，手上却飞快结印，道道金光将剑符层层包裹。那这保命的东西还是先封起来吧。白面具身形明显一僵，血妖子更是瞳孔骤缩，他们太清楚这枚剑符的威力了。但此刻剑符散发的气息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最后变成一块普通玉牌模样。现在公平了。季川随手将封印后的剑符丢给柳轩儿，转身面对血妖子勾了勾手指，上次的架还没打完，要不要现在继续？这挑衅太过直白，血妖子脸上肌肉抽搐。但更让他暴怒的是季川接下来的话，不过你那些手下太碍事，不如我们单挑。当然要是怕死，就带着你的狗腿子滚远点，老子他妈撕了你。血妖子彻底被激怒，气血刀悍然出鞘，他身后的妖族刚要跟上，却被白面具抬手拦住。不对劲。白面具低声道，还是太刻意了，但已经晚了。季川突然抱起，逍遥剑化作12道剑影，直取血妖子咽喉。两人瞬间战作一团，剑气与血光将地面撕出无数裂痕。柳轩儿则按照计划退到外围，手中封印的剑符若隐若现。诸位还等什么？季川在激战中突然高喊，等他们联手把我们都清理掉吗？这句话如同落入油桶的火星。几个魔修突然抱起攻向最近的妖族，
而正道修士见状，也纷纷亮出兵器，整个广场瞬间陷入混战，各种术法光芒交织成死亡之网。白面具冷眼旁观，突然发现季川的剑法比先前弱了不少。更奇怪的是，那个叫柳萱的小姑娘始终没有加入战局，只是紧张地握着那枚剑符。幻象！他猛然醒悟，袖中锁链激射而出，果然穿透了季川的身体。那个正在与血妖子交战的身影如水波般消散，只余下一张燃烧的符纸。血妖子愣在原地，随即发出愤怒的咆哮。但为时已晚，混战已经彻底爆发，不断有人倒下，他们的血气化作缕缕红光，被天虚宫外的9根巨柱吸收。柱上符文一个接一个亮起，显然季川说的献祭并非谎言。找！给我把他们找出来！血妖子歇斯底里地吼道。白面具却冷静地闭上眼睛，双手接出一个古怪的法印。片刻后，他猛地睁眼。东南方向3里外，他们正在破解星辰图禁制。血妖子二话不说，带着剩余手下向东南方疾驰而去。白面具却没有立即跟上，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广场上的混战。死去的修士越来越多，他们的血气不断被天虚宫吸收，9根巨柱上的符文已经亮起了6根。原来如此，白面具眼中闪过一丝明悟。血妖子眼中凶光一闪，挥手示意手下跟上。一行人沿着青烟指引的方向疾驰而去，很快消失在密林深处。天虚宫东南角一座半坍塌的偏殿内，季川盘坐在星辰图前，指尖在复杂的星轨上轻轻滑动，每触碰一个星点，就有一缕微光流入他体内。他脸色略显苍白，但眼神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师兄，他们来了！柳萱从殿外闪入，兔儿警觉地竖着。白面具用了追踪秘术，最多半刻钟就能找到这里。季川嘴角微扬，不但不慌，反而露出计谋得逞的笑容。正好，星辰图还差最后一点就能完全激活。他抬头看向柳萱儿，眼中满是狡黠。萱儿，还记得我们的计划吗？柳萱儿点头，雪白的兔儿随着动作轻轻晃动。他抿了抿唇，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可是师兄，你的伤没问题了吗？无妨。季川站起身，顺手揉了揉他的兔儿。有我家萱儿的悉心照料，早就好的差不多了。他故意在悉心照料4字上加重语气，惹得柳萱儿耳根通红。师兄，都什么时候了还？他羞恼的跺脚，却在看到季川戏谑的眼神后突然醒悟。季川微笑着一把将他搂入怀中。我家萱儿越来越聪明了。他低头在他唇上轻啄一下，记住，待会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我3步之外。柳萱儿重重点头，眼中满是信任。他太了解季川了，每当这家伙表现得越轻松，说明他算计得越深。殿外突然传来破空声，接着是血妖子嚣张的叫骂：季川，给老子滚出来！季川与柳萱对视一眼，不慌不忙地整理衣衫，然后手牵着手走出偏殿。阳光有些刺眼，季川眯起眼睛，看到以白面具和血妖子为首的20多名修士已经将偏殿团团围住。这些人分属不同势力，此刻却因为共同的敌人而暂时联手。他们眼中或是贪婪，或是忌惮，但无一例外都紧盯着季川手中的星辰图。哟，这么热闹！季川懒洋洋地开口，顺手将星辰图在众人面前晃了晃。诸位是来给我送行的。星辰图在阳光下泛着奇异的光泽，上面错综复杂的星轨已经点亮了大半，散发出令人心悸的灵力波动。有几个修士不自觉地向前迈了半步，又赶紧停下，警惕地观察着其他人的反应。白面具黑袍下的手指微微颤动，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星辰图的价值。这件上古遗宝能根据献祭生灵的数量，为持有者解锁对应等级的机缘。从图上星轨的亮度判断，季川已经通过刚才的混战收集了不少的献祭。季川，白面具阴冷的声音从面具后传出，把星辰图交出来，我可以留你全尸。季川闻言不但不惧，反而笑得更灿烂了。哎，你这人真没意思。他故意将星辰图举高，让所有人都能看清，想要就来拿啊，站那么远怎么抢？众人面面相觑，竟无一人敢率先出手。季川的凶名他们早有耳闻，再加上刚才那场混战，谁知道这小子又挖了什么坑等着他们跳。血妖子按捺不住，气血刀指向季川，装神弄鬼，你中了白面具的食魂掌，就算侥幸未死，功力也减半了吧？他嘴上这么说，脚下却纹丝不动，显然是在怂恿别人先上。季川眼中金光一闪，等的就是这句话。他故意咳嗽2声，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嗨嗨，血妖子兄好眼力。他虚弱地靠在柳萱肩上，不仅功力减半，连我最大的杀招天虚剑符都封起来了。这番话说得极其诚恳，配上他那副病恹恹的样子，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有机可乘。但诡异的是，他越是如此，众人越是迟疑，事出反常必有妖。白面具突然抬手，一道黑光从袖中射出，在季川面前3尺处停下，化作一只血色眼瞳。
那眼瞳鬼异地转动着，将季川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血瞳术，有修士惊呼，能看穿一切伪装。季川坦然站立，任由那血瞳探查。他甚至张开双臂，做了个请便的手势。血瞳扫视完毕，飞回白面具手中。白面具沉默片刻，突然冷笑。果然，经脉受损严重，灵力不足全盛时期的一半。他顿了顿，声音更加阴冷：但你体内有股奇怪的力量在修复伤势，是龙血菩提吗？柳萱儿闻言，身体微微一颤。季川安抚地捏了捏他的手，脸上笑容不变。白面具兄好见识。不过，他忽然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你们猜，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你们？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众人头上。是啊，季川什么时候这么老实过？他主动暴露弱点，必有蹊跷。见众人迟疑不前，季川叹了口气，转身作势要走。既然诸位没兴趣，那季某就先告辞了。这天虚宫的好东西还多着呢。站住！血妖子厉喝，却仍不敢上前，把星辰图留下。季川头也不回的摆摆手，笑死了，想要就来拿。他牵着柳萱儿，真的开始往偏殿后方走去，负手闲庭，信步的背影轻松的像是饭后散步。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愣是没人敢第一个出手。白面具黑袍下的手紧握成拳，他在快速思考季川的可能后手是那枚封印的剑符，是星辰图的特殊能力，还是这偏殿中另有埋伏。就在此时，异变突生，一道黑影从人群中窜出，直扑季川后背。那是一名不知死活的魔修，实在按捺不住对星辰图的贪婪，决定铤而走险，找死！柳萱儿反应极快，双短剑交叉格挡，反手将那魔修斩杀。季川却连头都没回，只是轻叹一声：何必呢？话音未落，那魔修突然发出凄厉的惨叫，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具干尸。而星辰图上一颗原本暗淡的星点悄然亮起，献祭生效了。季川这才转身，脸上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还有谁想试试？全场死寂，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一幕震慑住了。那魔修好歹也是玄丹境修士，竟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吸干了精血。星辰图的威力远比传闻中更加恐怖。他手腕一翻，星辰图再次展开，这次完全激活，整幅图卷悬浮在空中，散发出璀璨星光。那些亮起的星点构成一个奇特图腾，隐约有大道之音从中传出，令人心神震荡。看到了吗？季川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这就是星辰图激活后的样子。献祭的修士越多，点亮的图腾就越完整，机缘也就越大。他故意停顿一下，眼中闪过狡黠光芒。方才广场上死了不少人吧，所以这图腾已经点亮了小半。白面具瞳孔微缩，他虽猜到星辰图与献祭有关，却没想到季川竟如此坦然地公之于众。一名妖族忍不住上前2步，贪婪地盯着星辰图。老大，这宝物！闭嘴！血妖子厉喝，但自己的目光也不由自主被星辰图吸引。那图腾中蕴含的大道气息做不得假，绝对是无上之宝。白面具的声音像淬了冰的刀刃，在嘈杂的战场上撕开一道口子。诸位莫慌，他季川若真有本事，何须装神弄鬼？那星辰图不过是个幌子。黑袍无风自动，他枯瘦的五指突然插入地面，霎时间，血色纹路如同活物般在地面蠕动，转眼间覆盖了方圆数里土地。泥土在阵法作用下泛起诡异的暗红色，像是被鲜血浸泡过一般。锁天困的大阵已成，今日他插翅难逃。血妖子闻言狞笑，手中气血刀上的血芒暴涨3寸，刀身发出凄厉的呜咽声。白兄说的对，大家一起上，任他有通天手段，今日也要命丧于此。20多名修士眼中凶光毕露，各种杀招如暴雨倾盆，符箓燃烧的焦臭味，法宝破空的尖笑声，刀剑相击的火花，将整片天空染成5颜6色的死亡画卷。柳萱儿雪白的兔耳应激竖起，绒毛根根分明。他双剑刚交叉胸前，就被季川轻轻拉到身后。余光瞥见师兄嘴角那抹熟悉的弧度，他紧绷的脊背突然一松，那是猎户看见猎物踏入陷阱时的表情。萱儿，闭眼。季川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他从未听过的寒意。万千杀招即将临身的刹那，季川双臂猛然张开，他体内灵力沸腾的声音如同万马奔腾，震得周围空气都在颤抖。一声长啸直冲九霄，破！天地骤变，晴朗的天空瞬间被漆黑雷云吞噬，云层中翻滚的黑色雷霆粗如古树，每一次闪烁都将方圆百里照得惨白。那威压让几个修为浅薄的修士直接跪倒在地，膝盖砸进土里3寸深，七窍中渗出乌黑的血。化灵天劫！白面具的声音陡然拔高，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
这个威力，这不可能！轰！第一道黑雷劈下时，血妖子的气血刀瞬间气化，他惊恐地看着黑色雷光没入丹田，脸上还凝固着不可置信的表情。不！清脆的碎裂声中，他苦修数百年的本命妖丹化作齑粉。更可怕的是，七窍中喷出的不是鲜血，而是诡异的黑火，几个呼吸间就将他烧成一具焦黑的骨架。白面具的七面骨盾刚祭出，就化为飞灰。他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右手猛地插进自己左眼，血遁万界无踪。爆开的血雾中，一道劫雷余波扫过他的后背，黑袍碎片纷飞间，隐约可见森白的脊椎骨。其余修士像被收割的麦子般成片倒下，有人哭喊着拍打阵法屏障，却发现这所天困的阵成了他们的葬身之所。黑雷在阵中来回折射，威力倍增。柳轩儿胸前的玉佩发出刺目白光，他看见季川站在雷暴中心，每一道黑雷劈下都带走大块血肉，又在诡异的力量下迅速重生。他的背影在雷光中忽明忽暗，像一柄明折不弯的剑。师兄，他声音发颤，发现自己的手抖得握不住剑。第9道劫雷凝聚时，整片天空都扭曲了，那是一条完全由黑雷组成的巨龙，每一片鳞甲都跳动着紫金色的火焰。季川脸色终于变了。九霄灭世雷，巨龙俯冲而下时，柳轩儿看见季川转身扑来，世界在刺目的白光中归于寂静。他只记得自己被紧紧搂住时，闻到了血肉焦糊的味道。不知过了多久，柳轩儿睫毛上的冰霜化了。他睁开眼，看见季川后背血肉模糊，嘴角却还挂着笑。嘿嘿，挺过去了。话音未落，他就像折断的旗杆般栽倒在他怀里。师兄！柳轩儿的眼泪砸在季川脸上，立刻被高温蒸发。他手忙脚乱地检查伤势，发现他体内经脉寸断，仅靠心脏处一点微光吊着性命。他突然想起什么，猛地抬头看向天空，劫云正在消散，一缕金光穿透云层，洒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更令他惊喜的是，那些被劫雷劈死的修士尸体正化作点点星光，被季川遗落在一旁的星辰图尽数吸收。当最后一颗主星亮起时，整张图卷腾空而起，洒下的星辉如同月华般温柔，图上星轨迅速点亮，转眼间便完成了大半。当最后一颗主星亮起时，整张图卷突然飞起，悬浮在季川上方，洒下柔和星辉。柳轩惊讶地看着那些星辉如春雨般渗入季川体内，他可怕的伤口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更神奇妙的是，他发现自己消耗的灵力也在快速恢复，就连兔耳上的绒毛都变得更加晶莹。这是星辰灌顶。他想起师尊曾经提过的上古秘文，据说星辰图在吸收足够献祭后，可为持有者进行大道洗礼。季川睫毛颤动时，他屏住了呼吸，那双总是含笑的眸子睁开时，里面仿佛有星河流转。他苍白的嘴唇动了动。傻丫头，又哭！柳轩再也忍不住，扑进他怀里，嚎啕大哭。温热的泪水浸透了他残破的衣襟，季川的手轻轻抚上他的兔耳，指尖还在微微发抖。你吓死我了！谁让你转身的？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办？季川突然嘶了一声，柳轩竖起的兔耳正好戳到他下巴。两人同时愣住，随即笑出声来。劫后余生的笑声在焦土上格外清脆，惊飞了几只幸存的夜鸦。劫雷余威尚在空气中嘶鸣，季川却感到体内涌动着前所未有的力量。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臂，原本被雷劫灼烧的焦黑的皮肤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剥落，露出底下如玉石般莹润的新生肌肤，每一寸肌肉线条都变得更加完美，蕴含着爆炸性的力量。师兄，你……柳轩瞪大眼睛，雪白的兔耳不自觉地竖起。他看到季川周身萦绕着一层淡淡的黑金色光晕，发丝无风自动，整个人如同脱胎换骨般焕发出摄人心魄的魅力。季川原本就俊朗的面容，此刻更添几分妖异的美感，眉骨更高了，衬得那双含笑的眸子愈发深邃，鼻梁如刀削般挺直，唇线薄而锋利，微微上扬时带着令人心悸的邪气。最惊人的是，他额间浮现出一道暗金色魔纹，形似燃烧的火焰，随着呼吸明灭不定。这是……季川握了握拳，感受到经脉中奔涌的全新力量，那力量狂暴而纯粹，每一次流转都让他的骨骼发出细微的爆鸣声。他试着催动灵力，皮肤表面立刻浮现出细密的暗金色纹路，如同最上等的铠甲。叮！检测到宿主无相魔体进阶至玄金不灭体阶段，久违的系统提示应在脑海中响起。季川眉头微挑，这破系统自从他进入秘境就装死，现在倒是会挑时候出现玄金不灭体。刀剑难伤，水火不侵，可应抗真煞境巅峰修士全力一击而不死。随着修为提升，防御力将成几何倍数增长。当前阶段特征：魔纹显化，气血如汞。季川眼中金光暴涨，真煞境巅峰，那可是比他高出整整一个大境界的存在。
在这秘境中，能伤他的人恐怕不多了。师兄，柳轩怯生生的伸手，指尖刚要触碰到他额间魔纹，突然被一股无形力量弹开。他惊呼一声，整个人向后仰去。季川身形一闪，快得几乎留下残影，稳稳接住柳轩纤细的腰肢。他这才发现自己的速度也比之前快了3成不止。小心些！季川的声音低沉了几分，带着磁性的沙哑。他低头看着怀中惊魂未定的少女，突然发现自己的五感也变得异常敏锐，能清晰听到柳轩急促的心跳，闻到他发间淡淡的幽兰香气，甚至能看清他每一根睫毛头下的阴影。柳轩仰头望着季川近在咫尺的脸，呼吸不由一滞。师兄怎么更好看了？那魔纹非但不显狰狞，反而为他平添几分邪魅的吸引力。特别是当他垂眸凝视时，眼中流转的金芒简直让人腿软。我没事。柳轩结结巴巴地说，耳尖红得几乎透明。他慌乱地想从季川怀里挣脱，却不小心按在他裸露的胸膛上，触手之处肌肤如玉，却坚硬如铁，隐隐能感受到底下澎湃的力量。季川低笑一声，故意收紧手臂。摸够了吗？他俯身在他耳边轻语，温热的气息拂过敏感的兔耳，要不要再摸摸别的地方？师兄。柳轩羞恼地捶他胸口，却震得自己手疼。他吃惊地看着季川纹丝不动的胸膛，上面连个红印都没留下。季川捉住他的小手揉了揉，现在师兄可是刀枪不入了。他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不过某些地方还是和以前一样敏感。柳轩顿时想起今早在泉水边的荒唐，整个人像煮熟的虾子一样红透了。他羞得把脸埋进季川颈窝，兔耳紧紧贴在脑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季川爱极了他这副模样，正要再斗几句，突然神色一凛。他猛地抬头看向天空，原本晴朗的天际不知何时聚起了血色云团，云中隐约有凄厉的哭嚎声传来。血迹大阵。季川眯起眼睛，白面具还没死透。柳轩也察觉到了异样，雪白的兔耳警觉地转动。师兄，那是什么？季川没有立即回答。他额间魔纹突然大亮，双眼化作纯粹的金色。透过这双魔瞳，他看到10里外的景象，白面具跪在一座血池前，正将自己的残躯一点点溶解。每溶解1分，血云就扩大1里，有点意思。季川唇角勾起冷笑，这是要同归于尽啊。他牵起柳轩的手，轩儿，抓紧我。柳轩还没反应过来，就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季川的速度快得惊人，他只能紧紧抱住他的腰，耳边是呼啸的风声，周围的景物模糊成一片色带。几个呼吸间，他们就来到了血云正下方。眼前的场景让柳轩胃部一阵抽搐，白面具的下半身已经化为一滩血水，仅剩的上半身漂浮在血池中央。更可怕的是，血池中沉浮着数十具尸体，正是刚才被雷劫劈死的修士，他们的血肉正在溶解，成为血云的一部分。季川，白面具发出非人的嘶吼，一起下地狱吧！血云突然剧烈翻腾，化作一张巨大的鬼脸扑向2人。所过之处，草木枯萎，岩石腐蚀，连空气都变得腥臭难闻。闭眼！季川将柳轩护在身后，额间魔纹光芒大盛，他全身皮肤瞬间覆盖上暗金色鳞甲般的纹路，连睫毛都染上了一层金粉。鬼脸撞上季川的刹那，发出令人牙酸的腐蚀声。但让白面具绝望的是，那足以融化玄铁的血毒，竟连季川的衣角都没能烧穿。怎么可能？白面具剩下的半张脸扭曲变形，这是能毒杀真杀境的血煞。你！季川闲庭信步般穿过血雾，每一步都在地面留下燃烧的金色脚印。他伸手掐住白面具的脖子，轻松地像提起一只鸡仔。多谢你的血迹大阵。白面具惊恐地发现自己辛苦凝聚的血煞之气正在被季川体表的魔纹疯狂吸收，那些暗金色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每吸收1分血煞就变得更加明亮。不要！白面具绝望地挣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后的力量成为敌人的养料。白面具瞳孔骤缩，下一秒他的头颅像西瓜般爆开。季川甩了甩手上的血渍，转身走向柳轩。随着他每一步迈出，身上的魔纹就暗淡1分，等走到柳轩面前时，已经恢复了正常模样。结束了。柳轩小心翼翼地问，兔耳还紧张地竖着。季川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都结束了。他语气轻松的像刚散步回来。我家轩儿没吓到吧？柳轩摇摇头，突然扑进他怀里。他抱得那么紧，仿佛一松手季川就会消失。师兄以后不许这样冒险。季川心头一软，低头吻了吻他发颤的兔耳。好，都听轩儿的。据点内烛火摇曳，季川背靠石壁而坐，柳轩蜷在他怀里，雪白的兔耳随着呼吸轻轻颤动，他的脸颊还带着未退的红晕，指尖无意识地在他胸口画着圈。师兄，他声音软糯，带着事后的慵懒，你说我们这样算不算道侣了？
季川低笑，手指缠绕着他的一缕青丝。怎么，睡都睡了，还想赖账？他故意在他敏感的兔耳上吹了口气，惹得他一阵轻颤。柳轩儿羞恼地捶他：谁赖账了？他扬起小脸，眼中水光潋滟。我就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季川心头一软，低头吻了吻他的眉心。傻丫头。他的手掌顺着她光滑的脊背下滑，停在那节纤细的腰肢上，疼不疼？柳轩耳尖瞬间红透，把脸埋进他颈窝。还好，声音细如蚊啊。季川眼中闪过一丝怜惜，他的小师妹初经人事，虽然她已经极尽温柔，但终究是初次。他轻轻抚摸着她的长发，另一只手在她腰间缓缓输入灵力，缓解她的不适。师兄。柳轩突然抬头，眼中带着几分好奇，你之前是不是有过很多？季川挑眉，很多什么？就是道侣啊。他的兔耳不安地抖动着，师兄这么厉害，一定有很多姑娘喜欢。季川看着柳轩微微嘟起的唇瓣，眼底闪过一丝玩味。他忽然翻身将她压在身下，修长的手指轻轻捏住她的下巴。怎么，轩儿吃醋了？他低笑着凑近，温热的呼吸喷洒在她敏感的兔耳上。柳轩耳尖瞬间变得通红，却倔强地别过脸。才没有。话未说完，季川的唇已经附了上来，这个吻来的又急又深，带着不容抗拒的霸道，直到他浑身发软才松开。小骗子。季川轻咬他泛红的耳垂，声音沙哑，嘴上说着不吃醋，身子却抖成这样。季川看着怀中少女娇羞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促狭。他轻轻捏了捏柳轩柔软的兔耳，突然话锋一转，明天秘境就要开启了，咱们也该回去了。柳轩闻言，兔耳不自觉地竖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期待，又带着几分紧张。回去之后，季川故意拖长了音调，指尖在他腰间轻轻画着圈，要不要做师兄的道侣？柳轩的脸瞬间红到了耳根，雪白的绒毛都染上了一层粉色。他慌乱地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我。季川看着他手足无措的样子，忍不住轻笑出声。怎么，不愿意？不是。柳轩猛地抬头，对上季川戏谑的目光后，又羞得把脸埋进他胸口。就是觉得好突然。季川故意叹了口气，哎，那算了，回去后肯定有不少师姐师妹对我示好。不行。柳轩急得兔耳都竖了起来，一把抓住季川的衣襟。看到师兄眼中得逞的笑意，他才意识到又被戏弄了，气鼓鼓地捶了他一下。师兄太坏了。季川捉住他的小手，放在唇边亲吻。那轩儿到底愿不愿意？柳轩抿了抿唇，长睫毛轻轻颤动。他偷偷抬眼看了看季川，又飞快地低下头，声音细如蚊啊。我暂时还没想好怎么跟师尊他们说。季川眼中笑意更深，故意逗他。那师兄可要被人抢走了哦。听说御剑锋的林师姐一直对我。师兄这么厉害，人又温柔。柳轩突然打断他，声音轻柔却坚定，不可能只有我会喜欢。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只要师兄心里有我的位置，轩儿不介意。季川愣住了，他没想到柳轩会给出这样的回答。月光透过石缝洒在他精致的脸庞上，那双清澈的眼眸中没有半分虚假，只有纯粹的爱意与包容。傻丫头。季川心头一软，将她搂得更紧了些。他沉默片刻，突然正色道：轩儿，有件事我应该告诉你。柳轩敏锐地察觉到师兄语气的变化，兔耳警觉地竖起。什么事？季川深吸一口气。关于我和师尊的事。雪师伯。柳轩眨了眨眼，突然想到什么，脸颊又红了起来。难道你们？季川点点头，将过往娓娓道来。从最初拜师时的惊鸿一瞥，到后来朝夕相处中滋生的情愫，再到那次为救他意外有的肌肤之亲，他没有隐瞒任何细节，包括自己复杂的心情。说完后，洞内陷入短暂的沉默。柳轩的兔耳轻轻颤动，似乎在消化这些信息。季川有些紧张地看着他，生怕从他眼中看到失望或厌恶。雪师伯确实很美呢。柳轩突然开口，眼中竟带着几分憧憬。我没见过师伯之前，就听师尊说过，她是千年难遇的绝世天才，还是修真界第一美人。季川一时语塞，没想到柳轩会是这种反应。师兄不必担心。柳轩主动握住他的手，笑容纯净如初雪。只要师兄心里能有我的位置，轩儿真的不介意。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师兄想好怎么跟师伯说了吗？季川轻咳一声，这个暂时还没。柳轩突然扑哧一笑，兔耳欢快地抖动着。那师兄回去可要惨了。季川无奈地揉了揉他的脑袋。你这丫头，不生气就算了，还幸灾乐祸，为什么要生气？柳轩歪着头，眼中满是真诚。喜欢师兄的人越多，说明我的眼光越好呀。他调皮地眨眨眼，而且
我相信师兄不会辜负任何人的。季川心头一震，将柳萱紧紧搂入怀中。他从未想过，这个看似柔弱的少女，竟有如此宽广的胸怀。月光下，他看到她眼中闪烁的星光，纯净的不含一丝杂质。萱儿，季川声音有些沙哑，我季川在此立誓，此生绝不负你。柳萱儿眼中泛起水光，却笑着摇摇头。师兄不必立誓，修真之路漫长，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轻轻靠在他肩头，只要此刻的真心就够了。季川不再多言，低头吻住她的唇。这个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温柔，仿佛要将所有的真实与承诺都倾注其中。夜色渐深，柳萱在季川怀中沉沉睡去，季川却毫无睡意，轻轻抚摸着她的长发，思绪万千，晨曦微露，天边泛起鱼肚白。季川站在一处断崖边，眺望远处逐渐扭曲的空间，那里就是秘境出口即将开启的地方。扭曲的光晕如同水波荡漾，隐约能看见外界清脆的山峦轮廓。柳萱的兔耳轻轻抖动，她敏锐地察觉到空气中异样的灵力波动。师兄，出口快开了。季川点点头，目光却扫向四周嶙峋的怪石和枯木。他的指尖在袖中轻轻摩挲着逍遥剑柄，嘴角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萱儿，待会跟紧我。他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我3步之外。柳萱儿心头一紧，雪白的绒毛微微竖起。她太熟悉季川这种语气了，每次他露出这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就意味着有危险临近，有人埋伏。他压低声音，手指已经按在了腰间短剑上。季川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突然揽住他的纤腰，身形一闪，瞬间横移3丈。几乎在同一时刻，他们刚才站立的地面突然炸开，一道血红色的锁链破土而出，如同毒蛇般在空中扭曲盘旋。反应倒快！阴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岩石后枯木间陆续走出10几道身影，为首的正是赤练仙子。她一身红衣似血，腰间缠绕着9节赤鳞鞭，每节鞭身上都刻满了诡异的符文。更令季川意外的是，赤练仙子身旁站着3名气息阴森的魔修，他们周身缭绕着黑紫色的煞气，显然都是真杀境的高手。而在他们身后还有7、8名妖族残部，个个目露凶光。季川，一名独臂妖族咬牙切齿，你杀我兄长，今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季川目光扫过众人，心中暗自盘算，这些人的修为都不弱，尤其是那3名魔修，至少是真杀境中期。若是平时他倒也不惧，但此刻秘境即将关闭，空间极不稳定，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空间乱流。赤练仙子，季川忽然笑了，上次一别，仙子风采更胜往昔啊。赤练仙子眼中寒光一闪，少油嘴滑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他猛地一甩长鞭，鞭身在空中炸开一团赤色火焰。诸位还等什么？一起上！季川叹了口气，故作遗憾的摇头。何必呢？大家和和气气的出去不好吗？话音未落，他袖中逍遥剑已然出鞘，12道剑影如孔雀开屏般在身前展开，将最先扑来的2名妖族逼退。柳萱也不含糊，双短剑交叉斩出2道月牙形剑气，将侧面袭来的锁链斩断。结阵！赤练仙子厉喝，3名魔修立刻分战3角，同时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鲜血在空中化作诡异符文，瞬间结成一座血色牢笼，将季川2人困在其中。血煞求天阵！季川眉头微皱，这阵法需要3人以精血为引，威力极大，但代价是施术者修为大损。看来这些人真是恨他入骨，不惜自损根基也要置他于死地。阵法一成，季川立刻感到周身灵力运转滞涩，仿佛陷入泥沼。更可怕的是，阵法内的空气开始变得灼热，每一次呼吸都像吸入火焰，烧得肺部生疼。柳萱儿雪白的兔耳不安的抖动，额头渗出细密汗珠。师兄，我的灵力！别怕。季川握住他的手，一股温和的灵力渡入他体内，跟紧我。他眼中金光一闪，额间魔纹再次浮现，无相魔体全力运转，皮肤表面浮现出细密的暗金色纹路，那些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竟开始吸收阵法中的血煞之气。什么？一名魔修大惊失色，他竟能吸收血煞。赤练仙子脸色阴沉，不要停，继续催动阵法。3名魔修咬牙，又喷出一口精血。阵法内的压力陡然增加，地面开始皲裂，裂缝中渗出粘稠的血浆，那些血浆如同有生命般向季川2人蔓延，所过之处连岩石都被腐蚀成渣。季川冷哼一声，突然将柳萱拉到身后，单手结印。他指尖迸发出一道刺目金光，在空中划出一个复杂符文。破！符文炸开的瞬间，整个血煞求天阵剧烈震动，3名魔修同时吐血倒退，阵法出现了一丝裂缝。就是现在！季川一把抱起柳萱，身形如电，
朝裂缝冲去。拦住他！赤练仙子尖叫。独臂妖族汉不畏死地扑来，剩余的手臂突然膨胀数倍，化作利爪抓向季川面门。季川眼中寒光一闪，逍遥剑划过一道完美弧线，噗！妖族的手臂齐肩而断，鲜血喷涌，但他竟不退反进，用残缺的身体撞向季川。一起死吧！那妖族狞笑着，残缺的身躯在血光中膨胀，皮肤寸寸皲裂，血肉如沸腾般翻滚。他的妖丹在体内爆发出刺目至极的血芒，仿佛一颗坠落的赤色星辰，在季川眼前轰然炸开。不好！季川猛地拽住柳轩，身形暴退，但爆炸的冲击波已经席卷而来，整片空间都在震颤，地面如脆弱的薄冰般寸寸崩裂，碎石被狂暴的气浪碾成齑粉。炽热的血焰如怒龙般咆哮，瞬间吞噬了方圆数10丈的一切。季川的后背重撞在岩壁上，坚硬的石壁竟如豆腐般被撞得凹陷，蛛网般的裂痕疯狂蔓延。噗！一口鲜血从季川口中喷出，他的衣袍在血焰中燃烧，皮肤被灼烧得滋滋作响。但他死死将柳轩护在怀中，玄金不灭体的暗金纹路在体表疯狂闪烁，硬生生扛住了这足以将真杀境修士炸成碎片的毁灭之力。师兄！柳轩惊叫，雪白的兔儿被灼热的冲击波烫得蜷曲，眼中泪水滚落。季川咬牙，嘴角的血丝滴落，却在烟尘中露出一抹冷笑。呵，够狠！他低头看向自己胸前玄金不灭体的防御虽强，但金丹自爆的威力仍在他胸口撕开了一道狰狞的伤口，血肉翻卷，隐约可见森森白骨。然而更可怕的是，那伤口边缘竟泛着诡异的赤色纹路，如同活物般向四周蔓延。血毒！那妖族竟在自爆时将毕生修炼的剧毒融入了金丹之中。师兄，你没事吧？他慌乱地检查季川的伤势。季川摇摇头，目光却愈发凝重。这些敌人已经完全不顾性命，这种疯狂的反扑比他预想的还要棘手。他体内玄金不灭体全力运转，暗金色纹路如同活物般涌向伤口，毒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逼出，化作黑烟消散。赤练仙子脸色大变。WC！ 季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突然暴起，逍遥剑化作一道金色闪电，瞬间洞穿一名魔修的咽喉，反手一掌拍出，将另一名魔修胸口打得凹陷下去。最后一名魔修见势不妙，转身就逃。季川眼中寒光一闪，指尖凝聚一点金芒，隔空点出，噗！魔修后心炸开一个血洞，扑倒在地。转眼间3名真杀境魔修全部毙命，剩余的几个妖族吓得肝胆俱裂，转身就逃。赤练仙子脸色铁青，突然咬破手指，在额头画下一个诡异符号。季川，这是你逼我的！他周身突然燃起血色火焰，气息疯狂攀升。更可怕的是，那些死去的修士尸体开始融化，血肉化作血雾向他汇聚。血祭秘术！季川终于变了脸色。赤练仙子在燃烧自己的精血和寿元，强行提升实力。这种秘术一旦施展，轻则修为尽废，重则魂飞魄散，但换来的是短时间内实力暴涨。师兄！柳轩声音发颤，他能感觉到赤练仙子的气息已经逼近了真杀境巅峰，甚至还在提升。季川深吸一口气，将柳轩推到身后。退后！他双手快速结印，额间魔纹光芒大盛，全身皮肤完全被暗金色覆盖，连发丝都染上了一层金粉。面对如此强敌，他不得不全力催动玄金不灭体。去死吧！赤练仙子尖叫着扑来，速度比之前快了数倍。九节鞭化作一条血色蛟龙，所过之处空间都微微扭曲。季川不闪不避，逍遥剑迎了上去。当！金铁蛟鸣声响彻四野，狂暴的灵力波动将周围岩石全部震碎。季川闷哼一声，后退3步，嘴角再次一血。赤练仙子也不好受，边身上出现了细微裂痕。再来！他状若疯狂，完全不顾自身伤势，再次扑上。季川眼中闪过一丝凝重，这样下去，即使能赢，也会耽误出口开启的时间。他余光瞥见远处空间扭曲越来越剧烈，出口马上就要开启了。赤练仙子仰头发出一声凄厉长啸，满头青丝瞬间化作血红色，在狂风中猎猎飞舞。他周身燃烧的血焰陡然暴涨3丈，将半边天空都映照得猩红可怖。更骇人的是，那些血焰中竟浮现出无数扭曲的人脸，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哀嚎声。血魂燃命大法！柳轩儿雪白的兔耳应激竖起，绒毛根根分明。师兄小心！他燃烧了魂魄。季川瞳孔骤缩，这种邪术比燃烧精血还要可怕100倍，施术者将永世不得超生，但换来的力量足以越阶杀人。赤练仙子的皮肤开始皲裂，露出底下蠕动的血肉，她的眼珠完全变成了血红色，9节边上的符文一个接一个亮起，最后
整条鞭子都化作了流动的血浆。季川，他的声音已经不像人类，更像是千万冤魂的嘶吼，我要你魂飞魄散。血浆长鞭破空而来，速度快到连残影都看不清。季川只来得及抬起手臂格挡，玄金不灭体的暗金纹路刚刚浮现，啪一声脆响，季川整条右臂的衣袖瞬间气化，暗金色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深可见骨的伤痕。诡异的是，伤口没有流血，而是不断冒出黑烟。嘶！季川倒吸一口冷气，这血鞭竟能腐蚀他的玄金不灭体。不等他喘息，第二鞭已经袭来。这次是拦腰横扫，血鞭所过之处，空气都被腐蚀出丝丝白烟。季川仓促间纵身跃起，却还是被鞭梢扫中脚踝。啊！他闷哼一声，脚踝处的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烂。更可怕的是，那腐蚀之力顺着经脉向上蔓延，转眼间整条小腿都变成了青黑色。师兄！柳轩儿双眼通红，双短剑交叉斩出2道月牙剑气，试图干扰赤练仙子。然而那血焰自动形成护罩，将剑气尽数吞噬。第三鞭直取季川咽喉，这一击若是打实，怕是连玄金不灭体也扛不住。千钧一发之际，季川突然运转全身灵力，瞬间涌向逍遥剑。铮！剑身发出龙吟般的清越鸣响，12道剑影合而为一，化作一道璀璨金红，与血鞭相撞。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方圆10丈内的地面整个掀起。季川被震得倒飞出去，后背重撞在一块巨石上，将岩石撞得粉碎。他胸口剧烈起伏，嘴角不断溢出鲜血，握剑的虎口已经血肉模糊。赤练仙子也好不到哪去，半边身子都被剑气搅碎，但他竟浑然不觉疼痛，残缺的身体在血焰中快速重组。无用，他嘶哑地笑着，血魂不灭，我即不死。季川心头一沉，这种状态下，除非一击将其神魂俱灭，否则他根本杀不死。而远处秘境出口的光晕已经开始收缩，最多再有半刻钟就会完全关闭。轩儿，季川突然传音，待会我拖住他，你先走。不行，柳轩儿急得兔耳直抖，要死一起死。季川还想说什么，赤练仙子已经再次扑来，这次他整个人都化作了一团血焰，9节鞭完全融入了身体，变成无数条血色触手从4面8方刺来。就在这危急时刻，剩余的妖族突然结成一个古怪阵型，他们割破手腕，将鲜血滴在地上，画出一个个诡异符文，以血为引，以魂为祭。为首的妖族念念有词，请祖灵降法。地面突然剧烈震动，那些血符文化做锁链破土而出，却不是攻向季川，而是缠绕在了赤练仙子身上。你们干什么？赤练仙子惊怒交加，挣扎着想要挣脱。对不住了仙子。妖族狞笑道，既然物理攻击杀不死他，那就用我族秘术万魂实心咒，借你的血魂之力为引，咒杀此子。血链骤然收紧，赤练仙子发出凄厉惨叫，他的身体开始融化，化作粘稠的血浆流入地上的符文。那些符文一个接一个亮起，最后汇聚成一张巨大的鬼脸，悬浮在季川头顶。季川，鬼脸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以血为咒，以魂为引，食汝道心，回汝根基。一道血光从天而降，将季川笼罩其中。这血光无视玄金不灭体的防御，直接侵入他的经脉和丹田。季川只觉得全身灵力瞬间凝固，五脏六腑如同被千万根钢针穿刺。啊！他跪倒在地，七窍中渗出黑血。最可怕的是，他感觉到自己的金丹正在被腐蚀，表面已经出现了细密的裂纹。师兄，柳轩儿扑上来想要扶他，却被血光弹开。他雪白的兔耳被灼伤，渗出丝丝血迹。季川单膝跪地，全身青筋暴起，嘴角不断溢出黑血。那万魂实心咒如同复古之躯，疯狂侵蚀着他的金丹。远处秘境出口的光晕已经收缩到不足1丈，眼看就要完全关闭。师兄，柳轩儿雪白的兔耳无力地耷拉着，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强撑着站起身。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10年了。季川突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金芒。他体内的玄金不灭体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竟开始反向吞噬那些侵入体内的血咒之力。10年。季川低笑一声，声音沙哑的可怕，我家轩儿这么娇贵，怎么能在这鬼地方待10年？他猛地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逍遥剑上，剑身瞬间亮起刺目金芒，12道剑影在身后依次排开，每一道都凝若实质。无极！季川暴喝一声，全身灵力如火山喷发，那些侵入体内的血咒之力竟被他硬生生逼出，在体表形成一层血色薄雾。他双手握剑，剑尖直指赤练仙子所画的鬼脸。归一剑，一道璀璨至极的剑光冲天而起，如同开天辟地的第一缕曙光。剑光所过之处，
空间寸寸碎裂，露出漆黑的虚空。鬼脸发出凄厉惨叫，被剑光从中间一分为二。赤练仙子的残魂在剑光中扭曲挣扎。啊！剑光去势不减，直接将地面斩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那些结阵的妖族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剑气搅成血雾。扑通！季川单膝跪地，逍遥剑插入地面支撑身体，这一剑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灵力，连玄金不灭体的经文都暗淡了许多。师兄！柳轩儿踉跄着跑过来，刚要扶起季川，突然瞳孔骤缩，小心！一道黑影如鬼魅般从地下钻出，枯瘦的手掌直取季川后心。那手掌上缠绕着熟悉的黑气，正是白面具的食魂掌。季川想要闪避，却因力竭而动作迟缓。千钧一发之际，柳轩儿猛地扑到他身后，赤！白面具的手掌穿透了柳轩儿的肩膀，黑气瞬间侵入他的经脉。他雪白的兔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灰黑色，嘴角溢出一丝黑血。轩儿！季川目眦欲裂。白面具发出阴冷的笑声，没想到我留的后手有一天竟然能起作用。他的声音戛然而止，季川的逍遥剑已经刺穿了他的咽喉。找死！季川的声音冷得像万年寒冰。白面具的身体迅速干瘪下去，但那双眼睛却死死盯着季川。没用的，食魂毒，没有解药。季川一掌拍碎他的头颅，转身抱住摇摇欲坠的柳轩儿。他的脸色已经变得灰白，嘴唇呈现出不自然的紫黑色。是，兄。柳轩儿虚弱地笑了笑，出口，快关了。季川抬头看去，秘境出口只剩下不到3尺的光晕。他一咬牙，将柳轩儿打横抱起，坚持住，我们回家。他全力催动所剩无几的灵力，朝出口疾驰而去。天空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怒吼：季川，你杀我儿血妖子，我血河老祖必灭你满门！空间剧烈震荡，一只遮天蔽日的血色巨手从虚空中探出，朝季川抓来。那威压让周围的山峰纷纷崩塌，大地裂开无数缝隙。天煞境大妖！季川心头一震，速度又快3分。血色巨手离他们越来越近，恐怖的吸力让季川的脚步变得沉重。就在巨手即将抓住他们的刹那，季川猛地将柳轩抛向出口。走！柳轩惊呼一声，身体穿过光晕的瞬间，他看到季川转身面对血色巨手，逍遥剑再次亮起微弱的金芒。不！他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却已经被传送出了秘境。眼前一花，柳轩重重摔在凌霄宗后山的传送阵上。守阵的长老们见状大惊：是柳师妹，快通知掌门！柳轩挣扎着想要爬回传送阵。师兄，师兄还在里面。话音未落，传送阵再次亮起。季川浑身是血的冲了出来，身后传来血河老祖愤怒的咆哮：凌霄宗，3日内若不交出季川，老夫必血洗你满门！声音穿透空间屏障，在整个凌霄宗上空回荡。所有弟子都惊恐地抬头望天，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季川顾不上解释，一把抱起柳轩儿。药王殿，快！他的声音已经嘶哑得不成样子，眼中满是血丝。柳轩儿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噬魂毒已经蔓延到心脉，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坚持住啊，轩儿，一定要坚持住！季川不断往他体内输送灵力，延缓毒素蔓延。但噬魂毒极其霸道，他的灵力只能暂缓，无法根除。药王殿内，寒玉床散发着幽幽冷光，柳轩儿静静地躺在上面，脸色苍白如纸，雪白的兔耳无力地耷拉着，原本晶莹的绒毛此刻暗淡无光。他纤细的手腕上布满了诡异的黑色纹路，如同蛛网般向心脉蔓延。季川站在床边，拳头握得咯吱作响。他身上的血迹已经干涸，在玄色衣袍上凝结成暗红色的斑块，额间的魔纹忽明忽暗，显示出他体内灵力极度紊乱的状态。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清脆的环佩叮当。季川猛地抬头，只见一道雪白身影如风般掠入殿内，带起一阵清冷的幽香。川儿，雪梨渊一袭白衣胜雪，眉目如画，只是此刻那双总是含笑的眸子盈满焦急。他快步上前，素手轻抬抚上季川染血的脸颊。怎么伤成这样？指尖传来的温度让季川心头一颤，他下意识想躲开，却被雪梨渊一把扣住手腕。别动！季川轻轻握住雪梨渊的手腕，将他抚在自己脸颊上的手拉下，低声道：师尊，我没事，先去看看轩儿。雪梨渊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但很快被担忧取代。他快步走到寒玉床前，纤细的指尖轻触柳轩儿脖颈处的黑色纹路，眉头顿时紧蹙。食魂毒！就在这时，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风声，伴随着清脆的铃响。一道青色身影如疾风般掠入殿内，来人一袭青衫，腰间系着一串银铃，面容姣好，此时却布满寒霜。轩儿！苏清玄冲到床前，
看到弟子苍白如纸的脸色，眼中怒火瞬间燃起。他猛地转身，一把揪住季川的衣领，将他狠狠抵在垫柱上。季川，轩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季川后背撞在柱子上，闷哼一声，却没有反抗。他直视苏清玄愤怒的双眼，声音沙哑：“是我没保护好他。”师尊，别怪师兄。柳轩儿虚弱的声音从床上传来，他艰难地睁开眼，雪白的兔耳无力地动了动。是弟子，不小心。苏清玄松开季川的衣领，转身握住柳轩儿的手，声音都在发颤：“傻丫头，都这样了，还替他说话。”药王殿长老叹了口气，捋着白须道：“食魂毒已侵入经脉，老夫用寒玉床和9转护心丹暂时稳住了毒性，但……”他顿了顿，此毒霸道，寻常解毒丹无效。不过据老夫年轻时在外游历，有种九幽冥兰可解此毒。九幽冥兰，雪梨渊眸光一凝，莫非是生长在幽冥剑底，100年一开花的那株？长老点头，正是。此花通体幽蓝，花蕊呈暗金色，只在月圆之夜绽放，且花开仅3个时辰便会凋零，不过棘手的是。他看向季川，幽冥剑乃妖族聚集之地，剑底更有上古凶兽玄冥蛟守护。季川眼中金芒一闪，毫不犹豫道：“我去取。”你一个人？苏清玄冷笑：“嫌命长。”雪梨渊轻抚腰间玉箫，淡淡道：“我陪川儿去。”苏清玄闻言，眉头皱得更紧。他看了看昏迷中的柳轩儿，又看了看季川，最终咬牙道：“我也去。轩儿是我的弟子，我不能。”师姐，雪梨渊打断他，声音轻柔却不容置疑：“药王殿需要有人维持寒玉阵，否则轩儿可能撑不到我们回来。况且……”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季川一眼：“你信不过我？”苏清玄银牙紧咬，腰间银铃无风自动，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他最终长叹一声：“好，我留下。但若轩儿有个3长2短。”他盯着季川，眼中寒光闪烁：“我定不饶你。”季川没有回应，只是走到床前，轻轻握住柳轩儿冰凉的小手。他的兔耳无力地垂着，往日晶莹的绒毛此刻暗淡无光。轩儿，他俯身在他耳边轻声道：“等我回来。”转身时，季川额间魔纹已完全显现，暗金色的纹路在皮肤下流动，显示出他内心的不平静。雪梨渊听闻这个称呼不由一愣，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玉手轻挥，一道白光将2人包裹。3日内必回。雪梨渊留下这句话，白光一闪，2人已消失在殿内。幽冥剑位于魔域与修真界的交界处，终年被黑雾笼罩。季川与雪梨渊站在剑边，阴冷的风夹杂着腥臭味扑面而来。川儿，雪梨渊突然开口：“你的无相魔体进阶了。”季川点头，没有隐瞒，在秘境内得了些机缘。雪梨渊美眸微眯，突然伸手按在他胸口。季川一惊，却见他掌心泛起柔和白光，顺着经脉游走一圈后收回。“你伤得不轻。”他轻声道，“方才在药王殿为何不说？”季川扯了扯嘴角：“小伤而已，不碍事。”雪梨渊深深看了他一眼，突然从袖中取出一枚银白丹药，服下。丹药入手冰凉，散发着淡淡的莲香。季川认出这是当时问道大比获胜送给雪梨渊的那枚玄天造化丹。他刚要说什么，就听雪梨渊淡淡道：“你若倒下，谁去救你的轩儿？”季川不再犹豫，仰头服下。丹药入腹，一股清凉之意瞬间流遍全身，身体的不适顿时烟消云散。“多谢师尊。”雪梨渊轻轻嗯了一声，转身望向深不见底的幽冥剑：“下去后跟紧我，玄冥蛟不好对付。”他说着，素手轻扬，一柄通体晶莹的玉箫出现在手中，箫身刻满繁复的符文，在黑暗中泛着淡淡的蓝光。季川也祭出逍遥剑，2人对视一眼，同时跃入剑中。下坠的过程中，黑雾越来越浓，能见度不足3尺。季川感到无数阴冷的气息在周围游走，时不时有东西擦过他的衣角，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别理会。”雪梨渊传音道，那是怨灵，越搭理他们越兴奋。突然，一道黑影从侧面扑来，季川本能的挥剑，逍遥剑划过黑影，却如同斩在空气中。那黑影发出刺耳的尖笑，瞬间分裂成数十个，将2人团团围住。“找死！”雪梨渊冷哼一声，玉箫横于唇边，一缕清越的箫音响起，如清泉流过山涧。那些黑影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如冰雪玉阳般消融。箫声未停，周围的雾气竟然开始退散。季川惊讶地发现，他们正站在一处突出的岩石上，下方100丈处是翻滚的黑色水面，而正对面的岩壁上，一朵幽蓝色的花在黑暗中散发着微弱的光芒。九幽冥兰。季川眼前一亮，雪梨渊却按住他的肩膀：“别急。”他话音刚落，水面突然剧烈翻腾，一个巨大的黑影缓缓浮出。那是一条通体漆黑的蛟龙，鳞片如玄铁般泛着冷光，
猩红的树瞳死死盯着二人。吼！玄冥蛟仰天长啸，声浪震得岩壁簌簌落石，蛟尾拍打水面，激起数丈高的黑浪。季川只觉得一股阴冷至极的威压扑面而来，连呼吸都为之一滞。地煞进中期吗？季川心头一凛，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逍遥剑。面对这只蛟龙，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只觉得这头凶兽的气息有些古怪。川儿，退后！雪梨渊玉箫横于胸前，白衣无风自动，此蛟已经化龙，不可小觑。系统，检测一下这蛟龙的信息。季川在脑海中呼唤。叮，检测目标需消耗1000分道友助我点，是否支付？我靠，这么贵！季川暗骂一声，但眼下情况紧急，他只能咬牙道：算了，1000就1000，支付。嘿嘿，支付失败，请宿主大声喊出道友助我，以激活系统功能。季川，他眼角抽搐，转头看了一眼身旁的雪梨渊。师尊正凝神戒备，玉箫横于身前，白衣飘飘，气质清冷如仙。系统能不能先欠着？季川试图讨价还价，还有人在一边呢。达喵，宿主，本系统的规矩就是规矩，结，不喊的话，本系统可帮不了。听着系统贱兮兮的声音，季川额角爆起青筋。如果他有实体的话，此刻只想给他一拳。季川无奈叹了口气，深吸一口气，突然仰天大吼：道友助我！雪梨渊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吓得手一抖，玉箫差点脱手，整个人都颤了一下。川儿，他猛地转头，美眸瞪大，一脸错愕地看着季川，随即反应过来，额角青筋暴起，羞恼地给了他一拳，正中腰子。你鬼叫什么？季川捂着腰子，假装疼得龇牙咧嘴，但系统已经迅速弹出信息。叮，扫描完成。玄冥蛟，地煞境中期，上古一种，鳞甲防御堪比天阶法宝。特殊能力：黄泉魂啸 bug 级技能，可直击神魂。弱点：无鳞片覆盖的地方，无鳞片覆盖。系统，你这 TM 不是废话吗？季川在脑海中破口大骂，这臂浑身鳞片，压根儿就没弱点吗？叮，哎嘿嘿，我特么！季川差点气笑，你可以走了。季川直接切断了和系统的对话，转头对雪梨渊说道：师尊，这畜生能直击神魂，千万小心。雪梨渊美眸中闪过一丝诧异，显然没想到季川能一眼看破玄冥蛟的弱点。他玉指轻抚箫身，低声道：为师主公，你伺机而动。话音刚落，他周身突然爆发出刺骨寒意，玉箫化作一道白光没入眉心。下一秒，一柄通体晶莹的长剑从他掌心缓缓抽出，剑身如冰晶凝结，剑锋处有雪花纹路流转，正是他的本命圣兵双天剑。玄冥蛟似乎感应到了威胁，猩红的树瞳骤然收缩，他猛地张开血盆大口，一股腥臭的黑雾喷涌而出，所过之处连岩石都被腐蚀得滋滋作响。凝，雪梨渊剑尖轻点，一道冰墙瞬间凝结，将黑雾尽数挡下。同时他左手掐诀，无数冰锥在空中成型，如暴雨般射向玄冥蛟的眼睛。吼！玄冥蛟吃痛，巨大的身躯疯狂扭动，蛟尾横扫而来，带起的劲风将岩壁刮出道道深痕。雪梨渊身形如电，白衣飘飘间已闪至蛟龙头顶，双天剑带着刺骨寒意直刺其左眼。当！双天剑与玄冥蛟眼皮相撞，迸发出刺目火星。雪梨渊瞳孔骤缩，他这一剑蕴含极寒大道的寒冰真意，便是玄铁也该劈开了。可那蛟龙眼皮上的细密鳞片竟连道白痕都没留下。玄冥蛟猩红的树瞳闪过一丝讥诮，粗壮的蛟尾突然撕裂空气横扫而来。雪梨渊愣神之际，那道黑影已近在咫尺，尾梢缠绕的幽冥死气将周围空间都腐蚀出丝丝白烟。师尊小心！轰！蛟尾狠狠抽在屏障上，金光应声碎裂，残余的力道将雪梨渊整个人击飞出去，白衣在空中划出一道凄美的弧线。季川足尖一点，身形如电，稳稳接住倒飞而来的雪梨渊。师尊，没事吧？季川声音发紧，目光却死死盯着远处的玄冥蛟。雪梨渊轻轻摇头，从他怀中站直身体，玉手揉了揉手腕。无碍。他眼中寒光闪烁，这畜生鳞甲甚是古怪。玄冥蛟盘踞在黑水中央，猩红的树瞳中满是嘲弄。他似乎很享受猎物徒劳的挣扎，粗壮的蛟尾拍打着水面，激起阵阵黑色浪花。雪梨渊深吸一口气，双天剑悬浮于身前，双手快速结印。随着他的动作，整个幽冥剑的温度骤降，岩壁上瞬间凝结出厚厚的冰霜。他周身灵力疯狂涌动，白衣无风自动，发丝间竟有雪花飘落。雪藏千里！他轻喝一声，双天剑骤然爆发出刺目蓝光。下一刻，以他为中心，恐怖的寒冰之力如海啸般向四周扩散。
所过之处，黑水冻结，岩石崩裂，连空气都凝结出细碎的冰晶。玄冥蛟似乎感应到了威胁，发出一声震天咆哮，周身鳞片全部竖起，形成一层厚厚的防护。但寒冰之力无孔不入，转眼间就将他半个身子冻成了冰雕。咔，咔嚓，冰层不断加厚，玄冥蛟挣扎的动作越来越迟缓。雪梨渊见状，立刻开始蓄力第二击，双天剑上的蓝光越来越盛，剑锋周围的空气都因极寒而扭曲。季川握紧逍遥剑，随时准备补刀。然而就在这时，异变突生，被冰封的玄冥蛟突然张开血盆大口，一道无形的波动以它为中心扩散开来。那波动所过之处，冰层寸寸碎裂。更可怕的是，季川只觉脑中如遭重锤，眼前一黑，差点跪倒在地。雪梨渊闷哼一声，蓄力被打断，双天剑上的蓝光瞬间暗淡，他脸色惨白，七窍都渗出细细的血丝，显然神魂受到了重创。师尊，季川强忍头痛，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雪梨渊。玄冥蛟趁机挣脱剩余冰层，蛟尾高高扬起，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向二人砸来。这一击若是打实，就算以雪梨渊的修为，也非死即伤。千钧一发之际，季川眼中金芒暴涨，猛地从怀中掏出一面古朴铜镜，正是得自秘境的幻月宝镜。镜魔，铜镜表面如水波荡漾，一道黑影闪电般窜出，瞬间膨胀成3丈高的巨大魔物。那魔物通体漆黑，表面如镜面般光滑，倒映着玄冥蛟狰狞的面容。轰！蛟尾重砸在镜魔身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令人震惊的是，镜魔只是身形晃了晃，表面泛起几道涟漪，竟将这一击的力道全部吸收。雪梨渊美眸圆睁，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川儿，你竟收服了这等魔物？季川嘴角微扬，没有解释，而是掐了一个古怪的诀，对着镜魔喝道：分！镜魔身体一阵扭曲，转眼间分裂出数十个分身，每一个都与本体一般无二。这些分身如鬼魅般扑向玄冥蛟，有的缠绕其身躯，有的攻击其眼睛，还有的直接融入黑水，从各个角度发动袭击。玄冥蛟愤怒咆哮，蛟尾疯狂抽打，却只能击中幻影。镜魔分身被击碎后立刻重组，仿佛无穷无尽。虽然蛟龙鳞片坚不可摧，但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下，也不得不疲于应对。雪梨渊趁机调息，惊讶地发现季川召唤出的镜魔竟有地煞境初期的实力，而且特性极为难缠。他看向季川的侧脸，没想到他这个徒弟有一天也能独当一面了。川儿，你这是？雪梨渊美眸中倒映着季川渐渐凝聚的璀璨法阵，只见那法阵由12道金色符文组成，每一道符文都如同活物般蠕动，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季川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且看。他猛地挥剑，法阵中央迸发出一道刺目至极的金色光柱，那光柱所过之处，空间寸寸碎裂，露出漆黑的虚空裂缝。令人意外的是，这道威力惊人的光柱竟不是射向玄冥蛟，而是径直轰向其中一个镜魔分身。轰！光柱击中镜魔光滑如镜的躯体，竟如同打在镜面上一般，瞬间折射向另一个分身。每一次折射，光柱的直径就暴涨1倍，蕴含的灵力波动呈几何倍数增长。转眼间，整个幽冥剑底部都被交织的金色光网笼罩，如同天罗地网。玄冥蛟猩红的树瞳中首次露出惊恐之色，他疯狂扭动身躯想要躲避，但那些光柱经过数十次折射后，速度已经快到了极致。噗！一道经过36次折射的金色光柱精准命中蛟龙后背脖领处，直接贯穿出一个头颅大小的血洞。黑紫色的蛟血如瀑布般喷涌而出，将下方黑水染成诡异的紫黑色。然而玄冥蛟终究是上古凶兽，吃痛之下彻底暴怒。吼！玄冥蛟发出震天动地的痛吼，整个幽冥剑都在这声波中颤抖。岩壁上无数碎石簌簌落下，水面掀起数丈高的巨浪。它猩红的树瞳骤然收缩，血盆大口再次张开，一股无形的波动瞬间扩散，正是先前的黄泉魂啸。季川早有防备，袖中早已捏碎一枚玉符，一道淡金色的屏障瞬间笼罩他与雪梨渊。嗡！神魂冲击撞在屏障上，激起阵阵涟漪，却未能穿透。而镜魔分身则因无魂无魄，丝毫不受影响，仍旧疯狂围攻玄冥蛟。光幕内，季川紧紧揽着雪梨渊，即便有阵法隔绝，他仍能感受到那恐怖的魂力波动，耳膜嗡嗡作响。雪梨渊脸色苍白，玉手不自觉地抓紧了他的衣襟。这畜生！季川眯眼看着外面肆虐的魂啸，话音未落，外界情况突变。玄冥蛟彻底暴怒，周身鳞片全部竖起，每一片鳞甲下都渗出粘稠的黑雾。那些黑雾迅速凝聚成无数细小的黑紫色雷球，密密麻麻布满整个空间。哧啦！随着一声刺耳的爆鸣，所有雷球同时炸开，恐怖的黑色雷霆交织成网，
瞬间清空了所有禁魔分身，就连禁魔本体也被3道雷霆同时击中，光滑的表面出现蛛网般的裂纹。咔嚓！玄冥蛟抓住机会，巨大的蛟手如闪电般探出，一口将禁魔咬住。锋利的獠牙穿透镜面，禁魔发出刺耳的尖笑，最终砰的一声炸成漫天光点。季川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禁魔与他心神相连，此刻被毁，他也受到了反噬。唰儿！雪梨渊急忙扶住他，玉手按在他后背，一股清凉的灵力渡入体内。季川摇摇头示意无碍，目光却死死盯着外面的玄冥蛟。那畜生虽然重伤，但凶性更盛，正疯狂地搜寻着他们的踪迹。师尊，季川突然压低声音，我有一计。他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玉瓶，瓶中装着墨绿色的粘稠液体，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看到表面泛着的诡异荧光。毒！雪梨渊瞳孔微缩，季川咧嘴一笑，此时应当物尽其用。他拔出逍遥剑，小心翼翼地将毒液涂抹在剑刃上。剑身与毒液接触的瞬间，发出墨绿色的光，原本金色的剑刃也变成了妖异的墨绿色。待会师尊再用一次方才那招，我会趁机。季川做了个突刺的手势。雪梨渊会意，但眼中仍有忧色。那畜生也有防备，普通的恐怕，所以需要一点配合。季川突然凑近，在他耳边低语几句。雪梨渊耳根微红，但很快被严肃取代，轻轻点了点头。准备好了。季川握紧荼毒的逍遥剑。雪梨渊深吸一口气，双天剑再次出现在手中。3息后动手。季川点头，开始倒数。3。阵法外，玄冥蛟正在疯狂破坏着周围的一切，试图逼出隐藏的敌人。2。雪梨渊周身开始凝结冰霜，发丝无风自动。1。光幕突然消散，雪梨渊蛟斥一声，双天剑爆发出比先前更刺目的蓝光。雪藏千里疾，这一次寒冰之力不是扩散，而是全部集中在玄冥蛟身上。极致的低温甚至让空间都出现了细腻的黑色裂纹。玄冥蛟瞬间被冻成了一座巨大的冰雕，连翻腾的黑水都凝固成了冰川。梨渊，雪梨渊会意，随即玉手一挥，无形的灵力大手将季川甩飞出去。季川早已蓄势待发，身形如电射向目标。雪梨渊同时掐诀，一股强大的推力加持在季川背后，让他的速度再快3分。玄冥蛟虽被冰封，但猩红的树瞳仍在转动。看到季川袭来，他眼中闪过一丝讥讽，区人类怎么可能破开他的防御？然而下一秒，季川突然变向，他原本冲向蛟龙后背的身影鬼异地折转，逍遥剑带着刺目的绿芒直刺蛟龙左眼。噗嗤，剑刃毫无阻碍地刺入蛟龙眼球，墨绿色的毒液瞬间注入。玄冥蛟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嚎，冰层寸寸碎裂。他疯狂扭动身躯，蛟尾胡乱抽打，将周围岩壁砸得粉碎。季川早已借力后跃，可还是不慎被蛟尾抽中，虽有逍遥剑抵挡，但还是震得倒飞出去。雪梨渊见状，素手一挥，一道灵力屏障稳稳接住了季川，缓缓落到了雪梨渊身旁。二人紧张地注视着发狂的玄冥蛟，只见那畜生眼中的绿芒越来越盛，动作却越来越迟缓。吼！玄冥蛟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溅起的黑水如暴雨般泼洒在岩壁上。那对猩红的树瞳已经失去了神采，只剩下微弱的鼻息，证明它还活着。粗重的呼吸在冰面上凝结出一层白霜。季川站在岩壁上，长舒一口气，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手中逍遥剑的剑锋还在滴落毒血，在岩石上蚀出一个个蜂窝状的小孔。唰儿！雪梨渊飘然而至，素手轻抚上他的脸颊，那双总是清冷的眸子里此刻满是担忧。指尖传来的温度让季川心头一颤。有伤到吗？快让我看看。他声音轻柔，玉手已经按在季川后背，一股清凉的灵力探入体内。季川能感觉到那股灵力如春风般拂过每一处经脉，温柔地修复着受损的地方。没事，小伤而已。季川咧嘴一笑，故意活动了下肩膀。师尊的灵力真舒服。雪梨渊美眸一瞪，指尖在他腰间软肉上狠狠一拧，油嘴滑舌。他话到一半突然顿住，眼中闪过一丝后怕。季川心头一暖，轻轻握住他的手腕。弟子这不是好好的吗？雪梨渊轻哼一声，抽回手来，回去再收拾你。季川笑了笑，转身看向岩壁上那朵幽蓝色的花。九幽冥蓝在黑暗中散发着微光，花瓣如水晶般剔透，花蕊则是暗金色，在微光下如同流动的熔金。找到了。他足尖轻点，身形如燕般掠向岩壁。越是靠近，越能感受到那花朵散发出的奇异波动，冰冷中带着一丝生机，仿佛能冻结时间，又能唤醒沉睡的灵魂。季川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个玉盒，指尖凝聚一丝灵力，轻轻将花朵连同根部一起挖出。九幽冥蓝离开岩壁的瞬间，整株花突然亮起炫目的蓝光，照亮了整个幽冥剑底部。好美！
雪梨渊不知何时也来到了他身旁，美眸中倒映着幽蓝光芒。他伸出玉指轻触花瓣，那花朵竟如害羞般微微合拢，随后又缓缓绽放。突然，整片幽冥剑突然剧烈震动，无数碎石从顶部坠落。快走！雪梨渊玉手一挥，双天剑化作一道白光，将落石尽数击碎。季川迅速将灵药收入特制的玉盒，塞进储物戒中。转身时，他的目光落在玄冥蛟庞大的躯体上。季川眼中金光一闪，突然掏出幻月宝镜，一缕灵力输入，镜面泛起涟漪，随即释放强大的吸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是，那具庞大的身躯竟如同融化般吸进漩涡中，连一滴血都没留下。雪梨渊见状挑了挑眉：“你倒是会过日子。”季川嘿嘿一笑，正要答话，头顶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只见幽冥剑顶部出现了一道横贯整个空间的巨大裂缝，无数碎石如雨点般砸下。走！雪梨渊一把抓住季川手腕，双天剑化作3丈长的冰晶巨剑，二人踏剑而起，在坠石的缝隙中灵活穿梭。季川回头看了眼迅速崩开的幽冥剑，心知这是九幽冥蓝被取走后引发的空间失衡。抓紧了！雪梨渊突然掐诀，双天剑速度暴涨，如一道白色闪电冲出剑口，身后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整个幽冥剑在烟尘中彻底塌陷，形成一个巨大的天坑。季川站在剑身上，双手紧紧环着雪梨渊那不盈一握的腰肢，劲风将他的衣袍吹得猎猎作响。迎面而来的劲风带着他发丝间的幽香，让他不由自主地收紧了手臂。师尊的腰真细。季川突然凑到他耳边低语，温热的呼吸喷洒在雪梨渊敏感的耳垂上。哎呀，别胡闹！他的耳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粉色，却并未推开身后之人。季川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掌心贴上了雪梨渊平坦又不失柔软的小腹，隔着轻薄的衣料，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柔软的肌肤随着呼吸微微起伏。师尊的小肚子真软。季川得寸进尺地揉捏起来，指尖在那片温软上打着圈，触感比想象中还要美妙，像是上等的丝绸包裹着暖玉，让人爱不释手。雪梨渊反手打在他手背上，力道却不重。别闹了，川儿。他的声音依旧清冷，但尾音却带着一丝颤抖。更让季川惊喜的是，他并未挣脱自己的手，这默许般的态度让季川心头一热。他的右手变本加厉地在那片柔软上游走，左手则悄悄环住了雪梨渊的纤腰，将他往自己怀里带了带。思川儿。雪梨渊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几分羞恼。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后之人灼热的体温，还有那不安分的手正逐渐下移。季川充耳不闻，仍专心致志地享受着师尊美妙的躯体。雪梨渊见说他没用便摆烂了，只当是许久未见他的想念。季川不老实的手仍在雪梨渊身上游走着，雪梨渊只是低着头咬着唇，脸红的好似能滴出水。也不知多久之后，哈啊！雪梨渊突然发出一声压抑的呻吟，这声轻吟如同惊雷，双天剑猛地一颤，在空中划出一道惊险的弧线。季川慌忙搂紧雪梨渊的腰肢，这才避免两人从高空坠落的惨剧。梨渊。季川的声音有些发干，他能感觉到怀中的娇躯正在微微颤抖，雪梨渊的后颈已经红了一片。雪梨渊突然转身，双天剑随之急停。季川猝不及防，整个人向前踉跄，脸直接埋进了一片温香山峦之间。鼻尖传来清冷的幽香，脸颊触碰到的是难以言喻的柔软。嘶哈！季川下意识地猛吸一口，直接来了个史密斯顶级过肺，顿时被那混合着莲香的体味香得头晕目眩。季川。雪梨渊咬牙切齿的声音从头顶传来，下一秒，季川只觉得耳朵一痛，整个人被拎了起来。疼！师尊轻点！季川龇牙咧嘴的求饶，雪梨渊正拧着他的耳朵，力道大得惊人。雪梨渊气鼓鼓地瞪着他，白皙的脸颊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只见他双手攥着粉拳，嫣然一副生气了的大家闺秀一般。再乱摸，我就把你丢下去！季川看着自家师尊这副又羞又恼的模样，心头像是被小猫挠了一下。雪梨渊平日里清冷如仙，此刻却像个被调戏的少女般可爱。好了，不闹了。季川见好就收，摆出一副贱兮兮的表情，随即乖乖盘腿坐下，但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这雪梨渊的背影。他的耳垂还红得滴血，纤细的腰肢在白衣下若隐若现，让他回想起方才美妙的触感。接下来的路程，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雪梨渊专心御剑，季川则时不时偷瞄自家师尊的侧颜，在心中回味着方才的旖旎。青鸾峰药王殿内，寒玉床上，柳萱儿的呼吸已经平稳许多，九幽冥蓝的药效正在发挥作用，她脸上的黑气渐渐褪去，雪白的兔耳也恢复了往日的晶莹，毒已经解了大半。药王殿长老捋着白须，满意地点点头，再悉心调养几日便能痊愈。季川长舒一口气，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他走到床前，轻轻握住柳萱的小手，他的指尖还有些冰凉，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死气沉沉。师兄，柳萱在睡梦中无意识的呢喃，兔耳轻轻抖动，像是在寻找什么。季川温柔地揉了揉他的发顶，轻声道：睡吧，我在这儿呢。雪梨渊站在店门口，看着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轻咳一声道：川儿，让萱儿好好休息吧，你随我来。季川恋恋不舍地放下柳萱的手，跟着雪梨渊走出药王殿。夕阳的余晖洒在青鸾峰上，为一切镀上了温暖的金色。怎么了，师尊大人？莫不是……季川刚想说什么，却见雪梨渊突然转身，玉指抵在他唇上。今日之事。雪梨渊的声音很轻，眼中带着几分警告，不许告诉任何人。季川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故意舔了舔他的指尖。哦，今日何事？弟子记性不好，师尊不妨提醒一下。雪梨渊如触电般缩回手，耳根又红了。你……哼！他气恼地瞪了季川一眼，转身就走。季川看着雪梨渊仓皇离去的背影，忍不住笑出声来。师尊宝宝害羞起来，可比平时那副清冷模样可爱多了。夜色渐深，季川独自坐在青鸾峰顶的巨石上，望着满天星辰。今日发生的一切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回放，与玄冥蛟的生死搏斗，归途中的旖旎，还有柳萱逐渐恢复生机的笑脸。师兄，一个虚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季川回头看到柳萱披着单薄的外衫，正扶着岩壁向他走来。他的脸色还有些苍白，但眼睛已经恢复了神采。啊，萱儿！季川连忙上前搀扶。你怎么起来了？柳萱顺势靠在他怀里，轻声道：我做了个噩梦，醒来不见师兄，就循着气息找来了。季川心疼地搂紧他，发现他的身体还在微微发抖。什么梦这么可怕？梦见师兄。柳萱的声音哽咽了一下，梦见师兄为了救我，永远留在了。季川心头一软，低头吻了吻他的发顶。傻丫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柳萱扬起小脸，月光下她的眼眸如水般清澈。师兄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冒险了。季川没有回答，只是温柔地拭去他眼角的泪水。修真之路凶险万分，有些承诺他无法轻易许下，但此刻他只想让怀中的少女安心。流星。季川突然指向天际，柳萱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一道银光划破夜空，转瞬即逝。萱儿许个愿吧。季川轻声道。柳萱闭上眼，长长的睫毛在月光下投下细碎的阴影。他轻声呢喃了几句，然后睁开眼，冲季川甜甜一笑。嘿嘿，许好了。许的什么愿啊？季川好奇地问。柳萱撒娇般的摇了摇头。说出来就不灵了。他突然凑近，在季川唇上轻啄一下，不过和师兄有关。季川心头一热，正想加深这个吻，突然感应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接近。他转头望去，只见雪梨渊不知何时站在不远处，手中捧着一件厚实的披风。师尊怎么来了？哈哈哈哈！季川有些尴尬地松开柳萱。雪梨渊面色如常地走来，将披风递给柳萱。夜里风大，小心着凉了。柳萱乖巧地道谢，雪梨渊却已经转身离去。季川注意到他的背影有些僵硬，脚步也比平时快了几分。师尊是不是生气了？柳萱担忧地问。季川摇摇头，嘴角却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不是生气。他望着雪梨渊消失的方向，轻声道：是吃醋了吧？夜风拂过青鸾峰，带着淡淡的花香。季川搂紧怀中的柳萱，目光却追随着雪梨渊离去的方向，心中盘算着到底该如何哄好他那位口是心非的师尊呢？师兄。柳萱柔软调皮的声音将他的思绪拉回，他纤细的手指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袖，在想什么呀？季川回过神，对上柳萱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眸。月光下，他的兔耳泛着莹润的光泽，耳间还带着些许未退的红晕。没什么。季川揉了揉他的发顶，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柳萱却突然起身，不由分说的直接跨坐上了他的大腿。他双手捧住季川的脸颊，略带不满的嘟起嘴。师兄跟萱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想别人。他的指尖微凉，掌心却带着令人心安的温暖。季川刚想张口，柳萱已经俯身吻了上来。坐。柳萱故意轻出声音来，起初还如轻柔如羽毛拂过，但很快变得热烈起来。季川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逐渐变得炽热，渐渐变得认真。柳萱纤细的手指插入季川的发间，扣住他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他的舌尖声色却热情地探索着，带着一丝青涩的急切。季川能清晰地感受到怀中少女加速的心跳，以及她逐渐发烫的体温。柳萱原本伏在他胸膛上的手正悄悄向下移动。季川突然感觉到了什么，突然睁大了眼睛，一把抓住了他不安分的手，轻轻地将柳萱推开。萱儿，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眼中满是担忧。
你现在的身体真的没问题吗？柳轩眨了眨眼，突然露出狡黠的笑容。嘿嘿，师兄好关心人家呢。他凑到他耳边，呵气如兰，人家好开心。话音未落，他猛地发力，将季川推倒在柔软的草地上。不等他反应，柳轩已经俯身而下，红唇贴着他耳畔轻声道：“那轩儿给师兄。”夜风拂过，吹散了他未尽的话语，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敏感的耳廓上，甚至还坏心眼的轻轻咬了咬季川的耳垂。季川顿时浑身一抖，只觉一股热流直冲小腹。静谧的月光下，柳轩一头柔顺的乌发垂下，几丝调皮的发丝挠得季川心里直痒痒。此刻季川的眼中，柳轩的眼眸水润润的，带着几分羞涩又大胆的期待。此时的季川哪怕是活佛转世，也抵不过这人儿如此诱惑的挑逗。季川只觉心跳的快要炸了，哪怕是和师尊身经过百战的他，此时也不免得脸红心跳。那季川喉结滚动了一下，声音低哑的不成样子。他伸手将柳轩鬓角的发丝别到耳后，指尖轻抚他泛红的耳尖。不可以勉强哦。闻言的柳轩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又羞耻的感情，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一脸坏笑的凑到季川的耳旁轩儿遵命。一个时辰后，草地恢复了宁静。柳轩浑身无力的趴在季川身上，小脸贴在他的颈窝处，轻轻喘息着。他的兔儿软软的耷拉着，时不时因为余韵而轻轻颤抖。季川一手搂着他的纤腰，另一只手轻抚他汗湿的后背。月光下，他能看到柳轩白皙的肌肤上还泛着淡淡的红晕，像是一朵被雨露滋润过的海棠花。师兄，柳轩抬头在他锁骨上轻轻一啃，还是到最后了呢，嘿嘿嘿。他的笑声带着几分得意和满足，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季川无奈地捏了捏他的脸儿，你这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指尖触到柳轩发烫的脸颊时，他突然捉住季川的手腕，带着他的手滑向自己毛茸茸的兔尾巴。柳轩撒娇般的在他怀里蹭了蹭，小兔耳朵扫过季川的下巴。因为轩儿最爱师兄了吗？就问谁能扛得住这么会撒娇的轩儿。季川只觉得心头一软，低头吻了吻他的额头。世间最美好的事物也不过如此了。他能感受到柳轩的全心全意，这份纯粹的感情让他既心动又心疼。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吧。季川轻声道，你身体刚好，可不能着凉。柳轩乖巧点头，却赖在他怀里不肯起来，环住季川脖子的胳膊又紧了紧。那轩儿要师兄抱我回去。季川失笑，只好小心翼翼地抱起他。柳轩像只树袋熊一样挂在他身上，小脸埋在他的肩头。轩儿乖不乖？乖乖。下山路上，季川的思绪却飘向了雪梨渊。师尊此刻在做什么呢？莫不是还在为方生气？想到师尊可能正独自一人在洞府中黯然神伤，季川心头便涌起一阵心疼。啊，师兄又在想师伯了。柳轩敏锐地察觉到他的走神，声音闷闷的。季川脚步一顿，有些尴尬的轻咳一声。柳轩笑了笑，突然抬头，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没关系的，轩儿懂事。他的眼中没有嫉妒，只有满满的信任。师兄心里有轩儿的位置就够了。季川心头一震，心里不由感叹，能有这么乖巧的轩儿，这辈子也是死而无憾了。他紧了紧抱着他的手臂，轻声道，真是个傻丫头。回到自己住处，季川小心翼翼地将柳轩放在床榻上，为他盖好被子。柳轩困倦地打了个哈欠，却还强撑着抓住他的衣袖。师兄今晚陪轩儿睡好不好？看着他期待的眼神，季川不忍拒绝，叹了口气，只好穿着衣服躺在他身边。柳轩立刻像只小动物一样钻进他怀里，在季川颈窝蹭了蹭，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很快便沉沉睡去。听着怀中人儿均匀的呼吸声，季川毫无睡意，他轻轻抚摸着柳轩的兔耳，思绪却飘向了远方。他无声地叹了口气，轻手轻脚地起身，为柳轩掖好被角后，悄悄离开了房间。廊下夜风拂过发热的耳根，他下意识摩挲着残留轩儿体香的指尖。夜色渐深，青鸾峰顶的月光如水般倾泻而下。季川站在雪梨渊洞府门前，指尖轻轻触碰那扇雕花石门。洞府前的禁制阵法本该闪烁微光，此刻却暗淡无光。季川眉头微挑，试探性地推了推门。吱呀，门扉应声而开，竟连最基本的防护禁制都没有开启。奇怪，季川心中警铃大作，师尊向来谨慎，怎会如此疏忽？莫非出了什么意外？他放轻脚步踏入洞府，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幽兰香气，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腻。内室的珠帘微微晃动，隐约传来布料摩擦的窸窣声。季川屏息凝神，指尖轻挑门帘，透过缝隙向内望去。哈！一声压抑的声音，一声三声，让季川浑身一僵。月光透过纱窗，为室内镀上一层朦胧的银灰。雪梨渊半倚在云锦床榻上，一袭素白中衣凌乱不堪，衣襟大敞。
他一手紧抱着那只季川送的玩偶熊。季川喉结滚动，目光死死锁定在师尊绯红的脸颊上。他从未见过师尊这般模样，平日里清冷如霜的雪梨渊，此刻却像一朵盛放的夜檀，散发着致命的诱惑。随即眼珠滴溜一转，轻手轻脚地从储物戒中取出一枚流萤水晶。季川嘴角勾起一抹坏笑，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把柄啊！水晶无声地悬浮在空中，将室内旖旎的画面尽数记录。那双总是清冷的眸子此刻水雾氤氲，粉唇微张，呼出的白气在月光下清晰可见。逆徒忽然见得他身形一僵，月光下的剪影如绷紧的琴弦。那总抿成直线的唇瓣此刻微微张着，怀中的玩偶熊耳朵被揪得变了形。当夜风穿过窗棂时，他突然将脸埋进绒毛里，肩颈线条如惊弓之鸟般站立，只露出一声似叹息似哽咽的气音。待风止息，方才还紧绷的背脊终于缓缓松懈，像是那退潮后搁浅的贝类般侧卧在颈背之间。玩偶熊被搂得愈发紧了，绒毛里露出的半张脸比岸上那只醉芙蓉还要艳上3分。那声音又轻又软，带着事后的慵懒和说不尽的思念，听得季川心头一颤。梨渊，季川无声地动了动嘴唇，眼中满是促狭。原来私下里是这样的。他正看得入神，忽见雪梨渊慵懒地翻了个身，中衣下摆随之掀起，露出一截白皙如玉的大腿。季川呼吸一滞，差点碰倒身旁的花瓶。谁？雪梨渊如惊弓之鸟般弹坐起来，手忙脚乱地拉过颈背盖住自己，脸上血色瞬间褪尽。季川推门而入，故作惊讶：呀，师尊还没睡啊？雪梨渊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红，羞恼交加：你何时来的？刚来不久。季川面不改色的撒谎，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凌乱的床榻。雪梨渊随着他的视线看去，发现被褥间隐约露出一角淡粉色的裤。他倒吸一口凉气，素手一闪，赶忙藏起。梨渊，季川3步并作2步冲到床前，不由分说地将人搂进怀里。雪梨渊正眨了2下，最终放弃抵抗，将脸埋在他胸口。你都看见了是不是？他的声音闷闷的，带着鼻音。季川轻抚他的后背，感受着怀中娇躯的颤抖。看见什么？徒儿只看见了最美的师尊。雪梨渊抬头瞪他，眼圈泛红，油嘴滑舌的。他攥拳捶他胸口，都怪你，整日没个正形，害得我。话到一半，他羞恼的别过脸去。季川爱极了他这副模样，低头吻了吻他发顶。师尊若是想弟子了，直接传唤便是，何苦自己？谁想你了？雪梨渊气急，我那是修炼出了岔子。季川忍笑点头，是，师尊在修炼玉女心经。你！雪梨渊羞愤交加，一掌拍向他胸口。季川不闪不避，硬接了这一掌，顺势将人压倒在床榻上。两人的呼吸交错，雪梨渊的挣扎渐渐弱了下来。川儿，他的声音软了几分，别闹了。季川凝视着他水润的眸子，突然正色道：师尊可知弟子在幽冥剑时最怕什么？雪梨渊一怔，什么？怕再也见不到师尊。季川轻抚他的脸颊，怕不能再这样抱着您。雪梨渊眸光微动，长睫轻颤，你个逆徒，语气却软得像融化的蜜糖。季川低头吻住那2片柔软的唇瓣，雪梨渊起初还像征信的推拒，很快便环住他的脖颈回应起来。这个吻绵长而深情，直到2人都气息不稳才分开。师尊，季川声音沙哑，弟子可以。不行。雪梨渊抵住他的胸膛，雪儿还在等你。季川身体一僵，随即苦笑，都知道了。雪梨渊轻哼一声，青鸾峰上何事能瞒过我？他推开季川，整理着凌乱的衣襟，那丫头对你用情至深，你莫要负她。季川沉默片刻，突然从怀中掏出那枚流萤水晶。那师尊方才之事。雪梨渊脸色骤变，美眸中尽是慌乱，伸手便抢。给我。季川高举水晶，坏笑道：师尊若答应弟子一个条件，弟子便将它销毁。什么条件？雪梨渊警惕地看着他。季川凑到他耳边低语几句，雪梨渊的耳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连脖颈都染上了粉色。不可能，不可能，去死吧！那弟子只好。季川做事要激活水晶。等等，雪梨渊咬牙，我依你便是。季川得逞地笑了，随手将水晶捏碎。雪梨渊刚松一口气，却见他从怀中又掏出3枚一模一样的水晶。你知道的，师尊，徒儿向来有备无患。季川，雪梨渊气急，双天剑映照而出。季川大笑闪避，在洞府内东躲西藏。2人追逐间，雪梨渊的衣带松开，露出一片雪腻香肩。季川突然停步，将人搂个满怀。师尊再动，徒儿可不保证还能把持得住。雪梨渊顿时僵住，
清晰地感受到小腹上的灼热。他羞恼地瞪了季川一眼，却也没再挣扎。季川突然伸手抚上他的脸颊，徒儿只是好奇，师尊方才想着谁？雪梨渊别过脸去，却被他轻轻扳回。四目相对，他眼中水光潋滟，羞愤中又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是想着弟子这样吗？季川突然低头，在他唇上轻啄一下。雪梨渊浑身一颤，却没有推开他。季川得寸进尺，一手揽住他的纤腰，将人带入怀中。隔着薄薄的寝衣，他能感受到师尊急促的心跳和微微发烫的体温。师尊方才不是很想我吗？他在他耳边低语，手指轻轻抹撒他的腰侧，为何现在又这般拘谨？雪梨渊咬着下唇，长睫轻颤。你别太过分了。过分？季川轻笑，另一只手抚上他紧攥着的手。师尊方才自己玩得开心时，可没觉得过分。别说了。雪梨渊羞恼地捶了他一下，力道却轻得像挠痒痒。季川抓住他的手腕，按在榻上，整个人附了上去。雪梨渊惊呼一声，却被他以唇封肩。这个吻不同于平日的温柔，带着几分侵略性。季川舌尖撬开他的牙关，肆意掠夺着他口中的甘甜。雪梨渊起初还挣扎两下，很快便软化在他的攻势下，不自觉地回应起来。一吻结束，两人都有些气息不稳。季川稍稍退开，看着身下面若桃花的师尊，眼中满是柔情。梨渊，想不想夫君？雪梨渊眸光闪烁，半晌才扭过头轻哼道：不想，去陪你的轩儿吧。可我现在眼里只有梨渊啊。季川坏笑着，又亲了亲他的额头。你可知夫君我有多想念我家梨渊吗？雪梨渊轻哼一声，却主动环上了他的脖颈。这个默许的动作让季川心头一热，他小心翼翼地解开月光下，雪梨渊的身体如艺术品般完美穿儿。雪梨渊难耐地扭动腰肢，眼中水雾朦胧。别折磨我了。季川低笑，俯身在他耳边轻语：师尊方才不是玩得很开心吗？让弟子也学习学习。随即便激活了流音水晶，放在床头。水晶里持续播放着应、二声、声郎、四声、雨，而制造这些声音的本尊，此刻正被他压在身下细细品尝。你，雪梨渊羞恼地瞪他，却在下一秒倒吸一口凉气。哈啊！回到住处时，柳轩仍在熟睡季川轻手轻脚的上榻，刚合眼，一只柔软的手臂便缠了上来。师兄身上有湿薄的味道。柳轩迷迷糊糊，声音哑哑地嘟囔着，往他怀里钻了钻。季川心头一跳，却听怀中人儿呼吸已然均匀。他苦笑着摇摇头，轻轻拥住那娇小的身躯。窗外一轮明月高悬，季川望着那清冷的月光，思绪万千。明日之后，恐怕再无这般安宁的夜晚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凌霄宗的山门上。季川站在青鸾峰顶，俯瞰脚下连绵起伏的群山，眉头紧锁。血河老祖，3日期限。他低声呢喃，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逍遥剑柄，剑身传来微微的震颤，仿佛也在回应主人的忧虑。师兄，柳轩清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季川转身，看见他小跑着过来，雪白的兔耳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在晨光中泛着晶莹的光泽。怎么起这么早？季川伸手揉了揉他的发顶，目光柔和了几分。现在身体可还有不适？柳轩摇了摇头，从怀中掏出一枚温热的玉简。宗主传讯，要师兄即刻前往凌霄大殿。季川接过玉简，灵力注入，一行金色小字浮现在空中：血河之事紧急，速来大殿议事。凌霄子，字迹苍劲有力，却透着一股凝重。师兄，柳轩咬了咬下唇，小手拽住季川的衣袖，会很危险吗？季川收起玉简，故作轻松地笑了笑。放心，有师兄在呢。他俯身在柳轩额头上亲吻一下。你先回药王殿休息，我去就回。柳轩乖巧地点头，但眼中的担忧却未减分毫。季川转身离去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追随着自己，如芒在背。凌霄大殿内气氛凝重的几乎让人窒息。季川踏入殿门的刹那，数十道目光齐刷刷射来，有担忧的，有审视的，还有几道明显带着敌意。弟子季川拜见宗主，各位长老。他恭敬行礼，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殿内众人。只见凌霄子正端坐于大殿正中的紫檀宝座上。这位凌霄宗宗主身着一袭紫金道袍，身姿婀娜却威仪凛然，右眼下那枚泪痣如寒星坠雪，眸光垂落时就连空气都静了3分。而在他左侧坐着雪梨渊和苏清玄等亲近长老，右侧则是以赤焰真人为首的一派，个个面色阴沉。季川来了。凌霄子微微颔首，血河老祖之事，想必你已经知晓。季川点头，弟子明白。哼！一声冷哼从右侧传来，赤焰真人拍案而起，火红的道袍无风自动。
季川，你惹下如此大祸，还有脸站着说话？殿内顿时一片哗然。季川面不改色，目光平静地看向赤焰真人，不知弟子犯了何错，请师叔明示。还敢狡辩？赤焰真人怒目圆睁，若非你在秘境中斩杀血妖子，怎会引来血河老祖的报复？如今全宗上下都要为你一人承担后果。赤焰，雪梨渊冷冽的声音如冰刀般插入。秘境之中生死有命，血妖子技不如人，死有余辜。难道要我凌霄宗弟子引颈救路不成？他白衣胜雪，眉目如画，此刻却散发着刺骨寒意，整个大殿的温度都仿佛下降了几分。赤焰真人脸色一变，正要反驳，凌霄子抬手制止。够了！简简单单2个字，却让争执双方都闭了嘴。季川，凌霄子目光如炬，血河老祖乃天煞境大妖，实力堪比本座。他扬言3日内若不交出你，便要血洗我凌霄宗。此事你有何话说？殿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屏息等待季川的回答。季川深吸一口气，环视众人，最后目光落在凌霄子身上。弟子愿一力承担。哦，凌霄子挑眉，说来听听。若宗门决定交出弟子，弟子绝不反抗。季川声音平静，却字字铿锵。若宗门决定一战，弟子愿为先锋，死战不退。话音刚落，雪梨渊猛地站起。胡闹！他美眸中怒火燃烧。凌霄宗立派1000年，何曾有过交出弟子以求自保的先例？若今日开了这个头，日后如何在修真界立足？雪师妹此言差矣。一位灰袍长老慢悠悠开口：血河老祖非同小可，与其玉石俱焚，不如什么？苏清玄冷笑打断：不如牺牲一个弟子，换得一时安宁。李长老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灰袍长老脸色一沉：哎呀，苏师妹，老夫也是为宗门考虑。殿内再次炒作一团。季川冷眼旁观，心中明镜似的。这些争执看似为他而起，实则暗藏宗门内部派系之争。赤焰真人一计向来与自己师尊雪梨渊不合，如今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肃静！凌霄子一声轻喝，威压瞬间笼罩全场。大殿内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屏息等待着宗主的决断。凌霄子指尖轻扣扶手，每一声都仿佛敲在众人心头。他目光扫过殿内每一张面孔，最终停留在季川身上。季川，他声音清冷，你可知血河老祖为何独对你穷追不舍？季川心头一跳，这个问题他也思索良久。血妖子虽是血河老祖之子，但按理说不至于让一位天煞境大妖如此失态。弟子不知。因为凌霄子突然抬手，一道紫光打入季川眉心。这个季川只觉识海巨震，体内无香魔体竟不受控制的自行运转，暗金色魔纹瞬间爬满全身，额间火焰纹路大亮，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波动。无香魔体！赤焰真人失声惊呼，还是玄金不灭体阶段。殿内顿时炸开了锅。雪梨渊脸色骤变，玉手紧握成拳，苏清玄则若有所思地看向季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凌霄子抬手压下骚动。血河一脉修炼的血煞魔功与无相魔体同出一源，若能吞噬你的魔体本源，血河老祖便可突破瓶颈，直指大成之境。季川恍然大悟，难怪血河老祖如此急切，甚至不惜与整个凌霄宗开战。所以赤焰真人阴冷一笑，只要交出季川，不仅能化解危机，还能除掉一个魔道隐患，岂不是一举两得？放肆！雪梨渊拍案而起，双天剑应声出鞘。我徒儿修炼什么功法，轮不到你来智慧。剑锋所指，地面瞬间凝结出一层冰霜。赤焰真人周身腾起烈焰，与寒气分庭抗礼。够了！凌霄子一声轻喝，2道威压同时消散，本座已有决断。他缓缓起身，紫金道袍无风自动。凌霄宗立派1000年，从未向任何势力低头。传令下去，开启护山大阵，准备迎敌。宗主三思啊！几位长老急忙劝阻。凌霄子眸光一冷，再有异议者，视同叛宗。殿内顿时鸦雀无声。季川心头一热，单膝跪地：弟子愿为先锋。起来吧。凌霄子语气缓和：你有这份心便好。不过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季川一眼，本座要你去做另一件事。青鸾峰后山禁地，季川跟随凌霄子来到一座古朴的石门前。石门表面刻满繁复符文，隐约有空间波动传出，此乃宗门秘库。凌霄子指尖轻划，石门缓缓开启，内有祖师留下的天罡剑符，巧加运用，可斩天煞。季川随他步入其中，只见内部空间远比外表看起来广阔，无数珍奇异宝悬浮空中，散发着各色灵光。最中央处，3道金色符箓成品自行排列，每一道都蕴含着令人心悸的剑意。取一道吧。凌霄子轻声道，不过要提醒你，以你现在的修为，
强行催动剑符会损伤根基。季川毫不犹豫地伸手取过一道，符箓入手的刹那，他浑身一震，仿佛有万千利剑穿透经脉，痛得他闷哼一声。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凌霄子注视着他，季川咬牙将剑符收入丹田。多谢宗主。别急着谢。凌霄子突然话锋一转，一脸坏笑问他，本座很好奇，你与你家师尊发展到哪一步了？季川脚下一个踉跄，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宗主何出此言？凌霄子似笑非笑，本座执掌宗门大阵，峰上发生何事能瞒过我？季川正欲解释，忽然感应到一股熟悉的气息接近，他猛地转头，只见禁地入口处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倩影。那女子一袭玄色长裙，腰间系着一条黑色丝带，乌黑的长发用一根玉簪松松挽起，她眉目如画，肤若凝脂。最引人注目的是她耳坠处一枚碧玉铃铛，在昏暗的禁地中泛着微光清秋。季川瞪大眼睛，声音都有些变调，你怎么来了？岳清秋款款走来，裙裾轻扬间带起一阵幽兰香气。他先是对凌霄子盈盈一礼，玄天宗岳清秋见过凌霄宗主。凌霄子微微颔首，岳仙子远道而来，所为何事？季川仍处于震惊中，目光在岳清秋和凌霄子之间来回扫视。这位玄天宗的天之娇女，她的青梅竹马，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凌霄宗境地？岳清秋轻抿朱唇，从袖中取出一枚玉简，双手奉上。家师命弟子前来传讯，近日我宗发现妖族活动异常，恐有大动作，特来告知贵宗，早做准备。季川闻言心头一紧，妖族异常活动，想必与血河老祖有关。凌霄子接过玉简，神识一扫，眉头微蹙，果然如此。他抬眸看向岳清秋，替我谢过玄天宗主，此事非同小可，还请岳仙子暂留几日，待我宗商议对策。岳清秋恭敬应下，目光却不自觉地瞟向季川。季川与岳清秋四目相对，只见他调皮地朝着季川 wink 一下。待凌霄子离去，禁地内只剩下二人。季川终于忍不住开口，九娘，你怎么找到这来了？话未说完，岳清秋突然扑进他怀里，双臂紧紧环住他的腰。季川能感觉到他娇躯微微颤抖，发间熟悉的幽兰香气让他恍惚回到了少年时光。你这个混蛋！岳清秋声音闷闷的，带着几分撒娇意味，睡完人家就不理人了。季川心头一软，轻抚他的后背，这不是刚从秘境里回来吗？岳清秋猛地抬头，美眸中泪光闪烁。你知道我听说你招惹了血河老祖有多担心吗？他攥拳捶打季川胸口，要不是师尊拦着，我早就……季川捉住他的小手，苦笑道，所以你是专程来看我的？要不然呢？岳清秋耳根泛红，别过脸去，让你来寻我，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季川看着怀中的人儿，只觉得心中一暖，低头在他额头上亲吻一下。谢谢你，九娘。岳清秋身子一僵，随即软了下来。他将脸埋进季川颈窝，轻声道，你和雪梨渊前辈。季川心头一跳，暗道不妙，他与师尊的事怎么连他都知道了？还有那个兔儿丫头。岳清秋继续道，声音越来越低，你倒是过得挺滋润。季川额头渗出冷汗，正想着如何解释，岳清秋却突然抬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不过没关系，反正我才是第一个喜欢上你的。他说着，玉手突然下探季川，倒吸一口凉气，急忙按住他不安分的手。九娘，这里是禁地。见季川这副样子，岳清秋红唇微翘，指尖在他掌心轻轻一挠。怎么，在野外就行，在这就不行了？打住！季川老脸一红，赶紧打断他的话。岳清秋见他窘迫，笑得花枝乱颤。他突然凑到季川耳边，吐气如兰。今晚子时，后山温泉见。若敢不来，他媚笑着，指尖在他腰间软肉上一掐，我的手段你最清楚。说完，他翩然转身离去，留下季川站在原地，心跳如擂鼓。夜色渐深，季川轻手轻脚地离开住处。后山温泉隐藏在层层禁制中，是凌霄宗为数不多的几处灵泉之一。季川穿过禁制，氤氲的水汽中隐约可见一道窈窕身影。岳清秋背对着他，乌黑的长发湿漉漉地披散在雪白的背上。听到脚步声，他微微侧手，月光下那张俏脸美得惊心动魄。来了。他声音轻柔，带着几分慵懒，我还以为师兄你不敢来了呢。岳清秋的声音从雾气中传来，带着几分慵懒的嗔怪。只见岳清秋背对着他，乌黑的长发如瀑般垂落，在水面上铺散开来，发梢随着水波轻轻荡漾。季川喉结滚动了一下，轻咳一声。路上遇到巡逻弟子，绕了点路。水声轻响，岳清秋转过身来，月光下他精致的锁骨上挂着晶莹的水珠，随着呼吸缓缓滑落。他嘴角噙着笑，眼中却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唉，师兄该不会是怕了吧？我怕什么？季川故作镇定地脱下外袍，只穿着单薄的中衣踏入温泉，温热的水流瞬间包裹全身，让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岳清秋游到他面前，玉指轻轻点在他胸口。怕你的小兔子吃醋，还是怕你的师尊大人生气？他的指尖顺着胸膛缓缓下滑，还是怕我？季川一把捉住他作乱的手。九娘，别闹，血河老祖的事还没解决，我实在没心情。嘘。岳清秋的食指按在他唇上，眼中闪过一丝心疼，就是知道你压力大，我才来的。他突然贴近，红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垂。让我帮你放松一下。季川呼吸一滞，岳清秋身上熟悉的幽兰香气混合着温泉的硫磺味，形成一种奇特的魅惑。他下意识地环住他的腰肢，触手之处肌肤滑腻如绸。你总是这样。季川无奈的叹息，从小到大我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岳清秋轻笑，指尖在他胸口画着圈。还不是因为师兄心里有我。温泉的水汽氤氲上升，在月光下形成朦胧的雾霭。岳清秋的指尖带着灼热的温度，在季川胸膛缓缓游走，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话说，师兄的肌肉比上次更结实了呢。他红唇微起，吐出的气息喷洒在季川颈间，带着淡淡的幽兰香气。季川喉结滚动，手掌不自觉地扣住他纤细的腰肢。水面下，岳清秋修长的双腿如鱿鱼般缠上他的腰腹，玄色纱衣被泉水浸透，紧贴在肌肤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九娘，在这是不是有点太……季川声音沙哑，试图推开他。这样吧，不如我们找个僻静之处在。岳清秋的食指按在他唇上，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师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上次在外面要我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模样。他突然贴近，柔软的唇瓣擦过季川的耳垂。还是说，怕你的师尊雪梨渊知道？他的手只顺着胸膛缓缓下滑，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季川刚要捉住他作乱的手，忽然感应到一股熟悉的寒意逼近。他猛地转头，只见温泉入口处的雾气中，一道雪白身影若隐若现。雪梨渊静立在水汽中，银发如瀑垂落，发梢还挂着细小的水珠。他素白的中衣被水汽浸湿，隐约可见内里莹润的肌肤，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冷冽逼人。师尊大人，您怎么来了？季川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8度。岳清秋反应极快，一个猛子扎入水中便消失不见，只留下几串细小的气泡。季川感觉一双柔软的手突然抓住了自己的腰侧，顿时浑身一僵。他强作镇定地往池边靠了靠，试图用身体挡住水下的人影。雪梨渊缓步走近，玉足轻点水面。本尊感应到禁制被触动，特来查看。他狐疑地环顾四周，这么晚了，你在此地作甚？啊，那个，徒儿听说宗门有储泉水灵力充沛，特来灵泉疗养一下。季川干笑2声，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不知是温泉的热气还是紧张所致。雪梨渊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目光却落在季川红透的耳尖上。既是疗伤，为何你衣衫不整？季川这才注意到自己的中衣早已被岳清秋解开大半，露出大片胸膛。他慌忙扇了扇风，这个泉水太热，所以……哈！一声压抑的呻吟突然从季川喉间溢出，他的表情瞬间变得古怪。雪梨渊柳眉微蹙，疑惑道：“怎么了吗？”没事。季川倒吸一口冷气，大腿肌肉瞬间绷紧。没想到这个疯丫头竟然在这种时候，他赶忙按住池边岩石稳住身形，耳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红。感受到岳清秋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不得不伸手入水，悄悄抓住了岳清秋作乱的手腕。刚才有鱼咬了我一下。鱼？雪梨渊狐疑地看向水面，灵泉中何来鱼类？察觉到岳清秋非但没有放过他，反而变本加厉，他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可能是灵泉孕育的小精灵。雪梨渊闻言神色稍缓，正要上前查看，只见季川死死咬住下唇，指甲陷入掌心，却还是露出一声压抑的闷哼。季川再也抑制不住，一声呻吟脱口而出。他猛地捂住嘴巴，眼睛瞪得溜圆。只见此时雪梨渊的眼神瞬间变冷，双手环抱在胸前，银发无风自动。哼，看来本座来的不是时候。他转身时衣袂翻飞，露出半截雪白小腿。季川太熟悉这个动作了，每次师尊吃醋都会这样故作潇洒的转身，实则连耳尖都会气得发红。哗啦一声水响，岳清秋从水中冒出头来，湿漉漉的青丝贴在光洁的背上。他抹了把脸，冲雪梨渊灿然一笑：“雪前辈安好，清秋有礼了。”空气瞬间凝固，雪梨渊的脚步顿住，缓缓转身。他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来回扫视，最终定格在季川脸上，
眼中酝酿着风暴。好，很好。季川眼见事情败露，看了看面前这即将爆发的雪梨渊，又看了看岳清秋狡黠而又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眼神，深吸了一口气，牙一咬，心一横，决定启动 B 计划。他哗啦一声从水中站起，水珠顺着肌理分明的胸膛滚落，上前一步，一把抓住雪梨渊微凉的手腕。不，师尊！只见他此时脸上正带着8分正直，3分猥琐，厚颜无耻道：“你来的正是时候。”雪梨渊花了3秒才反应过来季川在说什么，脸上瞬间爬上红晕，触电般甩开他的手，耳根子红得像能滴血。恬不知耻，恬不知耻！他指尖凝聚寒芒。你们！岳清秋突然游到池边，托腮望着二人，前辈生气的样子真可爱。他眨眨眼，这灵池这么大，不如一起休想！雪梨渊的双天剑已然在手，剑尖却微微发颤。本座岂会与你们？与你们？季川趁机揽住他的纤腰，在他耳边低语：“师尊昨夜在洞府，不也想着坨吗？”说着捏了捏他腰间软肉，凑到雪梨渊的耳边：“师尊不是还边玩边喊徒儿逆徒吗？”你！雪梨渊羞愤交加，剑尖抵住季川咽喉，将他逼退，却迟迟没有动手。岳清秋不知何时已经绕到他身后，轻轻解开他束腰的丝带。前辈的皮肤比传闻中还要好呢。岳清秋的指尖划过雪梨渊的锁骨，引得他一阵轻颤，难怪师兄念念不忘。雪梨渊的剑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季川趁机将他打横抱起。此时的师尊仿佛一只小猫般惹人怜爱。雪梨渊惊呼一声，本能地环住季川的脖颈，银发如瀑般垂落。放我下来！雪梨渊正眨着，声音却不如往日清冷，反而带着几分慌乱。逆徒，你听见没有？师尊！季川凑近他耳边，声音低沉而温柔：“弟子知错了吗？”他的唇几乎贴上他泛红的耳垂，温热的气息喷洒在那片敏感的肌肤上。雪梨渊身子一僵，挣扎的力道顿时弱了几分。岳清秋从水中站起，湿透的玄色纱衣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他缓步走来，水珠顺着他修长的脖颈滑落，在锁骨处汇成小小的水洼。前辈，岳清秋的声音带着几分慵懒的笑意。既然来了，不如一起泡泡这灵泉，似乎对修炼大有裨益呢。雪梨渊别过脸去，长睫轻颤：“胡闹！你们简直是胡闹！”哈！氤氲的温泉中，雪梨渊轻轻吐出一口浊气，修长的玉颈微微后仰，靠在光滑的池壁上。这灵泉确实不凡。他闭目轻叹，声音里带着难得的放松。水汽在他纤长的睫毛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随着呼吸轻轻颤动。季川睁开一只眼睛偷瞄，只见师尊只裹了件素白浴袍，被泉水浸透后近乎透明，紧贴在玲珑有致的娇躯上。水面上若隐若现的锁骨如同精雕细琢的美玉，随着呼吸微微起伏。一滴水珠正顺着他精致的下颌线滑落，途经雪白的景象，最终消失在微敞的衣领深处。若师尊喜欢，弟子以后常带您来可好？季川忍不住凑近几分，指尖悄悄勾住他飘在水面的发梢。雪梨渊倏地睁开眼，琉璃般的眸子斜睨过来。爱本作风上事务繁多，哪有闲工夫陪你们胡闹？话未说完，岳清秋突然从另一侧游来，带起的水波让他身子一晃。前辈的肌肤真是令人羡慕呢。岳清秋托着腮，目光灼灼地盯着雪梨渊裸露的香肩，听说前辈修炼的冰心诀有驻颜奇效，不知可否指点一二？雪梨渊耳尖微红，下意识拢了拢衣襟，不过是秦家修炼罢了。他顿了顿，又忍不住补充道：“你玄天宗的玉女心经也不差。”岳清秋眼睛一亮，突然油尽几分。前辈也知道我们宗门的功法。他狡黠地瞥了眼季川，该不会是某个小混蛋跟您提起的吧？季川正在偷瞄师尊被水浸湿的腰线，闻言呛了口水：“嗨嗨，九娘你！”哼！雪梨渊轻哼一声，指尖凝出一朵小冰莲弹在季川额头。某些人那个嘴就是管不住，啥也喜欢在我面前扯。他游到雪梨渊另一侧，突然正色道：“其实我一直挺好奇，前辈平日是怎么管教这个不省心的徒弟的？”季川抗议地捏了捏岳清秋的脸蛋：“哈，什么叫不省心？你师兄，我这明明叫活泼可爱。”闭嘴！雪梨渊和岳清秋异口同声，随即相视一笑。月光下，雪梨渊的侧脸线条柔和了许多，他轻轻撩开粘在颈间的银发，难得地打开了话匣子。这孽徒小时候还算乖巧，谁知越大越没规矩。师尊，说好不说这个的。岳清秋笑得花枝乱颤，摸了摸眼泪说道：“话说前辈的修为真是令人叹服呢，听说您20岁就突破了地煞境，这在修真界可是前无古人啊。”雪梨渊的耳尖微微泛红，指尖无意识地搅动着水面，谦虚道：“一般一般吧，不过是运气好些罢了。”
这哪能是运气好？岳青秋突然游进，带起的水波让雪梨渊的浴袍又往下滑了几分。我听师尊说过，前辈当年在问道大会上可是以一己之力连败7大门派的天骄呢。季川趁机插话：就是，我家师尊宝宝最厉害了。说着还故意往雪梨渊身边蹭了蹭，结果被一记眼刀逼退。雪梨渊轻哼一声，别过脸去，但嘴角却微微上扬。陈年就是罢了，提他作甚？岳青秋眼珠一转，突然凑得更近。那前辈平时修炼可有什么秘诀吗？比如特殊的呼吸法，或者……他的目光不自觉地瞟向雪梨渊被水浸湿后若隐若现的腰线，特别的体术。雪梨渊敏锐地察觉到他的视线，连忙拢了拢衣襟。修炼一途哪有什么捷径？不过是……他顿了顿，瞥了眼正在偷笑的季川，管好自家徒弟别来捣乱，自然就能静心修炼了。冤枉啊，师尊！季川夸张地捂住胸口，徒儿明明最听话了。您闭关的时候，我还特意在洞府外布了隔音阵法呢。雪梨渊闻言顿时涨红了脸，抓起漂浮的木勺就朝他砸去。你还有脸提？那阵法？岳青秋好奇地眨眨眼，坏笑道：唉，阵法怎么了？季川奸笑着接话：师尊是说那阵法隔音效果太好，他喊破喉咙都没人听见。13秋，此章被拒保多次，精髓已丢失，一部116章有入口。逆徒！雪梨渊气的一掌拍在水面上，激起的水花泼了季川满头满脸。岳青秋见状，笑得前仰后合，不小心踩到池底的鹅卵石，整个人朝季川倒去。啊呀！季川下意识伸手去接，结果两人一起跌进水里，溅起巨大的水花。等他从水里冒出头来，发现岳青秋正趴在自己身上，玄色纱衣的系带不知何时松开了。嗨嗨！季川连忙别过脸去：九娘你衣服。岳青秋却浑不在意，反而凑到他耳边轻声道：唉，怎么？你还看得少吗？说着还故意在他耳垂上咬了一口。啊，你们成何体统？雪梨渊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季川转头一看，只见师尊气的连浴袍都忘记拢了，雪白的香肩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岳青秋从季川身上爬起来，游到雪梨渊身边：前辈别生气嘛，我和师兄从小就这样闹着玩的。他突然压低声音：不过前辈和师兄平时是怎么相处的啊？雪梨渊的耳根又红了：能怎么相处？自然是师徒之礼。季川游过来，笑嘻嘻的补充：对，师徒之礼有时候还欲求不满，十分主动呢。岳青秋眼睛一亮，似乎是闻到了大瓜的味道。真的吗？快说说。季川！雪梨渊气的一把揪住他的耳朵，本作何时主动了？哎呦，疼！岳青秋在一旁笑得直拍水面。三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从修炼新的聊到宗门趣事，又从幼时糗事聊到未来打算。温泉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连一向清冷的雪梨渊都放松了下来，偶尔还会被岳青秋逗得眼唇轻笑。岳青秋突然游到雪梨渊面前，近得几乎鼻尖相触。前辈知道吗？师兄跟我每次提起您的时候，眼睛都在发光呢。季川老脸一红。九娘！雪梨渊微微一怔，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抬眸看向季川，红唇轻启，似乎想说什么，却被岳青秋突然的举动打断。岳青秋飞快地在雪梨渊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迅速退开，笑得像只偷腥的猫。啊，前辈的脸好软。你！雪梨渊瞪大眼睛，一时竟忘了反应。季川见状，也大着胆子在师尊另一侧脸颊轻啄一口。我家师尊宝宝还有更软的地方呢。雪梨渊呆愣片刻，突然暴起：你们两个真是不知羞耻，本座今天就要清理门户，师尊饶命啊！季川夸张的抱头鼠窜，却不忘回头对岳青秋眨眨眼。岳青秋会意，突然捧起一盆水泼向雪梨渊：前辈接招！啊！雪梨渊还没来得及躲开，就被卷入战局。三人在池中追逐嬉戏，水花四溅。岳青秋的玄色纱衣早已湿透，紧贴在身上，随着他的动作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雪梨渊的银发也散开了，如瀑布般垂落水中，在月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不行了！片刻后，岳青秋气喘吁吁地靠在池边：前辈太厉害了，这水球术用得炉火纯青。雪梨渊也微微喘息，白皙的脸颊泛着红晕。本座许久未曾这般玩闹了。雪梨渊察觉到气氛不对，警觉的后退，却撞上了池壁。雪梨渊不自觉地发出一声轻吟，随即咬住下唇。季川则捧起他的一只玉手，拇指在他掌心轻轻打圈。师尊的手腕也绷得太紧了。雪梨渊想抽回手，
却被季川牢牢握住。放肆！话虽如此，他的身体却诚实地放松下来，舒服的他眼睫轻颤，不自觉地往后靠了靠。师尊嘴上说不要，身体倒是很诚实嘛。季川坏笑着凑近，鼻尖几乎贴上他的脸颊。雪梨渊别过脸去，耳尖红得滴血。胡说什么？季川揽住他的纤腰，将他往怀里带了带。水波荡漾间，两人的身体紧紧相贴。雪梨渊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胸膛的温度，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逆徒，放开！他的抗议声越来越弱，因为季川的唇已经贴上了他的颈侧，温热的触感让他倒吸一口气，本能地仰起头，露出更多雪白的肌肤。说着，还故意在他颈窝处深吸一口气。雪梨渊羞脑交加，季川的唇沿着他的脖颈缓缓上移，最终停在嘴角。他凝视着师尊水润的眸子，慢慢靠近步。不行！雪梨渊偏头躲闪。雪梨渊瞪大眼睛，双手抵在他胸前，想要推开。雪梨渊终于放弃抵抗，长睫轻颤着闭上眼，生涩地回应起来。同时，他的双手缓缓上移。哈！雪梨渊猛地睁眼，身子剧烈一颤。岳清秋引得雪梨渊浑身发抖，他想挣扎，却被季川牢牢抱在怀中，只能发出无助的呜咽。水汽氤氲中，雪梨渊的脸颊绯红，好似能滴出血来。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胸口剧烈起伏着。季川能察觉到他的心跳快得惊人，仿佛要跳出胸膛。岳清秋突然凑到雪梨渊的耳边，轻声道：“前辈的身子比想象中还要……”这句话顿时让雪梨渊羞得俏脸一红，他猛地推开季川，慌乱地拢紧身上浴袍。你们简直无法无！话未说完，像是发生了什么，他的腿脚一软，差点滑入水中。季川眼疾手快地揽住他的纤纤细腰，却故意让两人的身体贴得更紧。师尊连站都站不稳了，他坏笑着在他耳边低语：“要不要徒儿抱您回去？”雪梨渊羞愤地瞪着他，却因为方才的吻而方寸大乱，这副模样反倒更添几分诱人。刚才季川和雪梨渊那副样子让岳清秋心里直痒痒，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他突然凑上前，纤纤玉指轻轻扳过雪梨渊的下巴。前辈可不能偏心呢。他红唇微起，缓缓靠近，在雪梨渊惊愕的目光中吻了上去。而与季川的温柔不同，他的吻带着几分侵略性，灵巧的舌尖直接撬开雪梨渊的牙关，长驱直入。只见雪梨渊美眸圆睁，下意识想要后退，却被季川从后方牢牢禁锢住，反倒将泛红的耳垂送到对方唇边。他的耳垂本就皮儿薄，此刻更是被季川整得浑身发软。岳清秋的吻技出奇的好，时而将这位清冷仙子吻得七荤八素，灵巧的舌尖轻易撬开雪梨渊的牙关。雪梨渊被这攻势弄得手足无措，纤细的手指无意识地抓紧了池边的岩石。季川也没闲着，顺着耳垂一路吻到颈侧，在那片雪白的肌肤上留下点点红痕。他不安分的手指悄然游走，雪梨渊的身子如临大敌般僵直，却在片刻后化作一泓春水，软软地倚进他怀中。岳清秋见状，纤纤玉指不着痕迹地攀上季川，感受到怀中人的娇颤，呼吸越发粗重。他松开雪梨渊，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师尊，可以吗？”雪梨渊脸颊绯红如霞，既不点头也没摇头，只是羞恼地将脸偏向一旁，声音细若蚊啊：“你们都这样了，还好意思问我？”季川顺势抱起，准备下一场。哎呀，你们慢些。温泉的水面渐渐恢复平静，只余下细微的涟漪。软榻上，雪梨渊无力地靠在季川怀中，银发凌乱地披散在肩头，他白皙的肌肤上布满红痕，眼角还挂着未干的泪珠，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骨头般绵软。岳清秋侧卧在一旁，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绕着雪梨渊的发梢，他的玄色纱衣早已不知所踪，此刻只是随意披着季川的外袍，露出一片雪白的香肩。前辈比想象中还要热情呢。岳清秋坏笑着凑到雪梨渊耳边，故意拖长了音调。雪梨渊羞恼地瞪了他一眼，却因为浑身无力而显得毫无威慑力。你们俩真是太过分了。他的声音沙哑中带着几分嗔怪。季川忍俊不禁，于是低头在他泛红的耳尖上亲吻一下。师尊方才可不是这么说的。他故意模仿闭嘴。雪梨渊羞愤交加，抓起一旁的软枕砸在他脸上。这个动作让他本就松散的浴袍彻底滑落，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岳清秋眼疾手快地用外袍裹住他，顺势将人搂进怀里。前辈别生气嘛。他的指尖轻轻抚过雪梨渊锁骨上的红痕，说起来，我们以后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让气氛突然变得有些微妙。雪梨渊垂下眼眸，长睫在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季川脸上浮现出一抹坏笑，目光在两位美人之间来回扫视。
该咋办咋办呗。季川故作加重那几个字，大办特办。岳青秋捏了捏他的脸颊，你想的倒挺美。他突然正色道，目光在二人之间流转。其实我不介意做小的。雪梨渊猛地抬头，美眸中满是震惊。这成何体统？那前辈是想独占师兄？岳青秋眨眨眼，还是说打算把我灭口？雪梨渊一时语塞，耳尖又红了起来。季川连忙打圆场，师尊别听他胡说，他打小喜欢开玩笑。我可没开玩笑。岳青秋突然坐起身，湿漉漉的长发垂在胸前，修真之路漫长，何必拘泥世俗礼法？前辈方才不是还？雪梨渊羞的把脸埋进季川颈窝，声音闷闷的，不知羞。岳青秋俯身凑近，在雪梨渊耳边轻声道，前辈嘴上这么说，身体可不是这么想的哦。你！雪梨渊气急，抬手就要打他，却被岳青秋捉住手腕，顺势在他掌心亲了一下。季川看着两人打闹斗嘴的可爱模样，心头涌起一阵暖意。他轻轻握住雪梨渊的手，梨渊，你觉得呢？我还能怎么办？雪梨渊瞪了他一眼，你们一个两个的，压根儿不把本座放在眼里。话虽如此，他的语气却软了几分，甚至不自觉地往季川怀里面缩了缩。岳青秋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突然提议，不如这样，平日里前辈是师兄的师尊，私下里我们各论各的。什么意思？雪梨渊警惕地看着他。就是岳青秋红唇微勾，他喊您师尊，您喊我妹妹，我喊您姐姐。雪梨渊被这荒唐的提议惊得说不出话来，季川却忍不住笑出声。你这算盘打的？岳青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骄傲地挺了挺胸。那前辈觉得如何？雪梨渊别过脸去，声音细如蚊啊。哼，随你们的便。片刻之后，又抬眸看向季川，眼中闪过一丝复杂。只是你身为凌霄宗弟子，若与玄天宗联姻，师尊是在担心这个？季川突然笑了，他握住雪梨渊的手，我早想好了，等时机成熟之后，我就向宗主请命，成立一个新的风头。岳青秋眼睛一亮，然后嘞？然后吗？季川坏笑着将两个美人儿都搂进怀里，自然是把你们都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想得美！雪梨渊和岳青秋异口同声道。岳青秋突然想到什么，狡黠的眨眨眼。前辈，不如我们定个规矩。什么规矩？每周1、3、5归我，2、4、6归前辈，周日吗？他故意拖长音调，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雪梨渊耳根通红，抓起另一个软枕砸向他。你这妮子！季川却摸着下巴，正义凛然起来。这个分配不错，不过我觉得应该没你说话的份儿。两位美人同时瞪向他，季川立刻举手投降。温泉中一时安静下来，只剩下细微的水声。月光透过氤氲的水汽，为三人镀上一层柔和的银辉。雪梨渊突然轻叹一声，哎，血和老祖之事未了，你们倒有闲工夫说这些。季川握住他的手，大义凛然道，两位夫人放心，我早已有对策。谁是你夫人啊？雪梨渊羞恼地捶他，却被岳青秋笑嘻嘻地拦住。前辈！岳青秋撒娇般的蹭了蹭雪梨渊的肩，咱们刚才都这样那样了，还不承认呀？雪梨渊耳尖通红，别过脸去。哼，不想理你。季川爱极了他这副模样，忍不住又亲了亲他的脸颊。岳青秋见状也不甘示弱，凑到另一边索吻。一时间软榻上又是一阵嬉闹。闹够了，三人静静地依偎在一起。月光透过氤氲的水汽洒落，为三人镀上一层柔和的银辉。对了，雪梨渊突然想起什么，柳萱那丫头怎么办？季川身体一僵，雪梨渊也微微蹙眉，气氛一时有些凝滞。雪梨渊轻叹一声，那丫头对你用情至深。岳青秋坏笑撇了撇嘴，总不能4个一起吧？胡闹呢！雪梨渊羞恼地瞪了他一眼，随即看向季川，此事你自己处理。季川微笑着点头，其实脑海中已经有了答案。岳青秋突然凑到雪梨渊耳边，悄声道，前辈你说师兄会不会哪天把我们也抛弃了，去找更漂亮的？雪梨渊还没回答，季川就一把将岳青秋拽过来，在他臀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记，在胡说八道，家法伺候。岳青秋夸张地哎呦一声，顺势滚进雪梨渊怀里。前辈你看他还没成亲就打人。雪梨渊无奈地看着怀中撒娇的岳青秋，又看了看一脸委屈的季川，突然觉得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错。好了，他轻轻推开岳青秋，天色已晚，也该回去了。季川恋恋不舍地松开怀抱，却还是趁机在雪梨渊唇上偷了个香。岳青秋见状也不甘示弱，从另一边亲了上去。哈！雪梨渊被两人亲得措手不及，以为他们还于是羞恼地推开他们。你们两个没完没了了是吧？岳青秋笑嘻嘻地躲开，顺手捞起漂浮在水面的浴袍。
前辈穿这个。雪梨渊刚要接过，突然发现这是岳青秋的玄色纱衣，顿时羞红了脸。这么透，哎呀，反正这里又没外人。岳青秋不由分说的给他披上。前辈穿黑色还怪好看嘞。季川看的眼睛都直了。雪梨渊平日总是一袭白衣，此刻换上玄色纱衣，若隐若现的肌肤在夜色中更添几分诱惑。雪梨渊被他灼热的目光看得浑身不自在，拢了拢衣襟嗔道：看什么看？看我家师尊好看。季川厚着脸皮凑上去，在他颈间轻嗅，闻着那莲香和兰香的混合气息，好香。岳青秋突然从后面抱住雪梨渊的腰：前辈今晚去我那儿睡好不好？我还有很多修炼上的问题想请教呢。他嘴上说着请教，眼中却闪烁着狡黠的光芒，任谁都能看出他打的什么主意。雪梨渊整理好最后一缕发丝，又恢复了往日清冷的模样。走吧，天快亮了。他刚迈出一步，腿却一软，险些跌倒。季川眼疾手快地扶住他，关切道：师尊没事吧？雪梨渊羞恼地瞪了他一眼：还不是你？岳青秋在一旁偷笑，被雪梨渊瞪了一眼后，立刻装作看风景的样子。三人沿着小路往回走，晨雾中，岳青秋突然拉住雪梨渊的衣袖：姐姐！这一声叫得百转千回，雪梨渊浑身一抖，差点又腿软。好好说话。岳青秋委屈巴巴的撇嘴：啊，人家就想试试新称呼吗？季川迷迷糊糊间，感觉怀中温香软玉，下意识地收紧双臂，左手触到一片滑腻如绸的肌肤，右手则环着一截纤细柔软的腰肢，鼻间萦绕着熟悉的幽兰香气，还夹杂着一丝甜腻的奶香。师尊！他闭着眼睛嘟囔，低头寻到那两片柔软的唇瓣，轻轻含住。怀中人儿发出一声轻哼，却没有躲闪。季川熟练地撬开对方的牙关，舌尖长驱直入。这个吻温柔而缠绵，他一边吻着，一边不自觉地抚上那纤细的腰肢，指尖轻轻打着转。奇怪，师尊今日怎么这般乖巧？换作平日早该一巴掌扇过来了。季川心中疑惑，手上动作却不停。他顺着腰线缓缓上移，触手之处却比记忆中更加温。季川猛地睁开眼，对上一双水汪汪的杏眼。轩儿！他触电般松开手，差点从床上滚下去。柳轩儿小脸通红，兔耳轻轻抖动，眼中带着几分羞涩和狡黠。师兄早安，你怎么在这？季川惊讶道，目光不由自主地瞟向柳轩儿凌乱的衣襟。那件粉色睡裙的肩带已经滑落，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柳轩儿歪着头，一脸天真无邪。昨晚我来找师兄，发现师兄抱着两个人睡得正香，就在师兄身上睡了。季川这才注意到自己另一侧还躺着个人岳青秋，正蜷缩在他臂弯里，睡得香甜。玄色纱衣凌乱不堪，修长的玉腿还搭在他腰间。难怪。季川揉了揉太阳穴，昨晚梦见被山压着，喘不过气儿来。柳轩儿突然凑近，红唇几乎贴上他的耳垂。师兄昨晚和师伯他们玩得开心吗？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敏感的耳廓上，季川浑身一颤。这丫头什么时候学会这种招数了？嗨，季川尴尬的别过脸，正色道：你师伯呢？师伯很早就出门了。柳轩儿眨眨眼，说是要去和宗主商讨事情。他说着，小手不安分地爬上季川的胸膛。师兄偏心带师伯和青秋姐玩，都不带轩儿。季川老脸一红，捉住他作乱的小手，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这不是看你身体刚好吗？不宜高强度。话未说完，岳青秋突然翻了个身，整个人压到他身上，梦语道：师兄不行，那里脏。他迷迷糊糊地蹭了蹭季川的颈窝，红唇无意识地擦过他的喉结。季川顿时僵住，大气都不敢出。岳青秋的纱衣本就轻薄，此刻更是几乎透明，他能清晰地感受到那压在胸前的触感。柳轩儿见状，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他突然俯身在季川另一侧颈项上轻轻一咬。师兄，季川倒吸一口凉气，这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了？岳青秋似乎被动静吵醒，揉着眼睛抬起头。天亮了吗？他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情景，只见季川被他和柳轩儿一左一右牢牢困在中间。哎呀！岳青秋非但不羞，反而眯起眼睛，促狭的伸手戳了戳季川的脸蛋。师兄昨晚还没尽兴，一大早就这么激情？没。季川急忙解释，我刚醒，以为抱着的是师伯。柳轩儿接过话头，坏笑起来，所以师兄才会亲我。岳青秋听了，立刻来了精神。啊，为什么不是我先？他说着就要去扒拉季川的嘴。我也要。季川被两个丫头闹得耳根发烫，手都不知该往哪儿搁了。正想找借口开溜，柳轩儿却突然按倒他师兄偏心。他俯下身，红唇几乎贴上季川的耳垂。明明轩儿最好，却总是想着师伯。岳青秋不甘示弱，也从侧面凑了上来。
就是师兄昨晚还说要雨露均沾呢。季川在中间，鼻尖萦绕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诱人的味道。柳萱儿身上是甜暖似蜜糖的暖香，岳清秋则是清冽如霜雪的兰香，搅得他呼吸都乱了分寸。好了好了，季川喉结滚动，声音有些沙哑，别闹了。柳萱儿突然凑到他耳边，呵气如兰。师兄想不想看看萱儿新学的法术？不等季川回答，他指尖泛起微光，轻轻一点。季川只觉得身上一凉，原本就单薄的里衣瞬间化为齑粉。萱儿！季川大惊失色，急忙扯过被子盖住自己。岳清秋笑得直打颤，眼角都沁出泪花来。师兄害羞的样子真可爱。他突然也掐了个诀，自己身上的玄色纱衣瞬间消失。这样公平了吧？季川瞪大眼睛，眼珠子都不知该往哪转。柳萱儿银白的肌肤镀着晨光，像剥了壳的荔枝肉般水灵。岳清秋脖颈泛着羊脂玉似的光晕，连耳垂都透着粉。他喉结滚了滚，只觉得连睫毛都不敢乱眨。你们，季川咽了咽口水，让我歇一会吧。柳萱儿却已经俯身下来，红唇贴上他的耳廓。师兄嘴上说不行，他的指尖顺着季川的腹肌缓缓下滑。没想到，都这样了，师兄别忍了吗？他故意压低的嗓音里带着蜜糖般的黏腻，指尖还若有似无的划过他发烫的耳垂。季川再也按捺不住，突然一个翻身，把柳萱儿牢牢按在颈背间。你这丫头学坏了是吧？柳萱儿非但不躲，反倒顺势勾住他的脖子。师兄教得好吗？柳萱儿忽然偏过头，冲着岳清秋眨了眨眼。清秋姐姐还愣着干嘛？季川还没反应过来，后背便陷入一片温软，岳清秋整个贴了上来，下巴搁在他肩头喝着热气。季川刚张开口就被柳萱儿封住了唇。小丫头声色却热烈，像只偷腥的猫。这个吻比方才更加热烈，她声色却热情地探索着，小手还不安分地在她背上游走。岳清秋的唇瓣又软又烫，在她后颈游移着落下细碎的吻。季川浑身一颤，喉间溢出一声压抑的闷哼。柳萱儿见状，报复似的在她唇上咬了一口，不安分小手已经两人一前一后，逼得季川呼吸越发粗重，额角都沁出了细汗。师兄！柳萱儿忽然后仰半寸，唇上还沾着晶亮的水光，眼尾挑起一抹得逞的弧度。喜欢吗？他说着，指尖轻轻划过季川的胸膛。萱儿最近可是学了很多新花样呢。岳清秋忽然从季川肩头冒出小半张脸。小萱儿偷偷教什么呢？柳萱儿神秘一笑，突然从枕头下摸出一本书。这个。季川定睛一看，差点喷出一口老血，那赫然是一本这。季川结结巴巴地问：你从哪弄来的？柳萱儿歪着头，装得一脸天真无邪。上次去藏经阁打扫时发现的。他翻开一页，指着上面的图画红着脸道：师兄看这个。岳清秋凑近一瞧，压得捂住嘴。季川扶额叹息，凌霄宗的藏经阁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肯定是哪个不正经的长老私藏的。师兄柳萱儿拽了拽他的手臂，叫得百转千回。人家想。他眼中满是期待，兔耳因为兴奋而轻轻抖动。岳清秋也跃跃欲试。啊，师兄，我想试试这个。季川被两人闹得哭笑不得，柳萱儿却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道：师兄要是不答应，我就告诉师伯。停！季川连忙捂住他的嘴，真是拿你们没办法。柳萱儿得意地笑了，岳清秋也欢呼一声，两人一左一右抱向了季川。晨光透过纱窗，洒落一地金黄。不知过了多久，季川仰躺在凌乱的被褥间，胸膛微微起伏。柳萱儿小脸通红，兔儿软软的耷拉着，有气无力地戳着季川的胸口。师兄，好厉害！岳清秋则像只厌足的猫，慵懒地蹭了蹭季川的肩头。哈，比书上画的还要。季川无奈地揉了揉两人的发顶。你们两个，以后不许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书了。柳萱儿却突然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狡黠。那师兄亲自教我们。岳清秋立刻附和。就是。师兄教的比书上好。季川正要说话，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三人顿时僵住，面面相觑。川儿，还没起来吗？雪梨渊清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为师有事找你。季川倒吸一口凉气，手忙脚乱的想要起身，却被柳萱儿和岳清秋一左一右拉住。师兄别急嘛，柳萱儿坏笑着压低声音，让师伯进来一起。岳清秋也眨眨眼，前辈昨晚可是答应了我的提议哦。季川头皮发麻，这要是让师尊看见他们三个大早上了还这副样子，川儿。雪梨渊的声音又近了几分，为师进来喽。等等师尊。季川慌忙喊道，徒儿马上来见你。门外沉默了一瞬，随即传来雪梨渊略带疑惑的声音，那你快些。听着脚步声渐远，季川长舒一口气，却发现柳萱儿和岳清秋正捂嘴偷笑。你们两个。季川无奈地点了点他们的额头。
差点害死我。柳轩儿吐了吐舌头，师兄胆子真小。岳青秋则若有所思，看来得想办法让前辈也加入才行呢。季川扶额叹息，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要英年早逝了。咚咚咚，沉闷的钟声突然响彻云霄，震得窗棂簌簌作响。我操，什么情况？季川一个机灵从温柔乡中弹起，正合季川。玩耍的柳轩儿也赶忙从季川身上抽了出来，是警钟。季川脸色骤变，这分明是宗门最高级别的警讯钟。柳轩儿和岳青秋也意识到事态严重，迅速整理衣衫。岳青秋指尖灵光乍现，劲尘绝如清风拂过，将三人身上的痕迹清理干净。砰！房门被猛地推开，雪梨渊快步走进来，银发还带着晨露的湿气，显然刚从外面赶回。川儿，快跟我走。当他看清屋内情景时，瞳孔微缩，但此刻显然不是计较的时候。血河老祖提前来袭，他声音冷冽如霜，距宗门已不足100里。季川心头一紧，迅速套上外袍。怎么会这么快？不是说还有2日吗？雪梨渊指尖掐诀，一道白光将季川全身笼罩，转眼间就帮他穿戴整齐。前线探子来报，血河老祖不知用了什么秘法，一夜之间横跨3000里。他目光扫过衣衫不整的岳青秋和柳轩儿，柳眉蹙眉，你们2个也快些。待雪梨渊离去，季川深吸一口气，从储物戒中取出逍遥剑戟在腰间，剑身传来微微震颤，仿佛也感应到了即将到来的大战。刚踏出门，季川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只见宗门护山大阵已经全面开启，季川随雪梨渊御剑而至，只见天际血云翻滚，如滔天巨浪压境而来。那血云中隐约可见一尊万丈法相，血河老祖双目如血月，每一次呼吸都引得空间震颤。虽是真身位置，但光是这道投影就压得护山大阵咯吱作响。怎么可能？药王殿长老白须颤抖。柳轩儿紧紧抓住季川的手臂，突而不安地抖动。师兄。季川安抚地拍拍他的手，目光却死死盯着远处地平线。那里一片血色浪潮正以惊人的速度向凌霄宗推进。季川眯眼望去，血云之下黑压压一片。随着距离拉近，他终于看清那是什么。数百名身着血袍的修士踏空而来，每个人散发的气息都至少是地煞境。最前排18人气息如渊，竟全是地煞境强者。他们脚下踩着由骷髅组成的血帘，每一步都让空间扭曲。他们仿佛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血煞大阵，所过之处草木枯萎，大地皲裂。血河宗精锐倾巢而出，雪梨渊声音凝重。宗门内已经乱作一团，弟子们惊慌失措地四处奔逃。有人遇见想要逃离，却发现护山大阵已经开启，根本无法出去。完了完了，血河老祖亲自出手，我们死定了。都怪季川，要不是他杀了血妖子，怎么会引来这等祸事？要不我们把季川交出去吧。窃窃私语传入耳中，季川拳头不自觉地握紧。岳青秋冷哼一声，正要发作，被雪梨渊一个眼神制止。往日仙气缭绕的亭台楼阁，此刻笼罩在血色阴影下，护山大阵的光幕不断震颤，显然承受着巨大压力。突然，一个尖锐刺耳的声音穿透大阵，在每个人耳边炸响：凌霄宗的杂碎们，速速交出季川，否则今日就是你们的灭门之日。那声音嚣张至极，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季川循声望去，只见血雾翻涌间，8尊3丈高的血色金刚踏空而来。他们青面獠牙，浑身缠绕着锁魂链，肩上扛着宫殿大小的骷髅教辇。教辇四周悬浮着9盏人皮灯笼，每盏灯笼里都封印着一个惨叫的元神。血河宗8大护法金刚。赤焰真人脸色发白，他们抬轿的必是血妖子。岳青秋皱眉，奇怪，他不是死了吗？雪梨渊眼中寒光一闪，看来是用了什么邪法续命。众人来到大阵边缘，与血河宗大军隔阵对峙。季川能清晰地感觉到对面传来的压迫感，让他呼吸都有些困难。身边的普通弟子更是不堪，有的已经双腿发软，跪倒在地。哈哈哈哈，没想到本大爷还活着吧？那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数到3，再不交出季川，就踏平你们山门。血色雾气渐渐散去，露出轿子上的景象。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紧张地望向那个方向。血色浓雾散去，只见一座由白骨和血玉打造的宝座上蹲着一只狗。那是一只丑萌丑萌的哈巴狗，毛色斑秃，一只耳朵耷拉着，另一只竖着。它脖子上挂着个血色铃铛，正趾高气扬地蹲在宝座上，用那尖锐的声音继续叫嚣：汪！看什么看？没见过本大爷这么帅的。呜汪！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短暂的沉默后，凌霄宗这边爆发出一阵哄笑。哈哈，血妖子夺舍了一条狗，笑死我了。哈哈哈哈哈！别说，还挺可爱的。
季川也忍不住嘴角抽搐，他本以为会看到一个狰狞可怖的怪物，没想到是这么个滑稽玩意儿。那哈巴狗或者说血妖子显然被激怒了，疯狂吠叫起来：“你们他妈的笑什么？呜！本大爷只是暂时，等我爹出关，定要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呜汪！”他越骂越激动，一个狡猾从宝座上滚了下来。八大金刚见状，连忙手忙脚乱接他，生怕摔到他们的狗老大。这场面实在太过滑稽，连一向清冷的雪梨渊都忍不住别过脸去，肩膀微微抖动。肃静！凌霄子的声音突然响起，他不知何时已出现在阵前，紫金道袍在血色天空下依然熠熠生辉，血和宗心师动众，就派条狗来叫阵。哈巴狗气得浑身发抖，铃铛叮当作响。凌霄子，你别嚣张！汪！我父亲的血河大阵已经完成，今日必破你山门！汪！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话，天空中的血色法相突然睁开双眼，两道血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重重轰在护山大阵上。大阵光幕剧烈震荡，出现道道裂纹。凌霄宗弟子们的笑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惊恐的抽泣声。看样子护山大阵撑不了多久。凌霄子沉声道，转向季川：“你准备好了吗？”季川深吸一口气，正要回答，赤焰真人突然带着一群人冲了过来。宗主，事到如今，不如交出季川，保全宗门。他身后跟着数十名弟子和几位长老，都面带惧色地看着外面的血河大军。雪梨渊瞬间挡在季川面前，双天剑出鞘，寒气逼人。赤焰，你他妈再说一遍试试呢？雪梨渊清冷的声音此刻带着前所未有的怒意，双天剑在他手中嗡嗡震颤，剑尖直指赤焰真人咽喉。他银发无风自动，周身寒气凝结成细小的冰晶，在血色天光下闪烁着危险的光芒。季川心头一颤，师尊向来清冷自持，何曾说过半个脏字？此刻为了他竟当众爆粗，季川心里顿时升起一种莫名其妙的爽感。果然被偏爱，让人有恃无恐。今日谁敢动我徒儿，先问过本尊的剑。雪梨渊的声音如同九幽寒冰，双天剑出鞘的瞬间，方圆10丈内的地面瞬间凝结出一层冰霜。他那双总是清冷的眸子此刻燃着熊熊怒火，银发无风自动，周身灵力激荡的空间都微微扭曲。学长老这是要包庇罪魁祸首吗？赤焰真人气势丝毫不减，他身后几名亲信弟子见状立刻鼓噪起来。要不是季川杀了血妖子，怎会引来灭门之祸？就是，凭什么让我们为季川送死？人群中开始骚动，不少弟子眼神闪烁，显然被这番话说动了。他身后几名亲信立即附和：“交出季川，保全宗门！”声浪渐起，越来越多的弟子被煽动。季川冷眼扫过人群，发现不少熟悉的面孔都躲闪着目光，这些人平日没少受他恩惠，此刻却闭嘴。柳轩突然从季川身后钻出，突耳气的直立：“若今日是你们遭难，还能说出这番话吗？”他小脸涨得通红，手中玉笛直指最先叫嚣的弟子。那弟子被对得哑口无言，灰溜溜缩回人群。赤焰真人阴冷一笑，突然话锋一转：“诸位可知道季川修炼的是何功法？”他环视四周，声音陡然提高：“是无相魔体。这等魔道功法，我凌霄宗弟子岂能修习？”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不少弟子面露惊恐，下意识后退几步。而且据老夫所查，季川是突然有了无相魔体，随即面向众人补充道：“你们说一个修为全废之人一夜之间突飞猛进，我看他分明是被魔道之人夺舍。你他妈放屁！”岳青秋第一个跳出来，玄色纱衣无风自动，功法本无正邪，全看使用者心性。我玄天宗藏经阁中就有此功法记载，难道我宗也是魔道？柳轩儿也鼓起勇气站到季川身旁：“师兄为救我敢闯幽冥界，以魔道之人的心性，怎会冒此风险？”雪梨渊冷笑一声，双天剑直指赤焰：“哼，赤焰师兄倒是正义凛然。不知300年前是谁为突破境界偷偷修炼血煞功，结果走火入魔，屠了大明国一村凡人。”赤焰脸色大变：“你需要本座取出当年的流影玉简吗？”雪梨渊眼中寒光闪烁。赤焰见这招不奏效，突然露出欠打笑容：“雪师妹如此偏袒季川，莫非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故意提高声调，仿佛一只小人得志的疯狗一般。而且有弟子亲眼看见季川经常黄昏时分出入你的洞府，这又作何解释？住口！雪梨渊气得浑身发抖，银发无风自动，双天剑发出刺耳的嗡鸣。你！雪梨渊羞愤交加，手中双天剑差点脱手而出。他下意识看向季川，眼中满是慌乱和无措。赤焰见状更加得意，又补了一刀：“更有人看见你们宗门后山的温泉。”这句话如同惊雷，雪梨渊整个人僵在原地。
他纤细的手指死死攥着衣角，指节都泛白了。往日清冷如仙的雪梨渊此刻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季川见状，轻轻握住雪梨渊颤抖的手，转身面对赤焰真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赤焰师叔与其这么关心弟子的私生活，突然从怀中掏出3颗流萤水晶，不如先解释解释这是什么吧。光影闪烁间，赤焰真人私下与血河宗使者交易的画面清晰呈现，他接过血色玉简石谄媚的嘴脸，谈及里应外合时阴险的笑容，甚至还有他称呼血妖子为少主的丑态。画面一闪，更有他支走维护护山大阵的弟子后鬼鬼祟祟的身影。啊，这不可能！我明了。他嘶哑的嗓音像是被砂纸磨过，踉跄后退时踩到道袍下，白险些栽倒。那只青筋暴起的手死死抓住心口衣襟，仿佛要将那颗狂跳的心脏掏出来证明清白。全场死寂，继而爆发出一片哗然。弟子们惊骇的目光如万箭穿心般射来，几个亲信更是像避开瘟疫般连连后退。只见此时的赤焰真人几缕灰白鬓发散乱地粘在冷汗涔涔的额前，哪还有先前那小人得志的丑恶嘴脸。他徒劳地张了张嘴，却只发出几声破碎的只言片语。他刚刚那双好似能用目光杀死人的双眼，此刻盛满了将死之人才有的绝望与恐惧。刚刚就在一旁默不作声的凌霄子此时才缓步上前，声音清冷：此事我早已知晓，季川1天前便将这些证据呈上，本座本想放长线钓大鱼。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赤焰，没想到你如此迫不及待跳出来寻死。赤焰真人眼见事情败露，面目突然狰狞起来。既然如此，他猛地撕开道袍，露出胸口一道血色符文，那就别怪我了。随着符文亮起，他的气息瞬间暴涨，血煞燃魂大法。药王殿长老惊呼，他竟修炼了这等邪术。只见赤焰真人周身血光暴涨，恐怖的灵力威压如潮水般席卷全场。距离最近的几名弟子瞬间七窍流血，瘫软在地，就连雪梨渊都闷哼一声，踉跄后退半步，双天剑在手中剧烈震颤。赤焰真人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带着金属般的刺耳回响。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下什么是真正的力量。季川只觉得胸口如压千斤巨石，呼吸都变得困难。他艰难地抬头，只见赤焰真人的道袍早已被暴涨的肌肉撑破，裸露的皮肤上爬满血色纹路，整个人膨胀到3米多高，宛如一尊血魔。雪梨渊立刻挡在季川面前，双天剑划出一道冰墙屏障，但下一秒屏障就出现裂痕。赤焰狂笑，周身缠绕着血色雷霆，声音也变得粗犷沙哑，好似魔物一般。今日就让你们见识下真正的力量。只见他一抬手，掌心暗红灵力汇聚，逐渐形成恐怖漩涡，就连周遭的空气都要撕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玄色身影如鬼魅般闪过。岳青秋手中长剑泛起金色光芒，剑锋划过之处，空间都出现细微裂痕。玄天九转破军，他娇斥一声，剑光如匹练般斩向赤焰咽喉。这一剑快若闪电，角度刁钻至极，正是玄天宗秘传剑法中最为狠辣的一式。当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岳青秋的剑锋竟被赤焰脖紧处的血色鳞甲弹开，只在上面留下一道白痕。赤焰狞笑着反手一拍，岳青秋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被柳絮儿稳稳接住。青秋，季川目眦欲裂，正要冲过去，却被雪梨渊一把拉住。别冲动。雪梨渊声音凝重。更可怕的是，赤焰的气息仍在节节攀升，他周身的血雾渐渐凝实，化作一副狰狞战甲。感受痛楚吧。赤焰的声音已经完全不像人类，口中咏唱古老的神秘咒语：一代米抗几楼，1代米抗2楼，星、蜡、天、森。恐怖的威压瞬间袭来，让方圆100米的石板纷纷碎裂，修为较低的弟子直接昏死过去，就连几位长老都面色惨白，嘴角一血。岳青秋只觉得双腿发软，全靠柳絮儿搀扶才没脱力。师尊。季川艰难地转头，却见雪梨渊银发飞舞，但眼神依然坚定。他手中双天剑发出悲鸣，剑身上出现细密裂纹。就在这危急时刻，凌霄子的叹息声轻轻响起，这声音不大，却奇异地穿透了赤焰的狂笑，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此时他纤纤玉指轻抬，9条紫金色的锁链瞬间刺破虚空。只见那锁链上每条都缠绕着玄奥符文，这些锁链如灵蛇般游走，瞬间洞穿赤焰周身的血雾防御，精准地刺入他四肢、丹田、琵琶骨等要害啊！赤焰发出凄厉惨叫，膨胀的身体如漏气般迅速缩小，那些血色纹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露出原本苍老的皮肤。更可怕的是，被锁链洞穿的伤口处没有流血，
而是不断溢散出精纯的凌厉凌霄子，竟直接废了他的修为。赤焰瞬间如霜打得茄子般瘫软在地，声音虚弱的如同蚊呐。他挣扎着想要爬起，却发现脚下地面不知何时变成了泥潭，正缓缓吞噬他的身体。少主，快救我！赤焰艰难扭头朝阵外嘶吼：“我可是按照计划行动，你不能见死不救！”众人循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那只哈巴狗正舒舒服服地坐在骷髅宝座上，翘着二郎腿儿，捧着一块西瓜，大快朵颐。一尊金刚正兰花指捏着一个迷你望远镜在他面前。众人刚刚还在嗔怪他为何不趁乱袭击，原来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戏。汪！操！关老子屁事！血妖子没素质地吐出几粒西瓜子，狗脸上满是不屑。本少主今天是来看你们笑话的，老子可没义务救你个废物。赤焰真人见血妖子见死不救，脸色瞬间惨白如纸，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滚落。他挣扎着从泥潭中爬出半截身子，沾满污泥的手指死死抠住地面，指甲都翻了起来。宗主明鉴啊！他突然扯着嗓子嚎叫起来，声音凄厉的像是被掐住脖子的公鸡。弟子是被逼的啊！那血妖子在我体内种下血蛊，若不从命，就要让我生不如死。他边说边撕开衣襟，露出胸口一道狰狞的血色纹路，那纹路如同活物般缓缓蠕动，看得人头皮发麻。几个女弟子当场干呕起来。放你妈的屁！血妖子一爪子拍到宝座扶手，西瓜汁溅了一身。老子什么时候给你下蛊了？你他妈的自己找上门的，少他妈污蔑我！他气急败坏地跳起来，小短腿在空中乱蹬，活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汪！你还说雪梨渊那婆娘整天摆着张臭脸，早就想弄死她了。雪梨渊闻言眸光一寒，双天剑发出刺耳的嗡鸣。季川连忙握住他微微发抖的手，在他掌心轻轻挠了挠。这个隐秘的小动作让雪梨渊耳尖一红，剑上的寒气顿时弱了3分。赤焰真人眼见谎言被拆穿，停止了没用的挣扎，沉默片刻，突然抱起发难。他袖中划出一柄血色短刃，猛地刺向雪梨渊。既然活不成，那就拉个垫背的。他面容扭曲如恶鬼，眼中满是癫狂。变故发生之快，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赤焰真人那柄血色短刃上缠绕着诡异的黑气，显然是淬了剧毒。距离太近，速度太快，雪梨渊甚至来不及掐诀，只能本能地抬起手臂格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砰！电光火石间，一道璀璨剑光如银河倾泻，那剑气凌厉的仿佛能斩断时空，精准劈在血色短刃上，发出的一声脆响，短刃应声而断。只是那剑气于是丝毫不减，精准朝着赤焰真人劈去。噗嗤，鲜血如喷泉般迸射，赤焰真人的尸体左右分开，内脏哗啦啦流了一地。最骇人的是，那剑气中蕴含的特殊灵力，竟让他伤口处的血肉迅速碳化，连一滴血都没溅到雪梨渊身上。全场死寂。此时只见季川单手持着逍遥剑，剑身流转着暗金色的无相魔纹，他另一只手稳稳搂住雪梨渊的纤腰，将其护在怀中。寒风吹拂着他的衣袍猎猎作响，发丝间隐约可见额心那道火焰纹路正散发着灼热光芒。在我面前玩暗器。季川的声音不大，却让每个人听得清清楚楚。他剑尖轻挑，指向地上赤焰真人的残尸：“你还太嫩了。”这句话配上他此刻冷峻的侧颜，简直帅得让人发癫。人群中的几个女弟子已经捂着胸口，快要晕过去了。而此刻的雪梨渊，只见他被季川紧紧搂在怀里，整个人都僵住了。他那白皙娇嫩的脸颊此时正涨得通红，连耳尖都红得能滴出血来。雪梨渊紧咬着下唇双平日里清冷如霜的美眸此刻睁得圆圆的，正因为害羞乌黑长睫而止不住的轻颤。周围弟子们的目光如芒在背，雪梨渊只觉得那些视线灼得他浑身发烫。川儿，川儿，他的声音细若蚊带着前所未有的慌乱，指尖悄悄拽了拽季川的衣角，力道轻的像是怕被旁人发现，却又固执的不肯松开。这么多人看着呢，快放开为师！那副羞怯的模样与平日清冷自持的雪峰主判若两人。堂堂凌霄宗长老之一的他，何时有过这般小女儿情态？季川低头看着怀中的雪梨渊，美眸此刻水汪汪的，不敢与他对视，就连耳尖都泛着可爱的粉红色。没伤到吧，师尊？季川的声音温柔的不像样，挠得雪梨渊的心里直痒痒。我们的师尊宝宝说到底还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姑娘，哪经得住季川这么着耍帅？要不是那么多人看着，雪梨渊恨不得直接扑倒这个该死的逆徒。但他终究是青鸾峰的主人，季川的师尊，任他现在有多想，也得老老实实端起高高在上的架子来。没事。他故作镇定，试图拿出他平时引以为傲的威严，可他疯狂跳动的心脏还是将他狠狠出卖。哈哈哈哈！笑死本大爷了！血妖子刺耳的声音突然打破这暧昧的气氛。
只见那只哈巴狗在骷髅宝座上笑得打滚，小短腿在空中乱蹬。凌霄宗果然盛产败类，先是出了个叛徒，现在又当着全宗的面搂搂抱抱，啧。他故意拖长音调，狗脸上满是讥讽。雪梨渊，没想到你平日里装的清高，背地里却跟徒弟搞在一起，真是有够恶心的汪。这番话说得极为难听，雪梨渊的脸色瞬间煞白。他下意识的想要挣脱季川的怀抱，却被季川牢牢按住。川儿，雪梨渊诧异的轻唤一声，但映入他眼帘的只有季川那几乎凝结成实质的杀意和他被阴影遮住的眼神。那即将爆发的翻腾怒火让他都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还没等季川发作，聒噪，凌霄子清冷的声音突然响起。他甚至没有回头，只是随手一挥袖袍，一道紫金色的流光如闪电般划破长空，直取血妖子狗头。哦！血妖子怪叫一声，狗毛乍起，一个狼狈的驴打滚从宝座上摔下来。那道紫金光束擦着他头上的呆毛飞过，颜色焦黑，冒着烟。而他身后的一尊血金刚就没那么好运了，轰的一声，瞬间被炸得粉碎。余波阵的另外7尊金刚都踉跄后退。操！血妖子瘫坐在碎骨堆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狗眼瞪得溜圆，舌头都吓出来了。他低头看看自己湿漉漉的裤裆，又抬头看看凌霄子，狗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全场寂静，所有人都被这随手一击的威力震撼得说不出话来。季川瞳孔微缩，这就是宗主的真正实力，难怪能执掌凌霄宗数百年。汪！血妖子反应过来之后，突然暴跳如雷，狗腿在空中疯狂甩动。上！给我上！踏平凌霄宗，活捉季川，给我干死他们！他气急败坏地扯下脖子上沾了狗尿的血色铃铛，猛地砸向护山大阵。铃铛在空中炸开，化作漫天血雨洒落。咔嚓！令人牙酸的声音响起，护山大阵的光幕在血雨腐蚀下出现蛛网般的裂纹。不好！药王殿长老脸色大变，是血河老祖的本命精血。仿佛印证他的话，天际那尊血色法相突然睁开双眼，2道血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重重轰在摇摇欲坠的大阵上。轰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护山大阵终于不堪重负，化作漫天光点消散。杀！血河宗大军如潮水般涌来，喊杀声震天动地。18名地煞境强者脚踏血莲，周身环绕着狰狞法器，恐怖威压让空气都为之凝固。结阵！凌霄子一声轻喝，紫金道袍无风自动，他指尖掐诀，9道紫金光柱冲天而起，在众人头顶交织成巨大光网。轰！第一波攻击撞在光网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气浪掀飞数十名弟子。季川连忙撑起灵力护盾，将雪梨渊和柳轩护在身后。师尊小心！季川突然暴起，逍遥剑划出半月弧光，一道血色剑矢被当空劈碎，毒液剑落触地面，瞬间腐蚀出丈许深坑。血妖子站在金刚尖头狂笑，给老子活捉季川！其他人统统杀光。汪！7尊血金刚同时跃起，每尊都有3丈高，沉重的脚步震得山石崩裂，他们手中锁链如巨蟒翻腾，所过之处楼阁倾塌，霜天冰封千里。雪梨渊剑指苍穹，漫天飞雪骤然凝聚，冲在最前的2尊金刚瞬间冻成冰雕，却在下一秒被后方血河宗长老联手击碎。季川周身魔纹涌动，逍遥剑在手中化作一道暗金流光，每一次挥斩都带起刺耳的破空声，剑锋所过之处，银魁如麦秆般倒下。但敌人实在太多。师兄，左边！柳轩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季川头也不回，左手掐诀，一道火墙骤然升起，将扑来的3名血河宗弟子烧成焦炭。右手剑势不停，精准刺入一名偷袭者的咽喉。当！金属碰撞声突然从背后传来。季川猛地转身，只见一柄血色长刀距离自己后心仅有3寸，却被雪梨渊的双天剑死死架住。地煞境！雪梨渊银发飞舞，剑身上凝结的冰晶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血色侵蚀。川儿小心！季川瞳孔骤缩，这名偷袭者气息内敛如渊，竟是地煞境巅峰强者。雪峰主好眼力！那人阴森一笑，血色面具下露出一双蛇瞳。可惜救不了你的小情郎。话音未落，他左手突然暴起，五指如钩，直取季川咽喉。这一击快若闪电，指尖缠绕的血煞之气甚至撕裂了空气。川儿！雪梨渊目眦欲裂，想要抽剑回防，却为时已晚。生死一线间，季川做出了令所有人震惊的举动，他不退反进，竟迎着那致命一击撞了上去。哼，找死！偷袭者狞笑，指尖血芒大盛，噗嗤，利刃入肉的声音响起。
偷袭者的五指狠狠刺入季川肩头，血煞之气瞬间灌入经脉。但下一秒，偷袭者的笑容凝固了，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手只像是刺中了万年玄铁，近在难寸进。更可怕的是，季川被刺中的皮肤下突然浮现出密密麻麻的金色魔纹，那些纹路如同活物般蠕动，将侵入的血煞之气吞噬殆尽。这是玄金不灭体！偷袭者失声惊呼。季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逍遥剑已如毒蛇般刺出。答对了！赤剑锋毫无阻碍地穿透偷袭者胸膛，暗金魔纹顺着伤口疯狂蔓延，所过之处血肉碳化。偷袭者发出凄厉惨叫，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怎么可能？他低头看着胸口的血洞，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无相魔体的玄金不灭体阶段，难怪你敢以伤换伤！季川猛地抽剑，带出一盆黑血。偷袭者踉跄后退，脸色惨白如纸。他试图调动灵力疗伤，却发现伤口处的魔纹如复古之居，正疯狂吞噬他的生机。血河宗就这点本事！季川甩去剑上血珠，肩头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也配来我凌霄宗撒野。这一幕震撼了全场，就连远处激战的凌霄子都投来惊讶的目光。雪梨渊美眸中异彩连连。他早知道季川修炼无相魔体有所突破，却没想到竟达到了传说中的玄金不灭体阶段。雪梨渊瞳孔骤缩，指尖不自觉地掐入掌心。地煞境与化灵境之间的鸿沟，在修真界堪称天堑，寻常修士越级挑战能撑过3招便足以名震一方，而季川竟直接斩杀了地煞巅峰强者。玄金不灭体！他喃喃自语，看着季川肩头伤口处流转的暗金魔纹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恍然想起古籍记载，无相魔体修至玄金阶段，肉身堪比上古神兵。此刻季川持剑而立的背影在血色天光下宛如战神，逍遥剑上未干的血珠坠落在焦土上，竟将地面腐蚀出丝丝白烟。师尊看呆了。季川突然回头，沾血的嘴角勾起痞笑。他随手甩了个剑花，弟子这般模样，可还入得师尊法眼？你这逆徒，都什么时候了？雪梨渊耳尖微红，双天剑绽出更凛冽的寒光，可说出来的话却让人恨不起来。他剑锋所指之处，数十名敌修瞬间冻成冰雕，又在下一秒被季川补上的剑气轰成齑粉。冰晶与血雾交织的画面里，两人背靠背形成的绝对领域，竟让周围敌修不敢近前。血妖子在远处暴跳如雷，操！废物，都他妈是废物！他一爪子拍碎身旁装着果汁的杯子，老逼灯，你他妈还要看戏到什么时候？师尊别分心。季川突然沉声提醒，逍遥剑上的魔纹如同呼吸般泯灭。他敏锐地察觉到天地灵气正在异变，某种超越地煞境的恐怖威压正在成型。雪梨渊刚要说话，突然脸色大变，小心头顶！轰！血色雷霆撕裂云层，直径丈余的电蟒直劈季川天灵。季川仓促举剑格挡，剑身与雷光相撞爆出刺目火花。他膝盖狠狠砸进地面，方圆10丈的青石板瞬间化为齑粉。逍遥剑发出不堪重负的哀鸣，暗金魔纹顺着剑刃疯狂蔓延。季川，你的对手是本座！狂笑声震得人骨膜生疼，一道血色流星轰然坠地，气浪掀飞上百名交战中的修士。待烟尘散去，只见中年男子负手而立，他血甲上缠绕着活物般的猩红纹路，眉心竖横开合间露出森然瞳孔，背后由煞气凝结的羽翼，每次扇动都带起腥风血雨。血河宗3长老血童。雪梨渊剑尖微颤，这位100年前就凶名赫赫的魔头，曾以一己之力屠灭3大宗门，如今他身上散发的威压，分明已是天煞境中期。小辈有点意思。3长老居高临下的打量着季川，眼中闪过贪婪之色。无相魔体，正好抽了你的人鞭，给老夫补补身子。退后！雪梨渊银发狂舞，双天剑横于胸前，剑身上凝结的冰晶在血色天光下折射出刺目寒芒。他纤细的身影挡在季川面前，竟显得如此决绝。季川能清晰看到师尊持剑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恐惧，而是天煞境强者全力催动灵力时的自然反应。他周身3丈内的空气都凝结出细密冰晶，脚下地面更是蔓延出蛛网般的双纹。雪梨渊的声音此时竟前所未有的温柔。川儿听话，这不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他雪梨渊好歹也是一方强者，他太清楚境界之间的差距意味着什么。修真9境，每上一层都是质的飞跃。地煞与天煞虽只1字之差，却有云泥之别。更何况对方是天煞中期，而他才初入天煞3重。此时雪梨渊的指尖微微发颤，双天剑冰冷的触感透过掌心传来。他望着前方血童那狰狞可怖的身影，脑海中却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季川那张总是带着痞笑的脸。
爱这个逆徒平日里没个正形儿，总爱用那种轻佻的语气喊他师尊宝宝，待到他心软就变本加厉的耍无赖。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不着调的家伙，会在他闭关时悄悄在洞府外放上人家爱吃的糕点，会记得他随口提过的灵茶口味，大老远的从大明国带回来，还会在他练剑到深夜的时候，不由分说的把人家抱起来送回请电雪梨渊的睫毛轻轻颤动。他想起那次自己为了九节莲孤身一人遭遇准地境的魔物，是季川挺身而出为他挡下致命一击。那时他本应在山门里好好待着，却千里迢迢跑到那极寒的荒芜之地，而仅仅只是为了取得九节莲来送给他。这份记忆至今仍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唉，真是的。他轻叹，但握剑的手却又紧了几分。双天剑似乎感应到主人的心绪，剑身嗡鸣震颤，寒气愈发凛冽，血统的威压如潮水般涌来，雪梨渊的膝盖微微发沉。他深吸一口气，体内灵力疯狂运转，在经脉中奔流不息。就算拼上这条命，也绝不能让川儿就在这时，一只温暖的手突然附上他持剑的手背，那熟悉的触感让雪梨渊浑身一颤，险些松开了剑柄。我怎么会让你独自面对危险呢？傻瓜！季川的声音在耳畔响起，轻描淡写的，像是在讨论今早的天气一样。他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可温柔的侧颜还是如往常一样。梨渊要是受伤了的话，我可是会很伤心的。这句话平平无奇，此时打在雪梨渊的心上，却像是闷雷一般。雪梨渊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个平日里没个正形的逆徒，此刻说出来的话竟然像3月春水一般，让人如此的安心。雪梨渊只觉得心头一颤，季川掌心的温度透过手背传来，暖得他眼眶发热。他深吸一口气，指尖不自觉地收紧。好，他看向前方，眼神坚毅，嘴角不自觉地微笑了起来。此刻的他有了身边人的陪伴，仿佛是受到了极大的鼓励一般，重重点了下头，银发在血色天光下飞舞着，心里不自觉地想着，要是这次能活着回来的话，还是对他坦诚一点好了。哦哎，对面的血童突然夸张地干呕起来，你们俩他妈的还有完没完了？血童指着他们俩疯狂吐槽，谈情说爱，滚他妈一边去，别在老子面前恶心我。季川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逍遥剑在手中挽了个漂亮的剑花。呵，这么急着去死啊？尼玛找死！血童暴怒，双眸赤红如血，周身煞气翻涌，背后那对狰狞血翼猛地展开，遮天蔽日，滔天血煞之气如海啸般席卷而来，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腥甜。蝼蚁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他狞笑着，双手快速掐诀，18道猩红血剑在虚空中凝结成形。只见每只剑矢都缠绕着扭曲的怨灵，凄厉的哀嚎声刺痛耳膜，剑身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皲裂。去！血剑破空而出，带起刺耳的音爆声，所过之处空间被撕开细密的黑色裂痕。雪梨渊清冷的眸子闪过一丝寒芒，纤纤玉指并作剑诀，直指苍穹。双天冰镜，刹那间，一面晶莹剔透的菱形冰盾在他身前凝聚成型，盾面流转着玄奥的符文。血剑撞击在镜面上的瞬间，发出令人牙酸的尖锐嘶鸣。诡异的是，那些血剑竟在镜面折射下纷纷调转方向，以更快的速度朝血童反射而去。哼，雕虫小技！血童嘴角扯出一个变态的弧度，袖袍翻卷间形成一个血色漩涡，将袭来的血剑尽数吞噬。他身形突然模糊成一片血雾，在出现时已凌空立于季川头顶，利爪泛着森冷寒光，直取天灵。千钧一发之际，季川眼中剑芒暴涨，他手腕翻转，长剑划出一道完美的弧光。刺目的火花在利爪与剑刃交击处迸溅，金铁交鸣之声响彻云霄。季川虎口崩裂，鲜血顺着逍遥剑的剑柄滑落，滴在皲裂的地面上。他脚下地面承受不住这股巨力，以他为中心，蛛网般的裂痕疯狂蔓延，碎石尘土冲天而起。雪梨渊手中剑诀变换，数十道冰锥凭空凝聚，如暴雨般封锁了血童所有退路。师尊，困住他3息！季川的吼声中，雪梨渊没有丝毫犹豫，双天剑脱手飞出，化作一道冰晶凤凰，直扑血童面门。有点意思。血童狞笑，血意一震，竟硬生生顶着冰锥风暴冲向季川。他完全无视了雪梨渊的攻击，目标只有一个。季川周身暗金魔纹，光芒大盛，剑锋一转，无极归一剑的剑意瞬间攀至顶峰。两人一攻一防，剑气与血煞之力碰撞，掀起的狂风将周围的弟子吹得东倒西歪，两面夹击，配合得天衣无缝。然而血童脸上的狞笑更盛，就在冰锥与剑锋即将触及他身体的瞬间，他竟完全无视了季川的致命一击，身形猛地一转，那对缠绕着血煞之气的利爪竟调转方向，直取雪梨渊的咽喉。师尊！季川瞳孔巨缩，这一变招太过突然，雪梨渊就力已尽，心力未生，
只能仓促间在身前凝结一面冰盾。太迟了，季川想也不想，体内灵力疯狂爆发，几乎是本能的横移一步，用自己的胸膛硬生生迎上了那致命的一爪。砰！一声沉闷如肋骨的巨响，遍布季川全身的金色魔纹剧烈闪烁，却依旧没能完全抵消那恐怖的力道。他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在空中喷出一道血箭，最终重重砸在100米之外的废墟之中。唰儿！雪梨渊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哭腔。嗨嗨，没死。季川挣扎着撑起身体，胸口一道深可见骨的爪痕触目惊心，金色的魔纹正艰难地蠕动，修复着伤口。师尊，别慌。血童收回利爪，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指尖。哦，中了本座一记血煞爪都没死，你小子真够硬的。他看向雪梨渊，笑容愈发残忍。别急，马上就送你们这对苦命鸳鸯一起上路。找死！雪梨渊彻底被激怒了，他银发狂舞，美眸中燃起冰蓝色的火焰。他再也不顾及灵力消耗，双手掐出一个繁复的法印，双天涌动之关。刹那间，血童脚下蔓延开一道巨大的冰霜法阵，彻骨的寒气化作无数锁链，缠向他的四肢。哼，米粒蜘蛛！血童周身血煞之气一震，便将冰霜锁链震碎。但就是这一瞬间的停滞，给了季川可乘之机。川儿，就是现在！雪梨渊的脸颊因短时间大量使用灵力而显得有些苍白。来了！季川怒吼一声，将体内所剩不多的灵力尽数灌入逍遥剑中，剑身发出不堪重负的嗡鸣，暗金魔纹亮到极致。惊蛰龙抬头，吼！一声震天动地的龙吟响彻云霄，一道由纯粹剑气构成的金色神龙咆哮而出，以无可匹敌之势悍然撞向血童。轰隆隆隆，恐怖的爆炸发生了，金光与冰晶交织，狂暴的能量风暴将周围的一切都撕成碎片，巨大的烟尘冲天而起，遮蔽了所有人的视线。战场一瞬间陷入了死寂。成功了吗？雪梨渊紧张地攥着手，屏住了呼吸，死死盯着烟尘的中心。只有季川眉头紧锁。不对，太简单了，天煞境强者的肉身怎么可能这么脆弱？这一击虽然威力巨大，但要说能秒杀雪童，他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就在此时，烟尘之中，一道血色残影以一种超越视觉极限的速度爆射而出。不好！季川刚喊出声，那道残影已经近在眼前。是血童！他浑身衣衫破碎，但身上那件血色战甲却毫发无损，连一丝划痕都没有。他一掌拍出，血光滔天，季川瞳孔缩成针尖大小，仓促间只能将逍遥剑横于胸前。砰！逍遥剑发出一声哀鸣，季川的胸骨瞬间碎裂，整个人再度倒飞出去。这一次，他直接撞塌了一座残存的阁楼，被掩埋在砖石之下。可雪梨渊再也支撑不住，一口鲜血咳出，单膝跪倒在地。刚刚那一记涌动之关消耗了他太多灵力。血童癫狂的笑声回荡在战场上，不错的配合，差一点就真的伤到本座了。他缓缓升空，周身的气息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攀升。那件血色战甲上的纹路开始流动，背后那对血翼也变得更加凝实。恐怖的威压让整个凌霄宗的护山大阵残骸都在震颤。怎么会？他的气息还在变强。药王殿长老失声惊呼。血童享受着众人惊恐的表情，张开双臂，如同宣告神谕的魔王。无知的蝼蚁们，就让你们死个明白！此乃我血河宗无上秘法血海无量，此阵一开，方圆10里，每多一个活口，本座的攻防便能增幅1分。你们凌霄宗上上下下数千人，为本座提供了数千倍的力量。血童的声音充满了残忍的快意。你们拿什么跟本座斗？全场死寂，继而是无尽的绝望。完了！一名弟子瘫软在地，面如死灰。废墟中，季川推开身上的石块，挣扎着站了起来，与赶来的雪梨渊并肩而立。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还能站吗？雪梨渊的声音有些发颤。师尊不倒，弟子怎能先躺下？季川强行挤出一个笑容，但嘴角溢出的鲜血却出卖了他。杀了你！血童已经失去了耐心，他身形一闪，瞬间出现在两人面前，一拳轰出。简单粗暴，却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雪梨渊与季川同时举起兵器格挡，当巨力袭来，两人同时闷哼一声，双双被震退数十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青石板上留下深深的脚印。手臂传来的剧痛让他们几乎握不住武器。太强了，这已经不是技巧可以弥补的差距了。再来！血童玩心大起，身影在战场上拉出道道残影，每一次攻击都逼得两人狼狈不堪。他们引以为傲的剑招，默契的配合，
在此刻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即使是季川的玄金不灭体，在对方连绵不绝的攻击下，光芒越来越暗淡，新伤盖着旧伤，恢复的速度已经远远跟不上受伤的速度。怎么了？这就没力气了？血童一脚将季川踹飞，反手一掌拍在雪梨渊的双天剑上，震得他连连后退。他的实力还在飙升。季川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肺里火辣辣的疼。他看着天空中那如同魔神般的身影，脑中飞速运转。血海无量，依靠活物的数量增幅，自身等等，季川的瞳孔猛地一缩。师尊，用那个！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声。雪梨渊身形一顿，仅仅愣了1秒，随即便明白了季川的意思，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美眸中闪过一丝决然。我需要30息。话音未落，他已盘膝坐下，双眼轻闭，双手掐诀。指尖萦绕着晶莹的冰蓝色灵力，隔空对着远处的血童开始勾勒。血童正享受着猫戏老鼠的快感，突然察觉胸口传来一阵冰凉，低头一看，只见胸口那件坚不可摧的血色战甲上，一个冰蓝色的八卦符文正缓缓浮现，顺时针旋转，透出不祥的气息。装神弄鬼。他察觉到一丝不安，不再恋战，血影一闪，直扑雪梨渊。一道暗金剑光横插而至，死死拦住他的去路。季川持剑而立，抹去嘴角的血沫，咧开一个染血的笑容。往哪看呢，老头？你找死！血童暴怒，想也不想，一拳轰出，拳风带着撕裂空气的尖啸。恐怖的拳风将那道身影轰成碎片。可拳头穿透的瞬间，他便察觉不对，没有血肉的触感。是替身符。血童一愣，只见原地留下一个繁复而诡异的阵法。在这儿呢。季川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血童猛地转身，只见季川手指飞速掐诀，雷狱天劫阵。他脚下的阵法符文骤然亮起，乌云在头顶瞬间汇聚。轰隆，9道水桶粗的紫色神雷撕裂血云，携着天威狠狠劈在血童的背上，炸得他血甲电光乱窜。啊！血童吃痛咆哮。可如此大的威力打在他的身上，显然只造成了些许麻痹，却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他猛地转身，周身血煞之气凝聚成实质，像一颗炮弹般杀向季川。季川不闪不避，脸上反而露出更加疯狂的挑衅：在修真界跟老子玩脏的，你还嫩了点。就在血童那布满血灵的利爪即将触及季川面门的瞬间，季川手腕一抖，一个黑色的瓷瓶脱手而出，精准地砸在血童的面门上。啪！瓶身应声碎裂，紫黑色的毒液四溅开来。滋滋！腐蚀性的毒液瞬间灼烧着他的双眼，一阵青烟冒起。我的眼睛！血童发出不似人声的嘶吼，利爪疯狂地抓挠着自己的脸庞，划出道道深可见骨的血痕。剧痛让他瞬间失去目标，狂暴的血煞之气如火山喷发，无差别地向四周席卷。血海滔天。季川早已抽身后退，但还是被那恐怖的能量余波扫中，护体魔纹一阵明灭，整个人再次喷出一口血，重重撞在远处的断壁之上。就在血童压下剧痛，猩红的眼眶中重新恢复视线，准备锁定季川的瞬间，雪梨渊那边最后一个冰蓝色符文终于绘制完成。叮！一声清脆的，仿佛来自另一个维度的鸣响，在血童的灵魂深处炸开。他只觉得眼前景物一阵扭曲，下一秒，周遭的喊杀声与血腥味尽数消失。当他再次稳住身形，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一片灰白色的荒芜领域。他发现自己身处一片灰白色的荒芜领域，天地间只剩下死寂。人呢？这是什么鬼地方？他慌乱的四下张望，他猛地转身，看见了雪梨渊。他就静静地站在不远处，手持双天剑，剑尖朝天，一道磅礴的冰蓝色光柱瞬间从剑身冲天而起，贯穿了这片灰暗的天地。刺骨的寒气以他为中心疯狂扩散，将这片领域化为冰雪的世界。他银白色的长发无风自动，白色道袍猎猎翻飞，宛如执掌这片天地唯一的主宰。血童下意识地朝他冲去，却惊恐地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加速，与雪梨渊之间的距离都没有丝毫缩短。这个领域有古怪。他忽然察觉到了什么，猛地内视自身，那股源源不断让他感觉自己无所不能的力量消失了。血海无量，失效了。原来他早已被带离了主战场，宗门内数千生灵的气息加持，在踏入这个领域的瞬间被彻底切断。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像冰冷的毒蛇瞬间攫住了他的心脏。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雪梨渊此刻积蓄的力量足以将他彻底抹杀。雪梨渊缓缓抬起了手臂，双天剑上的光芒凝聚到了极致。他清冷的声音响彻整个领域，每一个字都带着冰封万物的法则之力。极寒等等。血童瞬间慌了神，
脸上再无半点凶厉，只剩下乞求。血风主，饶我一命，我血河宗的宝库任你挑选，无论什么天材地宝都不是问题。他声音颤抖，再无之前的嚣张。雪梨渊充耳不闻，只是抬起那张清冷绝美的脸，冰蓝色的眸子里没有半分波澜，只有刺骨的寒意。手中双天剑仿佛感应到主人的杀意，发出清越的悲鸣。破灭斩，一道1000丈长的月白色剑光撕裂了整个空间，那蕴含着毁灭之力的冰蓝色斩击带着净化一切的毁灭气息轰然落下，耀眼的光芒吞噬了一切。在血童绝望的嘶吼中，那道斩击将他连同他脚下的大地一起炸得连一丝尘埃都不剩。